九江府平川县沟子村。王有才，你丧良心呐！端这么烫的水给我喝，你是不是巴不得老婆子我早点死了？你给我跪下！娘，你别生气，我这就让桃花给你倒碗温水去。说着，忙不迭地让旁边的闺女去倒温水。一身粗布衣裳的少女赶紧去了灶房。我说大叔呀，算算日子，娘的寿辰马上就到了，这次你家打算出几个银钱呀？娘，我们家的光景你是知道的，全靠那2亩地糊口啊。玉芝过世借的钱还1文都没还呢，我是真的一个铜板都拿不出来了呀。坐在椅子上的老婆子不干了，眉头一搭，屁股往下一滑，就坐在了地上，拍着大腿嚎了起来。我的个天老爷呀，这就是我怀了10个月生出来的白眼狼啊！早知道是这么个不孝顺的东西，当初我还不如溺死在尿桶里。哎呀，没法活了呀！他二叔不是做嫂子的说你，这官家都说了，百事孝为先，给自个亲娘过寿，哪能在乎几个银钱哟？大嫂啊，我是真的一个铜板都拿不出来了，这村里村外能借的我都借遍了。娘，别哭了，小心伤了身子啊！滚开！我不要你假惺惺的，还不知道心里怎么骂我呢。娘，我不敢呢。说着也抹起了眼泪。夫人飞快地给老婆子递了个眼神，对方顿时嚎叫声小了几分。他二叔，我这边倒有个得钱的好去处，大郎做活的周员外家正在给府上的小姐物色一个贴身丫鬟，不仅包4季衣裳，还每月有100文的月钱呢。哎呀，我看桃花年龄刚好，又识得几个字，就让大郎给报上去了。人家周家管事说要先见见人，你瞅这事儿可行？不行，我答应过芝娘，就是再苦再穷都不能把孩子卖出去给别人当丫鬟奴婢。他二叔，瞧你这话说的，我是桃花的大伯娘，能害了他？那周家管事说了，可以签活契的，就做2年工。要不是我家香香不识字，这破天的好事儿能落到你头上。再说桃花去了周府，你这边得了银子给娘办寿，又省了桃花的口粮衣裳，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儿哟。老婆子虎视眈眈地觑着中年汉子，就等着对方一口答应下来。大嫂，你忘了桃花是有婚约的，她怎么能去给别人家当丫鬟呢？这以后在李家怎么抬得起头啊？这事莫要再说了。夫人又给老婆子使了个眼色。老头子呀，那一年我生他时大冷的天哪，我难产了2天2夜呀，那流的血呀，好几个木盆都装不完。如今他全忘了，丧良心呐！以往只要他这么一闹，汉子没有不答应的。可今日不管老婆子如何哭闹，汉子就是死咬着牙不松口。好，果然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好儿子。老婆子活着也是碍人眼，我现在就去投河。说着就往屋外走去。刚端了温水来的王桃花怯生生地站在门口，奶就被老婆子一巴掌扇倒在地，粗瓷碗又摔了个粉碎。娘啊，咱别闹了行吗？我答应你，过寿时给你1两银子，但桃花不去周家做丫鬟。老婆子干嚎声戛然而止，随即满面笑容。你说的可是真的？汉子无力的点点头，眼睛里是化不开的疲倦、无奈和绝望。好，这才是娘的好儿子。那3天后，记得把银子拿来给娘。说着，像只刚下了蛋的老母鸡，趾高气扬地走出了院子。妇人忙追了上去，路过汉子时，呸，给脸不要脸，那丫头迟早要烂在家里。路上，娘，大郎说的那事儿，咱们就这么算了？那可是白花花的5两银子呢，另外还有月钱呢。老婆子正盘算着拿到1两银子后，先去县里扯块上好的细棉布做身新衣裳，保准亮瞎村里那些穷鬼的眼，再买点零嘴。见妇人打断自己，微微拉下了眼皮。老大家的，你这么上赶着要把桃花送去周府，是不是瞒着我老婆子什么？这个死老婆子眼睛可真毒。娘，您老可真厉害，我这心里的小算盘被你看得真真的。我还不就是想着大郎也老大不小了，早点有了这银钱就可以给他讨房媳妇儿嘛。
哎呦呦，看来我这只孙猴子永远跳不出娘这尊如来佛掌的手心哟。这马屁拍的老婆子极为舒帖，鼻孔微微抬起了，哼了声。你个屁股撅起来，我都知道拉什么屎，料你也不敢在我面前耍花招。你放心，大郎是我亲戚的大孙子，他的事儿我能不操心？我都盘算着呢。哎，媳妇儿就知道娘最惦记着大郎，回头我一定要跟大郎说，以后赚了银钱要好好孝敬您。我不惦记谁惦记？你们能住上这青砖大瓦房，不都是我惦记的？行了行了，日子还长着呢，桃花那事儿翻年后也来得及，咱们找着机会再来，走吧。说着伸出一只手，媳妇儿都听娘的。于是妇人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搀着，老婆子很是满意，一步一摇地往前走去。这还是上次她去县里卖鸡蛋，看到员外家的老夫人去上香都是丫鬟这么搀扶着，觉得很是气派，于是也照猫画虎地学了起来。不料谁家的鸡在这地上拉了一泡屎，老婆子脚下一滑，两人同时摔了个狗啃泥。哎呦，摔死我这把老骨头了！待看到是一泡鸡屎后，老婆子不由得怒声骂道：这是谁家糟瘟的鸡呀？要是被老娘抓到了，非得拔毛炖了。见妇人还在一旁光顾着揉着膝盖，不由得有些愠怒。老大家的，还不快来扶我，没点眼力见。妇人也顾不上膝盖上的疼痛，赶紧去搀扶那老货。这个死老婆子，怎么不摔死你啊？汉子想了好半晌，终于抬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院门。爹，你去哪？桃花，你收拾一下，爹去趟县里，要晚上才能回来，夜里不要给爹留门了，记得把门关好。说话间，脚步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县里走去。这天午后，一伙五大三粗的汉子来到王有才家，那扇本就只剩2片木板的木门终于不堪重负，哐当一声倒在了地上。马大眼是这附近10里8乡有名的泼皮无赖。王有才，你上旬欠爷的5两银子什么时候还呢？都像你这么拖，爷几个都得喝西北风了。马爷，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才借了1两银子，怎么就变成5两了？怎么想来账啊？不敢呢，不敢。马爷，你行行好，再帮我看一看，我真的只借了1两银子。马大眼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张借据甩开。鸟货，好好看看，这白纸黑字上明明写了是5分利息，这利滚利也算你5两银子，已经是看在同乡的份上了。马爷，我现在真的一个铜子都拿不出来呀，求您再通融些日子吧。我去你个杂种，难不成你想让爷白跑一趟啊？今天你要么掏银子咱走人，要么先卸了你一条胳膊。马爷，别，我这就去借钱去。爹，谁来了？几个大汉纷纷回头看去，见是一个13、14岁的姑娘，正怯生生地挽着个破篮子站在院门口。哎呦，王有才，想不到你还藏了这么一个水灵灵的小娘子啊！身子虽然瘦了点儿，但这脸蛋儿长得是真不错呀。马爷，您瞧那娘们的屁股，蛮大的呀。马大眼摸着下巴，色眯眯地把王桃花打量了一圈。王有才，你看要不这样，让这小娘子陪我睡上一宿，咱们这银子就一笔勾销了，咋样？对，这择日不如撞日，让这小娘子今天就跟我大哥入洞房。哎呀，不好啊！他赶紧拦在闺女身前，急声说道：桃花啊，刚才张大娘来唤你去磨黑豆子，快去。爹，我走了，你咋办？我叫你去你就去，你要急死我呀！说着，王有才就推着王桃花往院子外走去。滚开！你个狗东西，敢跟爷打马虎眼！今天要么还银子，要么就让你姑娘跟我睡上一觉。我跟你说不亏，县里春花楼输了个金官人，也就2、3两银子。马爷呀，求你放过我家春花吧，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啊，她才13岁呀。马爷，这13岁不小了，要说这年纪刚刚来那时候，就跟那初熟的桃子似的，酸酸甜甜的，滋味最好了。马大眼听了这话，一双灯泡似的眼睛瞪得更圆。这爷还能不知道？用你说，马爷啊，你不能啊！桃花是有婚约的，你这样会毁了她一辈子的呀！马大眼被王有才吵得脑袋嗡嗡叫。
王有才立马像只破风筝一样落在了1米开外的地方，哇的一口老血吐了出来。爹，爹！桃花，听爹的，快走啊，快走啊！那喷出的血沫子沾满了脸颊，眼瞅着进气多出气少，马大眼看都没看王有才一眼，大步走了出去，像拎只小鸡崽子似的拎着王桃花就往屋里走去。爹，救我！很快屋子里面就传来衣服撕裂的声音和女人的哭喊。王有才想爬起来，后背却被一个泼皮重重踩着，顿时动弹不得了。我说呀，王有才，你也是个拎不清的。你这个姑娘要是把马爷伺候好了，那以后你们一家还不是穿金戴银、吃香喝辣吗？马大爷，你这个杂种畜生，你不得好死！我要去衙门告你！可还没2分钟，那马大眼就光着膀子，骂骂咧咧的捆着裤腰带出了屋子。哎呀，马爷，真是雄精虎猛啊！这么快就把那个小娘子给征服了。回到县里，小的给你整个老鳖补补身子。那小娘子烈得很，费了半天功夫才解开衣裳，倒是让她往柱子上撞去了。啊，马爷，那人呢？死了，真他娘的晦气！王有才听到这话，两眼一翻，一口气登时哽在了喉咙里，呵呵几声后没了动静。王桃花觉得脑袋疼得快要裂开了，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竟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屋子里。这是哪里啊？可还没等他看清地方，一阵头疼再次袭来，王桃花又晕死了过去。直到一碗略带土腥味的温水灌进嘴里，王桃花才缓缓醒了过来。桃花，你可算醒了，你这都睡了一夜了，又发高烧又说胡话的，吓死大娘了。那个大妈，你是谁呀？丫头，你连大娘都不认识了，看来这头是真撞坏了。那马大眼就是个千刀万剐的牲口，老天爷都看着呢，迟早遭了报应去。王桃花看着眼前的老婆子，愣了半天，就感觉脑子里一下子钻进来了无数影子，脑袋一抽一抽的疼。好半晌才知道眼前的老婆子是谁。你是张大娘？哎，我的好儿啊，你可算是记起来了，菩萨保佑。老婆子，这丫头脑门上磕了这么大一个洞，人迷糊一下子也是正常的。你呢，就别跟她再唠叨了，让她再睡会儿吧。是我老婆子想的不周全，桃花，你再睡会儿，大娘回去给你炖个鸡蛋，流了那么多血，得补补。说着，老两口就掩上门出去了。王桃花看着乌漆麻黑的屋顶，使劲的甩甩头，可脑袋里还是晕乎乎的。这位姑娘，请你照顾好少安，桃花愿意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说完，那身影就施施然的散去了。小妹妹！就在刚才，无数的记忆涌入了王桃花脑海里，她已经知道自己穿越了。院子里传来了动静，是张老头夫妇俩在嘀咕：老头子，这有才的身子还摆在院里呢，桃花又躺着，家里也没个知事的人，可咋整哟？虎子不是找有贵去了吗？亲弟弟死了，他这个做哥哥的不得来帮衬帮衬呢？哎呦，你个老头子吃炮仗了，嗓门小点，让桃花听到了又得难过了。你瞅着吧，他们家保准不会来。老两口嘴里的人正是自己的亲大伯和亲奶奶。王桃花的爷爷5年前就去世了，奶奶刁氏就做主给兄弟俩分了家。这刁氏是出了名的偏心眼，分家时不仅给王有贵家盖了青砖大瓦房，垒了黄泥院墙，还把绝大部分的田地分给了王有贵。王有才和妻子白氏最后只分来了2亩薄田和这2间破破烂烂的茅草屋。回头呢，你把我那身装老衣服拿出来给有才用吧，总不能让他穿得破破烂烂的去阴间报道啊，给阎王看了生气了，没得影响投胎呀。行，以后这家呀就剩桃花和少安2个孩子过日子了。马大眼做的什么孽哟？老婆子，我记得桃花不是跟李家村定亲了吗？实在不行，让她早点嫁过去吧。这么早嫁过去，还带个弟弟，那李家会同意？不行，这女人没得娘家帮衬就难了，再被看清了，桃花这辈子可就苦了。王桃花还想再听点什么，外面就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看动静是有人进了院子，他忍着头疼坐了起来，嘎吱。院子里忙碌的几人看了过去，就见王桃花脸色惨白的靠在门框上，
桃花，你这头上有伤，可不能出来，仔细见了风以后头疼。王桃花就见院子里站了4、5个人，正用几片粗辣辣的木板钉着一口狭小的棺材。王有才穿着一身红色暗符文的寿衣，直挺挺地躺着，许是原主的灵魂还残留了几许。王桃花瞬间眼泪扑簌簌的就往下掉。爹呀，你快醒醒！你怎么可以撇下桃花和少安就走了呀？我没了娘，不能再没了爹呀！桃花啊，这地上凉，你身子虚，快起来，跟大娘进屋吧，让你爹好生走吧。王桃花摇摇头，又趴着哭了好一阵子。就在这时，大家伙都在呢，那感情好，刚好帮老婆子我做个见证。花妹子，你咋来了？来人正是附近10里8乡最有名的媒婆。老姐姐，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这次是李家村托我来的，那王有才呢？张大娘几人也没说话，不约而同地朝着地上看去。哎呦喂，这今天出门没看黄历，竟碰到这死人事儿，真晦气。你看这事闹得还真不凑巧，这人死不能复生，还请主家节哀。丫头，你是桃花吧？大娘受李家所托，有事与你相说。大娘，有话你就说吧。花婆子从袖子里摸出一张大红的更贴，塞到了王桃花手里。丫头，这是你和李家哥交换的更帖，你仔细收好了。王桃花默默地拿着更贴，疑惑地眨眨眼，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花妹子，他李家村这是什么意思？花婆子尴尬地用帕子摁了摁嘴角，连忙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包，塞在王桃花手里。桃花，李家说你和平哥那婚事就算了，这2两银子是李家给你的，算是赔偿，你好生拿着吧。孩子啊，你也别难过，这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男人可多得很，回头花大娘再给你找家好的。王桃花心中突然一阵悸痛，脑海中闪过许多支离片碎的画面，看来这个傻姑娘是喜欢李家哥的。李家想干嘛？这都换更帖了，衙门里也过了文书的，岂是说退就退？是欺负狗子村没人吗？妹子，当初可是他李家上赶着求着到有才这里的，桃花到底哪里配不上他家李康平了？是呀，桃花爹还在地上躺着呢，就来逼人退婚，真没见过这样的人家。老姐姐，这可怨不得我，老婆子我也就是传个话。那李家说桃花已经被马大眼给破了身子，不是清白的姑娘了，所以这亲事才必须得退。放他娘的狗臭屁！咱桃花硬气得很，才没让那狗东西得逞。你瞅瞅他头上的伤，那都是桃花为了保清白磕了柱子的，流了老大一滩的血。你要是不信，去屋里瞧瞧，那柱子上的血还在呢。这张大娘见李家编排王桃花，立马就急了，拉着花婆子就要往屋里走。老姐姐，等等，哎呀，等等呀，手要断了。花婆子赶紧挣开张大娘的手，甩了甩。桃花，大娘知道你是个好的，可人家李家是读书人家，以后要当官老爷的，最是看重名声这种东西。不管怎么说，你也是被马大眼按在床上给摸了亲了不是？王桃花面沉如水地盯着花婆子，这李家怎么可以这么无耻？别人小姑娘为了保住身子命都丢了，还来牵扯这些有的没的东西。我呸！我老婆子活了50来岁，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家。花妹子，你现在就去跟李家说，我们家桃花不退亲，他李家要是敢毁了亲事，我们就去衙门门口敲大鼓去。原来这大梁朝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但凡男女间交换了更贴，又在衙门里过了文书，那女子就已经算是婆家的人了。若是被退亲，哪怕女子还是个黄花姑娘，也成了下堂妇，再嫁可就难了。哎呦，老姐姐，你别推了，那哥的更帖我还没拿呢。等等，大娘，这亲事我同意退。桃花，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儿，不许开玩笑。那李家家境殷实，若是桃花嫁过去，没准就过上好日子了。等再生个一男半女，这地位不就稳了？女人嘛，不就图个穿衣吃饭吗？大娘，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今天这事儿你也看到了，我爹还躺在地上呢，李家就凭一点风言风语就来退亲，我要是嫁过去，他家能好好待我吗？再有，
我听说这李家婶子是个极厉害的主，我这情况过去，说不得没2年就被搓磨死了。还有少安还小，我若嫁了，谁照顾他呀？大娘，你放心，就算退了亲，我一定会和少安把我们这房撑起来，将来定会让那些没皮没脸的人悔清肠子去。听他这么一说，张大娘也没了主意。这四邻八乡被折磨死的媳妇儿可不少。很快，王桃花就进屋拿来了李康平的更贴，连同那个装银子的红布包一起扔在了花婆子脚下。花大娘，这是李康平的更贴，还有这银子你也拿回去吧。我王桃花就是饿死也不要他们李家的钱。再有，你给李家带句话，他李康平嫌贫爱富，偏听偏信，背信弃义，始乱终弃，这样的人我王桃花不稀罕。就他这种人也配读圣贤书，他要是能考得上秀才举人，那母猪都会上树。还有，我王家从此跟他李家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如有违背就如此棍。说着拎起一旁的柴刀，劈断了一根手指粗的木棍。花婆子看着那闪着寒光的刀刃，吓得脸上的肥肉都在颤抖。好，姑娘放心，老婆子我一定带到。他捡起更贴和红布包，也没有查看，就塞进了怀里。姑娘想通了就好，那衙门里李家已经打点过了，你就不用去了。回头大娘保准给你找几户好人家。瞧瞧，李家这是有备而来呀！众人心里也明白了，这样自私自利的人家，还好王桃花没嫁，不然绝对是跳进了火坑。不用了，花大娘，我的事以后就不劳你操心了。我可不想再碰到李家这样的人，没得被恶心死。花婆子顿时面上一红，当初白氏还在世时，这花婆子就3天2天往他家里跑，把个李家和李康夸的是天上有地下无。你这丫头没大没小的，脾气又这般急，难怪人家平哥儿瞧不上你。我呸！花大娘你说错了，是我王桃花瞧不上他，我家还有丧事要办，你这又是红又是绿的，不方便。好，丫头倒是硬气，希望他日不要求到老婆子跟前。说着一甩帕子，扭着胖乎乎的身子走了。刚进屋，他的心就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接着从怀里掏出一块闪着光的银子，狠狠地亲了口。这块银子就是李家赔偿的那2两银子。王桃花才没那么傻，这个家穷得叮当乱响，怎么可能把到嘴的银子吐出去？不过以防万一，这2两银子暂时还不能拿出来用。不一会儿，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匆匆跑进了院子。虎子，你有贵叔怎么说？虎子看了眼王桃花，挠挠头，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虎子叔，你说吧，我没事。张大爷，桃花有贵哥说他和有才哥家早就分家了，这几天身子不舒坦就不来了。啥？这个混球还真是个六亲不认的牲口。那你刁大娘怎么说？刁大娘说她只生了有贵哥，没有这么个不听话的儿子，有才哥的死活跟他没关。这刁婆子的心真是石头做的呀，连那山里的大虫还懂得护崽呢。不认这个儿子，为什么每年还逼着有才给他100文孝敬钱？张大娘气得胸脯剧烈起伏。他家就那么个德行，咱们几个给有才操办一下吧，早点让有才入土为安吧。虎子，你再辛苦去趟村长家，若他从县里回来了，把这边的事给说一下。好嘞。沟子村不大，王桃花家的事昨晚就传了个遍，所以陆陆续续有人过来吊唁帮忙。村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自然没那么多繁文缛节。众人一商量，就决定趁着上午日头还浅，把王有才抬去了村里的后山埋了。现在就等着王少安回来摔盆了。快10点时，就见一个小小的影子冲进了院子。阿杰，王少安扑进了王桃花的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少安，爹在那里，你去看一眼吧。王少安就扑向了还没合盖的棺材，满口喊着爹，哭得撕心裂肺。孩子，时辰不早了，让你爹入土为安吧。王少安在张大爷的指引下，高高举起一个粗瓦盆子，用力摔向地面。摔盆入土，后人有福，祈福屋子喽。随着张大爷一声喊，几个族里的叔伯就抬起了那口烂木板钉的棺材，晃晃悠悠地向门外走去。路过王有贵家，就见刘氏和叶大丫正在门口闲聊。见送葬的队伍来了，刘氏往地上啐了口，晦气！惊得众人一愣，气得王桃花姐弟俩牙痒痒。按沟子村习俗，女儿送葬只能送到村口，于是王桃花就站在那里，看着王少安几人向后山走去。等王少安几人回来，王桃花就看到一行人的脸又黑又臭。张大爷对着王桃花欲言又止，说吧，山上发生了什么事？姐，你怎么知道？你那脸上写了4个大字，山上有事。是咱奶，他扒拉着棺材不让下葬。这是为何？他说自己白发人送黑发人，爹死了孝敬不能少，让我在棺材前发誓，以后还要每年孝敬他100文，不然就不让爹下葬。
那最后呢？王桃花快被那死老婆子搞疯了。后来村长爷爷来了，让人把她嫁回家了。不是，这老婆子有病吧？记忆中折磨二房折磨上瘾了，出殡的仪式收尾了。本来按村里惯例得在主家吃顿丧饭，可众人考虑到王家穷的锅都揭不开，也就不讲究这么一顿了，打了个招呼就要回家。今日有劳各位大爷大娘、叔伯婶子来送我爹了。家里穷也供不起一顿饭，但我王桃花姐弟俩记得大家的恩情，他日一定好好报答。说着就给众人磕了个响头。几个大娘婶子赶紧把姐弟俩扶起来。丫头，都是乡里乡亲的，谁差这一顿嘴？以后和少安把日子好好过，有需要搭把手的尽管来找大娘啊。是了，你也受大罪了，赶紧带少安回去吧。你爹已经去了，你们姐弟俩得好好照顾自己，别让他地下挂心。快回吧。都说穷山恶水出刁民，但沟子村的民风整体还是不错的。张大娘老两口子是最后走的，他们和王桃花家向来处得好。桃花，大娘得回去给你秦嫂子做饭了。她有了身子也不方便，家里没粮了吧？待会儿我让你栓子哥给你送点烩面过来。其实张家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一家4口人就靠着山边的5亩薄田和张栓的活计赚嚼骨，现在又要添丁进口了，日子只会更难。王桃花也知道这沟子村的地呀不值钱，都说是黄泥遍地谷难长，半亩杂草半碗粮。大娘不用了，这些年你和大爷已经帮了我家太多了，我不能再伸手了。其实还有一层原因，王桃花不喜欢面对宋香琴。这宋香琴是个刻薄小气的人，平日里最是吃不得半点亏，老早就对老两口贴补王家意见很大。张大娘看王桃花如此懂事，心里更是唏嘘不已。要不是自家也穷，她就做主把两人接家里过日子去了。桃花，别推了，就这么说定了，以后有了再还吧。大爷大娘，你们对我家的好，少安记下了，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们。少安啊，在铺子里好好学手艺，以后有门好手艺就不愁没饭吃了。这边老两口刚走不久，张栓就送来了一海碗烩面。这恩欠大发了，咱们以后慢慢还吧。王桃花有些无奈地看着那碗烩面，最后还是端进了灶房。少安饿了吧？姐这就去做饭。阿姐，我不想吃饭，我想爹了。王桃花看着那么个小不点埋着头坐在那里，像只鹌鹑似的，不由得心都软了。少安乖，爹走了，你还有阿姐呢，以后阿姐会保护你，我还要送你去学堂呢。阿姐，少安长大了也会保护你。阿姐当然相信了，不过在长大前，咱们要先填饱肚子，吃饱了才有力气，就没人敢欺负咱们啦。王少安用力的点点头，突然又想到了什么。阿姐，要不我来做饭吧？你受伤了，回屋里躺着去。不用，姐就磕破了点皮，不碍事的。那我来帮你烧火吧。好，我家少安真懂事。再说花媒婆出了王家院子，脚下就像长了翅膀似的赶往李家。李家是附近几个村子里最殷实的人家，呼奴唤婢，吃喝不愁啊。等柳氏看着手里的羹帖，嘴角是掩不住的笑意。花婆婆，要说姜还是老的辣，你老这一出马就把那王家破落货拿捏得妥妥的。花婆子正吃着油果子，听闻这话，忙拿了帕子擦了擦嘴，咯咯的笑个不停。柳夫人，不是我老婆子吹，这10里8乡的老婆子做的媒，没有1000也有800，这张老脸还是有点薄面的，那王家敢不给？柳氏闻到花婆子嘴里的酸臭味，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头，随即从怀里掏出1000银子，塞进花婆子手中。花婆婆，你这跑上跑下的也辛苦了，这是1000银子，你别嫌，少拿去喝杯茶水吧。还有桌上这一封点心是前儿个大郎从百花斋买的，你也一并拿回去给孙子吃吧。这怎么好意思呢？又拿银子又拿吃的。话是这么说，塞银子的速度却是极快。这是婆婆应该得的，我就说柳夫人最是人善大方，将来平哥儿必定高中，到时给你讨个诰命回来，那可是10里8乡最有福气的人哟。那借婆婆吉言了，婆婆喝茶吃果子。花婆子大口嚼着果子，突然想到了什么，有些心疼的从怀里掏出那个红布包放在桌上。柳夫人，这银子王家没要，这是咋回事？可是嫌银子少了？花婆子可算逮着机会了，于是把在王家发生的事添油加醋的讲了一遍。只不过最后的结局是因为自己手段强硬，吓住了王桃花，才拿回了羹帖。我呸！这个小贱蹄子还敢诅咒我家平儿，我这就去他沟子村撕烂他的嘴。说着起身就要往屋外走。柳夫人，你别急，他们家死了人正办丧呀，你这会儿打上去可不妥。
古代死者为大，若是这货上去找人家麻烦，非得被人打出来，还会遭四邻八乡唾弃。算了，我家大郎也快下场了，我就不去找那小蹄子的麻烦了，也算是为我大郎积积福德了。不过嘛，这做错事的人嘛，总得受点惩罚。花婆婆，你说是不？那是，这人啊，哪能错了还无法无天呢？那不成土霸王了吗？柳氏又从怀里摸出1钱银子，塞到花婆子手里。婆婆费心点，那小娼妇不是尖牙利嘴，硬气得很吗？你就帮我好好宣扬宣扬，老婆子一定让这10里8乡都知道她的厉害。很快，王桃花失了身子又被退了婚的事就传遍了10里8乡。等花婆子走后，柳氏拿着银子就要进内室，突然感觉手里的分量不对，她打开一看，一股臭烘烘的味道扑面而来，熏得她眼泪都流出来了。这哪是银子啊，分明是块又臭又硬的石头，看样子应该是垫茅坑用的。这个贱蹄子敢捉弄我，老娘非扒了他的皮不可。李东荣从屋里走了出来。娘子，你说会不会是花婆子昧下了银子？那老货没那个胆子，肯定是那个小娼妇戏耍了咱们。看来咱们小看了那贱蹄子。算了吧，这2两银子本来就是赔给他家的，说来咱们也不亏，给大郎解决了这么大个麻烦。这下我儿总算能光明正大的去叫玉家的姑娘了。算个屁！他拿了老娘的银子还敢羞辱我，这事儿没完。王少安看王桃花咬了那么多灰面，有些心疼了。阿姐，要不你做自己的就行，我真不太饿。胡说，现在都中午了，哪能不饿？再说了，你还在长身体，可不能饿着，不然爹娘在地下要不安心了。王少安这才没说话了，往灰面里倒入少量的水。王桃花就把它搅成面疙瘩，等水烧好了，就用筷子把面疙瘩扒拉到锅里。王桃花看着王少安瘦成锥子一般的脸，二话不说就拿起一个鸡蛋打了进去。王少安这下是更心疼了，很快跟中药汤似的面疙瘩汤就煮好了。可刚吃第1口，王桃花就差点吐出来。哪是面疙瘩啊，又苦又涩又粗糙，咬上去就跟在吃沙子一样。王少安把碗里为数不多的鸡蛋花全划拉进了他的碗里。阿姐，给你，我不爱吃鸡蛋。王桃花看着王少安埋头呼噜呼噜地吃着灰面疙瘩，心里一暖。他刚要把鸡蛋拨回去，王少安就把碗一放。阿姐，我吃好了，你煮的面疙瘩汤比娘煮的好吃。吃完午饭，王少安就帮着王桃花规整院子。姐弟俩花了1个多时辰才把院子给规整好了，又顺带把边边角角的杂草给除了一遍。阿姐，我要回去了，师傅只给了我半天的假。少安，你跟阿姐说实话，师傅对你可好？好着呢，师傅还给我买肉包子吃呢。可他的表情哪能逃得过王桃花的眼睛？好，师傅待你好，我就放心了。你自个儿多机灵点儿，师傅师娘生气的时候躲着点儿，平日里别光想着做事，嘴巴甜点。好啦好啦，姐，我知道了，你比村口的八婆婆还啰嗦。这才多点大就嫌弃姐了。临出门时，王桃花往王少安口袋里塞了一个温热的鸡蛋。阿姐，我不要，这是给你补身体的。少安，姐身体好着呢，反而是你也得多吃点。你看你才到姐腰上呢，怎么保护姐姐？这鸡蛋你路上饿了吃哈。王少安又瘦又小，说是快7岁了，其实看上去和5岁的孩子差不多。姐，那我走了，再过半个月我就放月假了。再说走了1个时辰，王少安回到了打铁铺子，还没进铺子，就听到牛三破锣嗓子吼道：“二驴子，你没吃饱饭呢？力气那么小，给铁挠痒痒呢。狗子没看到炉里的火快灭了吗？还不添柴火？王八蛋，那柴火不要钱吗？塞那么多，还不赶快拿2根出来？一点小事都做不好，今晚别吃饭了。”王少安瘦弱的身子打了个寒战，磨蹭了半天才进了铺子。师傅，还杵在那儿干嘛？回来就赶紧过去干活，不就死了个爹吗？难不成还要老子安慰你几句？王少安如临大赦，他现在年岁小，还拎不动锤子，牛三就让他负责烧火拉风箱，顺带伺候一家人。那条黑狗突然鼻子一嗅，抬起了脑袋，盯着王少安龇牙咧嘴，呜呜地吼叫了起来。等等，身上藏了什么东西？没有。王少安下意识地捂住了口袋。牛三蒲扇般的大手一伸，伸手就往口袋里掏。师傅，这是我姐给我的。可话没说完，脸上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进了我铺子哪有你的东西？就连一根鸡毛都是我的。王少安就觉得脑袋嗡嗡的，2管鼻血就流了出来。一个破鸡蛋还藏得卵子深。说着把壳剥了，直接掰成2半，一半往自己嘴里塞，一半喂了大黑狗。
王少安很是生气，这是自己姐姐给自己的鸡蛋，他一路都舍不得吃。吃你个鸡蛋，你还得给脸子，这个乱球样，还不滚去帮忙，小心老子抽你！王少安愤愤不平，用手背抹掉鼻血就去帮忙，还没走2步，又听牛三说道：小子，你今天请了半天假，这个月的月假不要休了。王少安惊诧地转头看去，对方已经晃着摇椅眯起了眼睛，日头渐渐西移，天边多了一抹晚霞。他来到隔壁那间茅草屋，这是王有才和王少安的屋子。薄薄的木板墙早已被雨水沤烂了，上面布满了黑色的霉菌。左边靠墙用几块破砖头搭了几块木板当床，上面只有一床破破烂烂的被子。右边靠墙放着几把农具，还有2口大缸。打开缸盖，一口空空如也，另一口里倒有4、5根小孩拳头大小的红薯，皱巴巴的有些干。王桃花越看心越慌，完了完了，穷成这样，这日子没法过了。这时他的视线落在了柜子底下，那里用一块青砖垫了柜子角，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柜子挪了开来，掀开砖头，扒去上面的土，下面果然有个巴掌大的木头匣子。我就说嘛，再穷总不可能1文钱都有，原来藏在这里，这便宜爹可真能藏东西。他兴奋地打开一看，可里面除了一张泛黄的纸，再无他物。摊开纸看了看，原来是那2亩地的地契。老天爷，我王桃花上辈子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呀，家里竟然真的1毛钱都没有。王桃花欲哭无泪，跟只土拨鼠一样龇牙咧嘴的在床上滚了2圈。第2日阳光极好，等他端来水准备洗漱了，却忘了这个时代没有牙刷。昨天没刷牙，已经把他膈应了1天了，总感觉嘴巴里黏糊糊的，还有股怪味。突然他想起曾在一本小说里看过，把柳枝咬开后可以刷牙。王桃花看着这根轻轻的木棍子，犹豫再三，不管了，今天必须刷牙，反正柳枝又毒不死人，试试不就知道了吗？等王桃花试着把外面一层青皮剥掉再咬，发现不仅不苦了，还有一股草木的清香。没有牙膏，他就去灶堂里挖了些草木灰。得，这草木灰有吸附作用，就把它当成是竹炭牙膏了。爷爷说过，这草木灰还能当中药呢，不脏不脏，不刷牙更脏。这草木灰有点淡淡的苦味，牙齿间似乎在磨沙子，口感确实差了点儿。等他漱完口，感觉口腔里顿时清爽了许多。吃完饭，王桃花就拿上小铲子，背上背篓，打算去田里挖点野菜。他按着记忆往前走着，路过张大娘家，就见一个肚子微挺的妇人正在院里喂鸡。香琴嫂子，喂鸡呢。不料那宋香琴当作没看听到，自顾自地给鸡撒了把切得碎碎的野菜。你这糟温的鸡就知道抢人家的吃食，吃了那么多也不见下个蛋给老娘补补，真是个没脸没皮的烟杂货色。王桃花哪能听不懂宋香琴的话里话，脸上一红，嫂子你先忙。恰好这时张大娘端着一盘野菜窝头从灶房里出来。桃花可吃了，快进屋子尝尝大娘刚蒸好的野菜窝头。见宋香琴一张黑脸拉得比驴还长，王桃花哪里有脸进屋？大娘我吃过了，我要去地里挖野菜，回头见。说着忙不迭地向前跑去。桃花，你身子还没好，慢点跑，就在山边挖挖就好了，可千万别往山里头走。前几天你大烈叔说有狼出来了。大娘我知道了。张大娘踮着脚看王桃花走远了，才端着野菜窝头进了堂屋。等王桃花挎着篮子来到村口，就看到眼前的几座大山沿着扁担河分散了几十块大大小小的田地，王桃花家的2亩地也在其中，不过离河很远，都快到那山脚下了，是最不值钱的旱地。现在稻谷、玉米、黑豆都已经收割完了，要说刚收完粮食，王桃花家怎么会揭不开锅呢？这事儿还得说说王桃花家那个奇葩的奶奶王有才。前脚刚收完粮食，刁氏就上门讨要100文养老钱。王有才刚皱了下眉头，刁氏就把腰带一扯：老头子呀，你怎么不把我带走呢？这黑心肝的连亲娘都不养啊！我今天就吊死在这门上，回头我要问问阎王爷，他到底是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最后王桃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刚收的3袋粮食全被自家大伯抬走了，1粒米都不剩。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数着米粒下锅，所以这野菜自然成了填饱肚子的抢手货。王桃花走遍了好几块田埂，才找到几颗苦苦菜。王桃花也不挑，把中间的几片嫩叶全薅了下来，有总比没有好。等他上了2个田埂，就看到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挎着个破篮筐在土里翻捡着什么，原来是捡穗子。桃花，
你终于出门了！这几天你没出来，我做梦都梦到你了。我听娘说你磕破了头，流了很多血。我本来想去找你，但娘说有才叔刚走，小孩子不能去。沟子村风俗，家里若有人新丧，未成年的小孩3天内不能上门，怕小孩子的阳气大冲撞了逝者。豆香，我没事了，就磕破了点皮，流了点血，在家里躺2天好多了。没事就好，你也是来捡穗子的吧？来，我今天来得早，捡了一点玉米，你先拿去。说着就要把篮子里仅有的几颗玉米和黑豆倒进王桃花的篮子里。不用不用，昨天张大娘给了1碗烩面，掺上野菜，还可以吃上几天的。这王豆香家里的地，早些年给他爷奶看病全卖了，这些年都靠爹和哥哥在县里揽活，日子过得并不比自家宽松。那行，咱们赶紧捡吧。你看金凤他们几个已经跑到我们前面去了。王桃花往那边看了看，果然有几个姑娘正盯着自己指指点点，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豆香，咱们别去那边凑热闹了，人那么多，一个上午也捡不到几颗玉米。走，我知道个地方有许多野菜，咱们去挖吧。王豆香有些犹豫，家里昨晚已经断粮了，哪怕捡个几10个玉米黑豆回去，磨成粉掺上野菜，也能吃个半饱。走吧，那沟里野菜特别肥，再过2天就老了。咱们先去挖了野菜，回来如果时间还早，再来捡穗子。这么一说，王豆香一张黝黑的脸上立马扬起了笑容。行，那咱们去吧。两人翻过好几个荒坡，终于到了王桃花说的那道沟里。这沟已临近大山脚下，想来以前是条小溪，然后干涸了。沟里的土壤相对潮湿一点，所以野菜自然要肥壮一些。哎呀，桃花你快看，这里有荠菜。王豆香用小铲子连根挖起了一颗肥肥壮壮的荠菜，这里可真是个好地方，回去把它剁碎了，掺上烩面，做窝窝头肯定好吃。哎呀，咋啦？我忘了家里已经没有烩面了，这一下只能吃野菜汤了。张大娘昨日给我送了碗烩面，你来我家匀点，先对付对付。这怎么行？你家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我哪好意思去拿？突然发觉自己讲错话了，连忙嘟着嘴说道：桃花，我不是那个意思。行了，你啥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啊。说来我家确实是村里最穷的了，不过穷不可怕，我会努力过上好日子的。到时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怀里抱着一堆白面大肉包。哎呀，你干嘛说这么多好吃的，害得我现在肚子咕咕叫，讨厌。豆香，你还真是个馋猫。王豆香突然感觉眼前的人和平常有些不一样。桃花，过2日我爹和哥去县里揽活就回来了，我娘说他们会带一些白面回来过下元节，到时我家蒸了白面馒头，我给你烧上一个。那我有口福了。我跟你说，那白面馒头可香可软了。接下来两人就一边聊着天，一边兴致勃勃地挖起了野菜。可以说这里的野菜还算多，正挖得起劲儿，王桃花突然捡到一颗黄澄澄的玉米粒。这里离坡下的田那么远，怎么会有玉米粒呢？等他扒开一丛乱蓬蓬的杂草，就看见一个拳头大小的洞掩映其中。豆香，我们走大运了，你看这是什么？王豆香就见王桃花手心躺着几颗黄澄澄的玉米粒。是玉米？哪里来的？这里捡的。你可别蒙我，这里怎么可能有玉米粒？豆香，你看这个洞应该是山鼠挖的，洞口都能捡到玉米，我猜这洞里肯定藏了更多，毕竟山鼠也要过冬呀。你说的没错，那老鼠最能搬东西。我娘说有一年家里的粮缸忘记盖了，一个晚上被搬走了1多半的黑豆，你说气人不？那咱们今天就来个报仇雪恨，把他的家给抄了。王桃花拿起小铲子就挖了起来，他有种预感，这个山鼠洞里一定会有收获。他们一个挖洞一个拨土，才10来分钟，那洞就挖了手臂那么长了。桃花，土里有颗玉米。王桃花也看到了，那小铲子挥得更快了，就见泥土里的玉米粒越来越多。王豆香赶紧捡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个灰扑扑的脑袋从洞里探了出来。王桃花也看到了，做了个嘘的手势，又示意王豆香把篮子里拿来。王桃花赶紧把篮子往洞口套去，接着用泥土把篮子周围的缝隙给堵上。接着他用铲子往洞口敲了敲，果然那山鼠再也坚持不了了，嗖的一声就往外窜去，立马撞入了篮子里。总算抓住你了。桃花，你抓着老鼠干什么？你猜？你不会是想吃了它吧？我瞅着这篮子里动静这么大，肯定是只大山鼠，这可是好几两肉呢，可不能浪费了。王桃花现在就是馋肉了，哪怕是这山鼠也不放过。不行，桃花这老鼠多脏呀，
会吃坏肚子的。豆香，你听我说，这是山鼠，跟家里那些贼老鼠不一样。你看，它住在这田边的坡上，离村子远着呢。吃的是什么呀？豆子、玉米、地瓜、谷子、野果子。说句实话，它们比咱们都吃得好咧。你还觉得它脏吗？被王桃花这么一说，王豆香立马点点头。那真是哩，这东西嘴皮子可真刁，净挑好东西吃。谁说不是呢？你看我们都揭不开锅了，凭什么他还能吃得肥头大耳的？还有，说不定我们两家地里的粮食就不少被他给偷吃了，这不得报仇？桃花，你说的很在理。就这样，王豆香被王桃花成功忽悠了。反正这山鼠被篮子盖着，王桃花也不急，先掏了他的老窝再说。他伸手往他洞里摸去，好家伙，王桃花接连扒拉了4、5趟，总算把这鼠窝扒了个底朝天。这山鼠也是狡猾，专挑好的粮食偷，那些玉米豆子都是颗颗饱满，没有一颗坏的。最后捡完竟然有个小半篮子，大约有3、4斤的样子。王桃花倒出了一半给王豆香，王豆香急忙拦着：桃花，这老鼠洞是你发现的，又是你掏的，我不能要。王桃花就喜欢这姑娘，善良不贪心，更不小心眼，是个好闺蜜的苗子。你说啥话呢？这是我们一起挖的，就得对半分。咋？你还嫌少？王豆香本就是个爽快的，于是双手搂着王桃花的脖子。桃花你真好，你要是个男的，我得咋样？嫁给我？你个不害臊的，看我不拧你的嘴！两人闹作一团。有了这2斤多粮食，用野菜煮糊糊，就能熬到爹和哥哥回来了。接下来，王桃花就开始解决篮子下的那只山鼠了。透过那柳条缝，可以看到一双绿豆大的眼睛正惶恐警惕地看着自己。怎么把它捉出来呢？这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丛蒲草，因是深秋，已经干巴蔫黄的，立马有了主意。豆香，我记得你会编拳篓子。我编的拳篓子还是我奶教的，又好看又结实。那你帮我现在编一个，稍微长点，我有用。王豆香也不问缘由，接过那蒲草就娴熟地编了起来。不到20分钟，一个约莫20厘米长的拳篓就编好了。豆香，你手可真巧。这算什么？我还会用柳枝缠篮子，竹片编盒子呢。以前我奶常说，我要是个男的，绝对比我哥厉害呢。行，知道你厉害了，不过这捉山鼠就得看我的了。于是王桃花从篮子下面掏了个洞，把那拳篓堵在了洞口，接着用力拍动篮子。受到惊吓的老鼠四处折腾，看到有个洞就不管不顾地钻了进去。王桃花眼疾手快，把篓子提了起来。小样，敢跟我斗？小家伙，你别急啊，待会儿姐姐带你回去泡个热水澡，然后做个汗蒸哈。很快老鼠就被王桃花秘密给杀死了。豆香，说定了，你中午一定要来我家吃，我给你烤山鼠肉吃。桃花，虽然我有些怕这玩意儿，但是说实话，一听到肉，我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上次吃肉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王桃花何尝不是？在原主的记忆里，上次吃肉已经是3年前了。两个人又挖了些野菜，就欢欢喜喜的回了家。毕竟是从山鼠窝里拔出来的东西，怕沾染了细菌，先烧水褪了毛，接着把内脏、头尾和爪子全切掉后，那只山鼠就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一团了。家里没有稻谷壳，于是王桃花就去找了那些半湿的柏树枝，放在一口锅里，灯点燃后，一股冲鼻的烟气儿就涌了上来。王桃花又在锅里架了几根棍子，就把山鼠铺开，盖上盖子，慢慢熏烤了起来。想到刚捡了些粮食，于是他一狠心舀出小半碗烩面，把野菜剁碎后掺上烩面，加水揉成菜团子，放在屉子上蒸了起来。这时王豆香从院门口探出脑袋，出来吧，我都看到你头了。本来还想吓你一跳，不料被你发现了。那这是我娘让我带来的。王桃花就看到那簸箕里是几个巴掌大的野菜饼子。你这是做甚？哪有来人家吃饭还得自己带饭的？再说你家都断炊了，哪来的烩面做饼子？我娘说你带我捡了这么多粮食，又挖了野菜，得好好感谢你。我去隔壁婶子家借了小半碗烩面，贴了这菜饼子。桃花，你待会儿好好尝尝我娘做的菜饼子，可好吃了。送都送来了，总不可能让人又拿回去。王桃花只能接过簸箕，指着锅里，那山鼠已经快熏好了。怪不得我老远就闻到了香味儿了。我还说谁家今天烧肉了，原来是你家院子里的呀，这么香，看来那东西不难吃。你就等好吧。
两人闲聊了一会儿，一掀开锅盖，一股浓郁的肉香扑鼻而来。待烟气散去，就见那山薯熏得金黄流油，王桃花切成小块，竟足足有一饭碗。家里没有辣子和葱姜蒜，王桃花就挑了些嫩嫩的婆婆丁，打算跟山薯肉一起炒。快出锅时，把婆婆丁放进去，翻炒几下，山薯肉炒婆婆丁就出锅了。豆香，你尝尝这山薯肉好不好吃？王豆香本来还有些犹豫，可那肉香一个劲儿的往鼻子里钻，于是大着胆子吃了一口。哎呀，桃花，这山薯肉可真香啊，我连骨头都能吞了。王桃花才吃了一口，就幸福的流眼泪了。豆香，我没骗你，好吃吧？桃花，你怎么懂得这么多？我娘教的。要不咱们下午再去一趟沟里吧，说不定还能抓到山薯。再等等吧，这山鼠贼精贼精的，我们动了个窝，那附近的山鼠估计都跑走了。等过几日，他们忘了这事儿，咱们再去抓。好，到时记得叫上我。就这样，两个小姑娘用山薯肉配着野菜饼子，吃了最近几个月来最丰盛的一顿。等王豆香要走时，王桃花给她簸箕里放了4个菜团子。我不要，哪有又吃又拿的？你要不拿，我就不跟你好了。王豆香只能哭笑不得的收下了。哎，香啊，这桃花跟白嫂子一样，是个心眼好的，你可别跟村里那些眼皮子浅的学着欺负别人，明白不？娘，我晓得的，桃花可是我最好的姐妹。本来打算第2天去山里走走，不料一场秋雨打乱了王桃花的计划。大半夜的王桃花被一阵凉丝丝的雨水给浇醒了，借着微弱的月光看去，屋顶的破洞漏雨了。这雨虽然不算大，但也很快把床铺地面打湿了。王桃花急忙把被子衣服之类收拾开，然后又搬来木盆瓦罐之类的盛雨水，忙得连轴转。等他忙完一切，发现天都亮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接下来的2天，王桃花看着外面淅淅沥沥和屋里滴滴答答的雨水，地上已经一片泥泞，她只能缩在床上。从山鼠洞掏出来的粮食吃不了几顿了，要是明天还不停雨，就得喝西北风了。老天爷，咱商量个事儿呗，你要是答应我今个下午停雨了，下次我保准拎只大飞机来感谢你。下次是什么时候我可没说，慢慢等着吧。整个茅草屋都微微颤抖了起来。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天打雷劈，还是要去对付马大眼吧，他坏事做绝，要不然刁婆子也行。还有那个大飞机，3年前绝对供上，我保证。似乎是听到王桃花的心声，这日下午雨终于停了。次日一大早，王桃花急匆匆地烤了一根地瓜，就兴致勃勃地拿上柴刀，背上篓子向山里走去。老天保佑，让我今天找到些吃的。这山的外围大多是些低矮的灌木乔木，而且明显被人踩出了许多路，想来村民常来这边挖野菜砍柴火了。于是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林子密了，他睁大眼睛在四处寻着，看到了几丛马齿苋。这时节的马齿苋味道还算不错，要是有鸡蛋，把这马齿苋焯水后切碎了，混在鸡蛋液里煎饼子，不要太好吃了。可现在别说鸡蛋了，连根鸡毛他都拿不出来。他就这么左看看右瞧瞧，不知不觉就来到一片槐树林，立马停了脚步，因为张大娘说过，过了槐树林后面就是大山深处了，里面有老虎、豺狼这些野兽。王桃花往里面看了看，连茅草都有半人高，青绿的藤蔓到处都是，像张网一样笼着树林，花花绿绿的虫子在叶子上爬来爬去，看得人直起鸡皮疙瘩。王桃花想了想，还是打算先不进去了。倒不是自己怕了，而是这副身体太弱了，要是遇到个狼啊、豹子啊之类的，连挣扎都省了，直接被吞个一干二净。许是靠近深山来的人少，这里的野菜明显多了起来。王桃花不一会儿就挖了半篓子荠菜、苦菜和马齿苋，正要回去时，突然一丛黑色的东西映入眼帘。那是什么？他赶紧跑了过去，就看到一棵烂木头上长了一大丛像云朵一样的木耳。还真是木耳，这可是个好东西，凉拌又脆又爽口，要是用蒜泥和辣椒末拌一拌，那不要太下饭了。等这根木头摘完，走上几步，又看到几根烂木头上长着木耳。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看着眼前的一大捧木耳，少说也有5、6斤了。王桃花的嘴都咧到了耳后根了。这一边，王桃花刚气喘吁吁地回到家，
就见院门被人打开了，一进院子就看到灶房已经一地凌乱，唯有的几个粗碗也砸得稀巴烂。老大媳妇儿找到了吗？没有呀娘，里面除了那死鬼的几件破烂衣服啥都没有。接着屋里又是一阵窸窸窣窣的摸寻声音。娘，缸里还有几根地瓜，拿走。家里几只老母鸡要爆蛋了，拿回去剁碎了给他们吃。娘，家里母猪也要下崽，这大冷天的睡地上凉，总得铺点什么吧。你把那床被子拿走，这人死了别白瞎了东西。不是吧，我这都穷得响叮当了，还有人来偷东西啊！顿时那火气就蹭蹭的往上涨。谁在我家偷东西？给我出来！随即那扇破门被人一脚踢开，就见个半百的老婆子和一个中年妇人趾高气扬的走了出来。贱蹄子要死呀，大呼小叫的没个教养。奶，大伯母，你们在我家干嘛？我来我儿子家，还要跟你通报一声。王桃花赶紧跳开，目光就落在了刘氏的手上，顿时黑了脸。就见他左手挽着个破篮子，里面装着剩下的2根地瓜和自己柜子里唯一一件补丁比较少的衣裳。你们这是做什么？帮我收拾屋子？就你家这穷家破户的，有什么好收拾？你爹死了，留着这些东西也是浪费，我拿回去有用。说着不耐烦的摆摆手。奶，我爹不是你亲儿子吗？我们不是你亲孙女吗？你看看我家都穷成什么样了，你咋还好意思来偷东西？你还是不是人啊？你这么做就不怕我爹半夜来找你吗？就你爹那怂样他敢？你个死丫头片子，还有没有礼数？连亲奶奶都敢顶嘴。白玉芝那个贱人果然生不出什么好东西。奶，你过分了。过什么分？你爹都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他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谁说我拿不得？对了，那2亩地的地契呢？快给我拿来，我拿去给你大伯种，没得让你们2个蠢货糟蹋了田地。真是欺人太甚，我王桃花没有你们这样的亲戚，现在马上立刻给我滚出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咋，还想打我老婆子？来来来，往脸上打！王桃花强忍着怒火，把人一推，刁婆子就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了。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就见刁婆子指天指地的干嚎了起来。没法活了，快来看呐，孙女打奶奶喽！天老爷呀，你怎么不降到雷劈死这个不孝的死丫头呀？桃花，你也老大不小了，咋这般不懂事啊？竟然敢打自己的亲奶奶！马大爷强要你的时候，怎么没见你的厉害？难怪李家不要你。都说打人不打脸，刘氏这话就是往王桃花心口捅了一刀子，又撒了把粗盐，抹了把辣椒面。一声脆响，脸上立马多了5个红红的手指印儿。刁氏则像一只被掐住喉咙的鸭子，声音戛然而止。刘氏还有些懵，他做梦都没有想到，那个平日里只会咬着嘴唇默默流泪的臭丫头，竟真敢打自己。等手臂冷不丁被抽了一下，他才回过神来，杀人啦！快来人呐！桃花杀人啦！他这几嗓子一吼，半个村子里的人都听见了。很快，王桃花家院子外围了一圈人。等张大娘进了院子，就见刁婆子坐在地上干嚎，王桃花正拿着扁担疯了一样追着刘氏打，而刘氏发髻散了，跟个疯婆子似的披头散发的跑着。桃花这是咋了？好生生的怎么就打起来了？然后飞快的在他耳边说了声：桃花快住手，大家都看着呢。王桃花自然知道张大娘的意思，她眼珠子一转，恨恨的把扁担一扔，扑进张大娘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娘，他们欺负我，我没法活了。刁婆子见来了这么多人，更是有恃无恐了。大家伙要给我老婆子做主啊！我老婆子看有才去了，特意过来看这丫头，她不但不领情，又是骂我，又是打我呀，还把我推倒在地，我这把老骨头快散架了。哎呀，这世上哪有奶奶做到我这份上的？说着说着又哭嚎起来。大家伙瞧瞧，我这侄女下手可狠了，看看我这脸，这手可都是被她打的。村里人听刁婆子这么一说，又看向刘氏的脸和手，确实红肿了。这2天村里本就在传王桃花被马大眼破了身子，接着被李家退了亲，现在又殴打自己的奶奶和伯母，难道这丫头真是个不知廉耻泼辣刁蛮的？
大伯母，你别老光说我打你，你怎么不说你干了什么？就你这破落户，知道我干什么？我就是陪娘过来看看你的。就你们，耗子进门都得薅2根毛，蜈蚣走过都能8只腿的人，会好心来看我？王桃花也顾不上膝盖了，扑通一声，重重的跪了下来。奶，你就当我是路边捡的一只小猫小狗好了，求你行行好，给我和少安留条活路吧。家里1粒玉米谷子都没有了，我每天都是野菜汤糊嘴，你怎么就忍心把最后2个地瓜拿去喂鸡呀？难道我连只鸡都不如吗？就说上个月地里收的3担谷子，前脚进门，后脚就被你搬去了大伯家，我们辛苦了大半年，连1粒米都没吃到，难道那些粮食还不够你吃吗？上学你说要腌咸蛋，把家里剩下的半罐子盐全拿去了，我和爹半个月都没吃盐，我爹那腿都肿得不成样子，你还让他上山去给你砍柴火，砍了10来天，那脚心磨的全是血泡，我爹疼得整宿的睡不着。我可怜的爹呀！2个月前你说家里喂鸡的盆坏了，把我家里唯一一个完整的碗拿去当鸡食碗了，还有去年冬日你硬是把我娘留下的一件花袄子拿去做了剪棉鞋，出门没袄子，我冷的只能往衣服里塞晒干的玉米须子。同一个村子，大家自然都知道刁婆子偏心大儿子，但偏心到把人家最后几根地瓜拿去喂鸡，连半罐盐、1个碗、一件去世媳妇儿留下的袄子都不放过，就有些狠心了。这还是亲奶奶吗？不帮人家就算了，还来雪上加霜，难怪人家丫头会生气打人，该呀！刁婶子，有贵家10几亩好地，不差这几根地瓜吧？这是我儿子家，我来拿点东西，天经地义。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一句话把张大娘堵得无话可说。奶，原来你还认我爹这个儿子呀？那你为什么要害死他？你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爹是被马大眼给害的，这村里村外谁不知道？可别往我身上泼脏水。都说虎毒不食子，可奶，你比老虎还狠毒呀！要不是你逼着我爹给你1两银子过寿，他怎么会去找马大眼借栗子钱？奶，我爹是你儿子呀！你就不怕午夜梦回，我爹和我爷来找你吗？这话说完，刚好一股凉风卷来，刁婆子本就闹出了一身汗，这一吹，后背竟一阵发寒，脸色也不由得有些难看起来。我有什么怕的？这儿子给娘过寿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难不成我白白养他一场？那可不行，他喝了我多少血水化的奶呢？大家立马跟见了鬼一样盯着刁氏，一个乡下婆子过寿，了不起割上1刀肉，买2尺好布就顶天了，竟然敢要1两银子。今日你和伯母要是拿点东西走也就算了，大不了我天天吃野菜也饿不死，可是你要我交出2亩地的地契，就别怪孙女不孝了，这是爹留给我和少安最后保命的东西了。这刁婆子也太狠了吧，这是要饿死2个孩子呀！七婆，你说那有才叔真是刁大娘生的吗？他咋这么狠心？哎呦，这王大哥在地下非得气死了不可，这人才刚死，自己哥嫂就来谋夺家产了。王桃花嘤嘤地哭着，他就是要激起大家的同情心，他就是要塑造自己是无辜弱小又可怜的小白花，不然老拿孝道来说事儿，以后怎么好好收拾大房一家呢？刘氏看村里人对自己2人指指点点，也有些怕了。娘，今天人多，咱们先走吧，以后有的是时间收拾这个贱丫头。走什么走？这地是我儿子的，我要我儿子的东西怎么就不行了？再说这种不孝顺的孙子孙女留给他们干嘛？白白浪费了那地，1个2个都敢和长辈红眼顶嘴的，还不如死了干净，免得以后败坏我王家的名声。老婆子，姐给你上场大戏，张大眼睛好好看，真是便宜你了。好好好。王桃花惨然一笑，朝着后山的方向磕了3个响头。老天爷呀，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娘死了，爹也死了，天天吃不饱穿不暖就罢了，现在奶奶还要逼着我死，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这一声哭诉如杜鹃啼血，有些心软的婆子媳妇儿已经在抹眼泪了。行，你要我死是吧？我就全了你们的心意。爹呀，娘，我来陪你们了。说着飞快地往院门撞去，众人顿时吓了一跳，快拦住他！好在离门最近的一个嫂子赶紧拉了王桃花一把，
泄了大半的力道，王桃花才没有来个血溅当场。王桃花心里暗暗呼了口气，头好疼啊，肯定撞出包了。算了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刁氏婆媳俩也吓了一跳，想不到这丫头如此烈性，要是当场死了，自己非得被人戳着脊梁骨骂，说不定还会被抓去县衙打板子。刁氏待不住了，迈开脚就要往外走去。刁婶子，你可不能走，你把桃花家祸祸成这样了，又逼得人家丫头撞了头，难道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人了？是啊，这也太不讲理了。放你狗娘的屁！王铁牛，他就是真死了，那也是我老王家自己的事儿，要你管。死婆子，你他娘敢催我，老子锤死你！大牛叔别客气，揍他丫的，加油！王铁牛手一伸，像拎小鸡崽子一样把刁婆子拎起来了，朝他晃了晃沙包大的拳头。刁婆子吓得腿都软了，很快空气里就弥漫了一股尿骚味儿。哟，刁婶子尿裤子了！在场的所有人都笑出了声。刁婆子一张老脸臊得通红，看什么看？没看过老太太撒尿啊！打死你这个臭老婆子，脏了老子的手！不料刁婆子受死大辱，不管不顾地躺在地上撒起泼来。早闻的畜生，看头的杂种，你有种就把我老婆子打死呀！看我家有贵不剥了你的皮！你个贼阎王，我咒你以后婆娘偷人，儿女都给花子排去了，该欠刀的！你娘生气时那屁眼塞了草吧，生出你这么个顶长疮的脚底流脓的下流东西！啊呸！啊呸！呸！听刁婆子说的越来越难听，王铁牛这暴脾气立马又上来了。你个死老婆子，是吃了屎吗？满嘴的胡气！再说，老子非抽死你不可！就在这剑拔弩张之时，村长来了。哎呀，住手！铁牛，你个大老爷们打个娘们好意思吗？况且这刁氏还是长辈。王梦山这一吼，王铁牛顿时偃旗息鼓，不过嘴里依然嘟嘟囔囔道：像这样的长辈，活着也是祸害人，还不如早死了好呢。王梦山一双老眼瞪去，王铁牛把没说完的话吞进了肚子。说说吧，是怎么回事啊？很快就有人把事情给说了一遍。铁牛，你去把梅大娘请过来，给桃花看看。刁氏啊，你们两个先留一下。很快，那梅婆子就被王铁牛给背来了。梅婆子掰了掰王桃花的眼皮，又把了把脉，这丫头伤倒不重，许是刚才一下子撞得狠了，晕过去了。我给她扎一针就好了。我的娘呀，还要扎针？不知道疼不疼？哎呦，我老婆子好多年不扎针了，也不知道手有没有生疏了。不过我扎针不疼，老头在世的时候都夸我来着。王桃花心下一惊，她知道媒婆子肯定是看出自己撞晕了，但她为何没有揭穿自己呢？难不成是心善可怜自己？就见媒婆子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布包，从里面取出一枚最细的银针，朝王桃花人中刺去。王桃花就觉得嘴唇上方真像被蚂蚁叮了一下，一点都不痛，心里顿时松了口气。然后等了约莫1分钟，才慢悠悠地醒来。大娘，我这是在哪儿呀？好孩子，在自个儿家院子里呢。大娘，我奶他们走了吗？算了，那些东西就让他们拿去吧，全当是我爹给的了。我今天上午刚去挖了大半篓子野菜，能吃上好长一段时间了。这王桃花自顾自地说着，周围的人听了又是一阵发酸。待王桃花假装看到众人，先是一惊，再看到刁氏婆媳，立马又委屈地捂着脸哭了起来。桃花，村长爷爷来了，他会给你做主的。村长爷爷，我奶真不是我推的，但我确实打了我伯娘，我当时真的气狠了，谁让他们想断了我和少安的生路。我王桃花虽然是个女人，但我发誓，谁要敢欺负我和我弟，我就和谁拼命。这话说的极硬气，让人不由得对着小姑娘高看了几分。是个聪明胆大的孩子。他斟酌了片刻，说道：刁氏啊，这有才再怎么说也是你儿子，先不说他这次的祸事还是因你而起，就是他刚死没2天，你就好意思来拿东西？再说了，这丫头和少安可都是你老王家的种啊，把地要回去，你这是打算活活饿死他们吗？
你若是敢这样做，我就开祠堂了。刁婆子吓得脸都白了。女子进了祠堂的下场有几个是好的，往往不是打上一顿，就是赶出村子。村长，这都没有的事儿，我跟这丫头闹着玩呢。老婆子，我今天就是过来看看。今天好在这丫头没事儿，若是出了人命，我定把你们两个送去县衙。这大梁律法有规定，儿女孝顺是本分，但这父母无故伤儿孙性命者，是为不仁不爱，也要挨板子的，罚赔300里啊！婆媳俩听了这话，害出了一身的冷汗。王梦山其实也不想把事情闹大，让别的村子看笑话。这牙齿尚且还有上下打架的时候，念在你们是骨肉至亲，这丫头伤的也不重，这次就不开祠堂了。不过你们把人家灶房给砸了，先赔3个碗来，再赔2斤烩面来。这丫头本就气血不足，这次虽没伤筋动骨，但也引出了之前的旧伤，得好好躺上段日子，不然得亏了身子骨啊！这媒婆子明显是在帮我说话呀，既然梅嫂子说要躺上段日子，这样吧，除了碗，再赔半斗烩面和5个鸡蛋来吧。村长，你不能看这丫头家穷就偏袒她呀，这丫头不是活蹦乱跳的站着吗？额上也就撞个包，哪用得着半斗烩面？你这么做丧良心呐！听到要赔这么多东西，真比割了他的心肝还疼，说话也就口无遮拦了。刘氏，你不服？好，铁牛，你现在就去县里衙门敲大鼓，就说有人私闯民宅抢东西，还打伤了人，证词我这就亲自去写，这屋里屋外都是证人，待会儿都留下来按手印儿。刘氏早在说完那话就后悔了。村长，我这张嘴啊就是没个把门的，您老千万别往心里去，那个不用麻烦大家了，我赔。在大家的见证下，刘氏去家里提来了半斗烩面和5个鸡蛋，还有3个碗。跑去的人回来说笑道，那刘氏把一篮子鸡蛋是摸了又摸，最后才选出了这5个鸡蛋。众人看去，果然那5个鸡蛋也就比李子大上2圈，想来是其中最小的几个，连带3个碗都是有缺口的，布满了灰，也不知道是哪个犄角旮旯里翻出来的。村长爷爷，谢谢你帮我主持公道。丫头啊，你爹去了，少安还小，以后这家呀你就得担着了。村长爷爷，我不怕，我爹说过，人只要不懒，就一定能够吃饱穿暖。肯干是好的，可他心里却为桃花姐弟俩多了一分担忧。他家就2亩薄地，搏命都难，哪能吃饱穿暖哟？丫头，以后记得有事情就来找我。好，一定要跟这老头交好。老话不常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吗？这王梦山就是沟子村的大树啊。王梦山背着手晃晃悠悠的走了。孩子有空来家玩，也颤颤巍巍的走了。张大娘则留下来帮王桃花收拾灶房。等他收拾到盐罐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桃花，你这没盐了也不跟我说，待会儿跟大娘去家一趟，我先拿点给你对付下。这人呐，不吃盐哪行？大娘，你可真好，就跟那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一个样。张大娘赶紧往地上呸呸2口，双手合十拜了拜。你这孩子胆子真大，连菩萨玩笑也敢开。接着2人把刘氏赔的灰面倒进缸里，王桃花拿了那粗布袋子，顺手舀了小半袋，打算把张大娘上次给的灰面还了。你这丫头尽是精怪，我那是给你吃的，你还啥？眼下离明年收成还有8、9个月，你这半斗灰面就算掺上野菜能顶几天？大娘想过了，从明儿开始你就跟着我在家里好好织布，我算过了，勤快点儿，1个月能织上1匹布。虽然这2年布价低，好歹也能换上40来文钱，够买10多斤烩面了，保准饿不到肚子啊！织布啊！一提到织布，王桃花就垮了下来。他记忆里白氏从早织到晚的织布，一双眼睛都快熬瞎了。最令人受不了的是坐在那里一整天重复一个动作，最是枯燥无味。桃花，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可是不舒服？那个大娘别担心，我就是有点眼睛泛花，头有点晕。哎呀，是老婆子想的不周到了，你这刚伤了头，哪能一直盯着织布机子？行，那这事儿等你好了再说。王桃花立马松了口气，她看到5个鸡蛋，又打起了主意。大娘，要不你把这几个鸡蛋拿回去给香锦嫂子吃吧，她现在是双身子了，得多吃点好的。
不用，家里的鸡成天都能下1-2个蛋，够你嫂子吃了。你自个儿留着补身子。听大娘一句话，咱们做女人的呀，可千万不能在年轻的时候把身子亏狠了。王桃花对眼前的这位老人的善良是真的无话可说了。哎呀，王桃花突然想起今日挖的野菜还放在门后，赶紧跑去院子里。等张大娘从屋里出来，见王桃花捣弄着木耳，吓得脸都白了。桃花呀，这黑菌子有毒，快把它们扔了。大娘，你说这个有毒？你忘了村口的刘狗子那年不就是吃了这黑菌子，上吐下泻，脑袋肿的呀跟磨盘一样大，要不是王郎中看得早，小命都怕没得了哟。王桃花稍微想了想，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她曾经刷某音时看过一则消息，说新鲜的木耳中还有一种光感物质，有些人群好像不能适应之类的。大娘，这东西真能吃，刘叔吃了它中毒，是因为吃的是新鲜的，只要把它晒干了就没毒了。晒干了就没毒？还有这事儿？那可不是，我爹前段时间不是带我去县里卖过一次野菜吗？我在街上见过这东西，那大娘跟我说这叫木耳，后来我去山上挖野菜也摘过几次这木耳，都吃了好几回了。你看我不活得好好的？丫头，你胆子可真大，万一认错了吃错了可咋办？再说这黑不溜秋的能好吃吗？大娘，这东西别看长得丑，吃起来脆脆的滑滑的，比那野菜味道好多了。等我晒好了给你送点尝尝。这没粮食了，来大娘家拿，下次可千万不能随便摘东西吃了，明白不？王桃花心不在焉的点点头，这木耳在这边没人敢吃，那么山上的可不都是自己的了？这下捡到宝了，得赚多少银子呀？趁着张大娘去拿盐，宋香琴阴阳怪气的指着其中一只鸡说道：桃花呀，你瞧那只带麻花点的鸡最是讨人嫌，仗着自己嗓门亮，天天都跑去别人家里院子抢食，这成日里白吃白喝的，我都没脸去找他了。你说他的脸皮是不是比县里的城墙还厚啊？王桃花自是知道宋香琴指桑骂槐的本事，但看在张大娘的面子上，只能强忍着怒意笑道：香琴嫂子说笑了，想来是那只鸡是个活泼聪明的，说不定哪天会给他家下个蛋报答一下呢。但愿如此吧，可千万别吃了人家的，还在人家院里下一泡屎，那就真笑死个人了。不多时，张大娘就从灶房里出来，手里还多了一包用南瓜叶子包了的东西。这盐你先吃着，没了再跟大娘说，这人不吃盐哪有力气，得大脖子病可就麻烦了。宋香琴见自己婆婆把8文钱1斤的盐给王桃花那么一大包，气得心口直疼，一跺脚往屋里走去。张大娘往儿子屋子看去，叹了口气也进了屋。而村子另一头的王有贵家就鸡飞狗跳了，刁婆子站在院子里把王桃花、王有才和白氏足足骂了1个时辰。刘氏因赔了东西也气得在床上哎呦哎呦的躺了起来。老大家的还在屋里躺尸呢，眼看日头要下山了，还不做晚饭，咋的？你也要造反呐？一个个丧良心的，什么都得我老婆子来操心。刘氏这才急急忙忙地爬了起来，不情不愿地去了灶房。等到日头西沉，刁氏几人围坐在一张水曲柳的老木桌上吃饭。王有贵和刘氏生有2儿1女，大儿子王大坤17岁，在县里周员外家帮工，每月有1吊月钱。二儿子王大海15岁，不学无术，成日里跟一些地痞混子偷鸡摸狗。小女儿王香香12岁，又馋又懒，性子颇为刁蛮。王家桌上有一盘醋溜大白菜，一盘香葱炒蛋，还有一盘腌萝卜条。这伙食在顿顿灰面野菜湖的沟子村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了。王香香早就看上那盘鸡蛋了，正想夹上一块，刁氏的筷子就打了过来。奶，你干嘛打我？女孩子家吃什么鸡蛋？这鸡蛋是给你爹和2个哥哥吃的，他们要下地干活，不得吃点好的？王香香立马可怜巴巴地看向刘氏，可刘氏愣是半个眼皮子也没甩过来。王有贵有些不忍，可见自己娘和婆娘都没发话，也不敢夹鸡蛋给闺女，于是夹了块醋溜白菜给王香香。香香，你娘这白菜今儿炒得不错呀，又酸又开胃，来尝尝。王香香看王大坤和王大海吃得喷喷香，鸡蛋一筷子一筷子的往嘴里送，根本就没想过给自己留一块，那眼眶顿时红了，心里对2个哥哥是又恨又气。不得不说，
王家大房几个孩子真是把刁婆子和刘氏的自私学了个10成。等鸡蛋吃完，兄弟俩端起碗，3两口就把灰面糊糊喝个精光。王大海抠着牙缝，把那抠出的鸡蛋丝儿看了看，又塞进了嘴里。娘，咱们家什么时候割块肉吃吃呗？我都快1个月不知道肉味了。王大坤小口小口地吃着白菜，耳朵却竖得老高。吃，你是饿死鬼投胎呀？就知道吃。老娘像你这么大，都知道挑着地里的菜去县里卖了。你可是拿回来1钱半两银子，成天就想着那张破嘴。你可这村里去看看，谁家不过节不过年的，桌上有鸡蛋吃啊？这么想吃肉，割老娘的肉去吃好了。自个在二叔家受了气，就回来拿我撒气，这饭老子不吃了。说着，筷子一扔，径直往院外走去。刁氏还是心疼孙子的，大海的叫着：娘，你今日的白菜炒得真好吃啊，都赶上周府的厨子了。刘氏刚才的不悦顿时散了许多，忙笑呵呵的给王大坤夹了一大筷子白菜。喜欢吃就多吃点，还是咱坤懂事儿，不像你弟成天不着调，能气死个人。再说王大海出了院子门，正要去找几个狐朋狗友耍，就看到院门口窝了黑乎乎的一团，吓了一跳。他仔细瞧去，正是自家娘最宝贝的那只老母鸡。你不给我割肉吃，我就吃鸡。左右瞅了瞅，见没人，身子一弯，手一捞，那只老母鸡连叫一声都来不及，便被他拧断脖子，塞进了怀里。次日一大清早，天爷呀，我的鸡呢？刘氏屋里屋外院里院外找了个遍，连茅房都没放过。果然他那只最会下蛋的芦花老母鸡不见了。刘氏坐在地上，整个人就跟丢了魂似的，早饭都没心思去做了。娘，那鸡会不会是昨日跑出去吃虫子了，躲哪个地方去了？不可能啊，那只老母鸡比你们聪明多了，我养了2年了，每天傍晚都准时回家的。这时他像想起了什么，看向一旁抠着眼屎的王大海。大海，你昨个晚饭出去有没有看到那只鸡呀？没有，我没有看到。拜托，要是让娘知道自己把鸡给炖着吃了，还不得拿扫帚满村子追着打。王大坤却盯着王大海若有所思。这时刁氏伸着懒腰，打着哈欠从屋里出来。老大媳妇儿，一大早上你瞎嚷嚷什么呢？这家里的好运气都被你个扫把精给吵没了。娘啊，不好了，咱们家那只最会下蛋的芦花老母鸡不见了。那么大只鸡怎么会不见了？保准是被那个黑心烂肺的给摸去了。你还跟木头一样杵在这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村里找找，再晚点都变成屎拉出来了。哎呀，我的鸡呀！刁氏也是真心疼，那只老母鸡足有3、4斤重，又会下蛋，得值好多银子呢。就算炖了，也是一大锅肉啊！刘氏越想越有可能，气呼呼地跑去灶房，拿了砧板和菜刀就往村口去。娘，你去干什么？我去骂骂这些不要脸的偷鸡贼。对了，你们也别站着，都给我出去找找。见刘氏风风火火地走了，老二，你等等来我屋一趟。大哥，干嘛呀？我和双喜几个约好了去扁担河摸鱼呢，他们都等着呢。就2句话的事儿。等王大海不耐烦地进了王大坤的屋子，对方一句话就让他定在了原地。好弟弟，咱家那只芦花老母鸡味道不错吧？还行，香是香，就是肉稍微柴了点。王大海立马浑身一个机灵，又惊又怒地看去。王大坤，你什么意思啊？我的好弟弟，哥能有啥坏心思啊？这不最近手头有点紧吗？想向你借几个钱花花。我哪有钱啊？咱们家钱都喂奶把着呢嘛，我这钱比脸还干净。爹，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吗？二叔上旬去县里车马行搬货，我可是看到你借着奶的名义，把他好几天的工钱都给要走了。先不说鸡的事儿，你就说咱奶和娘知道这钱的事儿，咱爹那手跟铁板一样，打人可疼了。好你个王大坤，太不要脸了，竟然跟踪我！这乌鸦落在山猪上，谁也别说谁黑。实话告诉你，那天我本来也是去要钱的，只不过被你捷足先登了。说着摊开手吹了吹，示意2手空空得给钱。王大海知道自家大哥向来是个蔫坏的种，这次只能破财消灾了。王大坤，算你狠，你给我记住了。王大海气呼呼地从怀里掏出一把铜板扔在地上，就剩这么点了，你爱要不要？还有啊，这事儿你最好给我烂在心里，你要是敢跟奶和娘说，保准揍不死你。不信你就试试。说着踢开门，怒气冲冲地走了。
没脑子的莽夫还敢跟我斗？要说王有贵家心思最重的人，不是刁氏，更不是刘氏，而是这王大坤。从小到大，但凡想做些什么，他都是怂恿弟弟妹妹去做，从不把祸水引到自个儿身上，猴精猴精的。所以平日里他总是自诩为诸葛孔明转世，把铜板一枚一枚的捡了起来，然后移开床头的箱子，拔出后头的一块砖，从里面拿出一个陶罐，把里面所有的铜板都倒了出来。1、2、125、126、203，加上这里的11文，一共是214文。哎呀，这离2两银子还差得远呢。突然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千娇百媚的小官，穿着一袭薄如蝉翼的衣裳，倚着栏杆对着自己回眸一笑，那如雪的肌肤，嫣红的朱唇和勾人的眼眸，让他下身不由得一热。对了呀，我怎么把周家那件事给忘了呢？我的好堂妹啊，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大哥很快就会给你送份大礼了。这边刘氏2只竹竿腿迈得飞快，很快就来到村口那棵大槐树下。平日村里人都喜欢在这树底下乘凉聊家常，就见刘氏把砧板往地上一扔，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拿着菜刀就砍了起来。我砍死你个嘴皮子浅的，敢偷老娘的鸡，吃了你的烂心烂肺哟！吃了我的鸡，以后就等着被抓老脸，铡刀砍了你的头。吃了我的鸡，你穿肠烂肚，屁股流脓，不得好死。偷了我的鸡，明天你媳妇姑娘也偷人儿。这时有个跟刘氏交好的婶子偷偷来到刘氏咬耳朵。翠凤啊，我昨个傍晚看到铁牛家杀鸡了，老大一只，看样子足有3、4斤呢。真的？刘氏脸色黑得吓人，那还有假呀？昨个他家那鸡炖得可香了，我这一晚上都没睡好。刘氏听完这话，那火噌的就冲上了脑门，想到昨天王铁牛就帮着王桃花那个死丫头跟自己作对了，现在还敢偷自家鸡，这还了得？也不好了，扔下菜刀就往王铁牛家跑去。王铁牛一家4口正在院里吃着早饭，突然院门被人一脚踹开，吓了一跳。刘氏啊，你发什么疯狗啊？一大早踹我家门干什么？踹坏了你赔啊！刘氏一眼就看到桌上有一碗炖得香喷喷烂乎乎的鸡肉，眼里的火立即喷了出来。王铁牛的媳妇儿赵金花想着都是同村住着，就上前热情的招呼：翠凤可是吃了，没吃的话来我家吃点儿，正好家里炖了鸡。就凭你个小娼妇，破落户也配吃我的老母鸡？呸！一把推开赵金花，冲上前把桌子一掀，立马桌上的碗筷乒乒乓乓的摔了一地，特别是那碗炖得烂乎的鸡肉滚了一地，沾满了泥沙。王铁牛的一双儿女看到鸡肉掉了一地，立马别起嘴巴，哇哇大哭了起来。你家真不要脸啊，偷了我家的老母鸡还好意思叫我吃，我让你吃。说着用脚使劲撵着地上的鸡肉，直到和泥沙融为了一体。翠凤，你这个泼妇，老子不揍死你！王铁牛火冒3丈，拽着刘氏就要打一顿。关键时刻，赵金花赶紧拦在了王铁牛前头。刘氏看王铁牛被拦着，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哭闹了起来，把刁婆子的样子学了个10足。没天理了，偷人家鸡吃还想打人，我要去衙门敲大鼓，让县太爷打你板子。我的鸡肉，生蛋顶个好的鸡肉，你怎么不跑快点，哪怕给我递个声响啊！被这贼汉子捉去了，白瞎了身肉啊！我可怜的鸡肉。刘氏还在那里巴拉巴拉，人群里已经笑开了。瞧瞧，这刘婶子怕是疯魔了吧？鸡还能给地话？哟，别说是只鸡了，但凡他家的东西啊，那不都得有灵气？那年我路过他家，瞅我看到了什么？那大娘竟然对着一根门槛在拜，嘴里还说着什么门槛门槛保我家，贼人进来就办他。这话说完，众人笑得更甚。赵金花虽不让王铁牛打刘氏，可自己是个女人，就没什么顾忌了。刘翠凤，你眼睛里是糊了屎吗？哪只眼睛看到我偷你家鸡了？昨傍晚我家的鸡丢了，你家傍晚就杀鸡炖鸡，不是你家偷的，又是谁偷的？这么一说来，门口围观的人还真信了几分。这年头不是逢年过节的，谁家舍得杀鸡吃啊？放你娘的狗屁！这是我自家养的鸡，我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还得通知你一声不成？再说这全天下的鸡海了去了，难不成还都是你刘翠凤家的？你这不要脸的骚货，
吃了我家的鸡还敢这么嚣张，我跟你拼了！说着，刘氏就冲上去挠赵金花的脸。赵金花也不是个吃素的，立马还手。赵金花常年在地里劳作，本就力气颇大，又比刘氏年轻了7、8岁，很快就占了上风，把个刘氏一屁股压在身子底下，接着左右开弓，7、8个耳光子下去，刘氏的脸就肿成了猪头，嘴角都破了。等两人被拉开了，刘氏就捂着猪头脸，撕心裂肺的哭喊着，打着滚儿，那杂话是一句接一句的往外泼。很快，王梦山就被请了过来，看到又是刘氏，不由得皱紧了眉头。哎呀，村长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呀！我家老母鸡被他王铁牛给偷了，我来找他说理，他赵金花还把我打成这样，哎呀，没天理了！同一个村子住着，王梦山自然知道刘氏是个什么货色，也不偏听偏信，就在人群里找了个人问了起来。听到是刘氏先动手的，立马皱起了眉头，心里不由得叹道：这婆娘就是个搅屎棍呢。刘氏，这村里哪家没养几只鸡呀？你口口声声说这鸡是你家的，可是有什么证据啊？这鸡肉都在这里摆着了，还有什么证据？哼，刘翠凤，你以为你是谁？这满村的鸡，难不成都是你家的？别以为撒泼耍赖就能把黑的变成白的，你拿不出证据，我就能证明这鸡是我家的。你说丢了只什么鸡？芦花老母鸡。赵金花直接去灶房里拿了个破篮子出来，众人就见里面是一大团黑色的鸡毛，湿漉漉的，色泽新鲜，一看就是宰杀不久。你家丢的鸡是芦花鸡，你看看我家杀的是只黑鸡。哎，对对，铁牛家是养了一只黑鸡，平日里啊，一大早就跑我家门前溜达，我还纳闷今天怎么没见着呢。刘氏，你还有什么话说？刘氏也傻眼了，现在也隐隐感觉是自己弄错了，可他平日里胡搅蛮缠惯了，没理都能说出3分理来，这鸡毛又不会说话，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故意拿来忽悠人的？现在这做贼的人心眼子多得很呐，跟那莲蓬子似的密密麻麻。谁是贼了？你他娘的再说一句！赵金花上前扯了扯王铁牛。刘翠花，我今天我要不让你心服口服，日后还不知道怎么编排我家。大家看这是什么？就见赵金花捡起一个3角形的黄色肉块，那这是鸡屁股，大家伙瞧瞧吧。这鸡屁股尖尖的厚厚的，一看就是只公鸡的屁股，可刘氏丢的是老母鸡。刘氏脸色巨变，刚才还趾高气扬的他顿时变得结巴了。不是就不是，你那么凶干嘛呀？你看我这脸被你家婆娘打成这样，我嚷嚷了吗？算了算了，这事儿我吃点亏，不跟你们计较了。说着抬脚便要逃出院子，哪料赵金花也是个有主意的，推了王铁牛一把。你个铁憨的，还不把人给我拦住了？刘氏见王铁牛来拦，也顾不得礼义廉耻了，直接挺着胸就要往王铁牛身上撞去，倒是把个王铁牛吓得连连后退。够了，刘氏，你都是快要当奶奶的年纪了，这般做派还要不要脸呢？传出去，你家老大、老二和姑娘以后还要不要一亲了？刘氏这才停住了脚步。村长，今日是我家宝儿的生辰，我才杀了这鸡，谁成想到刘嫂子二话不说就打进我家的院子，掀翻了桌子，踩烂了鸡肉，还先动手打人，这事儿还请您老给我家做主。王梦山点点头，瞪向刘氏，眼里全是不喜。刘氏啊，你诬赖他人在先，掀了人家桌子，砸了盆碗，毁了1碗鸡，这些你不赔，就算你出了这个院子，铁牛能不去你们家闹？你男人打得过他？刘氏看着脸色黑沉如墨的王铁牛，那我还被他婆娘打成这样呢？那是你活该，你没弄清楚事情就打上人家门，难不成别人还要站在那里让你打不成吗？这样，你赔王铁牛家20文碗盆钱，再抓上1只鸡。啥？刘氏激动的满脸通红，正要争辩。你要是不服也行，我们开了祠堂，找来族老来断个清楚。村长，别开祠堂，我赔还不行吗？2天之内赔了2次，刘氏就跟死了爹娘似的，脸拉得老长。这时他突然想到这事儿是手帕胶跟自己说的，村长，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是春芳告诉我铁牛家昨晚杀了鸡，不然我也不能来呀。不行，他
他也得赔一些吧？王大头家的出来一下。村长，这可跟我没关系，我只是说王铁牛家杀了鸡，又没说是他偷了鸡呀。你也是个嘴碎的，一天到晚东家长西家短的惹是生非，回头我非要让蛮子好好的管教管教你。这事儿说来还是因你而起，我让你赔2斤烩面给铁牛家，可是同意啊？看两家人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王春芳不同意也得同意，这要是被自家那位浑人知道，可不又得被揍上一顿。想到这里，身子直发抖。等刁氏知道刘氏出去一趟，又赔出去了20文钱和一只鸡，指着他鼻子狠狠骂了一通，末了还让王有贵把他好好收拾了一顿。而始作俑者王大海依然在桌子上大口大口地吃着自己的饭，听到屋里自个娘的惨叫，眼皮子都没抬一下。就这样，刘氏在床上躺了3天才下了地。等张大娘把这事儿说给王桃花听，王桃花激动的差点当场劈了个叉。平日里别看刁婆子蛮横不讲理，其实是个不过脑子的，大部分坏事儿都是这个刘氏在后面撺掇的。当晚又下了一场雨，好在上次漏雨后，王桃花找来些稻草堵住了那些漏洞，虽然还有滴答滴答的水珠落下，但至少不是水帘洞了。等到第3日天放晴，王桃花再上山，他径直往上次摘木耳的地方走去，就见那枯木上又陆陆续续长出了许多木耳，上次摘的已经晾干了，就打算过2天拿去县里卖卖看。他正开开心心的摘着木耳，突然看到不远处的草丛动了动，我去，不会是有什么野兽出来了吧？心扑通扑通的跳着，草丛里露出了一对灰色的长耳朵，是野兔。一只肥嘟嘟的野兔子捧着一颗野菜吃得正欢，脑海里瞬间闪各种兔肉美食，什么冷吃兔丁、红烧兔肉、麻辣兔头。屏住呼吸，伸手扑了过去。这山里的野兔子贼精，脚下一蹬就跳出了老远。王桃花不仅连毛都没抓到一根，还溅了满脸的泥水。那该死的兔子还远远的回头看了看，甩甩短短的尾巴，似乎在嘲笑自己。小样，有种你别跑啊，看我不把你大卸8块加酱油。等兔子跑走了，王桃花就看到衣服被刮破了好大一个口子，这一下真是偷鸡不成反18米了。这地方青草野菜多，要是挖个陷阱，说不定就能吃上兔肉了。于是王桃花用柴刀在刚才兔子吃东西的地方挖了个脸盆大1腿深的洞，想到兔子会打洞，他又去找来几根棍子削尖了，倒插在洞里，上面则用细树枝树叶轻轻遮盖。王桃花赶紧找了棵车前草，立马摘了几片叶子嚼碎了贴在伤口上，没过一小会儿血就不流了。得，人要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走了半天，来到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拔了把教头，还摔了个狗吃屎。背篓里的木耳和野菜翻落了一地，王桃花只能耐着性子捡了起来。突然眼前出现一大片绿色的植物，小腿高，叶子偏大，乍看有点像花生的叶子。咦，这东西怎么这么眼熟啊？决明子，决明子豆荚，这决明子可是个好东西，晒干了可以当中药，枕着睡还可以清晰明目。就是不知道药铺收不收，管他呢，先摘点去卖卖，哪怕1文钱也是好的。这一大片可不得了。遗憾的是，这片决明子还没有完全成熟，还得再等个几天。有了决明子这一茬，王桃花这心情美得很，一边哼着歌，一边往山下走去。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刚走到村口，迎面就碰到了3个10来岁的小姑娘，正掐着路边的野菊花比划着往头上插，其中一个正是她的堂妹王香香。哎呦，哪里来的臭味啊？肯定是有一些人10天8天不洗澡不换衣服。也难怪，穷的都要坑别人家的粮食和鸡蛋了，哪来的会洗衣服？香香，你说的没错，咱们快闻闻花，换换气。让开，好狗不挡道。王桃花，你说谁是狗呢？谁挡我道，谁就是狗。你敢骂我们？3人都指着自己的鼻子，有些不可思议，满嘴脏话，果然是有个娘生没娘养的杂种。我跟你们俩说，我奶说她娘是个娼妇，最勾引人了，所以呀才会遭报应，死得那么早。我娘也说她娘是狐狸精变的，最会勾引汉子，晚上经常跟人钻草垛子。王桃花眯着眼睛攥紧拳头，你们再说一句。你王桃花被马大眼强了，村里谁不知道？连平哥哥都跟你退婚了，不要你了。我要是你呀，哪还有脸活下去？直接去后山找歪脖子树吊死得了。王香香这张嘴还真跟刘氏一模一样，又毒又狠。
专戳人肺管子。这要是以前的王桃花，老早就捧着脸哭回家了。听说那马大眼比他爹年纪还大呢，这身子都脏了，以后还不只能嫁给山里采石头的那些男人。我听说那些人呀，又脏又臭，半年都不洗澡呢，而且还爱打婆娘。王桃花没有说话，脸色却越发的阴沉了起来。做了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还不许人说啦！你要是现在给我们3个跪下磕20个响头，我们就原谅你；不然怎么样？四喜，你力气大，待会儿抱住他；金凤，你抓住他的手，我要剥了他的衣裳，让他在村里没脸见人。这才多大点的孩子，心思就这般歹毒了。果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啊！今天姐姐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奴作奴待。王香香就见王桃花板着脸朝自己走来，你要干什么？王香香一声惨叫，直接被踹出了1米多远，那头刚好就栽到了路边一坨牛粪里，还是一坨发酵了2、3天的牛粪。王金凤和王四喜见状，也不去拉王香香，吓得拔腿就跑。王香香，你给我记着，下次如果还敢乱说，就不是脸糊牛粪这么简单了。王桃花，你这个贱人，我跟你拼了！王桃花咻的一声，从身后拿出柴刀扬了起来，在一边哭哭啼啼。王桃花捏着鼻子从王香香身前大摇大摆地走过，哪来的臭味啊？太臭了！耶，不会是有人吃屎了吧？王香香听了这话，哭得更伤心了。今天山里发现宝，又教训了贱人，真是个好日子，好想来杯奶茶庆祝一下。等路过一户人家时，就瞧见一个50来岁的老婆子正坐在院门口的大石头上晒太阳。糟糕，怎么碰到她了？哟，这不是桃花吗？这是去挖野菜了。还没等王桃花说话，就自顾自地去翻她的篓子。丁大娘，这丁婆子是村里鼎鼎有名的抠搜鬼，比刘氏还要强上几分。关于她的抠搜事啊，那是3天3夜也说不完。据说有次丁婆子去人家家里闲聊，话说到一半，突然急匆匆往家里赶去，把一众人弄得一头雾水。后来她儿媳说漏了嘴，大家才知道是这老婆子屎急了，可又不愿意在别人家茅坑拉，便宜了别人，硬是憋着回家拉了。这事儿惹得村里人一阵好笑，但凡被她盯上，准没好事儿。果然，丁婆子翻了翻篓子，见底下是嫩的能掐出水的酵头，立马笑出了声。哎呦呦，桃花，你这小根蒜哪里挖的呀？这么嫩生生的，看着就好吃。大娘我这几天没啥胃口，这小根蒜最是开胃了。话都说到这里了，王桃花哪里还有不明白的？这老婆子脸皮真厚，连个饭都吃不饱的小姑娘的东西也好意思要。嘿，就那边山岗上摘的，丁大娘要想吃自个去摘吧，那边还有许多呢。天不早了，我先回去了。这到嘴的鸭子，丁婆子岂有让它飞了的道理？她不由分说抓了一大把出来。桃花，大娘看你这篓子里挺多的，你也吃不完，就分大娘一把吧。大娘这把老骨头呀，也活不了多久了，就当体谅体谅老婆子我了。等回头大娘有了好菜，也分你一些。说完转身就往院里走，那速度贼快。哎，你怎么？院门关了，王桃花气得半死。院子里传来咯咯哒的声音，就见一只母鸡昂首挺胸的从鸡窝里走了出来。既然你这个老婆子不讲武德，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那鸡窝就挨着篱笆牌的，王桃花拆了一根竹子钻了进去。鸡窝里有个圆滚滚的白皮鸡蛋，捡起来还是温热的。丁大娘，你这也太见外了，非得送我个鸡蛋，刚好炒只小根蒜，好吃得很。丁婆子听了这话，脸色大变，急忙跑去鸡窝，看到鸡蛋被捡了，人又跑远了。哎呦，你这个死丫头，一把小根蒜也敢拿老婆子的鸡蛋，你是吃的烂心肝哟！许是王香香的话起了作用，王桃花回到家后，抬手闻了闻，竟感觉自己身上真有味道。不想还好，一想她瞬间就感觉全身有虫子在爬，痒得难受。于是她决定好好洗个澡。沟子村虽然地处南方，河湖较多，但吃水并不方便，全村100来户人家共用一口老井。等她打好1桶水往回走时，才发现有多么重。如此几个来回，累得腰都要断了，总算把水缸装满了。这时水也烧好了，王桃花拿来木盆，又用桶打来热水，就开始脱衣服了。说是洗澡，其实也就是擦个澡。
村子东边见四周无人，一道影子像泥鳅一般钻了出去。哎呀，这六平儿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是这味道还是真不错呀，比家里那黄脸婆好了不知道多少倍呀。想到这里，王二狗把松松垮垮的腰带系紧。等王二狗路过王桃花家，脚步不由得顿了一下。听说这丫头被马大眼破了身子，哎呀，可惜了可惜了。恰好这时，桃花提着一桶热水进了屋子。这是要洗澡吗？接着像只老鼠一样蹑手蹑脚地走向王桃花屋门口。屋里，王桃花正要脱去贴身的亵衣，猛地听到有人吞口水的声音。他故意低头去脱鞋子，侧着头就看到窗户上有一双大眼睛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是谁这么下头，竟然偷看人洗澡？他侧过身来，慢悠悠地整理着头发，这可把屋外的王二狗眼睛都急红了。王桃花默不作声地舀起一大瓢滚烫的热水，他站起身来，那胸口正对着窗户，这一下可把外面的王二狗美得哈喇子都要掉下来了。3、2、1，就是现在！王桃花猛地推开窗户，趁着他还没反应过来，王桃花拿起那瓢热水就泼了过去。哎呦我的娘啊，他烫死我了！王桃花赶紧穿上袄裙，从床头拿了门栓就跑了出来。王二狗，我好歹也叫你声叔，你也太不要脸了吧，竟然偷看我洗澡！王二狗的脸上被烫得红彤彤的，跟个煮熟的虾子似的。你这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什么呀？谁偷看你洗澡了？那你来我家干什么？我家有只鸡跑了，我看呢跑到你家院里了，我过来找找。王二狗，你自己是傻子，别把别人当傻子了。你家住在村南边，我家在村子西边。你家鸡是成仙了还是入魔了，能蹦得到这里？我家鸡身体好，就喜欢蹦的，你管得着吗？你无缘无故的用热水把我泼成这个样子，我不管，赔钱。你这是猪八戒拜阵，倒打一耙呀！你这嘴是吃了屎吧？这么恶心的话也能说得出来？你不赔钱，我就天天赖在你家门口。说着往地上一坐，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臭不要脸，你就不怕我现在去找村长告发你吗？有本事你就去。我说丫头，抓贼还得抓赃，你这物证人证可都没有，就是闹到县太爷那儿去，老子也没的事儿。再说了，你若是惹急了我，大不了说是你水性杨花，耐不住寂寞勾引了我，看村里人不把你赶出去。王桃花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心里也在飞快地想着办法。自己因马大眼的退婚的事儿本就坏了名声，可不能再让这赖皮狗咬一口。王桃花突然看向王二狗的眼神里全是寒冰。丫头啊，这不赔钱也行，走进屋，躺床上把老子伺候舒坦了。说完，色眯眯的上下打量着王桃花。做坏事还敢威胁人，老娘豁出这条命不要了，今天也要抽死你，打不死你个下流肮脏的玩意儿！哎呦，这个小娘皮的你还敢打我，够辣呀，够味儿啊，老子喜欢，看老子怎么教训教训你这匹烈马！烈你个头，癞蛤蟆还想吃天鹅，不自量力！接着没头没脑的挥着门栓敲来。王二狗头上就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棍子，脑袋顿时嗡嗡作响。可王桃花没有停下手，反而敲得更凶了。王二狗一边捂着脑袋，一边跳着脚跑到门口，小心警惕地看向对方。你这个小娘们儿，别给脸不要脸！老子稀罕你是你的福气，你一个被马大爷压了的烂货，还给老子装出一副贞洁烈女的样子！我呸！老子现在就喊人说你勾引我，看你在这个村子里怎么待下去！王桃花打得也有些累了，索性一扔门栓，3步就跑去灶房，拿了那把缺了口子的菜刀。见王桃花举着菜刀朝自己一步一步走来，王二狗把刚要喊出去的话顿时咽了回去。桃花侄女，狗子说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把刀放下，乖。你不是要我赔钱，要赖我家，要毁我名节吗？来呀，你喊呀，谁不喊谁是王八蛋，大不了把你砍死了，我再把自己砍了。误会，都是误会呀！桃花，狗子叔发誓以后再也不来招惹你了。王桃花依然步步紧逼，突然森然一笑，一刀砍了过去。妈呀！王桃花看王二狗身下湿了一大片，强忍着没笑。王二狗睁开眼，看菜刀砍在离自己只有1个指头的门槛上，冷汗直流。我警告你，如果明天村子里有出现关于我的闲言碎语，我就一把火烧了你的屋子，然后拿刀砍了你，不信你就试试。我发誓再也不说了，要是说了断子绝孙。既然误会了，还赖在我家干嘛？难道等着我留你吃饭吗？王二狗忙不迭地爬了起来，头也没回的就往外跑去。
王桃花也舒了口气，正要关门回屋里，就见门槛后边有个灰扑扑的东西，竟是个钱袋，想来是刚才王二狗落下的，赶紧倒出来数一数，竟然有12文钱，这还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快半个月第一次看到钱。听大娘说，现在灰面卖2文1斤，这钱可以买6斤灰面，掺上野菜够吃个把月了，想想都开心。再说王二狗怕被村人看到自己的狼狈样，一路抄小路跑回了家。哟，当家的，你怎么弄成这副样子啊？就抽了过去，钱氏直接扑倒在地。没看到老子脸上都是伤吗？不快去拿药油，没点眼力劲儿，哭哭哭，家都让你哭惨了。钱氏只能垂着泪爬起来，赶紧进屋去找药油了，然后给王二狗细细的抹了起来。王二狗一把拽着钱氏就进了里屋。当家的，别，现在天还没黑呢，我求你，咱晚上再来。你是老子花钱买来的，老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轮得着你啰里吧嗦的。钱氏只能咬着牙，流着眼泪，任由王二狗折腾了。小半个时辰后，王二狗呼呼大睡。桃花啊，说身子好白好滑呀。钱氏看着他那副猥琐的样子，心里直犯恶心，可听到桃花2字后，那眼角多了一抹嫉恨和冷意。第2日，王桃花起得早早的，2根烤地瓜下肚，肚子里稍微多了几分暖意。王桃花赶紧把晒干的木耳装进篓子里。这次他把上次李家赔的2两银子带上了，他想好了，要是木耳卖不出去，就带回家自己吃，然后去买点粮食之类的，家里什么都缺呀。锁了门，他背上篓子就往村口走去。等路过张大娘家，就听到宋香琴正在抱怨：张栓，你就是个榆木疙瘩，老娘嫁给你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这大冬天怀着孩子，没件保暖的袄子就算了，连碗热乎乎的白面汤都没喝上，同样是怀身子，你再看看他苗明翠过的是个什么日子哟。这苗明翠是村长王梦山的小儿媳妇儿，村长家有田，大儿子又是酒楼掌柜，所以日子在村里是数1数2的。自打苗明翠怀孕后，不说每天大鱼大肉供着，那也是鸡蛋白面没有少过。香琪，我求你小点声吧，待会儿让爹娘听到了。小什么小啊，我就是要让他们听到，成日里糊里糊涂的对待自家媳妇儿小气巴拉的，对待别人倒是大方了，今天送面明天送盐的，拎不清谁才是一家人。另外一间房里突然传来一声老年男子剧烈的咳嗽声，宋香琴这才不情不愿地闭上了嘴巴。王桃花心里有些不好受，看来自己给张大娘2口子惹麻烦了。刚到村口，迎面就撞见了黄春芳。桃花，走那么快干嘛呀？等等婶子。春芳婶子，你有事啊？桃花，这一大早雾都没散，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家里没粮食了，我采了点野菜拿去县里，看看能不能卖几个钱买点粮食。卖的是啥野菜呀？还要盖起来，神神秘秘的。上次王桃花摘了木耳，晒木耳也有很多人看到。上次在山上摘了点黑菌子，想着看看能不能卖几个钱。啥？你去卖那黑菌子？接着他捂着嘴想笑，又忍着没笑。桃花果然是个能干的，你赶紧去吧。黄春芳看着远去的人影，往地上啐了口：那呸，真是个蠢笨的，连黑菌子都敢拿去卖，也不怕把人给吃死。不到半天功夫，全村人都知道王桃花拿黑菌子去县里卖了，有看笑话的，有说风凉话的，有可怜他的。卖吧卖吧，等吃死了人，那2亩地就是我家的了。这去县里的路，王桃花并不陌生，以前也跟着自家爹去县里卖过几次柴火。等王桃花走出了一层毛汗，终于看见了城门，跟电视里的一模一样。慢着，进城税呢？啥？进城还要交税？以前也不收啊。小姑娘，很久没进城了吧？王桃花想了想，确实有好几个月没进城了，于是点点头。前日知县大人出了文书，朝廷边关战事吃紧，为筹军饷，大梁州县入城均需要收取入城税，拿来吧，1文钱。王桃花看着那张大手，又看看近在咫尺的城门，只能苦着脸从钱袋里摸出1文钱。这边还没走出城门，就听到那个黑胖子小声的和瘦高个嘀咕起来：这鬼天气越来越冷了，听说北边打得可凶了，胡人烧杀了好几个镇子。好在呢，朝廷这次已经派了郭将军去了。就怕呀，没等郭将军赶到边关，胡人就杀到城下了。我家妻女表舅就住在大池县，离边关还有上百里路呢。昨个就托信过来了，要举家搬来咱们县。我听刘捕头说，咱县太爷前几日就偷偷往老家扬州运了好几车东西回去，箱子死重的，保准是金银细软呢。啥？你可别瞎说呀！
瘦高个正想说些什么，就看到王桃花竖着耳朵站在那里听。去，大老爷们说话，你个小姑娘听什么呀？美得害臊。不会这么衰吧？穿到一个这么穷的人家，难道又赶上了兵荒马乱？就算退一万步，沟子村偏僻，国人找不到，但只要打仗，那粮食肯定会嗖的往上涨。不行，我得赶紧赚钱，囤点粮食衣物，保命要紧呐。平川县虽是下等县，但是进了城才发现人是真的多，吆喝声、唱曲声、叫好声、铲子的敲击声、五饼店拍打面团声，声浪嘈杂，不绝于耳。跟那古话中一样，街道上摆满了各种摊子，什么胭脂水粉的、扇子香囊的、箩筐布匹，应有尽有。抓贼呀！快拦住他！一个贼眉鼠眼的汉子飞奔而来，后头还有一个年轻的小胖子。等那贼汉子快路过王桃花时，王桃花鬼使神差的伸出脚，立马那汉子就摔了个狗啃泥。谁他妈敢绊老子？大家皆是缩紧了脖子，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王桃花不着痕迹的往边上挪了挪。小姑娘皮的，别他妈敢引老子，以后再跟你算账。说完，恶狠狠地瞪了眼王桃花，也来不及捡地上的玉佩，爬起来就跑。谢谢姑娘，你出手相助。人呢？扫墨四处寻找，哪里还有那姑娘的身影？扫墨，那贼子呢？爷，被他给溜了。平日里叫你少吃点，你看看现在都胖成球了，连个贼人都追不上，还敢说跟冷侍卫学过招数？爷，你打就打，人身攻击，小的吃这么胖，还不是你隔三差五叫我来试菜，怪我了？不敢，咱爷是大梁国最体恤下人的主子了。扫墨又拎起玉佩晃了晃。爷，玉佩失而复得，还算你有出息啊。小不瞒爷，这玉佩能找回来，还得谢一位姑娘。扫墨就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可还没说完，自家爷已经大踏步向前走去。爷，咱们真是倒霉，刚来到九江府地界就碰到了贼人，可见外面的世道乱得很，要不咱们回府吧？爷，你等等我呀。眼前这条街，王桃花看到地上摆了很多瓜果蔬菜，不过一圈走下来都没有看到木耳的身影。丫头，是卖东西吧？你往我这边挤挤吧。说着就把脚边的一篮子鸡蛋挪开了。谢谢大娘。丫头，你这是第一次来卖东西吧？家里没粮食了，山上摘了点山菜，想着卖点银钱，买些米粮回去。大娘点点头，这年头大家过得都不容易。丫头，你这山菜黑乎乎的是什么呀？这叫木耳，一种菇类。这几日卖菜的人越来越多了，倒有些不好卖了。待会儿你若没卖完，咱们去那巷子里串串。王桃花看大娘蹲在那里一动不动，有人凑过来也不招呼，这样哪里会有生意啊？大娘，这卖东西可不能干等着，你得吆喝呀。这鸡蛋大家谁不认识，还要吆喝呀？又不是那摊子上卖胭脂水粉、包子馒头的，咱们虽是地摊儿，但也得招呼客人呀。你瞧我的。只见王桃花清了清嗓子，各位大叔婶子大娘们，瞧一瞧，看一看，上好的山珍，一小把就可以做一碗菜哟，又脆又爽口，赛过鸡鸭肉，吃完保准你想吃第二次。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哟。这一通叫喊加上吆喝又新颖，立马吸引了几个人围观。小姑娘，你这卖的是什么呀？黑乎乎皱巴巴的，跟树皮似的，能吃吗？这位大姐，你可真有眼光。小姑娘可不行乱叫啊，我家姑娘都和你差不多大了。哎呀呀，婶子好福气呀！你说就你这相貌跟我走出去，谁不说咱俩是姐妹俩吗？好了，别贫嘴了，说说这东西是什么，怎么吃啊？婶子，这东西叫木耳，又叫云耳，吃之前要先用水泡发，不管是凉拌、炖汤还是炒来吃，都极其鲜美爽口，而且经常吃可以润肠通便、美容养颜。你闻闻，还有淡淡的香味呢。夫人闻了闻，确实有一股很似菇子的香味，这东西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婶子，我是做回头生意的，不好吃，你下次来掀我摊子。什么木耳卖多少钱呢？不贵，才5文钱一份。啥？5文钱这么一把还不贵？婶子，你别急呀，你先听我说呀。这木耳都是长在深山老林里，叫素八珍，可难采了。而且这木耳1斤晒干最多只得2两，我这一份可有1两多。等它泡发后可以吃上好几顿，算下来也就1、2文钱，比萝卜白菜好多了。你说值不值？话虽这么说，可周围的几个人就不这么认为。这小姑娘不会掉钱眼里了吧？这山里摘来的野菜也敢卖5文钱，5文钱都能买上半斤好肉了，肉不香吗？ 5文钱鸡蛋都能买上5个了。他也真敢开口，他
芽这个东西也没人吃过，说不定还没萝卜好吃呢。王桃花也不反驳，就那么笑眯眯的听着。夫人听了众人的议论后，就打退堂鼓了。这时人群里响起一道声音：哟，这瞅着像木耳呀！夫人，这都是上好的木耳，前几日刚摘的，收拾得很干净呢。哟，没管是来买菜了呀。原来这胖大婶儿是县里最有钱的大户孙员外家的造房管事梅三娘。丫头，这木耳颜色正，肉也厚，收拾的也不错，怎么卖的呀？现在这里每份5文钱。梅三娘扒拉了下，看了看每份有1两多，这价格还算公道。没管事，5文钱就这么一小把，还不贵呀。梅三娘眼神里闪过一丝得意。我前些年跟着老夫人去亳州待了一段时日，那里就有这木耳卖，可要卖上200文1斤呢。当听到200文1斤，围观的人立马下巴都要砸在地上了。丫头，你把这些给我包起来吧。王桃花一看对方要了7份，好嘞，夫人，这就给你包起来。你可真识货呀，这木耳我保证好吃。梅三娘看着丫头口齿伶俐，也是欢喜。你这丫头小嘴真甜呐，不过我可不是什么夫人，就是个灶头做饭的娘子，以后见面呀，你就叫我梅婶子就行。王桃花乖巧的点点头。梅三娘掏出了40文钱，那丫头，这几日府里来了贵客，我正愁着做什么菜呢，这木耳是个新鲜菜，客人肯定欢喜。多的几文钱，婶子就当是跟你约好了，以后再有这类的好东西呀，你就来孙府后门找我。我们府里老夫人和少爷小姐都喜欢吃这些山里的东西，说是味道新鲜清爽。谢过梅婶子，下次我有了好东西一定送过去。等梅娘子走了，刚才犹豫的妇人也掏出5文钱买了1份，另外2份也很快被人抢走了。今天木耳卖了55文，加上剩下的11文，现在有66文了。啊，对了，还有2两银子没动呢。等他把那块粗布折好放进背篓里，就见那位卖鸡蛋的婆子还呆愣愣地看着自己。大娘，你这鸡蛋怎么卖的？分大小吗？鸡蛋不是什么稀罕物，咱一直都这么卖，1文钱一个，卖的可好？哎，老婆子，我蹲老半天了，也没卖出去一个。王桃花看着那篮鸡蛋，里面有大有小，卖相本就打折了。大娘，我帮你卖鸡蛋，你信得过我不？那宋婆子见识到了王桃花卖木耳的厉害，哪有不信？丫头，老婆子信你，这鸡蛋你尽管做主。那赚少了，你可不能怪我。丫头，不瞒你说，这每次来卖鸡蛋呐，大娘都得亏本儿，最后那些小个的鸡蛋都是添给人当零头的，亏就亏吧，反正也是自家鸡下的蛋，自个儿又舍不得吃，能卖几个钱就算几个。王桃花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就没了顾忌，便把大个的鸡蛋和小个的鸡蛋分了开来。卖鸡蛋喽，1文钱一个，买3个送1个，买5个送2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果然这么一招呼，立马就有婆子媳妇儿涌了上来。婶子，我家的蛋个顶个的好，都是地里吃草籽虫子长大的鸡生的，炒了吃又香又嫩。来来来，好生瞧瞧。真的送？哎，可别蒙我。毕竟这街头鸡蛋都是卖1文一个，也没见过谁送呀。婶子，这么多人看着呢，我哪好意思蒙你？再说我还得做回头生意呢。那妇人半信半疑地挑了3个鸡蛋，王桃花果然又拿了一个小一点的鸡蛋放进她的篮子里。婶子，一共3文钱，要是我家鸡蛋好吃，下次再来哈。哎，下次呀有送，我还来你家。围观的人见真送鸡蛋，立马抢购了起来。不到10分钟，那满满一篮子鸡蛋就卖得差不多了，把那个宋老婆子笑得见牙不见眼。丫头啊，你可真是太厉害了，我刚数了数，竟比平日里多卖了20文钱呢，老婆子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了。大娘，你客气了，今天还多亏你让了位置给我，要不然我都没地方摆摊了。投桃报李的道理，王桃花还是明白的。丫头，我家就住在城外头不远的村子，进城比较方便，以后啊，我都给你占个位置。大娘，你可真好。临走时，宋婆子把特意留下来的2个鸡蛋硬塞给王桃花。看着王桃花远去的身影，宋老婆子叹了口气，这丫头是个厉害心善的，以后绝对会有出息。我老婆子这双眼睛保准不会看错。卖包子了啊，新鲜出炉的肉包子，香得很呢。蒸笼里暄软蓬松的包子正散发着热气儿，嘴巴里立马溢出了口水。小姑娘，要买包子吗？咱家的包子个个面白肉多，来上几个。大叔，这包子怎么卖的？
素包子呢，1文钱一个，肉包子2文钱一个。老板，我要一个素的，一个肉的，分开装。好嘞。王桃花把包子放进了背篓，突然想到自己还不知道铁铺在哪。大叔，你知道牛记铁铺在哪吗？他家呀，知道的。你走过这条街，然后向左拐就看到了。丫头啊，叔跟你多说句嘴，那家人可不好惹呀，你要是买东西要当心呐。好，谢谢叔。还没走进铁铺，王桃花就听到了一句句难听的辱骂声。他娘的，你耳朵聋了？没见你师娘唤你去帮忙吗？一天天的光吃老子的饭，我半点力都不想出。不想学就赶紧滚出我铺子，老子见你就烦。很快，一个孩子就被一个5大3粗的汉子拧着耳朵扔了出来。住手！王桃花眼睛都要喷火了。那被拧的孩子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弟弟王少安。阿姐，你怎么来了？王桃花就见王少安比前几天又瘦了一圈，头发跟鸡窝似的乱成一团。他赶紧跑上前，把王少安拉到身边。不料王少安似的倒吸了口冷气，他拉起袖子一看，手臂上全是青紫的淤痕。哪儿来的臭丫头啊？管我铺子里的事儿？师傅，她是我姐。我姐你个屁！进了我牛记铁铺就没有父母兄弟姐妹，还不赶紧给我滚过来！说着，砂锅大的拳头捏得咯吱响，一双牛眼瞪得吓人。阿姐，我就干活了，你先回去吧，等放了月假我再回去看你。不许去！你看看这姓牛的都把你打成什么样了，这样黑心的师傅咱们不学了，走，跟姐回家。牛三才舍不得王少安走。王少安在这里表面是学徒，其实一家人早把他当成奴才使唤了。小丫头片子，甭说你只是他姐，你就是天王老子也带不走这个小兔崽子。王少安是我牛三的徒弟，就是我铁铺的人，还轮不到你做主呢。我呸！我弟只是你的学徒，不是卖身给你的奴隶，我想让他回就回。进了我牛记铁铺的人没有我点头，我看你今天能不能走出这个门。说着往里面喊了一声，立马2个身强力壮的男子便跑了出来。啊，你想干嘛？青天白日的，你还想仗势欺人不成？还有没有王法了？王法？在我牛记铁铺，我就是王法。狗头、锤头，去把那个王少安给我抓过来。周围的路人见有好戏瞧，立马把店门口围成了一个圈。丫头，赶紧走吧，这牛家可不是个好说话的人家，这附近呢，没人敢得罪他。王桃花像只老母鸡一样把王少安护在身后，其实他心里也是慌的一批。大学时他虽选修过女子防身术，但这东西是防御为主的。再说对方可是2个天天抡锤子的强壮大汉呢。阿姐，你别管我，你快走吧，师傅他打人可凶了。少安，你放心，姐一定带你离开这狼窝虎穴。阿姐，那少安和你一起对付他们。旁边茶楼的窗口，这年头什么怪事都有啊。这个丫头瘦瘦小小的，倒是胆大，竟敢去招惹那个牛什么来着？爷，好像叫牛三儿。哎爷，那姑娘就是今日帮我夺回玉佩的人。好，是她。你没认错，爷，其他方面小的不敢说，就说这双眼睛，那就是火眼金睛啊。扫墨见主子直勾勾的看着那对姐弟俩。主子，要不咱们帮帮他们俩吧，毕竟那姑娘还帮咱们找回了你最喜爱的玉佩。扫墨呀扫墨，这次也只是带你出来了，追风可是眼巴巴的呀。扫墨赶紧打了一下嘴巴，这张臭嘴叫你多嘴。王桃花见2人步步紧逼，虚晃一招，官爷！2个汉子下意识的转头，王桃花抓过铺子门口的一把扫帚，就铺天盖地的拍去。那扫把都是竹条子做的，王桃花又快准狠，立马2个伙计脸上身上就刮破了几处。老子今天非得给你揍趴下不可。说着一发狠，拽住了扫把，用力把王桃花扯了过去。王桃花也不怵，跟着走了几步，抬脚就往他2腿间用力踢去。狗头捂着裆部，满脸涨得通红，倒在地上滚了起来。这一变故令围观的人倒吸了一口冷气，特别是男人们纷纷往后退了半步，不由得夹紧了大腿。爷，这小娘子就是女侠呀，这也太彪悍了吧！以后谁娶了她，保准河东狮吼啊！这丫头确实够狠辣呀，比京城里那些端着的大家闺秀有意思多了。小莫，你去一趟衙门。没用的家伙，连个小娘皮你都搞不定，白吃老子那么多饭，看着干啥呀？
还不赶紧上，不然收拾东西滚出我的铺子。锤头见牛三生气了，只能硬着头皮朝王桃花打去。王桃花不敢正面应对，只能左右躲闪着。突然一个不防被对方抓住了手臂，王少安见状赶紧冲过去抱住锤头的腿咬了起来，对方立马就跟只虾米一样弓起了身子，哎呀哎呀叫个不停。阿姐啊，你可真厉害，就跟戏文里的花木兰一样，会点花拳绣腿也敢在老子的铁铺里放肆，看来爷今天不给你一点教训，你还不知道马王爷长了几只眼睛。少安，待会儿姐缠住他，你赶紧跑，听到没？阿姐，那怎么行？要走一起走，你先走，姐自有办法对付他，不然我们两个一起跑，很容易被抓到的。为了不拖累王桃花，王少安这才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牛三这边已经大踏步地走了过来，等等。怎么怕了？你把那个小子交给我，答应我，从今往后他跟你没有半文钱关系，老子就放你一马。我虽打不过你，但你要敢动少安，我就一头撞死在你铺子门口。小娘们寻死觅活了，可惜呀，也不吃这一套。不信你就试试，我要撞死了，这里所有人都是证人，看县太爷能不能饶了你。可这番话说完，牛三并没害怕。来，让老子看看哪个鸟人看到了。围观的人群立马噤若寒蝉，牛三目光扫去，纷纷低下头或者摇头。按剧情，这时不应该有个大侠从天而降吗？刷刷几下把这地痞流氓打倒在地，看来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咋样？现在还有寻死觅活吗？你若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答应我的条件，我还能掂量掂量放你一马。做梦，老娘宁死不屈，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还挺有骨气的嘛，那我就看看你这个骨气扛得住几个拳头。说着，那拳头挥得呼呼响。这牛三的架势一看就是有些手脚功夫的，王桃花吓得脸都白了，只能不停地往后退去。住手！阿弥陀佛，得救了！谁他娘的敢管老子的闲事儿？一转头，见是赵捕头拉着脸看向自己。赵哥呀，今天咱们有空来我这个小铺子，走走走，赶紧进屋里喝杯茶水。谁是你哥呀？不要乱攀关系。说着，疯狂地给牛三眨了眨眼睛。牛三儿，我听人说你在闹事。赵哥，你放心，我老牛最是奉公守法了，这就是个误会。徒弟不听话，我教训一下。要是往常，赵捕头走走过场，打个哈哈也就过去了。毕竟这铺子每年都会孝敬自己银钱，可这次有那小爷插手，就有些棘手了。官爷，我要告状，这牛三虐待学徒，你看我弟身上的伤都是他打的。王桃花这么一喊，赵捕头就知道这事儿不能放水了。姑娘你放心，这事儿本捕头一定会给你做主的。牛三目瞪口呆的看着张捕头巴结王桃花。赵哥，你这是……牛三儿，他弟弟身上的伤可是你打的？牛三死脑子一根筋，看赵捕头不帮自己，有些气恼的哼了一声。这是又怎么样啊？这哪个徒弟没有被师傅管教过呀？打成这样也叫管教？我弟是学徒，可不是你家奴仆，你打成这样必须给我赔礼道歉。另外，从今天开始，我弟没有你这种心狠手辣的师傅。臭娘们儿，你别过分啊！咱可是白纸黑字写着的，他王少安免费给我牛记铁铺当5年学徒，若是反悔，你就得赔我5两银子。你胡说什么？我家根本没签过什么契约。牛三立马让手下进铺子拿来契纸，唰的一声抖开。你可看清楚了，上面明明白白写了，王少安自愿给牛记铁铺做工5年，分文不取，若是违约，赔偿5两白银。上面确实与牛三说的一模一样。这丫头看得那么认真，难不成还识字？这平川县读书人都不多，何况是个女子。牛三，这可不是我爹的画押，你竟敢伪造契约！你放屁！就是你爹画的押，你休想抵赖。当时我看你家穷，还给你家送了2担粮食呢。这话一说，王桃花更加确认不是自己爹画的押，家里可从没得过2担粮食。你被骗了，跟你签契约的是我大伯，可不是我爹。管是你爹还是你大伯，说不定就是你王家合伙来诓骗我的粮食的。俺老牛是个粗人，我就认这个画押。有本事你叫你爹来跟我对峙啊！王少安的爹可是前几天就死了，总不能为了这事儿把人给挖出来吧？牛三，你明明知道我爹前几日已经过世，还这般说，果然不安好心。我爹虽然死了，我依然能证明这不是他画的押。指着画押处，大家请看，这是左手大拇指画的押。可我爹左手的大拇指早在10岁那年去山里砍柴时出了意外没了，
请问他没有左手大拇指，怎么能画押？周围的人都听清楚了，立马对着牛三指指点点。反正你爹死了，还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这件事并不是秘密，我们沟子村的人都知道。你若还不信，可以去县衙查查往年出徭役的簿子，里面都没有我爹的名字，因为我朝规定手足双目聋哑残者不入役。生前王有才总是说自己因祸得福，虽然少了一个大拇指，却躲过了无数次徭役。这话一说完，牛三就冷汗涔涔了。他已经可以断定自己是被王家给骗了。官爷，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他牛三殴打虐待学徒，还请官爷为我们姐弟做主。赵捕头吓了一跳，赶紧拉着王桃花姐弟俩起来，接着让手下的几个衙役把围观的人驱散了。他把牛三叫到了一边，嘀嘀咕咕地说了起来，还时不时指指王桃花，又指指天。牛三脸上的神情当时从一脸不屑到一脸惊慌。姑娘，是我老牛有眼不识金镶玉，得罪了你，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啊！这个小王八蛋，不，是王少安，你带回去吧。赵捕头咳了声，牛三极其不情愿地从怀里掏出一个钱袋。姑娘，这里有些钱，就当是我赔的医药费了。王桃花狐疑地看着牛三，这厮前后变化也太大了吧？这是怎么回事？捕头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姑娘，拿着吧，这是你应得的。王桃花接过钱袋，在手里掂了掂。我弟受了这么大的罪，你就给我这么几个铜板，打发叫花子呢？赵捕头又咳一声，牛三憋着一张红脸，咬着牙从怀里摸出一个银饺子。王桃花立马抢了过来，看在我弟弟也叫过你一声师傅的份上，以前的事儿我就不再计较，不过从此以后我弟跟你再无瓜葛。少安，走，姐，我去收拾下。王少安离家的时候就带了一床打满补丁的破被子，王桃花知道里面棉花只有一小半，多半塞的是芦花。算了，少安，那被子早破得不成样子了，拿回去也用处不大，走吧。姑娘，请等等。官爷，还有事儿？姑娘，下次还请你多在骆公子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啥骆公子花公子的，王桃花根本不认识。他下意识的点点头，就一脸莫名其妙的带着王少安走了。阿姐，你别生气了，你都被欺负成这样了，还藏着掖着，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姐姐？要不是这次恰好来看他，还不知道这小子要遭受多少苦。阿姐，对不起，我下次要是再遇上这种事，绝对不瞒你了。还敢有下次？王少安赶紧抱着王桃花的手摇啊摇，不敢了，不敢了，我阿姐最好了。少安，你是姐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你要是出了事，姐一个人怎么活？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娘？姐，我错了。王桃花看火候差不多，捏了捏她的脸蛋。好了，这事儿到此结束，别愁眉苦脸的了，姐给你看样东西。说着从篓子里掏出2个包子。包子，快吃吧。把肉包塞给王少安，自己拿起了素包子。他咬了一口，又香又软，可真好吃啊。正要吃第2口，半个肉包子递了过来。阿姐，你吃这个。我咬。你是素的，我是肉的，你不吃我也不吃，只能接过了半个肉包子，又把自己的素包子掰了一半给王少安。接着2人蹲在路边，像松鼠一般捧着包子细细的嚼了起来。阿姐，肉包子可真好吃，我舌头都要吞掉了。等姐以后赚了钱，让你每天都吃肉包子。阿姐，我觉得今天好幸福啊，这还是我第一次吃肉包子呢，上次爹买的都被奶拿去了。少安，以后姐会保护你，不会再让你被人欺负。吃完包子，王桃花拍拍手站起身来。少安，你在县里这么久了，知道哪家医馆最好吗？我听师傅，牛三说过，县里最好的医馆是回春堂。走吧，咱们先去看大夫，再去买粮食。阿姐，你是不是脑袋还没好吗？姐这头没事，多休养几日就好了。倒是你一身伤疤淤青，得给你买药膏涂涂，不然会留疤的。他才不想自家秀气俊朗的弟弟脸上留疤，要是他以后出仕当官可就糟糕了。大梁朝为官者四肢不能残废，脸上不能有大疤痕，以免会影响官威官仪。阿姐，可爹说男人有疤才是真好汉，你现在才多大呀，就好汉，听姐的准没错。2人一路问去，终于找到了回春堂。这回春堂不愧是县里最好的医馆，扒开的门脸，烫金的招牌，门口还蹲着2只半人高的大狮子，要不是里面散出浓浓的药香，真以为是酒楼茶肆呢。姑娘，你是来看病的吗？来医馆当然是看病了，
难不成吃饭打架？我们回春堂的坐堂大夫可是宫里退下来的御医，进门得先付问诊诊费1两银子。啥？看个病这么贵？你们这是黑店吧？姑娘，说话请注意分寸啊！咱们回春堂是县里最大的医馆，医术那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且价钱向来也是童叟无欺。你若付不起诊费，还请去别家看看。这全县又不止你一家医馆。说安，走，咱们找另一家去。那伙计看王桃花两人离开了，嘲讽道：你腿子也敢来我们回春堂看病，这年头真是怪事忒多了。有个好心的婆婆给两人指了个地方，济世堂。这济世堂位置并不明显，藏在巷子的角落，门脸不大，门口放着一个大铁壶，旁边篮子里放了一箩竹碗，还插着个牌子，降火凉茶，自取自饮。哎呀，这孩子可是受了老大的罪呀，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内堂里，王少安除去上衣，吴文山认真的给他检查。大夫，我弟的伤到底怎么样啊？外伤倒是不打紧，这内伤确实有些麻烦呢。啥？内脏还受损了？肺脉瘀滞，寒气入体了，一到冬日必定是咳喘呢。孩子，你可是冬天里掉进水里过呀？王少安埋着头，也不敢看王桃花的眼睛。少安，你出去等会儿，姐跟大夫说点事儿。王少安乖巧的出了内堂。大夫，这病好治吗？这病此时看似无大碍，可若是拖着不治，寒气愈发沉积，这孩子活不过而立之年呢。大夫，我父母双亡，就剩这么一个弟弟了，求你一定救救他。吴文山看着这对姐妹衣衫褴褛的样子，暗暗地叹了口气。方子倒是有的，不过丫头啊，你可得想好，这是富贵方子。潜在的意思就是这药很贵，而且要长期吃。尽管开方子，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治。写完后又仔细斟酌地删减一番，才跟王桃花说道：丫头，方子已经开好了，这里面有几味药材，我给换了些便宜的，倒是不影响药效，只是这君药必须要用到人参就贵些了。这药2碗水煎成1碗，每日睡前服下即可，不过得连吃10日后老朽再来诊断1、2。王桃花赶紧给吴文山拜去，多谢大夫体谅。无妨啊，医者仁心，不足道哉。等王桃花出了医馆内堂，就拿着药方去找伙计抓药。阿姐，我身体好着呢，不用抓药。说啥混话呢？这病是能拖的吗？你别担心银子，姐有。姑娘，这药每服3000银子，一共是3两银子。刚才吴大夫特意交代诊费免了，然后这个是吴大夫让我给你的，记得少沾水，早晚涂在伤口上。说着递来一个白瓷小瓶子。王桃花心里对吴大夫更是感激，他从怀里摸出还带着体温的2两银子，又把牛三刚赔的银子一起递了过去。果然，无论前世今生，这赚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呀。伙计称完银子，3两略有盈余，于是又找补了30来个铜板。谢过小哥了。小哥，你这边收草药吗？收。姑娘，你懂草药吗？略懂呀。那决明子你们怎么收呢？若是干的3文1斤，若是湿的2文1斤，不过成色不好，可不要哦。你放心，我一定给你送最好的来。出了医馆，王桃花盘算起买粮的事儿，口袋里只剩70来个铜板。一进门就看到铺子里摆了好几口大陶缸，装满了各种粮食，白米、白面、玉米面都有。而最便宜的灰面则是用麻袋装着堆在角落。不过看到插板上写着3文1斤，粮食果然涨价了。那丫头，你买不买粮啊？不买就让开，别挡着店里的商业。小哥，这灰面不是2文1斤吗？怎么涨价了？这个我可不知道，反正掌柜说卖多少就卖多少，你买不买啊？不买过2天还得涨价。王桃花心下了然，肯定是得知了边关忽然南下的消息，然后坐地起价。少安，这家粮食吃了闹心，咱们走。呸，没钱还敢来粮铺？我看呢，你还是去地里挖点野菜煮汤煮得了，迟早是个饿死鬼。王桃花往前没走多远，就来到了另一家粮铺。刚在门口观望了几眼，一个留着短胡子的中年男子就迎了出来。姑娘，要买米面吗？咱们店里的米面都是今年新出的秋粮，进来看看吧。王桃花瞬间在心里点点头，这老板态度热情啊。进了铺子，就看到各种粮食摆放的整整齐齐，店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又是满意了几分。当他看到灰面的价格还是2文1斤，不由得问道：大叔，我看前面铺子灰面已经卖到3文钱了，你怎么还是2文钱啊？丫头啊，不瞒您说，叔呢原本也是地里刨食的，知道咱们庄稼人吃粮不容易，说来这灰面中旬期就涨价了，叔想着靠这个也赚不了几个钱，
就方便大家了。不过过了今日也得涨上去了。粮食行里已经来找我叔过好几次了，叔也难做呀。王桃花知道每一行都有自己的规矩，当你鹤立鸡群时，很容易遭人嫉恨排斥。这老板能坚持半个月已经很不容易了。大叔，那我还算是赶巧了。这样，我要10斤灰面，然后这玉米面和白米怎么卖呀？白米8文1斤，白面6文1斤，玉米面4文1斤。王桃花听了倒吸了一口冷气，这白米的价格都快赶上猪肉价格了。叔瞧你日子过得应该也紧吧，要不咱多买点灰面吧，可以多吃些日子。我听说北边有些不安定，这个年也不知道能不能安生过了。听叔一句劝，趁现在多买点灰面备着，绝对没错。叔，你人真好，只是我弟还小，又生病，身子弱，总得吃点好的。这样，白米白面你给我各来1斤，平日里我给熬点粥，煮点面片也好，然后灰面听你的，我要20斤。好，我这就给你量米去。周大年看姐弟俩瘦的只剩一把骨头，心道：哎，这世道穷人过日子太不容易了呀。于是在舀米量时多匀了点儿。等王桃花付了钱出了粮铺时，口袋里又剩20来个铜板了。想了想，又去杂货铺买了2斤粗盐，花了16文。想到家里完整的碗都没有一个，于是又花2文钱买了4个粗瓷碗。两人手拉手往城门走去时，竟然好巧不巧又转到了牛记铁铺跟前儿。这时已是饭点儿，想来大家都去后院吃饭了，铺子里空无一人。王少安突然躲在了王桃花的身后：“阿姐，黑虎过来了。”啥黑虎白虎的，就见一头膘肥体壮、足有小牛犊一般大的黑狗摇摇晃晃地走到了店门口。那黑虎也认出了王少安，朝他龇牙咧嘴地低吼着：“少安，这狗以前是不是经常欺负你？”“黑虎可坏了，老是追着我和黄豆几个咬，上次黄豆屁股都被他咬了好大一个洞，流了好多的血。牛三说没事儿，就拿了把灶灰给敷了。后来黄豆发了好几天的烧，他还经常跳到我们几个的床上拉尿呢。少安，你有没有被他咬过？我见他就躲，又跑得快，他没能咬到我。”王桃花顿时放下心来，谁知道这狗有没有狂犬病？王桃花看着那只肥嘟嘟的黑狗，眼珠子咕噜一转：“少安，想不想报仇？”“报仇？想是想，可是姐，那狗好凶的，咱们不是他的对手。再凶，我也有办法对付他。”王桃花先去杂货铺花2文钱买了一根麻绳和一根手指粗的铁钩，然后又忍痛花2文钱买了个肉包子。铁铺对面正好有一片乱石，现在姐弟俩猫在石头后面，黑虎懒洋洋地趴在门口，偶尔抬起眼皮，不可一世地看着周围。王桃花把铁钩藏在包子里，然后绑上绳子，抛到了黑狗的面前。黑虎被惊醒了，一双狗眼冒着绿光，愤怒地盯着四周。突然看到一个肉包子从眼前掠过，急忙站起身子，摇着尾巴跑了过去。王桃花一拉绳子，包子就飞快地滚向了石头后面。很快他就看到包子待在地上一动不动，立马扑过去，大嘴一张，一口就把包子吞了下去。上钩了。等黑虎吞完，才发现不对劲儿了，自己的喉咙被钩子勾住了，火辣辣的疼。他摇头晃脑的想吐出来，又吐不出来，想叫又叫不出声来，只能急得在原地打转。最后屁股一扭，就想跑回铺子里求救。王桃花哪里肯让到嘴的鸭子飞了呀，赶紧拽着绳子往后拉。这一下钩子是彻底卡在了狗的喉咙深处了。黑虎嘴角立马喷出了鲜血，他痛得低吼一声，使出全力往前跑去。这黑虎力气极大，兄弟俩卯足了劲儿也不是对手，差点就被拉着跑了。王桃花想了想，干脆把绳子绑在石头上，这下好了，无论黑虎如何挣扎都没用。撕扯了一会儿，黑虎就没力气了，苟延残喘地趴在地上，地面已经流了好大一滩的血。等看到王少安从石头后走出来，黑虎愤怒地抬起脑袋，朝他龇牙咧嘴：“你这狗畜生，都这般模样了，还敢凶人！少安，你转过头去！”王桃花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往他脑袋上砸了下去。那黑虎本就身受重伤，嗷嗷叫了2声，就咽了气儿。“姐，我们赶紧走吧，那牛三很宝贵这狗的，要是被他发现了，可就糟了呀！我才不怕那头大黑牛，咱们把黑虎带走。”
阿姐，你这是要干嘛呀？这秋冬最是进补的好时节，怎么能便宜了黑虎这一身腱子肉呢？王桃花估摸这狗少说有40来斤，自己篓子里有米面，肯定带不走。于是王桃花先把黑虎藏进石堆里，又去了一趟洲际粮铺，把那米面先寄存在那里。阿姐，我们要把它卖去哪儿呢？这附近的酒楼、饭铺肯定都认得这条狗，不能去。这次咱们去个远点的地方，保证神不知鬼不觉就把这狗给卖了。姐弟俩走了大半个时辰，来到了平川县的另一头。这里靠近北门，有个屠猪贩狗的集散地，名叫宰胜坊。王桃花让王少安远远地躲在一棵树后等自己在地上抓了把土往脸上抹去，又把头发抓得乱糟糟的。宰胜坊说是坊，其实也就是一条100来米长的巷子，不过巷子很宽，足有3、4米，可能是为了方便运送猪羊等物。两处有10来个牲口铺子，此刻铺子里的人都在忙碌着杀猪、分猪、处理内脏等，也没人关注巷子里多了一个人。我说姑娘，你走错地方了吧？要买胭脂水粉，你得去南城铺子，这地方臭烘烘的，可不好玩啊。请问你们掌柜在吗？找掌柜的，可是要买东西啊。姑娘啊，那你就白跑一趟了。咱们这个巷子，猪羊每日都是酒楼和有钱人府里定下的，不零卖的。王桃花知道对方误会了，指了指后背的篓子，我不买肉，我来卖狗。老大，有人要卖狗。正在铺子后头礼账的石大龙听到动静，从后院走了出来。谁要卖狗啊？你们几个还愣那干啥呢？难不成是见个姑娘连活计都忘了呀？石大龙11岁就混迹市井，靠着一身胆硬，在平川县闯出了一片天地。鉴于他人狠话不多，这县里的流氓地痞都不敢来找他不痛快。你是这铺子的掌柜吗？我叫石大龙，正是这家铺子的掌柜。姑娘，把狗给我看看吧。石大龙就看到地上躺着好肥的一条黑狗，看脑门鼻孔处流着鲜血，明显刚死不久。再看那小娘子气定神闲地站在那里，没半点害怕的模样。这女子胆子倒是挺大呀。家里穷，没有米粮喂了，这才忍痛把狗杀了卖钱换粮食。这小娘子有意思，何况竟然脸不红心不跳。就问这平川县方圆100里，哪个农家能够把狗喂得这么肥壮啊？不过干他们这一行有自己的规矩，除了耕牛不沾手，其他牲口只要没有毛病都收下，不问来处。这狗正值壮年，膘肥，倒是块好肉。小娘子，你打算怎么卖啊？狗好，自然有价。石掌柜又愿出多少钱呢？这小娘们聪明啊，竟然把皮球踢回来了。看她这番言谈举止，莫不是落魄的大户人家出来的？这普通的狗，我们铺子都是连皮带骨，按12文1斤来收的。小娘子这狗着实肥壮，就按14文可行。王桃花心里已经激动得手舞足蹈，可表面依然一副不太满意的样子。掌柜的，我爽快点，15文1斤，狗你拿走。这14文1斤的狗肉已经是高价了，他心下有些不喜，难不成自己看走眼了？这小娘子就是个市侩的妇人。掌柜的，你看这狗只伤了头，这一身皮毛溜光水滑，你把它拿去削了，保准能做件好衣服，绝对是成衣铺子紧俏的货。再者，这几日天冷了，这黑狗可不是普通黄白狗，黑狗肉温而不燥，嫩而不柴，最是进补的好东西。还有黑狗骨头泡酒，虽不如虎骨，却增筋长骨。掌柜能支下这么大的铺子，必是有些人脉关系，说是能把这黑狗肉送去县里富贵人家府里，又或者是酒楼，定能卖个好价钱。你说不要15文1斤还贵吗？石大龙猛地抬起头，目光颇为探究地看向王桃花。小娘子好心思，好，这狗我石大龙按照15文1斤收下。葫芦，把秤拿来。黑虎吃得壮实，一上秤足有53斤2两，算下来是798文钱。石大龙大手一挥，直接凑了整，去取半两银子和3串钱来。王桃花心下一怔，想不到这看似粗莽的汉子如此细心。王桃花接过钱也不数，就放进篓子里。姑娘，不数一数啊？我要不信你，为何要独独来你家？姑娘有魄力，放心，我石大龙做生意向来是童叟无欺。那就祝石掌柜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一路旺。家里还等着米粮下锅，我这就走了。姑娘慢走，下次若还有这般好的狗，尽管来找我，定会给你个好价格。那多谢了。等王桃花出了门，叫葫芦的伙计不解地问道：掌柜的，这狗价也定得太高了，咱们没啥赚头啊。长着眼睛好好看人，就说这平川县哪家姑娘敢来和男人谈生意啊？还敢要价，她可不一般呐，多个几十文卖个好，准没错。快把我的刀拿出来，这狗我要亲自来剥。姐，快说那黑虎卖了多少钱呢？少安，你
看这是什么？阿姐，这是银饺子，你可别小看它，就这么一小块银子就能买200来斤烩面呢。姐，要是多几只黑虎就好了，咱们就不愁吃喝了。王桃花赶紧捂住了王少安的嘴巴。少安，这事可不许瞎说，我们只是打了一头野猪来卖，明白不？可姐，我们明明卖的是黑虎呀。少安，你想啊，我们现在人单力薄，要是被牛三知道了，他保准会来报复我们。我们虽不怕，但要是天天防人，该有多累呀！阿姐，我明白了，我们卖的就是猪肉。王少安脑子机灵，很快就想通了其中关节。少安，这黑虎做了那么多坏事，咱们把它杀了也好，卖了也罢，都算是替天行道了，不算做坏事。至于这说谎，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算是善意的谎言。平日里可不能做这些事儿，明白不？阿姐，你放心，我晓得了。再说牛三午饭后回来，不见黑虎的踪影，还以为是出去蹦跶了。这狗东西够骚的呀，又跑去勾搭哪只小母狗了？可直到傍晚时，也没见着他的身影。这才着急了，他到处呼唤着黑虎，都没得到回应。等他出了铺子找上一圈，就发现石头后面的痕迹，那一大滩的血和凌乱的狗毛，无疑告诉他黑虎被人偷走了。该死的畜生，连老子的狗都敢偷！被我发现了，非拧断他的脖子！等晚饭时，才听到铺里伙计打探道，宰生方石记下午给孙府送去了一头很大的黑狗做席面。说是哪个混人把大虎偷走了？掌柜的，宰生坊有个我同村的，我找他问了，卖狗的好像是一个又黑又丑的姑娘。牛三气得吐血，这平川县这么大，又黑又丑的姑娘多的是，去哪里找？他又不敢去找石大龙的麻烦，这亏只能咬碎牙往肚子里咽去。有了这笔钱，王桃花又蠢蠢欲动了起来，然后又拐进杂货铺一通扫荡了。这大铁壶得买一个，半夜要是想喝水，还得去外面舀水，要是下雪了，那不得冻死啊！哎，针线也得买些，几件衣服都烂得不成样子了。掌柜的，再来桶灯油吧，还有那酱油，给我舀上1勺子就行了。这一通买下来，那老板笑开了花，王少安却心疼的脸都皱成了苦瓜。阿姐，够了够了，行了，我的好弟弟，别心疼钱了，这钱赚了是要花的。再说这些东西哪样不是要用的呀？你可不能钻钱眼子里，变成个葛朗台，可没人喜欢。葛朗台是谁呀？就是一个姓葛的老头，抠得要死，家里金山银山的，可是每餐就吃一个粗面馒头，亲人也饿得皮包骨，所以没人愿意搭理他。你要是这样，我可离你远远的。姐，我才不抠门呢，我就是太久没见到钱了。你放心，我以后一定要赚大钱，让你想花就花，想买就买。那我的潇洒人生就等着好弟弟给实现喽。这边掌柜的也算好了钱。姑娘，一共是61文钱，你给60文就好了。那谢过掌柜了，下次还来你家买东西。快出城时，他又带着王少安去了肉摊。阿姐，这肉可贵了，我们今天已经吃了肉包了，别买了吧。王桃花知道王少安是苦怕了。少安啊，你想啊，为什么大伯他们老是来敢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吃的不好，身子骨弱，要是吃了肉，我们就会长高，力气也会变得大，到时他们就不敢来欺负我们了。再说我们家也快1年没吃过猪肉了，等我们做好后，你拿去给爹娘解解馋，他们走了后都没好好祭拜过他们呢。买，我们买好多肉。小样，我还斗不过你。丫头，要买肉吗？叔，这肉咋卖呀？现在是下场了，叔给你算便宜点，这样肥肉算你7文1斤，精肉6文，咋样？叔，那你给我半斤肥肉，1斤精肉吧。这个时代的人大都喜欢吃大肥肉，毕竟油多，吃了下地干活有力气。好嘞。朱顺一刀下去，秤头准准的。王桃花数出11文钱，正要走，看到摊子下的筐里有几根剔得没有一丝肉的骨头。大叔，这骨头咋卖呀？丫头啊，这东西没有肉，平日呢都是拿去给狗解馋的。你要的话呢，1文钱全拿去吧。就见有4根猪筒骨，2根扇子骨，喜滋滋的递了1文钱过去。回去的路上，王少安有些不解的问道：这骨头又硬又没肉，黑虎见了都不吃，你买来干什么呀？炖汤，这骨头没肉炖汤能好吃吗？那当然，俗话说得好，骨头炖汤神仙不当。你看那些馄饨摊子、面摊子，可不都用这骨头炖汤做底子，而且经常喝骨头汤容易长高呢。他现在才1.5米出头，可月薪已经来了，他要趁着这2年好好补补，说不定还能长到1.6米呢。当2人背着满满一背篓的东西出现在村口，果然引起了村人的注意。桃花，你咋买了这么多东西呀？东子嫂，你是知道我家的什么都缺，家里米缸早就见底了，想着去一趟城里还得交入城钱，就多买了点儿。
是了，苦了你了。另外几个妇人却不管王桃花是否同意，就去翻着篓子里的东西。王桃花赶紧侧过身子，捡起一根树枝就朝几双手抽去。干嘛呢？青天白日的抢人家东西啊！都是同个村子的人，看看都不行啊，真是小家子气。婶子们都是同一个村子的人，那我去你家看看匣子里有多少银钱可以吗？果然是个牙尖嘴利的。我说桃花，你这也太不地道了吧。王桃花看去，正是和刘氏交好的黄春芳。春芳婶子，这话怎么说呢？这还要怎么说呀？你爹去世那会儿，你哭穷，连丧饭都没请大家吃一顿。瞧瞧，现在竟然有钱买那么多东西，看来也是个心思多的呀。都是乡里乡亲的，可不能光想着占大家便宜，你们说是吧？除了东子婶，其他几个人都一副看好戏的样子。春芳婶子说笑了，帮过我家的人，我心里记得门清楚，他日自会感谢。不过里面好像没有大头书吧，就不劳春芳婶子惦记了，不然让外人知道了，还以为婶子贪那顿饭呢。你个死丫头，这嘴巴子跟刀子似的，肠子拐了18道弯，怪不得李家要退了你的婚。黄春芳的丈夫叫王有生，王有才去世那天，王大头夫妻俩知道王桃花家没有准备丧饭，就没去帮忙。婶子操心有点多，难怪看起来比其他婶子要老。其他几个妇人纷纷捂嘴笑了起来。你个小蹄子，敢骂我，我撕烂你的嘴！别介呀，婶子这么大个人了，还跟我个小姑娘一般见识，传出去不好听。到时别人问沟子村最凶的女人是谁，都说你，可就不好了。你，哼！婶子们也不要瞎打听了，这买东西的钱嘛。就见几个妇人的耳朵立马竖了起来。当然是我最近上山挖野菜卖的，我可不像各位婶子家有田有地的，我家里穷的是叮当乱响，只能没日没夜的上山挖野菜卖。对了，刚才春芳婶子提起了丧饭的事儿，我也想安排，要不婶子借我点钱吧，我立马张罗村里人来吃上一顿。啊呸！你个小贱蹄子，脸多大呀？就凭你也配借我家的钱？死了这条心吧！唉，你看这都乡里乡亲的，婶子是一点情面都不讲啊。那算了，我自个想法子挣钱吧。婶子们先聊着，我们家去了。黄春芳看着远去的背影，山上挖野菜，骗鬼呢？什么野菜能卖这么多钱呢？可这劲儿把这满山的野菜挖了去卖，也不值得3文5文。这小蹄子还真当咱们几个是傻的，说不得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啥？不会吧？怎么不会呀？背篓里的东西少不得要100来文，这么多钱，他一个丫头片子哪里赚去？指不定啊，就是做那岔开腿的生意。春芳，可不能这么说人家小姑娘，结巴鬼！我又没说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认为它香，你去舔那臭脚好了。说着扭着腰走了。可到了傍晚，王桃花不守妇道，水性杨花，在县里卖身子的事儿就传遍了村子。两人路过张大娘家，远远的就看到了张大娘正在院子里的梨树下缝补衣裳。大娘，哎，少安，你怎么回来了？王桃花把事情简单说了下，少安以后就不去铁铺了。呸，这牛三儿真是个浑人，这么小的孩子也下得了手，迟早遭了报应啊！疼惜的抚摸着王少安的脑袋，又看了看手臂上的伤。哎呦呦，这么多伤啊，真是受了老大的罪过了。你俩等着，大娘给拿果子吃去。张大娘向来特别疼王少安，说是张大娘有次冬日里去地里滑倒了，当时怀着王少安的白事，见了赶紧过来扶人，却不料动了胎气，孩子早出生了1个月，所以张大娘一直觉得自己亏欠了王少安。等他出来，就从袖子里掏出一把红枣。少安，桃花，吃枣子。这红枣个个圆润饱满，散发着甜甜的香气，不是山上那些瘦巴巴的野枣子。大娘，这枣子很金贵吧？你留着给嫂子吃，她怀了身子，刚好补补。你们吃，家里还有呢。这枣子呀，是昨日我那妹子来家里拿来的。这东西在我们这地方算金贵，在他们那儿家家都种。放心，你嫂子那边我留着呢。这么一说，王桃花和王少安就各拿了一颗吃了起来，肉很厚还甜。两人正吃着，隔壁屋子的门哐当一声被大力的推开，就见宋香琴板着个脸走了出来。嫂子，哟，是桃花呀，你们又来了。那个大娘，嫂子家里还有事儿，我们先走了啊。说着，王桃花拉着王少安头也不回的走了。哎，你们俩等等。张大娘还想把枣子塞给两人。娘，我这2天胃口不好，你给我煮个鸡蛋汤吧，记得砸几个红枣下去，你孙子爱吃这口。突然又摸摸自己的肚子，自言自语道：哎呀，我的好儿子呀，你可得多吃点，再不吃啊，可都进了别人嘴里。张大娘被宋香琴阴阳怪气的一番话气得
心口疼。王桃花回了家，就和王少安把所有东西都规整好了。少安，这天气越来越冷了，你屋里的被子已经被我搬到我屋里了。这几天你先跟我睡，等过几日姐去买了新棉花，再给你打床新棉被。姐，我还是睡原来的屋子吧，我不怕冷，有个褥子就行了。不行，要是冻到了可不得了。又见王少安红着脸讷讷的，顿时猜到了缘由。你个小屁孩才多大呀，就知道害羞了。你别忘了，去年还是姐给你洗的澡，你尿床了也是姐给你换的衣裳。好了，姐别说了，我答应就是了。那咱们可说好了，得分被子睡。再说刘氏正在地里摘野菜，黄春芳就火急火燎的跑来找他。翠凤呀，你怎么还在这摘菜呀？你家出大事了。啥？有贵怎么了？还是大坤、大海出事了？哎呀，都不是，是你家桃花。我跟你说呀，他把王桃花买了一大堆东西的事儿说了一遍，又有声有色地说王桃花勾三搭四，不守妇道，就跟亲眼看见王桃花在街上拉客似的。刘氏越听越气，大郎马上就要议亲了，这外人要是知道……他还没把话给听完，就把菜篮子一扔，风风火火地回了家。娘，不好了！刁婆子抠了抠眼角的眼屎，打着哈欠从里屋出来。刘氏，你大白天叫魂啊，棚里大吼小叫的，没点规矩，有屁快放！娘，我刚才听春芳说，桃花那死丫头去县里勾搭男人，做了那等肮脏生意，她还买了一大堆东西呢。你说什么？桃花去县里勾搭了男人？我说的是后面一句，她还买了一大堆东西。刁婆子顿时眼睛一亮，你这个死丫头，买了东西也不懂孝敬奶奶，真是有娘生没娘管。走，叫上大海，咱们今个去好好管教管教个伤风败俗的臭丫头。好，我这就去叫大海。很快王大海就被叫来了，他本来是很不情不愿的，但听自家娘说可以分一些好处给自己，立马卷起袖子说要去好好管教一下这个不懂事的堂妹。这边王桃花把洗干净的肥肉切成拇指大的小块，然后往锅里下了半碗的水，随着肥肉变小变干，很快半斤猪肉炸出了一小碗猪油。王桃花把锅里剩下的油渣铲了出来，撒上了点盐，等油渣稍微凉了凉，就往王栓的嘴里塞了一块。姐，这油渣又酥又香，真好吃。王桃花也捻了块尝尝，油香四溢，酥脆可口，确实好吃了。王桃花和王少安你一块我一块，连吃了好几块，看着还剩小半碗。少安，要不咱们今天吃顿饺子吧？一来你回来了，姐给你接个风洗个尘，从此一切顺态；二来张大娘帮了咱们这么多，以前没钱就算了，现在赚了钱应该去谢谢了。姐，我听你的。这时节也没啥好菜包饺子，于是王桃花把家里留着的一点木耳泡发了，切成细细的丝儿，然后跟切碎的油渣放到一起，皮上放了馅儿，两手一掐，一个鼓鼓囊囊的饺子就包好了。姐，你手可真巧，这饺子像花瓣一样好看，不光好看还好吃呢。少年等着惊艳吧。转眼就到了傍晚时分，当一碗灰白色的饺子出锅时，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吞了老大一口口水。姐，饺子可真香，娘去世后我都没吃过饺子呢。那就多吃点，今晚饺子管够。他给王少安盛了满满一碗饺子，又拿了个碗盛出一碗。少安，你先吃着，我给张大娘送一碗去。说着把这碗饺子放在篮子里，又用布袋装了2斤灰面出了家门。等王桃花来到张家门口时，就见张家正在吃晚饭。桃花来了，吃没？栓子，去给拿双筷子来。张栓正要下位子，宋香琴一把扯住了他。去什么去啊，好好给我坐着吃饭。张栓顿时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宋香琴夹起一块腌萝卜条，咬得咔咔响，这每次都赶着饭点来，那山里头的黄皮子都没人家精，一门心思都用在别人家里，难怪穷家破户的，忒不要脸了。那话说得很大声，王桃花想不听到都难。那个大娘，不用麻烦了，我已经做好饭了，今天包了些饺子，送点给你们尝尝，然后那烩面我也买了一些，给你送点过来。说着从篮子里端出一碗冒尖的饺子，热气腾腾的，一看就是刚煮好的。老两口看着灰白的饺子，明显是掺了白面做的，不由得对视了一眼。下晌他们俩也听到了些风声，虽然他们俩不相信桃花会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这饺子……张大娘连忙走了过去，有些担心地握着他的手，小声地询问道：桃花，
你跟大娘说说，你哪里来的钱买白面呀？咱们姑娘家的，多走一步都得被人戳着脊梁骨嘛，可千万不能做傻事儿。一旁的宋香琴满脸八卦，一双耳朵竖得老高。王桃花先是愣了一下，立马就明白了张大娘的担心。大娘，瞧你想哪里去了？这白面啊，是我用卖木耳赚的钱买的。就是那黑菌子，那东西还真能卖钱。我骗你干嘛？真能卖钱。说着就把卖木耳给孙府的事儿说了两句，但留了个心眼儿，没有说卖了多少钱。哎，我就说桃花是个心明眼净的，不可能做那伤风败俗的事儿。下次还有人乱嚼舌根，大娘帮你啐他去。大娘，今天这饺子就是用那木耳做的，我拌了油滋了，可香了。待会儿你好好尝尝我的手艺。啥？还加油滋料了？你这孩子咋这么大手大脚的？这么金贵的吃食，你自个儿端回去留着吃。说着就要把饺子放回篮子里，这老不死的竟往外送东西，人家送东西了还不收，这脑袋难不成是被驴子给踢傻了吗？他正要起身，不料张老头咳了一声，顿时不情不愿地坐了下来。大娘，我家里还留着呢，不说你帮了我多少，吃顿饺子还这般客气，你要不收，我以后再也不来你家了。你这丫头惯会耍赖。张大娘点了点王桃花的额头，转身就去灶房拿了个碗，把饺子腾了出来，又从锅里捡出2个拳头粗的地瓜放进碗里。大娘，这地瓜就不用了吧？就兴你给我送饺子，就不兴我给你送地瓜呀。拿着，不然大娘要生气了。还有这灰面先拿回去，咱们家还有粮食呢。这灰面拿着吧，我这次多买了些，少安还在家里等我吃饭，那我先回去了。正要出门，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娘，这木耳虽好吃，但有些寒凉，你交代香琴嫂子尝2个就好了，千万不能多吃，可要记住哈。好孩子，难为你这么心细，快回屋吃饭吧。宋香琴也不等2个老人动筷，就跟黄鼠狼见了鸡一样，飞快地夹起一个饺子就往嘴里塞去。你别说，这丫头包的饺子味道真不错，这叫啥木耳的，又脆又嫩，下的油也重，看来这丫头是赚了大钱了，舍得放这么多油滋了。说着又夹了一个塞进嘴里。老两口见他饿死鬼投胎的模样，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香琴，桃花交代说这木耳性寒，有身子的人不能多吃，你尝2个就好了。我就说吧，那死丫头就是个不安好心的，好不容易吃顿饺子，还整出这么多花样，她就不能包个萝卜白菜的？我看她呀，就是诚心给我添堵。老两口被宋香琴的一番话给雷到了。自从怀了身子后，这儿媳妇说话越来越没个把门的，3天2头的指桑骂槐，把前后几家人都给得罪了。香琴，桃花好心来送饺子，你说这话让人听了多寒心。娘，到底谁是你儿媳妇呀？你怎么胳膊肘总是往外拐呀？真是老糊涂了。娘子，别说了。你拉我干嘛呀？还不都是你没出息？哼，都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老娘嫁了你可是过一天好日子，怀个孩子连肉都没吃过几回，你说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宋香琴，够了。平日这张栓极疼宋香琴，大话都没说过几句，今日张栓这么一发火，宋香琴倒是被吓了一跳，可又不愿意委屈自己，于是把筷子重重一摔，哭着跑进了自己屋子。栓子，香琴人不坏，就是一张嘴不饶人，跟他好好说说就行，咱们慢慢改。再说他还怀着孩子呢，可不能动手，明白不？爹娘，我晓得，你们吃，我进去看看他。其实他吼完人后气就消了，心里也有些后悔了，于是赶紧回屋里哄人去了。王桃花刚回到院门口，就见那扇破烂不堪的院门又倒在了地上。你们这些坏蛋，从我家出去！哼！他心下一慌，赶紧走进了院子，就看见王少安头发凌乱，脸上还有个大大的巴掌印儿。阿姐，他们欺负人，他们都是坏人。少安，来挤看看疼不疼？王少安摇摇头，擦干眼泪。阿姐，奶他们来把咱们刚买的东西都抢走了。王桃花赶紧跑到屋里，就看到满地凌乱，衣服扔的到处都是，连草席都被人给掀了起来，新买的米粮、水壶、灯油果然都不见了。再看灶房里，好家伙，一个饺子都没剩下，连那半碗猪油都给顺走了。岂有此理！他们就是土匪、强盗，欺人太甚。阿姐，我们去找村长吧。当然要找，不过
不是这么悄无声息的找，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还真拿咱们是软柿子了，想捏就捏。少安，你现在就去村长家，而且一路给我大声哭着去，有人问就说家被人给抢了，阿姐先去给他们送送金果，我王桃花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拿的。王少安哭嚎着向村长家跑去。王桃花想了想，往怀里藏了把菜刀，又拿了一朵干木耳，然后拎着根烧火棍，杀气腾腾地往王有贵家走去。一路上遇见的人看到王桃花这般模样，都好奇地询问。王桃花只说家里被抢了，现在上门去讨东西。大家一听有好戏瞧，立马一窝蜂地跟了上去。再说刁氏三人把王桃花刚买的东西全给打包了回家。娘，这小贱人还是赚了些银两的，你看光灰面都买了20来斤，还有这大米白面也有好几斤，还熬了猪油，可真舍得花钱呐。就那2腿1张的钱多好挣，不过管他挣了多少，最后全都得给我吐出来。她这做姑娘的不得替她死了的老子孝敬我？是娘，不仅是我们家的定海神针，还是我们家的财神奶奶呀。我屋里的水壶刚好也旧了，这水壶刚好我换上，那白米白面留着给我胃口不好时熬点粥做点面吃吃，其他粮食你就放灶房去。这几天咱们家敞开肚皮吃灰面饼子。都听娘的，刘氏白得了这么多东西，早乐的忘了东南西北。奶娘，你们怎么把我给忘了？说好的给我好处呢？刁氏闻言立马眼观鼻，鼻观心。刘氏见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恨得牙痒痒。哎呀，你个死兔崽子，吃家里用家里，帮家里做点事儿还好意思伸手？娘，我这大老远的把东西提回来，没有功劳有苦劳吧？给，你个讨债鬼！从怀里掏出荷包，摸出2枚铜板，给你2文钱，去买个肉包子吧。娘，你打发叫花子呢？说着，一把抢过那荷包，倒出来有几10来个铜板。多谢娘，以后我会好好孝敬你的。你这鬼崽子，省着点花，老娘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三人吓了一跳，门被人从外头狠狠地踹了开来。哎呦，我的老榆木大门呐！就见王桃花黑着脸，拎着根烧火棍站在门口。死丫头，门踢坏了你赔呀！快把从我家拿来的东西还回来，要不然别说是门了，屋顶我都给你掀翻了。你个死丫头，我可是你亲奶奶，是你爹的亲娘，你这么做就是大逆不道，我要去衙门要告你。好啊，去啊，告啊，我倒要看看这做强盗的人该怎么判。王桃花，你也不看看这是哪里，还敢跑我家里来撒野，识相点赶紧滚，否则别怪老子揍你了。就凭你酒囊饭袋一个，活着浪费空气，死了也是浪费土地。围观的人顿时轰然大笑。王大海一张脸腾的就红了半边，握着拳头就朝王桃花冲来。王桃花也不怵，拿着烧火棍就劈头盖脸的打去。王大海还没靠近王桃花，就被抽得上蹿下跳。王桃花趁机把他一脚踹翻，接着痛打落水狗。刘氏心疼儿子过来帮忙，不料王桃花一棍子抽在他手背上，立马就红肿了起来。烦了，连长辈都敢打，死丫头，你有本事就打死我这把老骨头！刁婆子不顾一切的冲到王桃花面前，王桃花猛地收住了烧火棍。刘氏、王大海可以打，可这死老婆子真不能打。王桃花嘴高高翘起，打不得人我就气死你！说着，飞快的往堂屋里抡起烧火棍就是一通乱砸，哐当！笤帚上的一个喜鹊灯枝的花瓶被砸了个粉碎。哎呦，我的大花瓶啊，那可是花了50文买的呀！哐当，另一个富贵牡丹的花瓶也碎了。刁婆子已经说不出话了，身子开始颤抖。桌上那套画福字的茶壶被敲碎了。老曲柳的靠背椅子被摔得4分5裂，刁婆子再也受不住了，口吐白沫，啊的一声，直挺挺的倒下了。哎呦喂，我的花瓶哟，我的茶壶哦，心疼的跟刀子割了一般。王桃花可没闲着，又爬上桌子，对准屋顶就是一通乱捅。就见瓦片唰啦啦的砸了下来，直到捅了5、6个窟窿后，他才停下手来。得到消息的王有贵赶紧从地里往家赶去。大家让让！哎呀，有贵，你可算回来了！你家都快被桃花那丫头给砸光了。难不成自己婆娘和老娘又去找王桃花麻烦了？等进了院子，王有贵差点气死。畜生，还不快给我滚下来！原来是大伯呀，对不起，这声畜生我担不起，真正的畜生在那缩着呢。王桃花看向缩在一旁屁都不敢放的王大
大海。刁婆子眼皮子动了动，可是怕王桃花急起来，真把自己打一顿。这一下听到王有贵这个主心骨回来了，立马哎呀一声醒来。娘，你可总算醒了。有贵呀，这花瓶、这茶壶、这屋顶都让那个小丈夫给毁了，你现在就给我打死他！王有贵脑门青筋直突突，他上前一把抓住烧火棍，把王桃花扯了过来。你这个丫头不孝不顺，刁蛮任性，今天我就带二弟好好管教你。说着，王有贵抡起烧火棍就狠狠地朝王桃花敲去。好在王桃花及时躲了开来，哐，这一棍正好敲在了王桃花新买的铁壶上，竟然凹下去好大一块，可见是下了死手的。大伯，你这是想敲死我呀？大家伙瞧瞧，铁壶都打瘪了。被王桃花说破了，王有贵顿时不好再出手了。有贵呀，这舌头还有和牙齿打架的时候都是一家人，好好说说就是了，别再动手了。桃花是个姑娘，这要敲下去非得没命了不可，到时惹上官司也麻烦。桃花呀，姑娘家的性子咋这么急呀？赶紧跟你奶和大伯他们赔不是啊！这是我王家的事儿，干你们什么事儿？让你们多嘴，先吃萝卜淡操心的，再胡说八道，老娘直接一瓢粪水泼过去！众人顿时不说话了。这刁婆子的战斗力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老大，只管往他腿上敲，他做下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儿，老婆子我打断他一条腿也是天经地义的。就是县太老爷来了，我也不怕。有了刁婆子的支持，王有贵顿时散了心中的忧虑，抡起烧火棍就要朝王桃花大腿敲去。住手！这一声大喊，王有贵一棍子敲偏了，砰的把那桶灯油给打翻了。就见王梦山走进了院中，这又是闹哪一出啊？村长呀，你要给我老婆子做主，你看看呐，这贱人把这家糟蹋成这个样子呀！刁氏拽着村长的衣袖，那鼻涕眼泪糊了他一手臂，还咳的一声往地上吐了口浓痰，把王梦山恶心的直抽抽。得，疯狗乱咬人，恶人先告状。你们几个是闲的长疮了，这3天2天的闹哪头啊？村长，桃花这丫头在县里勾三搭四，不守妇道，我们作为长辈就上门说了她几句，她就把我好好的家砸成这样，还拿烧火棍抽我。这事儿我可没扯谎，大家伙可都看着呢。对，这种不知廉耻伤风败俗的孙女，我王家不要。村长，你开祠堂把她沉塘了吧，省得以后败坏了我们沟子村的名声。这婆媳俩一说一唱，众人不由得想起了听到的事儿，看向王桃花的眼神就微妙了起来。村长，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要是村里名声坏了，我家姑娘可就耽搁了。村长可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呀！我们沟子村100年来出去的姑娘都是清清白白的，怎么会生出这么不要脸的人哟？桃花啊，他们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村长，你看这烩面、这饺子，还有这些东西，都是那些狗男人给我侄女买的。我婆婆也是怕她糟践了东西，就拿过来替她保管。我竟然不知抢人东西还能说成是保管，这脸皮真比平川县的城墙还厚。这王桃花家穷得连丧饭都请不起，哪来钱买这些东西？刁氏几人见大家全在指责王桃花，脸上闪过一丝得意。各位叔伯婶子，我王桃花是你们看着长大的，我是个什么人你们最是清楚。本来我还念着他们是我奶和伯母，想着这事儿就算了，可是他们硬要把屎盆子扣我头上，还想开祠堂把我沉塘，我就不能不说句话了。首先我没有勾引任何男人，其次这些东西都是我上山挖野菜卖钱买的。我说桃花，你又说胡话了吧？这野菜能卖几文钱呢？村里人谁不知道，你就是把满山的野菜挖光了，也卖不到几个铜板吧？众人都未说话，看来都是认同刘氏的话了。你卖不到那是你的事儿，我王桃花就可以。说着从怀里拿出一朵干巴巴的木耳，这就是我挖的野菜，它叫。我说桃花呀，你都当大家傻呀？这黑菌子可是有毒的，哪个傻子会买？人群又炸开了锅。桃花这丫头不老实，拿这东西出来扯谎，我看呢是做贼心虚，随便拿个东西来搪塞我们了。王桃花面对众人的质疑依旧表情淡定，倒让王梦山多了几分探究。大家听我说，这东西我娘告诉我叫木耳，新鲜的吃多了确实有毒，但是晒干后就没毒了。这东西在云贵两广那边吃的很多，这次我把一大半的木耳卖给了县里孙员外家的造房管事娘子梅三娘，你们若不信，现在就随我去孙府问问。见王桃花说的有鼻子有眼，大家顿时信了几分。听到消息的张大娘来了，这木耳确实可以吃，桃花去山上采了好几趟了，每次都会给老婆子我送点，巧了今天还送了一碗去我家，我们几个吃了大半，还剩几个在碗里，大家不信可以去看看。王桃花感激地看向张大娘，张大娘的为人向来不错的，她
这么一说，信的人更多了。再有，今日我来他家闹也是给逼的。说着，指着桌子上的饺子说道：“刚才我去给张大娘送了一碗，他们几个就趁机跑到我家抢东西。你们去看看，我那屋里糟践的不比这边差。但凡我今日买的东西，全被他们搜刮了去。抢东西就算了，他们还打人。”这时，王少安从人群里挤了出来：“尊长爷爷，阿姐说的是真的，他去给张大娘送饺子，我奶他们就上门来抢东西。我见他们抢钱匣子，就拦着他们，他们就打我，掐我。”众人看着手上东一块西一块的掐痕，倒吸一口冷气：“你放屁！老娘就拿了灰面，你是拿了钱匣子，还有我就掐了你2下，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多伤痕？”刁氏话刚说完，就见所有人都看向自己，立马反应过来，顿时心里一阵慌张。村长，你看我奶他们已经亲口承认了，他们跑到我家抢东西，还打了人。刁氏、刘氏，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村长啊，这就是个误会，我和桃花都是一家人，怎么会抢他的东西啊？我们就是看桃花一个姑娘当家很是不容易，想着这些东西放这里也不安全，就打算给他保管一下。不料听人说了几句闲话，我娘骂他也是关心则乱，是吧，娘？对，我老婆子就是操心病，想着她一个小姑娘也没人教导，生怕她误入歧途啊！呸，真不要脸，可着劲儿折腾人家2个孩子，刁婆子偏心都偏到胳肢窝了。你们说这王有才不会不是刁婆子生的吧？还真有可能，不然怎么净欺负人家王老二一家？刁婆子嘴都气得歪了，刘氏赶紧拉了拉他。王桃花知道今天这事儿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毕竟他也把王家砸了一顿。村长，看在他是我爹的亲娘份上，只要他把东西如数还给我，这次上门抢东西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不过我弟被打了，必须赔礼道歉。啥？我一个当奶奶的要跟孙子道歉，他也不怕遭天谴折了腰啊！说着又往地上一坐。哎呀，老天爷呀，没得活了！一个丫头崽子都能骑我老婆子身上喽！他爹还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就敢这么对我老婆子！我要去县衙敲大鼓，扣你忤逆不孝，让县太老爷打你板子，砍了你的脑袋！别嚎了！刁婆子还是怕村长的，立马的声音小了许多。丫头啊，你奶虽然有不对，但毕竟是你血亲长辈，我看道歉就算了，不如让他家赔你10个鸡蛋可行啊？少安，你来决定吧。村长爷爷赔礼就算了吧，他毕竟是我奶奶，打一下也无妨。我爹说要敬爱长辈。好孩子，真懂事儿。你放心，下次你奶再打你，你就来找村长爷爷，我给你做主。谢谢村长爷爷。村长愈发满意，等看向刁氏婆媳俩，立马又黑云罩顶。你看看你们俩一大把年纪，还不如一个孩子。是啊，你现在去拿10个鸡蛋来。家里没有那么多鸡蛋。你家圈里可是养了10来只鸡呢，成天村里村外炫耀会生蛋，蛋没有。行，那抓一只鸡来吧。什么？抓鸡？那怎么能行啊？开玩笑，一只鸡可以买5、60只蛋了。我去屋里找找，看看能不能凑齐。没几分钟，就用个破笸箩装了10来个鸡蛋出来。王桃花接过鸡蛋，就去大堂里拿自己的东西，他一样一样的清点着。村长爷爷还少了块棉布，我本来准备拿来给少安做件衣裳的。你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什么呢？哪有什么布？怎么没有布了？我明明花了30文钱买的呢。你红口白牙的骗人，就不怕下地狱阎王爷拔舌头吗？我才不怕，阎王爷才不会惩罚好人。再说要拔舌头也肯定是你先去，天天诓骗大家。刁婆子都快气疯了。好了好了，奶奶跟孙女吵架，合着这10里8村也没有见到啊，传出去没得让人笑话。要是你拿了布就赶紧拿出来。最后王有贵拿出了30文钱，才算了了布的事儿。王桃花带着自己的东西大摇大摆的回家了，而刁婆子据说气得在床上哼哼了好几天。不过今日闹了这么一出，王桃花算是明白了，这木耳的事再也要瞒不住了。果不其然，接下来的几天陆续就有人上山去采木耳，一个赚钱的点子就这么没了。那山的外围去的人多，肯定没剩什么好东西，看来还得再往里面走走才行。王桃花和王少安回到家后，把门一关，两人就抱在一起放肆的笑了起来。阿姐，太爽了，你没看到奶奶和伯母那张脸就跟吃了屎一样难看，活该，谁让他们不干人事儿。突然又似想到了什么，认真的嘱咐了起来。少安，姐交代你个事儿，不管咱奶他们说了
了什么，做了什么，在外人面前你都不能去骂他们，更不能去动手，明白没？为什么呀？坏人不应该接受惩罚吗？惩罚有解就够，但你不能参与。你是男子，以后是要上学堂的，要当官的，最要注意名声。那婆子再怎么说也是咱们血亲奶奶，你若骂了她，打了她，名声就全毁了。那么连锁反应就是没人肯教导你读书，也当不了官，在村里更会被人指指点点的。这个时代三纲五常已根深蒂固，不是自己能轻易触碰的。阿姐，为什么一定要读书当官呢？读书可以让你变聪明，让你了解这个世界，不会成为井底之蛙。至于当官嘛，当了官就有了权力，就没人敢轻易欺负你了。你看马大眼敢明目张胆的欺负人，就是因为我们太弱小了。王桃花看着低头思考的王少安，这个话题还早着呢，只要你以后的志向不影响他人，当不当官都无所谓，姐都支持你。不，阿姐，我就要当官，而且要当最大的官，我要把坏人全部抓去坐牢。王少安在这一刻立下了一生的志向。阿姐，那为什么你就可以对付他们呀？阿姐是女子，有啥好担心的？那我以后看到他们就躲得远远的，就当他们是个屁，拒绝靠近。等到两人把屋子收拾好后，就美美的吃了一顿饺子。休息了片刻，王桃花就把药放在瓦罐里，把药给熬上了。趁着熬药的时间，王桃花把王少安叫到身边，一边帮他抹着药膏，一边问道：说吧，掉水里是怎么回事？姐，我说，但你不能生气。姐不生气。去年过小年的时候，刁氏嘴馋，吃多了柿子，拉了好几天的肚子。刘氏就找来王有才，让他派王桃花去伺候刁氏。王有才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那些日子，王桃花在刁氏屋里伺候，自然是顾不上王少安了。这天，王有才去山里砍柴，王少安就端着衣服去河边洗衣服。天气冷，河边的水已经结冰了，小小的个人费劲的拧着衣服，冻得脸都白了。扑通，王少安被水溅了一脸。喂，王少安，你个大男人竟然学女人洗衣服，真丢我们男人的脸，你到底长没长的玩呀？王大海见王少安不搭理自己，又接连朝水窝里扔了几块石头，这一下王少安不仅脸上、头发上、衣服上全湿了。你哑巴了呀？哥哥我跟你说话也敢不应？我看你是皮痒了欠揍吧？我洗衣服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见了哥哥不叫还敢顶嘴？看来二叔也是草包一个，连个孩子都不会教。不许你说我爹，你作为侄子骂自己的亲叔叔才是草包一个，小兔崽子！你说什么？王大海本就是个愣头青，一个箭步跳了下来。你个小畜生，敢骂我是草包，信不信老子揍死你？放开我！你以大欺小，不亲爱弟妹，我娘说你这种人以后会被人唾弃。我呸！别以为认识几个字就敢在我面前装腔作势。你娘是秀才家的女儿又怎么样？娘说的不守妇道，最会勾搭人，难怪死得这么早。不许你说我娘！小小的王少安用脚使劲的踹着。王大海给了王少安一耳刮子，我就说你想怎么样？你娘就是贱人，就是水性杨花。王少安像头愤怒的狮子，不停地挣扎着。王大海突然想到，如果王少安死了，那么二叔家的香火就断了，以后二叔的钱和那2亩地不都是自家的吗？他四下看了看，见周围没有人，恶向胆边生。好弟弟，你肯定很想二婶子了吧？来，二哥帮你去和他团聚吧。扑通，王少安掉进了水窝里。现在本就是大冷的冬天，王少安的破棉袄一吸水立马变得死沉，他只能不停地扑腾着。王大海那时毕竟也才14岁，见王少安就要被淹死了，也有些怕，就匆匆离去了。好在王少安命不该绝，那水窝并不太深，他挣扎了半天，总算爬上了岸。王桃花听了猛地一拍桌子，这该死的王大海丧尽天良，简直就是畜生，连5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老娘迟早剁了他。这事儿你为何没有跟我说？我回了家跟爹说了这事儿，爹只是抱着我哭了一通，就让我把这事忘了。那天晚上我发了烧，爹就背我去找梅婆婆看病。王桃花想起来了，那几日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不见王少安的踪影。爹说他感染了风寒，在屋子里养病。这王有才也太糊涂太懦弱了，自己唯一的儿子都被扔冰窟窿里了，连去讨个说法都不敢。还好死得早，不然也是拖自己后腿的。阿姐，你别生气了，你看我现在能吃能睡，不是好好的吗？好个屁！吴大夫说你要是不把病看好，以后长大了咳个不停，到时有的你罪受。阿姐，那我保证以后乖乖喝药，喝药是必须的。不过嘛，此仇不报非君子，我要让王大海付出代价。感动我的人，王大海，你简直是活腻了。
第二日一大早，王桃花就带着王少安去了后山。坡上除了树，全是大大小小的坟包。来到王有才的坟包前，旁边还有一座矮一点的坟包，不过上面没有什么杂草，看来平日里王有才打扫得很勤。王桃花从篮子里拿出2碗饺子，又拿出蜡烛、纸钱等物。爹娘，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少安的，你们九泉之下安息吧。娘，少安好想你，少安答应你，一定会好好读书，以后当大官，让别人再也不敢欺负我和阿姐了。你们夫妻俩放心吧，我既然占了你们女儿的身子，我一定会好好爱惜。我答应你们，会好好照看好少安，不让任何人伤害他，直到他长大成人。一阵风吹来，地上的灰屑似蝴蝶一样随风飘起，接着有一片晃晃悠悠的落在了王桃花手心。当两人回了家，王桃花把家里的事儿简单交代了几句，就背上篓子，急匆匆的往山上跑去。那一大片决明子应该成熟了，那可都是钱呀。他吭哧吭哧的往上爬着，就看到山坡上许多灌木丛枝折叶落，杂草也铺倒了一片。动静这么大，不用说，木儿肯定保不住了。果然，等他到了槐树林，就看到到处是脚印和扒拉的痕迹，那几棵长木耳的木头果然不见了踪影。王桃花又跑去看歹兔子的陷阱，好在那陷阱被杂草掩盖了，倒没人发现，里面就传来扑通的声响。探头一看，果然是一只灰色兔子被木刺刺穿了，正在做垂死挣扎。总算逮到你了吧？瞧你上次臭屁的，还不是成了我的掌中之物？王桃花喜滋滋的拎着这只野兔，这么肥，少说有5、6斤吧，够吃好几顿了。可惜自己不会削皮，不然冬天拿着兔子皮做个围脖还是不错的。他穿过槐树林，直奔那片决明子。果然隔了几天，豆荚已经发黄，一掐已经是实心的了，熟了，可以摘了。王桃花立马甩开膀子摘了起来。2个多小时后，篓子被装得满满的，大概有40斤左右。今天就到这吧，不然多了也背不回去。他看了看这一片的黄色豆荚，才摘去了1/5，这么算下来，这一片能收200斤，去掉了壳，少说有150来斤。晒干后1斤能出7两，这样就有100斤干果，按3文1斤算，有3000银子。如果买灰面，可以买100斤了。等王桃花把一背篓决明子背到家时，老远儿就看到王少安站在自家门前张望。阿姐，你可算回来了。接着帮着王桃花卸掉篓子，又打来水，拿来帕子给他洗脸。少安，先别忙活，姐给你看个东西。阿姐，是野兔子。王少安一对眼睛亮晶晶的。阿姐在山上打来的，咋样，厉害吧？阿姐，你太牛了，咱们村除了大猎叔，你是第2个能打到猎物的。短短的手指戳了戳兔子。阿姐，这个兔子好肥呀，咱们下午就拿去县里卖了吧。少安，这兔子咱们不卖了，留着自个儿吃。姐，这兔子定能卖几10文钱，能买好多灰面呢。姐找到了赚钱的东西，不差一只兔子的钱，咱们今天好好吃一顿。可是阿姐，咱们不会煮兔子呀。阿姐以前在娘留下的书里看过肉菜的做法，都记下来了，姐保证香掉你的舌头。可惜娘留下的书都被奶拿去了。想当初白氏嫁进王家，作为独女，她的秀才老爹可是把半辈子的积蓄都拿来当嫁妆了，其中就有3大箱子的书。只可惜白氏死后都被刁婆子拿回去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拿去当引火柴。少安，最迟明年春上，阿姐就送你去学堂，这样你就可以读很多的书了。阿姐，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吃完午饭，王桃花就把院子一角收拾干净，把篓子里的决明子全倒了出来，晒个2、3天，豆荚就裂开了，这样就不要费人力去剥了。阿姐，这是什么东西？咋跟豆角这么像啊？这叫决明子，是一种药材，可以卖钱哦。阿姐，你什么时候懂草药了？也是以前在娘的书里看过的，不过大部分都忘记了。阿姐真厉害，又会做饭，又懂草药，以后我也得努力。少安，姐下午还得去趟山里，你在家看着这个决明子。下午，王桃花又去了一趟山里，又扒拉回了一大篓子的决明子。王桃花把下午摘的决明子铺开后，就去灶房处理那只野兔子。他把兔子斩成拇指大小的肉块，竟然有2大海碗。稍微过了一下水，锅热后，王桃花挖了一勺子猪油，在锅里噼里啪啦的溅了起来。王桃花放了一小把下午在山上摘的猪鱼和花椒进去爆香。阿姐，这是什么呀？好香啊，就是有点刺鼻。这是猪鱼，咱们家里没有姜酸辣子，用它炒兔子肉会香点儿。一股青烟散开，王桃花就飞快地用铲子翻炒起来。
王桃花夹起一块吹了吹，塞进了他嘴里。姐，好烫，好香啊，好好吃，我舌头都要吞进去了。王桃花也吃了一块，这兔子肉一点都不膻，而且又嫩又滑。他拿了个碗给王少安盛了几块，少安你先吃着，姐去给张大娘、豆香姐姐和村长送点去。说着又拿来3个饭碗，好在这兔子够大，丢着装完，家里还剩一大碗。他刚到张大娘门口，就听到宋香琴碎碎念念的声音：娘，怎么又是这清汤寡水的？咱们都半个月没闻肉香了。哎呦，你是不知道，你孙子这2天在肚子里踢我好几脚了。香琴，今年地里收成不好，家里剩下的几个银子还得留着给你生孩子时候用，这样娘去给你蒸碗鸡蛋羹可行？好吧，那娘你快点啊，记得放勺猪油在上面。行，你先喝碗面糊糊垫垫肚子。张大娘刚推开屋门，就看到王桃花笑盈盈地站在院门前。桃花站那儿干啥？快进来。宋香琴听到王桃花来了，来到门口。哎呦，今年这秋风刮得紧，再这么刮下去呀，全家都得喝西北风了。张大娘脸色立马敛了下来，转身就想说上2句。大娘，我有好东西给你。说着放下背篓，从里面端出一个碗。桃花，这是今天上山摘木耳，打到一只兔子，我端来一碗来给你和大爷打打牙祭，特意说是给老2口的。哎呦，那山上的兔子都成了精，你个小姑娘能追得上？王桃花把荷叶揭开，立马一阵香气扑了出来。你看，肉都在碗里了，还能有假？兔子不知道在那拐了一只脚，这才被我抓住了。桃花呀，你也1年半载难得吃1次肉，大娘不要，你自个儿留着吃。宋香琴早在闻到肉香时，哈喇子就吸溜个不停。她看婆婆在拒绝兔子肉，心下着急，劈手把碗夺了过来。娘，这是桃花的一片心意，咱们怎么好拒绝？再说咱们家也常给桃花送东西呀，这有来有往才是邻里相亲啊。香姐嫂子说的没错，大娘你帮了我家那么多，哪是1碗兔子肉就能还完的？张大娘看自己儿媳妇儿没皮没脸的样子，也是一阵头疼。那行，这次就收下了，下次可别再给我送吃食了，你家也不容易，我去把碗换了给你。娘，我来。宋香琴就飞快地跑去了堂屋。开玩笑，让这个死老婆子去，不得又搭上几个菜团子。可等宋香琴拿着空碗出来，就看到自个婆婆在给王桃花塞东西。娘，张大娘吓得脚下一绊，差点摔了个跟头。宋香琴3两步走了过来，就看到张大娘手里拿着一包花生。王桃花看宋香琴脸色难看，也怕她再口无遮拦，说出些尴尬的话。大娘，那个少安还等着我回家去吃饭呢，我先走了哈。桃花，你这孩子跑这么快干嘛？快把这花生拿着，回去给少安当零嘴儿。不用了，大娘，你自个留着吃哈。等王桃花出了院门，宋香琴一把拿过张大娘手里的花生。娘，咱家花生自个都不够吃呢，别老便宜了外人。说着扭身进了堂屋，迫不及待的去吃兔子肉了。张大娘看着儿媳妇身影，叹了口气，正要进屋子。娘，我的鸡蛋羹别忘了。出了张大娘家，王桃花就径直朝王豆香家走去。走到一半，就看到王四喜他娘叶氏。我咋忘了去豆香家，还路过他家了？早知道就绕路了。桃花，这都饭点了，去干什么呀？篓子装了什么呀？王桃花见他眼睛上迷糊着眼屎，嘴边都是瓜子碎末，不着痕迹的往后退了半步。是叶婶子呀，今天挖了挺多灰锅菜的，吃不完拿点去给豆香，婶子可要些。不要，这时节那东西又苦又涩，老的猪都不吃。你才是猪，你全家都是猪。那婶子先忙着，我先去了。叶氏看没有便宜可占，也就懒得搭理王桃花。这都快过冬了，还天天吃野菜，真是个破落户。等大雪来了，这俩姐弟保准饿死。可等王桃花路过眼前，叶氏竟然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香味儿，确定有一股肉香，目光就不由得落在了王桃花的背篓上，快步走了过去，扒了下背篓，就看到了堆得尖尖的一碗肉。叶婶子，你干嘛呀？桃花，你这可不对了啊！咋说我也是你婶子，你咋好意思胡扯呢？你这明明是去给人家送肉，还诓我去送野菜，咋？这是怕婶子抢你的肉啊？可不就是怕你这个没皮没脸的货来抢啊！王桃花把干荷叶继续盖上，转身就想走。叶婶子，这肉是我的，我想送谁就送谁，跟你没干系。啥叫没关系啊？咱们同住一个村子，我还是你的长辈呢，这不是关系啊？再说你打我家路边走过，我得留点过路费，这肉啊，你必须分我一点。王桃花简直被对方的无耻给讥笑了。嫂子，这是我山上打的兔子肉，你要想吃，自个也去山上打去。还有，你要真这么咸，麻烦你把头给洗一洗，那头虱子都要掉到嘴里了，你也不嫌膈应的慌。
死丫头，你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果然是有娘生没娘养的杂。就见王桃花清冷的眼神看来，手里拿着一块石头。叶氏一口气堵在喉咙里，赶紧跑进了院子里。叶氏趴着门缝看王桃花走了，这才松了口气。这个小娼妇可真凶啊，还敢拿石头砸我。叶氏看着王桃花越来越远的身影，不行，老娘这口气咽不下去，不给我肉吃，我就恶心死你。急匆匆的朝王有贵家跑去，七绕八拐的终于来到王豆香家。桂花婶子，是桃花来了，快进来。说着又往堂屋里大喊，豆香，桃花来了。桃花，我可想你了，我想去找你玩，可娘说你要摘木耳，去了会打扰你，我就不敢去了。这罗桂花心思通透，是个拎得清的妇人。这几天是有些忙，过2天我找你，咱们再去挖山鼠洞。那太好了，我就喜欢挖山鼠洞了。我看你啊，是想吃山鼠肉了吧？哎呀，好桃花，你怎么把我的心里话给说出来了？我都馋肉好久了。本来我爹和哥说好回来过下元节的，可突然托人带消息说不回来了，这下不能给你白面馒头了。没事儿，那馒头你帮我留着呗，啥时候有就啥时候给呗。豆香，我今天带来了比山鼠肉更美味的东西。当当当当，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肉？可真香呀！兔子肉。哪儿来的？我山上逮的。桃花，你可真厉害，兔子都能抓到。好了，别嚼咕了，来，快尝尝味道。捏了一块塞进小姑娘的嘴里，王豆香嚼了嚼，油脂爆开，肉又香又嫩。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桃花，你做菜的手艺可真好。两人正说着，罗桂花端来一碗炒得嫩嫩黄黄的鸡蛋。桃花，别走了，在我家吃。王桃花立马明白是罗桂花趁两人说话的功夫炒了鸡蛋，心里一阵感激。不了，桂花婶子，少安还在家等着我呢。那有啥，我去把他接来。桂花婶子，我才不跟你客气呢，只是我这边还要去村长家一趟，下次你不叫我也会来的。说着拿起桌上的碗，把兔子肉腾了出来。婶子，我先走了啊，豆香，过几日我来找你耍。正要把空碗放回篓子里，不妨罗桂花一把夺了过来，把那碗鸡蛋扣进了碗里。家里也没啥好东西，这鸡蛋呢是自个家生的，你带回去和少安吃。婶子，这鸡蛋金贵，你留着和豆香吃吧。再金贵能比得上肉？你不拿走啊，我也不要你的肉。好，那我家今晚又是肉又是蛋，算是提前过大年了。你这捉瞎鬼！村长家是村里少有的几座青砖大瓦房，连带外面的院子都是砖砌的。总有一天我也要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谁呀？来了。这不是桃花吗？这许久不见，出落的愈发标致了。明翠婶子，村长爷爷在家吗？在，屋外凉，快进来。这妇人是王梦山二儿子的媳妇儿苗明翠，前年已生了一个男孩，现在正怀着第二胎。公爹，桃花来了。王梦山几人正在吃晚饭，桌上除去一碗炒萝卜和腌黄豆，再有就是一盘炒鸡蛋。桃花，让大娘看看。哎呦，我可怜的孩子呀，你看这小脸瘦的呀。苗氏早搬来一张椅子，拿来一副碗筷。丫头别站着了，有什么事儿咱们一边吃一边说。婶子别忙活了，我马上就走。丫头啊，可是有事？王桃花连忙从篓子里端出那碗兔子肉。村长爷爷，今儿个我上山摘木耳运气好，打到一只野兔子，拿了一碗给你们尝尝，手艺不好可别嫌弃。这几次我伯母他们来找麻烦，还多亏了村长爷爷主持公道。王梦山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丫头，东西你拿回去，老夫身为一村之长，这些是我应该做的。村长爷爷，其他村长我不知道是怎样的，但在我心里，你分辨是非，为人最是公正，我都记在心里。这兔子肉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收下吧。这话说的王梦山心里十分妥帖。公爹收下吧，难为桃花这么大老远送过来。丫头啊，你和少安过日子不容易，你奶他们又是那般情况，以后有事记得来找我。谢谢村长爷爷。临出门时，王桃花碗里多了3个拳头大的杂菜团子，苗氏又往他篓子里塞了好几个白胖胖的大萝卜。桃花，婶子家萝卜种的还不错，水灵灵的，拿回去尝尝，好吃再来找我要。王桃花看着篓子里的鸡蛋、菜团子、萝卜，心里暖暖的。啊姐，这些是哪里来的？鸡蛋是罗婶子家的，杂菜团子是村长家的。啊，今天有肉有蛋，比过年还丰富。姐，我感觉自己在做梦。王桃花夹了一筷子鸡蛋到他嘴里，炒鸡蛋好好吃啊！咱们今天就放开肚皮吃个够。两人吃得正开心，就听到院子外
外面传来嚎叫声。挨千刀的，自个在家吃肉，让我老婆子在家吃糠咽菜，没天理了，迟早被雷给劈死。见王桃花出来了，骂得更凶，自个家正儿八经的亲奶奶不孝敬，跑去舔别人的腚子，没皮没脸的，吃里扒外的蠢家伙，跟他那个死娘一个德行。奶，你们俩在那边嚷嚷什么？要想吃肉，你说声，我给你加2块。若是要惹事，可别怪我不客气了。现在刁婆子还真有些怕王桃花了，可让他就这么走，又有些不甘心。老婆子，我离你家还10来步呢，我喜欢在这里骂，要你管。桃花丫头，打断骨头这还连着筋呢，再怎么吵吵闹闹，娘也是你的血亲的奶奶，你不孝敬就算了，也不能赶自己的奶奶呀，这让4里8乡知道了，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大伯母，你眼瞎呀？我是拿了棒子还是柴刀啊？我几时赶了我奶？你们俩堵在门口喷粪，我不得问下。我再说一句，想吃兔子肉进来，我夹些给你们吃，别在这里吵吵闹闹，影响人心情。哦呸！我才不吃你家的肉呢，吃了我怕穿肠烂肚。不吃拉倒，你们自个在这边玩吧，姐才不陪你们犯贱呢。王桃花把门一关，眼不见心不烦。饭桌上，王桃花左一口兔子肉，右一口鸡蛋，吃得不亦乐乎。阿姐，奶他们还在骂呢，就当2只狗在汪汪叫了。可很快两人就坐不住了。原来刁婆子见骂了半天，王桃花也不再开门，就开始数落起白氏的过往。白玉之生的好儿女呀，六亲不认，冷血无情，还秀才家的女儿，我呸！这10里8乡没有比他更下贱的了，不然怎么会生这么个孽障？当初我本就不同意这门婚事，他白玉之死皮赖脸的赖着我儿子，勾搭我儿子，我呸！难怪年轻轻就死了，这是遭老天爷的报应了呀！姐，他骂娘。少安，走，姐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祸从口出。路过的人看不下去了，劝了几句。这是我儿媳，我想骂就骂，你这么护着她，难不成钻了那草垛子，做了那拔灰的事儿？劝说的人立马灰溜溜的逃走了。刁婆子见没人敢劝了，还越骂越兴奋了，仿佛要把这段时间在王桃花这里受的气全发泄出来。就见门突然开了，王桃花和王少安脸上都蒙了一块布，手里提了个木桶，也不知道搞什么鬼。咱们就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天女散花。接着拿起一个葫芦瓢往桶里一舀，就朝刁婆子和刘氏泼去。紧接着一股恶臭喷涌而来。哎呦，娘，这是粪水！呸呸呸！刁婆子脸都气绿了，那一阵又一阵的恶臭让她想吐。粪水依然飞落下来。住手！快住手！你个死丫头，竟敢拿粪水泼亲奶奶！我要去找村长说理。少安，你看外面的野狗又叫了，肯定是饿了好几天。来，咱们再喂几瓢。眼看粪雨再次来袭，婆媳俩再也待不住了，拔腿就跑。连续摘了4、5日，总算把这片决明子采摘完了。王桃花看着院里到处都是黄色的豆荚，嘴都快咧到耳后根了。这古代的药材都是土生土长，没有污染，没有农药，这质量果然杠杠的。阿姐，这个决明子跟小石头一样的，真的是草药吗？你可别小看它，这东西清肝明目，润肠通便，还要等回头我把这个塞枕头里面，咱们枕着睡，保准睡个香香的觉。正说着，余光就看到院外柳树后面猫了个人影。王桃花立马闭上了嘴巴，他拿起一把扫帚，慢慢的靠近大柳树。是谁躲在树后面？给我出来！王四喜紧张的抓着裙摆，不敢说话。再不出来，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非打得你屎都出来！别，王四喜，说你鬼鬼祟祟躲在这里干嘛？谁鬼鬼祟祟了？我刚才尿急，跑着树后屙尿。你家离我家有小半里路，你跑我家门口屙个鬼尿？王四喜，你最好老实给我交代，否则我这手里的扫帚可不是吃素的。别打我，我全都说吧。是王香香让我来的，她说你卖木耳挣了很多钱，让我跟着你看看你去哪里摘的，到时我们一起去摘了卖钱。看来我小看这个堂妹了，还知道派人来监督我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没有了，真没有了。我这才刚来就被你发现了，那你发个毒誓吧，就说我要是骗聪明美丽善良又大方的王桃花，就脸上长疮，脚底流脓，屙不出屎，不得好死。桃花，你这也太狠了吧！你要没做对不起我的事儿，怕什么？还是说你想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在王桃花虎视眈眈下，王四喜还是发起了毒誓。王香香胆子肥了呀，竟然敢算计我！看来上次的牛粪面膜没用够啊！
回去就跟他说，发现我去北坡野桃子树那里摘木耳，记得嘱咐他好好找找。你这是骗人，我才不干。少安，拿绳子来，你要干什么？我要把你捆了，扔山里喂狼。那狼凶起来，骨头都能一口咬断，想想都痛。你这么做要坐牢砍头的。我不怕，反正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说着，拿着绳子朝王四喜走去。我答应你，你别把我喂狼。那鼻涕眼泪糊了一脸。王桃花突然觉得自己做的有些过了。这王四喜才10岁，自己竟然吓唬一个小学生。于是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鸡蛋，那我也不让你白干，这个给你吃。刚才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王四喜瞬间收了眼泪。桃花，你等着，我这就跟王香香说去。一阵风似的跑了。阿姐，你让他去那地方干嘛呀？没什么，阿姐觉得他挺孤单的，那里有许多朋友可以陪他快乐玩耍。再说王香香听了王四喜带来的消息后，当即就背着篓子往北坡跑去，盘算着木耳卖了钱，他要买一身好看的衣裳，还要买对银丁香，还有百花斋的糕饼。少安，这里少说有100来斤，咱们搬不动。阿姐，我想到了，村长家有牛车，咱们去借村长家的牛车吧。整个村子也就2家有牛车，一家是村长家，一家就是自己大伯家。苗氏很爽快的就让相狗王有权把牛车给套好了。桃花，这牛车你会赶吗？我不会呀。王桃花看着比自己高了大半个头的牛，当时有些不知所措。苗氏看得好笑，把绳子扔给王有权。愣着干嘛？没点眼力劲儿？你跟桃花去趟县里吧。行。不用了，可不敢麻烦有权叔。麻烦啥呀？这地里活也干完了，他闲在家里也没事儿干，天天待在我身边，我看得心烦。再说我这也快生了，本来前几日就打算让他去县里扯些细棉布，有点事儿给耽搁了，刚好这次去买了来，趁着猫冬，我也好多做几件小衣裳。我一定给咱儿子挑块好看的布料。要是女儿你就嫌弃了？女儿好啊，女儿像你漂亮又能干。北坡那地方并不偏僻，那里有几棵腿粗的野桃子树。他弯下腰仔细的找着，突然隐约看到草堆里有个黑褐色的东西，刚想伸手摸去，一只巴掌大的癞蛤蟆呱的一声跳了出来。王香香吓得尖叫一声，不料那癞蛤蟆直接一跃扑到了王香香的脸上。臭蛤蟆滚开！癞蛤蟆被他扯痛了，直接双腿一蹬，一泡蛤蟆尿就撒在了他的嘴巴里。王香香简直要疯了，那味道又骚又酸，她的大喊大叫惊醒了草堆里所有冬眠的癞蛤蟆，一时间呱呱声不绝于耳。王香香整个人都石化了。你们这些丑八怪，再过来，我非要让爹剥了你们的皮！王香香就看到这波癞蛤蟆朝自己跳来，扒拉在自己身上、手上、腿上、头发上。等王香香被家人找回来时，这个小姑娘一身臭得要命，关键是脸还肿了，那嘴唇更是跟香肠似的。王桃花就开始收拾那些晒干的决明子，竟然装了整整1麻袋。娘子，你在家好好歇着，我再去百花斋给你带点最爱吃的桂花栗子糕。王桃花看得两眼放光，谁说古代女子地位低的？那都是自己没去争取。明翠婶子，那就谢谢你了。客气啥？你这丫头，我一见就喜欢，要不是差了辈分，我都想跟你做手帕交了。不过丫头，你要去县里卖什么呀？还是那黑菌子？我采了点药草，打算拿去卖。丫头，你还会懂草药？略懂一些，以前在书里看到过，我就照着上面的画像去挖的。王桃花10字在沟子村是人所共知的，毕竟她娘白氏可是秀才的女儿。你这么能干，以后保准家里的门槛都要换好几根。那我是不是得赶紧去换根铁的？铁的不行，会锈，得大青石的，保准踩不烂。你这丫头真对我胃口。有了王有权的帮助，王桃花很快就到了城门口。王桃花从怀里掏出2文钱，正要向守门的兵丁递去，王有权就先一步把铜板塞到了兵丁手里。官爷，这是我们俩的入城费。有权说哪能让你出钱，这事儿本就麻烦你了。说着就要把钱塞给王有权。桃花，你干嘛呢？就1文钱的事儿，不行这样，这要是回去让你婶子知道，非把我臭骂一顿。这钱是给不出去了，不过他打定了主意，待会儿得买些东西送给苗氏。进了城，王有权把王桃花送到祭祀堂，又帮着把那一大袋决明子搬进了医馆里。桃花啊，你先忙着，叔去给你婶子买点东西。王桃花心里明白，王有权这是特意回避，可见是个很有分寸的人。有权说：“你去吧，待会儿我也去街上逛逛。”那就1个时辰之后，咱们在城门会合。王有权赶着牛车走了。姑娘，你还真来了，
这袋子里可都是决明子啊！王桃花忙解开袋子，都是这几日刚收的决明子，也晒干了。小哥，你看看。石头抓起一把决明子看了看，果然颗颗饱满润泽，拿了一颗放进嘴里嚼了嚼，药味十足。你这决明子处理的倒是干净，而且品相很好，确实是上品。小哥，你放心，我王桃花不敢保证送来的药草一定是珍贵的，但一定可以保证质量是好的。你等等，我让人过来称一下。很快，这袋决明子就上了秤，一共是97斤4两，算下来是292文。姑娘，这是292文，你收好。刚才去内里交药材，我们掌柜说了，下次还有这种品相的决明子，尽管送来。王桃花拿着近3串钱，笑得见牙不见眼，把它藏在了背篓的最下头。家里还晒了一些，不过不多了，估摸就20-30斤，等晒好再给小哥送来。行，你也别小哥小哥的叫了，我看咱们年龄相仿，你就叫我石头哥吧。好，石头哥，我叫桃花。王桃花又从怀里摸出5文钱，塞进石头的手中。石头哥，今天麻烦你了，这几个铜板你别嫌少，拿去喝杯茶水吧。石头看着比自己矮上一头的王桃花给自己辛苦钱，哭笑不得，忙把铜板塞了回去。桃花，咱们这是药铺，做的是医人治病的事，不是茶水铺子，有规矩，不能接顾客打赏，不然掌柜会骂人的，你快拿回去。王桃花又推了一次，对方还是不接，只能作罢。那行，谢谢石头哥了。王桃花正要离开，就看到石头拿着一张药方，抓住脑袋。枸杞放在哪一格了？好像是这里。可等他拉开药格，就有些郁闷了。这是地参片，这格是穿心莲，哦不对，这格是地肤子。如是几遍，才惊喜地叫道：找到了。等石头拿着药回头，就看到王桃花还站在远处。桃花，你还有事吗？石头哥，你们这药格放什么药材都是固定的吗？基本固定的。这么多药材，你们怎么记得下来呢？打小就背啊。你看第一排是12格，分别是紫苏、青黛、当归、曲莲、茴香、沉沙、广白。石头一口气背了出来，颇有些得意。那有时会记错位置吗？那个我刚刚就记错了枸杞子的位置了，不过吴大夫他们随手就能找到药的药材了。石头哥，我有个法子，可以让你以后抓药更省事，而且不会抓错。快说来听听。你可以裁一些指头宽的纸条，在上面写上药材的名字，贴在对应的药格上，不就清清楚楚了吗？石头略微一想，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我得赶紧跟掌柜的说去。桃花，下次我再感谢你。于是风风火火地跑向内堂，离开了记事堂，王桃花就在街上闲逛了起来，直到一阵冷风吹来，他打了个寒战，赶紧拢了拢衣服。哎呀，怎么把买衣服的事给忘了呢？自己身上的这件夹袄还是用白氏的旧衣改的，穿了5-6年了，早就不暖和了。来福布庄，姑娘，你要买些什么呀？咱们铺子里南来北往的料子都有，丝的、绸的、棉的、纱的，保证你挑花眼。若是买的成衣啊，京里头最流行的样式，咱们也有。铺子里的掌柜是个40来岁的妇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穿的破烂而怠慢。我看看先。王桃花细细打量着墙上挂着的衣裳，一圈下来，就看到一件青色的暗珠纹棉袍，特别适合王少安。掌柜的，这件棉袍多少银？姑娘真好眼力呀！这棉袍是州府里头刚实兴的款式，料子用的也是松江细棉，里面的棉花呀也是秋上的新棉花，足足续了有2斤呢，价格实惠，只要1000银子。多少？1000银子。一件棉衣要卖100文，这都能买30多斤灰面了，买不起，买不起。夫人看王桃花的举动，也猜到对方是嫌贵了。姑娘，要是觉得贵呀，这价钱咱们再商量商量。不用了，掌柜的，我买不起，我再看看其他的吧。姑娘，我夫家姓马，你叫我马婶子就行。我在这条街上啊，也开了20来年的铺子了。这买衣服嘛，不图贵贱，合适就好。我再给你介绍介绍。王桃花满意的点点头。于是妇人又不厌其烦的介绍起其他几件棉袍。姑娘，这件也是细棉的，虽说用的是咱们当地的料子，却很密实，棉花也续得多，只要70文，是店里卖的比较多的一款。王桃花还是摇摇头。那这件呢，料子是粗了些，不过棉花还是好棉花，只要55文。马婶子，有没有再便宜点的？若是买贵了，回去得喝西北风了。姑娘，婶子看你也是庄户人家，想必日日都得干活，要不你买一身粗布棉袍吧，料子颜色虽然不太
新鲜，但也耐脏耐穿。不过棉花可是去年的旧棉花，你可是介意？我们庄户人家可不介意这些，耐穿就行。你拿2件给我看看吧。婶子没看错，你这姑娘啊，是个会过日子的。说着，从角落的衣箱里拿出几件叠放的整整齐齐的棉衣，这些都是粗布料子，样式呢就平日里常穿的，只要45文钱。只不过穿起来肯定没有细棉布的舒服。王桃花挨个看了看，婶子，这棉衣我买2件，你再给我算便宜点呗。不行不行，这虽是粗布的，但里面棉花可是用的足足的。婶子，你给便宜点吧，下次我小姐妹问起来都让她来你家买。姑娘，婶子跟你说句实话，我这铺子卖的衣服布料啊，本就比其他处便宜几分，若是再讲价，婶子可真就没几分赚头了。要不你买上匹粗布，再称上点旧棉花，回去自个儿做一件，这样算下来30文就差不多了。老板娘，你真是太高看我了，这2件衣服要做完，我估计扎的手指可以写一封血书了。王桃花又看着挂在墙上众多的衣裳，婶子，你这铺子生意怎么样啊？不瞒你说，婶子这铺子都快开不下去了。你也瞧见了吧，就这么一条巷子就有5、6家成衣铺子，还有县里最大的铺子彩云阁压着，婶子呀也就勉强赚点嚼过。竞争大，铺子小，地理位置又不好，这生意啊确实不好做。婶子，我有办法让你铺子生意好转，不过这2件棉衣你得给我便宜点。丫头，你莫跟我开玩笑。婶子，你若信我，我会让你今日数钱数到手软。丫头，婶子信你，要怎么做？你说吧。婶子，你把铺子里最好看的衣服拿1件给我穿上，然后挂3件好料子的衣服在铺子门口，再把铺子里面的成衣和布料全部上调2层。啥？涨价了还能卖出去？山人自有妙计。很快，来福布庄门口就用竹竿高高挂起了3件最鲜艳的衣服出来，又搬来一张大大的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类布匹、红绳。嗨，叔伯婶子姐妹们，快看过来！本布庄优惠大酬宾，全场大减价喽！这古往今来的人呐，多数喜欢凑热闹，于是都停下了脚步。我们来福布庄庆祝铺子开业22年了，今日将推出双重惊喜喽！错过这次就得再等1年了，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掌柜的为了庆祝店庆，咬碎牙给大家优惠呀！这亏本买卖做的都要跳楼了，各位就算不买，也可以进去瞧瞧。小姑娘，到底是什么优惠呀？你快说呀！正在街上闲逛的骆子玉和扫墨不由得也被这声音吸引了。爷，你快瞧啊，是那个女侠，闲来无事过去看看吧。王桃花看剧的人越来越多，心里颇有些激动。第1重惊喜，本布庄所有布料成衣每件只收9成价钱，2件只收8成价钱。众人有些疑惑，打个比方，若是1件棉衣卖50文，9成只收45文，这就省了下半斤猪肉钱。若是买2件，可是足足省了10文钱。这么一说，大家伙全明白了，现场顿时一片哗然。现在本就到了年底，天气也冷了，哪家哪户少得了过年的新衣裳？姑娘，快说说第2重优惠是什么呀？我们急着去买衣裳了。第2重惊喜，凡是今日在我福来布庄买了布料成衣的客官，均可以抽奖1次，本店保证100%中奖。这是什么呀？没听说过呀。王桃花端起一个大木盆，盆里面的纸团上写了各类奖项，5等奖送红绳1根，4等奖粗布1尺，3等奖粗布1匹，2等奖细棉布1匹，1等奖价值1两银子的锦缎成衣1件。只要大家买了东西，就可以在我这边抽奖1次，现场兑换，礼品有限，先到先得。又站起身子转了个圈儿。那1等奖就是我身上的这件衣服，绸缎的面料，大家说好看吧？好多姑娘婆子媳妇儿立马就跃跃欲试。我宣布，来福布庄22周年庆典正式开始。这话一说完，那真是人潮涌动，众人争先恐后的进铺子里选购东西。王桃花则搬了张椅子，坐在门口兑奖。铺子里的马氏忙得脚不沾地。第一个买了布的人兴冲冲的来到王桃花这边抽奖，恭喜这位大婶儿抽中1等奖，价值1两银子的绸缎彩衣1件。还在观望的一些人看到对方真抱着1件绸缎衣裳走了，再也不犹豫了，也冲进了铺子抢购起来。嫂妈，你去买上2匹布吧，记得爷的纸团自己打开。好了爷。不一会儿，扫墨就夹着2匹布，兴高采烈地朝着骆子玉跑去。爷，您选哪一个纸团呢？骆子玉看着扫墨手心的2个纸团，毫不犹豫地拿起一个。
扫墨飞快地打开另一个纸团。爷，小的中了3等奖。扫墨，你跟爷这么多年了，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一个3等奖就乐成这样，传出去非得丢了爷的脸。说着，假装漠不在乎地打开自己手中的纸团，就见一个大大的5映入眼帘。扫墨忍不住笑出了声，等看到骆子玉黑着一张脸，赶紧拿了纸条就往铺子跑。爷，我去兑换奖品。很快，扫墨抱着匹布，捏着根红绳回来。爷，这红绳好，红红火火，多喜庆啊！再说这月老可不就最喜欢绑红绳了，说不定爷就跟经理哪家小姐绑一块儿了。这话一说，骆子玉脸更黑了。这次他就是受不了姐姐天天在耳根子前念叨婚嫁之事，他才一路偷偷逃到平川县的。扫墨，你这2匹布花了多少银子？爷，小的挑的是他们店里最好的绸布，也要1两银子1匹。这地方不比京城，买不到什么好货。小的想着买来给爷当做赏下人的玩意儿。骆子玉嗯了声，就没下文了。扫墨有些奇怪，按惯例，爷不是应该说回头记在府里账上吗？爷，这2匹绸布你难得孝敬爷一回，这次就记你账上吧。啊！扫墨顿时一副苦瓜脸。1个时辰后，马氏总算把最后一波客人送走了。现在铺子里的东西已经卖得七七八八了。马婶子，来客人了！你这丫头古怪精灵得很，还拿婶子开涮。恭喜婶子日进斗金，财源广进啊！还不是托了你的福气。刚才趁着没人，马氏偷偷盘算了下，扣去抽奖的物品，今日足足赚了15两6钱银子，这可是以往好几个月的收入。马氏把王桃花选的2件棉衣早就包好了。丫头拿着，这是2件棉衣，婶子算算多少钱？啥钱不钱的，你打我脸是吧？今日啊，你帮婶子这么大的忙，婶子谢你还来不及呢。这衣服是婶子送给你的，那谢过婶子了。她正要把身上那件衣服脱下来，丫头，这衣服你穿着走就是，别脱了，也算是婶子一份心意。婶子，这可不行，你也是小本买卖，我哪能一直占你便宜？最终，王桃花坚持换上了自己的旧衣，1两银子的衣服穿在身上，她这做事都得畏手畏脚了。马氏无法，只得又塞了1匹月白色的细棉布给王桃花。婶子，你已经送了棉衣了，这可不一样。那棉衣啊，是你今日帮婶子的工钱，这布匹是婶子的谢钱，不许推脱，必须收下。无论王桃花怎么拒绝，马氏就是一个劲儿的塞，最终只能收下了。又听说王桃花有个弟弟，于是从抽屉里摸出1包粗糖，这糖啊，拿回去给小孩舔舔嘴巴。婶子，你咋这么好呢？你这店以后绝对财源广进，日进斗金。哎呀呀，那就借你吉言喽！你要是婶子的闺女啊，我保准做梦都笑醒。就这样，王桃花空手进的布庄，出来时满满当当。她不知道的是，自己抽奖大优惠的促销方式很快火遍了平川县，很多铺子争相模仿，也算是刺激了一下平川县的 GDP。王桃花心满意足的出了布庄，就去肉铺那边买了2斤肉和一堆骨头。这时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迎面走了过来，心竟然莫名其妙的悸动了一下。李康平，这还真是冤家路窄。说来李康平和王桃花认识多年，也算是青梅竹马了。白氏还在世时，李康平每隔几日便来王家借书，毕竟白老夫子一生酷爱藏书，几大箱子的书中还有许多善本孤本的。来的次数多了，两人竟熟络了起来。李康平又惯会花言巧语，每每把个王桃花撩得脸红心跳。后来白氏去世了，那些书全被刁婆子要去后，李康平就借口要好好读书，很少再来王家。直到王桃花过了13岁，李康平又打起了心思，经常把王桃花约在王家后头的山坡上。李康平比王桃花大了4岁，早就通了人事，于是对王桃花是上下其手。不过无论李康平如何撩拨赌咒，王桃花始终守着最后的防线。回想起过往种种，王桃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桃花，真是你啊，我可想死你了，进来可好啊？李康平，咱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还请自重。你果然还是在怪我，是吗？说着45度微微抬起头，眼里满是落寞、孤寂和无奈。这狗东西还挺能装的。桃花，退婚那事儿真不能怪我，你知道的，我不能违背我娘，这是不孝道啊！狗屁的孝道！李康平，当初可是你家上赶着来求娶我的，咱们也过了文书，换了更贴的，你不问青红皂白，用一句孝道就毁了我一辈子，负心背义的狗东西，你对得起王桃花我吗？才几日不见，这丫头怎么嘴皮子变得这般利索了？竟然让我毫无招架可言。桃花，你咋就不理解我呢？你变了，以前你不是这样的，以前你的温柔善解人意呢？以前的王桃花已经死了，让开！
桃花，你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吗？虽然你都被马大眼那样了，可是我不嫌弃啊，我已经去求了娘，到时候我纳你为妾，你放心，我以后会好好疼你的。王桃花看着那张假装情深几许的脸，都快呕出来了。鬼要给你当妾，你以为你是谁呀？潘安还是宋玉啊？又油又腻的渣男，我得去洗洗眼睛，不然得瞎。你怎么变得如此的庸俗不堪呢？跟那村野泼妇一般，我答应纳你为妾，你还想咋样？你看你粗鄙不堪，家境贫寒，清白也毁了，除了我，谁敢娶你啊？这就是 PUA 高手了，我们已经恩断义绝了，别再来烦我。哦，对了，你既然看不起我，请把这些年从我家前前后后借去的书还来给我。李康平见提起了书，眼神有些不自然地闪了下。知道你是在说气话，要是能解你的气，你打我骂我都行，我只希望咱们俩还像以前一样。你忘了我们一起看日落赏红叶了吗？王桃花听得尴尬癌都出来了。你确定只要我能解气，打你骂你都行？他暗想着，等他来捶打自己，自己就顺势把他搂进怀里，到时还不是任自己揉扁搓圆。只可惜便宜了马大腿，被这鸟人占了头筹。只要你开心，我愿意付出所有。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王桃花一拳就捶了过来，李康平也不躲闪。哎呀，我的眼睛，我的鼻子，哎呦，我肚子。这可是你让本姑娘打的，别赖我。李康平弓着身子，那鼻血哗哗的从指缝里冒了出来。王桃花，你如此粗暴刁蛮，毫无女子温柔贤惠，端庄大方，看哪个人敢要你？这事就不再需要李公子操心了，本姑娘不愁嫁。说着，看都懒得看一眼，转身就走。贱人，你打了我还想走？你确定？王桃花鄙夷一笑，他解开2颗衣服扣子，往李康平凑了过去。非礼呀！有登徒子非礼了！救命呀！附近有几个人朝这边看来，李康平赶紧松手。王桃花嫌弃地拍了拍被李康平抓过的地方，记得把书还来，不然我就闹到你们书院去，我看看你有没有脸。你敢？你看我敢不敢？哦，对了，既然我们2家没关系了，那书就算是借给你看了，借了这么多年，总得有些利息吧。眼疾手快地扯下了李康平腰间的玉坠子，这玉坠子看起来成色一般，值不得几个钱，我吃亏一点就算利息了。说着扬长而去。王桃花，李康平一拳砸在旁边的树上，王桃花不再耽搁，直接去了城门口。有权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没事，树也是刚到，桃花可是逛好了，逛好了咱们就回去了。牛车慢慢悠悠地朝沟子村走去了。王桃花看着路两边的大山葱茏茂密，眼里全是憧憬。这次决明子将近卖了300文，看来这大山就是宝库，自己还得往里面走走，说不定有更多的惊喜。有权说今日辛苦你了。桃花啊，咱们都是一个村子的，别跟叔客气。那没啥事儿，叔就先走了。有权说有个东西麻烦你给婶子。从背篓里翻出一块棉布，婶子也快生了，我也没啥拿得出手的，这块细棉布刚好可以拿来给孩子做2块尿布。不用不用，你这太讲究了，叔不能收。叔，我又不是送给你的，我是送来给未来的弟弟或妹妹的。哎，不能收不能收。桃花啊，你家日子也不好过，叔哪能有脸拿你东西啊？要是让你婶子知道了，非得生我气不可呀。叔，就许你送我去县里帮我付进城费，就不许我送块布了。你要不收，就是看不起这东西了，以后我有事儿也不找你了。这一下网友全傻眼了，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把这老实的汉子折腾的脑袋嗡嗡嗡。王桃花看着好笑，直接把那2尺布塞进了王有权手里。有权说我得去做午饭了，今日婶子在家等你，我就不留你吃饭了。不用啊不用。汉子连连摆手，只能迷迷糊糊的赶着牛回家了。阿姐，你回来了，饿了吧？姐买了肉，咱们今天吃红烧肉。红烧肉，把肉给烧红了，这怎么吃啊？苗氏看着桌上那2尺细棉布头，你呀你就是个石头脑袋，就顺路送了别人一趟，还敢收别人这么好的料子，他家过的什么日子你不晓得？他是硬给的呀，他给你你就收啊，那明日送你2个元宝你也收。王有权就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大气都不敢吭了。我得去问问公爹。很快那2尺布放在了堂屋的枣木桌上。公爹，这块布头我看了是细棉的，2尺少说也要20来文钱。这丫头是个讲究的，姐送了就留下吧，要是推来推去反而让人心里不舒坦。那行，我就收下了。这块细棉布她也喜欢的紧。这丫头一出手就送这么金贵的东西，看来她内袋
袋子药草卖得不错呀，我看那济世堂的伙计跟他相熟呢。咋，眼红了？没有，这蛇有蛇道，龙有龙道，别人赚钱的营生，你莫要去打听插手，没得让人生厌呢。这丫头我瞅是个能干的，心思也通透，与她交好，以后沾些福气。苗氏若有所思的点头。傍晚，王桃花把剩下的决明子收了起来，就在灶房里忙碌了起来。把肉焯水后，王桃花把它切成棋子大小，等锅烧红了，也不倒油，直接把肉块放进去，小火煸炒，等肉块表面微黄，接着把马氏给的那包糖拿了出来。少安，上次你不是说铁虎欺负你，16和大牛帮了你吗？这糖你拿去和他们一起吃吧。阿姐，这些都给我吗？王桃花笑着点点头。王少安接过糖，就蹦蹦跳跳的朝院外跑去。记得过一小会儿回来吃晚饭。王桃花接着做自己的红烧肉。桃花姐，少安被王老虎打了。啥？人在哪？晒谷坪。王桃花扔下手里的碗，就往晒谷坪跑去。等王桃花赶到那里，就看见王少安被一个胖子死死地压在身下。驾，马儿快跑！大牛则被另外2个孩子拉着，看来和王铁虎是一伙的。王老虎，你快给我住手！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小畜生的姐姐小贱货来了！不许你骂我阿姐！王少安使劲地挣扎着，后背就像压了一座山，动弹不得。就你这瘦蛤蟆，你想从老子屁股底下逃出去？王桃花气急，飞奔过去，一脚就把王老虎踹了下去。少安，有没有哪疼？告诉阿姐。阿姐，我不疼。王老虎抢走了糖，他还骂你，骂娘。王桃花让16把王少安拉到一边，从柴垛里抽出一根手指粗的棍子。我来帮你报仇。小娼妇，敢踹老子！今天老子非扒光你的衣服，绑在村口树上。王老虎，既然你娘不教你做人，姐姐就教教你什么叫礼貌，什么叫文明，什么叫找死。扬起棍子就朝对方抽去。王老虎本来还不在意，不料王桃花抽得又快又狠，他根本来不及躲避，被抽得跳脚。王桃花的棍子不小心甩了出去，王老虎找到空隙了，像炮弹一样冲了过去。阿姐，小心！如果连你这个破小孩都对付不了，我就白练几年的防身术了。这次王老虎是真的痛了，很快就哭爹喊娘，鼻涕横流，周围的几个小孩直接看呆了。王桃花不知道的是，从那天起，自个儿就成了沟子村小孩圈里的偶像。说以后还敢不敢打我弟了？不敢了，不敢了。跟我弟他们道歉。对不起，我错了。把糖拿来。王老虎赶紧从怀里掏出纸袋。下次再敢欺负我弟他们，我见你一次打一次。走吧。王老虎就灰头土脸的跑走了。桃花姐，你太牛了！我爹说我娘是母老虎，我觉得你比我娘还要厉害，所以你是大母老虎。这个称号我就不争了，心里却默默的流着泪。人家是香软萌妹子好不？王桃花帮王少安仔细检查了下，发现都是些皮外伤，这才松了口气。16、大牛，你们俩今天帮了少安，桃花姐，我要感谢你们。今晚去我家吃饭，我煮了红烧肉。虽然不知道红烧肉是什么，但听到肉，2个小屁孩已经口水哗啦啦的淌了。我好久没吃过肉了。你们现在回去跟爹娘说一声，我和少安回去等你们，记得一定要来哦。既然要招待人家，王桃花得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家里还有几个鸡蛋，炒个鸡蛋，然后主食今天就给他们贴点2面饼子，做起来既方便，卷肉吃也刚刚好。阿姐，这是我闻过的最香的味道，比上次的兔子肉还香。你个吃货，每次都这么说。本来就是嘛，只要是阿姐做的都是最香的。桃花姐姐，这肉好香啊，我在坡下就闻到了。桃花姐姐，这个南瓜是我娘让我带来的。桃花姐姐，还有我带来几根地瓜，我娘特意挑了红心的，说特别甜。王桃花也不推辞，开开心心的把东西腾了出来。回去带我向你们娘说声谢谢。这次呢，姐姐收下了，不过下次可不能再带东西了，不然姐姐要生气了。好，我们听桃花姐的。当几人做好后，王桃花就把满满一大碗的红烧肉和清炒婆婆丁，还有一大盘饼子端上了桌。大家赶紧吃，趁热吃。3个小的这才大快朵颐了起来。哇，太好吃了！这肉又香又软，还甜甜的。桃花姐，我从来没吃过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姐，这红烧肉我能吃2大碗，别急，慢慢吃。这一大碗都是咱们几个的，这肉啊还可以卷在饼子里吃。就这样，院子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咀嚼声。妈呀，撑死我了！
另外3个也摸着圆滚滚的肚子直打嗝。桃花姐，我现在打嗝都是肉味儿。桃花姐，你手艺太好了，我下次还能来蹭饭吗？当然可以了。哦耶！桃花姐，你真是全世界最漂亮、最善良、做饭最好吃的人。等王桃花送走2个小的，正准备收拾碗筷时，门外就传来了叫骂声。王桃花，你个小贱人，给我出来！敢打我家铁虎，老娘撕了你！糟了，阿姐，是王老虎的娘。少安，你回屋里，姐去看看。若是动静不对，你就赶紧去喊人。阿姐，我明白，这是王铁虎的娘孙巧秀，最是好吃懒做的一个人。平日里总仗着一身200多斤的肉，欺负村里的媳妇儿姑娘。巧秀婶子，这打人的事儿该问问你儿子先，明明是他先动的手。你怎么还猪八戒爬墙头，倒打一耙呀？我呸！我儿子乖得很，那是天上的武曲星下凡，才不会欺负人呢。肯定是你家那个没爹没娘的小崽子先动的手。你若这般蛮不讲理，咱们就没话说了。你自个儿在这骂吧，老娘没空理你。慢着，你把我家宝儿打成这样，还想一走了之？我跟你说没门儿！今天你必须赔1两银子给我，不然我把你这破院子给拆了。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厚颜无耻的人，我还就偏不赔。你想咋样？你不赔，老娘就让你跟这根棍子一样。说着，捡起地上一根手臂粗的棍子，双手一掰，断成2截。王桃花皱起了眉头，跟着孙巧秀硬拼，自己没有胜算。想要钱是吧？来，跟我进院子。孙巧秀以为王桃花怕了自己，大摇大摆的进了院子。王桃花，你把我带到灶房干嘛？赶紧去拿银子。银子呀，没有，不过菜刀倒是有一把。这菜刀今日切肉前刚被磨过，现在十分锋利锃亮，闪着寒光。孙巧秀愣了一下，脸上划过一丝害怕。呸！你个小丫头片子，还敢跟我动刀？我告诉你，老娘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来呀，砍呀，我这边砍。这孙巧秀也是个混不吝的，干脆把脖子伸过去。这可是你说的。孙巧秀就感觉脖子上冰冰凉凉，有本事砍呐！这时他就感觉脖子上有些痛，一股热热的东西流了下来，杀猪般的叫声立马响彻云霄。王桃花，你还真砍呐！老娘才没心情陪你玩。你要杀了我，县太爷会砍了你的头的。我可不怕，我把你嘎了，我就算被砍头也不吃亏。我再去把你的家人也给嘎了，把你家屋子点了，我不就赚了？这话说的孙巧秀牙齿直打架。王桃花，咱们商量一下，你先把刀收起来。你先说说怎么个商量法？这事两边都有错，咱们就算了。我可不觉得我有错，我都这样说了，你还想怎么样？我相公可是督访的人，你不要太过分了，不然我让他扒了你的皮。那不好意思，可能你等不到见你相公了。举起手上的菜刀。等等，咱有话好商量，好商量。这事儿算我错，算我错了。哦，那错了该咋办？我道歉，我道歉，对不起，是我家虎子的错。只是道歉，我弟的后背现在还疼呢，嘴角也破了皮。我赔钱总行了吧？拿来吧。孙巧秀抠抠搜搜的从怀里摸出一个钱袋，王桃花一把拽了过来，倒在手心。钱袋里有20来文钱，行吧，这些钱也能买20来个鸡蛋了，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也不计较了，省得别人说我得理不饶人。孙巧秀拿着空空的钱袋，心疼的直抽抽。你也别想着事后算计我，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会跟你家不死不休。我连我奶家都敢掀房顶，大伯大伯娘都敢打，你家又算什么？不信你就来试试。你放心，从现在开始，咱们之间的事儿一笔勾销，我以后不会来找你了。还有你家宝贝儿子，提醒他以后别欺负我弟他们，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拿起菜刀，咵嚓，直接一刀把16家送来的大南瓜砍成了2半。孙巧秀魂儿都吓没了，最后灰头土脸的跑回了家。不过从这天起，王桃花泼辣凶狠的名声算是坐实了。翻过了12月，日子一天冷过一天。今天王桃花带着王少安去济世堂复查了，吴大夫关了舌，把完脉。这孩子体内的寒气已经去了大半，接下来老夫再开几副润肺暖胃的药也就妥了。不过冬日记得保暖，不可感染风寒，养上1年半载就无大碍了。少安，快谢过吴大夫。少安，谢过吴大夫活命之恩。吴大夫捋着胡须，很是满意的点点头。孩子啊，可是识字？娘以前教我识过一些字，不过大多忘了。吴大夫立马来了兴趣，拿起一本药草书，指着上面的几个字让王少安认。王少安果然都认出来了。王桃
桃花也一脸惊讶，那白氏都去世了3年了，想不到王少安还记得这些字。丫头啊，这孩子聪慧，很有读书的天赋，早些进学，莫耽误了好苗子。打算明年春上就寻了学堂送去。是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若是将来能高中，为官一人任，也能救一方百姓于水火呀。老夫行了一辈子医，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出了记事堂，王桃花摸摸王少安的脑袋，少安，吴大夫都夸你呢，明年春上姐姐送你去学堂，你可要争气哦。姐，少安一定会努力的。去学堂的费用肯定不低，印象中沟子村就村长和一个叔公年少时去读过几年书，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王桃花家那么贫穷，李家能看上王桃花的原因，因为他识字。今日天色还早，王桃花就带着王少安在街上好好逛了起来。前几次都匆匆忙忙的，这么放慢节奏，倒也发现古代市集的热闹很有趣。姐，这个饼真好吃，里面的肉馅里还有点果子的酸甜，你个小嘴巴挺能吃的呀。一阵锣鼓声敲起，就见前面围起了一圈的人。姐，你看那边有杂耍摊子，咱们也去看看吧。等王桃花和王少安挤进人群，就见最中间站了一个5大3粗的汉子和一个头发乱糟糟的约莫8、9岁的小姑娘。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走过路过的贵客们，今日在下初到贵宝地，身无盘缠，故和小女在此卖艺，望各位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说完话，汉子拿起一把足有30-40公分的铁剑往木头上砍去，木头立马截成2截，接着递给旁边的小姑娘。小姑娘冻得发呆，汉子眼睛一瞪，一巴掌就往她脑门拍去。对方赶紧接过铁剑，仰起头，嘴巴一张，那铁剑就从嘴里一点一点的吞了下去。这是要表演活口吞剑，可这表演的不都是男人吗？看到小姑娘眉头紧皱，脸上肌肉颤动，不断有口水溢出嘴边，可见十分难受。表演结束就该是讨赏钱的时候了。这年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见来讨钱就开始散去，一圈下来，那铜板里也就3两枚铜板。王桃花摸出5文钱放在了盘里，不为别的，只希望今日那小丫头能吃顿饱饭。王桃花也牵着王少安正要离去，就见那汉子把铜板里10来个铜板骂骂咧咧的倒入手心。爹，我饿。那汉子一把扇开小丫头，去，没用的死丫头，成天就知道吃，老子辛苦了半天，你他娘的就赚了几个铜板，还不够老子就喝上一壶酒呢。说着从破箱子里拎出个酒葫芦，你给我好好在这里看东西，要是东西少了一样，我非扒了你皮不可。说着拿几个酒葫芦，哼着野调子，晃晃悠悠的朝巷子里走去了。小丫头吸着鼻子，默默的把东西收拾在一个破木头箱子里。突然一个雪白的包子递了过来，趁热吃吧。姐姐，这包子是给我的。吃吧，不过还有。冬儿立马接过包子，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谢谢。你叫什么名字啊？冬儿，我娘说我是冬日里生的，很好听的名字。见冬儿吃完了一个，王桃花又递了一个过去。这次小丫头并没吃，为什么不吃了？姐姐，我想留着下次吃。一句话让王桃花想起了半个月前自己的生活，一根小小的红薯都舍不得吃，饿了就拼命喝水，更是心酸的不行。吃吧，吃完了姐姐再给你买。谢谢姐姐，我吃饱了，你别花钱了。王桃花心里感触万分，这小姑娘懂事的令人心疼，就从口袋里摸出10文钱塞在冬儿手里。冬儿，这钱你拿着，要是饿肚子了去买馒头吃。姐姐，我不能要，我说能要就能要，记得收好了，别让你爹看到了。冬儿看着王桃花远去的身影，眼里水汪汪的。姐，冬儿真可怜，跟我们以前一样。这个世界上可怜的人太多了，我们只能帮到这儿了，希望他以后能过上安生的日子。王桃花想着天气愈发冷了，还是得要多备点粮食。叔，忙着呢。桃花丫头来了，这次要买些什么呀？叔，现在烩面多少钱了？现在烩面已经卖到5文1斤了。啥？这才10天不到呀，足足涨了1倍多了。可不是嘛，不瞒你说，我们去拿货都要4文1斤了，书卖5文，其实也就赚个车马钱。前头那些铺子有些都卖6文1斤了，隔壁的黄华县都卖7文1斤了。看来这年底物价飞涨，不论古代现代都一毛一样啊。叔，这离过年还有个把月呢，以往也没涨到这个地步，莫不是胡人要打过来了？这话你可千万别乱出去说，这衙门里知道了是吃不了兜着走的。这北边啊乱起来了。叔，不是说薛将军去打胡人了吗？难不成打了败仗？哪里呀？前几日我去州府进粮，
就听说我们大梁的军队还没有到醍醐关，粮草就断了，30万大军都等着吃饭呢。现在陛下下了旨意，南边各州府囤粮100万担以上，首批就要准备20万担粮草啊！这大军出征多重要的事儿，粮草怎么会说断就断？说是咱们军里混入了奸细，夜里把那粮草全都烧了。为了这事儿，听说圣上发落了好几个监管不力的大官呢，据说连驸马爷都给抓牢里了。当官的再怎么折腾也没关系，就是别连累了咱们平头老百姓身上啊！那奸细非得千刀万剐了，霍霍那么多粮食啊！这周大年本就生于乡野，最看不得人浪费粮食。那100万担粮食，估计有好几座大山那么多了。又是纪律严明的薛家军领兵，哪里是几个奸细就能烧光啊？估摸着是被朝廷里的蛀虫给吃了喽。皇帝老儿怕颜面不好看，扯了张遮羞布吧。朝廷要粮做军饷，难怪这粮食价格蹭蹭往上涨。丫头啊，听叔一句，趁着现在粮价上涨不多，要是手头宽裕，多买点粮食，备着准没错。你要是有亲朋好友要来叔这儿，我都按照4文1斤卖。不过卖完这一波粮，叔也就无能为力了呀。叔，你真是个好人，这烩面给我来50斤吧。行，那叔给你称去。王桃花看着白米白面上的插牌，一个15文1斤，一个11文1斤，均上涨了快1倍。等周大年称好烩面，竟然有满满1麻袋。王桃花看得有些傻眼，这下怎么拿回去呢？丫头啊，你住在哪个村子啊？沟子村。沟子村倒是不远。这样，你要是放心，等下场的时候，叔给你送过去。放心，叔，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没事儿，现在粮食上涨太多了，大家都是称个1斤2斤，也没啥生意。王桃花讲了具体的位置，又去朱顺那边买了几个大骨头和1刀肉。等回了村，王桃花把东西规整好。少安，我去找大娘说点事儿，你自个儿在院子里玩。姐，你去吧。王桃花想了想，又去柜子里拿出上次买的细棉布。大娘在家吗？哎，在呢。张大娘笑呵呵的从屋里走了出来。宋香琴本在懒洋洋的躺在床上，听到王桃花的声音，一咕噜就爬了起来。大娘，你家还有粮食吗？桃花可是家里没有粮食了，你等着，大娘去给你拿些。屋里的宋香琴听到粮食就火大，不要脸的小娼妇，3天2头来借这个借那个，这次那老不死的要是敢借，我非得骂到他家院子去。大娘，我不借粮食。那你这是？大娘，我记得你家的秋粮都卖了吧？那现在家里的粮食还能吃几天呢？这沟子村每家的秋粮几乎都卖出去了，然后换了更便宜的烩面来过日子。这个月你栓子叔去县里揽活了，东家包饭，家里的烩面还是上旬买的，估摸着还能吃个10来天。桃花，你问这个干嘛？大娘，是这样的，今天我去县里买粮食，那烩面已经涨到了5文钱1斤了，那老板说后面还会涨。啥？天爷呀，这烩面往年最高也就3文1斤呢，今年怎么卖的这么贵？我一路看去，有些店都涨到6文了，所以我来问问你，要不要去买上一点儿？好，等你大爷回来，我就把这事儿跟他说去。哎，你说这做的都是什么事儿啊？咱们穷头百姓这日子怎么过呀？大娘别急，活人总不能让尿给憋死。你要买烩面就去周记粮铺，那家掌柜的价格公道，现在还卖4文1斤。宋香琴见王桃花不是来借粮的，心里的石头可算放下了。王桃花想着还要去窦香家，就从怀里拿出那块细棉布塞进张大娘手里。大娘，前几日我去县里看到这块细棉布，我瞅着给孩子做贴身小衣裳挺合适的，就买了，你拿去给香琴嫂子吧。细棉布，张大娘用手摸了摸布料，又轻又软，一看就是好棉布，忙摇起了头。不用，这小孩子衣上用旧衣服剪2块就行了，哪需要用这么好的料子，没得可惜了。我看这布还挺大的，桃花，你听大娘的，自个儿拿回去缝个里衣。说着就要把棉布还回去，这老不死的脑子是糊涂了吗？送上门的东西老往外推，不行，这是送给我的，凭什么他来做主？宋香琴笑容满面的走了出来。
哎呀，桃花来了，眼睛却直勾勾的盯着张大娘手里的布。香精嫂子，刚好你来了，这棉布你留着给孩子做件小衣裳吧。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手上的速度倒快，伸手便把布料拿了去。大娘，嫂子，我要去趟豆香家，就不聊了。好，你去吧，路上慢点儿。等人刚走，宋香琴说了句：“娘，我回屋里歇歇了。”张大娘胡乱的点点头，现在心里愁着粮食的事儿，也没空去理会她。等罗桂花知道粮食涨价这事后，也是愁眉苦脸。婶子，你别急，家里粮食可还够，不够先就我家拿点儿。好孩子，家里粮食还有些。婶子只是愁以后该怎么办。明日我就给豆香爹捎信儿去，让他回来一趟。婶子别太忧心，那我先走了。王桃花朝王豆香眨了下眼睛，后者跟了出去。桃花，你叫我啥事儿？豆香，要是家里有闲钱，记得劝你娘多买点，快过年了，粮食本就紧张，也不知道后面会长成什么样。若是觉得灰面太贵，可以多买些便宜的地瓜、黑豆，放的也久些。好的，谢谢你桃花，等我爹回来，我一定说。王梦山知道这件事后，让王有权当天下午就赶车去了县里，找了王有和。王有和在酒楼里当掌柜，迎来送往，还是知道些消息的。现在弟弟既然找上了门，也不等跟王梦山说了，当即就去粮食铺子里买了100斤灰面。其实现在平川县城，但凡有些头脸的人家，都在偷偷囤粮。王梦山皱着眉头看着那2大袋灰面，不吭一声。这村里面留粮食的没几户，我得去提个醒啊。爹，每年年底粮价都会上几分，就是不知道大家肯不肯听啊。那也得说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上几辈子供着一个祖宗呢。再说要是不说，以后粮食涨得更贵，咱们一家人都非得被人戳几两骨不可呀。很快村长就去祠堂敲了钟，把这事儿给大家伙说了一遍。大家回去合计合计，若是灰面剩的不多，看要不要备点粮食。大部分村民还是忧心忡忡，毕竟自家秋收的粮食留的并不多，于是决定当下就去县里买上些备着。少部分人还是满不在乎，毕竟粮食年年到了年底都会涨些。等临近傍晚时分，周大年果然驾着一辆牛车送来了粮食，说这眼看天也快黑了，我就不留饭了，你回去时小心点。这荷叶里是包木耳，是我自己上山摘的，你留着吃。丫头啊，你这忒客气了，这东西叔可不能收啊。叔，收下吧，山里东西不值几个钱。看王桃花一脸坚持，周大年只能把东西收了起来。王桃花用干荷叶在罐子口盖了10来层，又用破布蒙上，用绳子绑得牢牢的，这样就不怕罐子里进水，没了里面的粮食。可是藏哪里呢？阿姐，我知道个地方，保准没人知道。哪里啊？就在咱们屋后。屋后，王桃花早就寻摸了一遍，除了那个小小的茅房，就是一个土坡，上面全是杂草，再往上就是大山了。姐，你看这里。王少安扒开杂草，一块霉烂的木板门出现在眼前，拉起木板，一股沉闷已久的霉烂气扑面而来，下面竟然有个1、2米多深的地窖，还有木梯子通向下面。这里怎么会有个地窖？少安，你怎么知道的？去年夏天时，奶让爹割草喂牛，我就跟着爹来了坡上割草，看到了这个地窖。爹说这个地窖还是他小时候爷爷挖的，用来藏地瓜的。王桃花顺着木梯走下去，发现里面有3、4个平方大小，地面颇为平整干爽，而且还垫了层碎石子。别说藏地瓜了，就是藏人都绰绰有余。这可真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我的好弟弟，你这次可帮了姐的大忙了。于是扳过他的脑袋，又是吧唧一口亲在额头上。王少安一边嫌弃地擦着额头，一边又开心地咧嘴傻笑，把罐子放在了最里面。两人盖上木板，把杂草往上一放，果然神不知鬼不觉。平川县的东街向来居住的是有钱有势的人家，孙家、县太爷和周家都住这一片。周家外书房里，一个胖得跟猪一样的男人正津津有味地啃着一只烧鸡，满嘴流油。少爷，慢点吃，别噎着了。少爷，别光吃肉啊，喝口酒润润嗓子。周满立马抓住那葱白的手，眯着眼睛嗅着，吧唧亲了一口。少爷讨厌，还有人在呢。周满一脸猥琐的在2个丫鬟屁股上捏了一把。
晚上没人，咱们3个玩抓圈圈。2个俏丫鬟立马脸红了起来。少爷啊，那王大坤来了，说找到了2小姐要的人了，是否要让他们进来呀？那快让他们进来。整个平川县的人都知道，这周家少爷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其中最是好色。这不，周满府里的丫鬟玩腻了，就想去外面寻求个新鲜感。可正常人家谁又愿意把清清白白的姑娘送去给他糟蹋呢？小的给少爷请安。王大坤呐，听说你给我给2小姐找了个贴身丫鬟，你可知道，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入我2小姐眼的。少爷，小的当然知道了，我今天推荐的这个人，小姐肯定满意。那姑娘是谁呀？说说吧。少爷，那姑娘名叫王桃花，是我堂妹，翻了年就14岁了，长相嘛，那比他们俩还漂亮几分，而且识字，还是秀才老爷的外孙女呢。好，听到这话，周满立刻来了兴趣。哎呀，这类姑娘本少爷还没有玩过呢。王大坤呐，你可知道骗我的后果？少爷，小的可不敢说谎。小人虽然不是州府的家生奴才，不过打13岁起就在外院帮忙，早把州府当成了第2个家了。看主子为了找丫鬟，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也愁啊，这才会见上自己的堂妹。小的就只是想替主子分忧。好，王大坤呐，我对你很是满意，不愧是我周家的好奴才啊！管家把王大坤的月钱提到2等，谢谢少爷提拔，小的定为少爷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好了，别啰嗦了，快把那个姑娘送过来吧，本少爷先给我2妹长长眼。少爷，那个还需要几天时间，这是为何呀？别说几天了，他现在1刻都等不了了。我那个堂妹性子十分的刚烈，前几日还因为退婚的事磕了墙，又碰上我2叔死了，现在正伤心呢。周少爷给我几天时间，我去劝说一下。王大坤呐，本少爷给你5天时间，必须把那个什么花来着？少爷，是王桃花。对，5天之内必须把那个王桃花给我带到府里，不然别怪本少爷不客气。若是这个事儿成了，本少爷赏你100两银子。少爷你就放心吧，5天后我保证把我堂妹送到府里来，要是送不来，小的这条狗命任凭少爷发落。管家赏他5两银子。王大坤拿着沉甸甸的5两银子，脚下就跟踩了云朵一般，轻飘飘的出了州府。我终于有银子了。脑海里立刻闪过一道粉色的身影。这海棠馆是平川县唯一的小官馆，这大梁朝承袭隋唐，民风颇为开放。当下达官贵人不仅好歌妓，还常常在府里豢养一些好看的男孩作为书童，其实是把他们当成泄欲的工具。王大坤站在门口向2楼望去，细细的搜寻了一番，果然看到了人群里的他。公子可是有看上的小郎？我要他。哎呦，公子好眼光，这可是我们海棠馆里的头牌，名唤玉明，最是会伺候人。快进来，快进来。就这样，王大坤迷迷糊糊的进了楼里，一夜无话。王桃花正一边擦着汗，一边劈砍着前方的杂草藤蔓。今天顺着小溪往更里边走去，走了20来分钟，他发现前方有棵极大的槐树，这一路也走累了，就打算坐在树下休息一下。要是有只兔子撞树上就好了。王桃花正瞎想着，突然看到树梢处有一团白色，那是什么？再次眯着眼睛看去，猴头菇。想不到这地方还有猴头菇，东西全是人工种植的，都卖老贵了，这野生的更不得了吧。自古就有山珍猴头、海味燕窝之说，猴头菇可是被列为了古代的8大山珍之一。很快他就来到了大槐树的树杈处，那朵猴头菇正在其中一根树干的末端，前面的树干太细了，不能再往前了。于是他伸长手臂去够那朵猴头菇，只差一点点了。突然一个青色的蛇脑袋出现在王桃花眼前，见鬼了吧，这都12月份了，蛇不是早就冬眠了吗？他深吸一口气，强行让剧烈跳动的心脏平静下来，摸出了柴刀，后背已是一身的汗。那蛇足有成人胳膊粗，全身花纹斑斓，好在脑袋是椭圆形的。你说你一条蛇又不吃素，凑什么热闹啊？那个蟒蛇大哥，你别再过来了，咱们打个商量可好？这菇子我带走，下次我来时给你带只鸡来了可好？那鸡贼拉的香，好吃。那蟒蛇根本不听王桃花聒噪，下一秒嗖的向王桃花游来。这蛇力气太大了，王桃花差点被顶下了树，拿起柴刀就朝蛇尾砍去。王桃花躲闪不及，左边胳膊被咬住了，顿时一股剧痛涌上心头，疼得他直吸冷气。老娘跟你拼了！
蛇血溅了他一脸，又腥又臭。可王桃花没有停下来，继续割砍着。很快，蛇头和身子就分成了两半，身子扭巴了几下就掉下了树。王桃花靠在树干上，手臂的疼痛让他冷汗涔涔。这伤口太深了，得赶紧下山处理。他看了看那团猴头菇，还是舍不下。就这么一小段距离，疼得他脑袋嗡嗡嗡的响。最后总算完好无损的摘下来了。他朝周边看了看，找来几株益母草。王桃花用柴刀把益母草锤烂了，然后敷在2个牙洞口，顿时一股清凉扩散，那血流的速度还真慢了几分。这条蛇那么大，少说10来斤，说不定能卖上好价钱。于是本着不浪费的原则，把蛇塞在了篓子底下，再铺了一层树叶，用青苔把猴头菇小心翼翼地裹好，放进了篓子里。媒婆子正窝在椅子上准备打个盹儿，就听到外面传来敲门声。谁呀？来了。等他开了门，就见王桃花脸色惨白地靠在门上。梅大娘，桃花丫头，你这是怎么了？大娘，我手被蛇咬了。啥？快进来，快进来，老婆子我看看。等媒婆子解开王桃花绑的布条，就看到了敷了的草药，难不成这丫头还懂药草？他按下心中的疑惑，小心翼翼地帮王桃花清洗了伤口。丫头，你按着这处，血就不会流了，我这就去拿药。很快，媒婆子就拿来了2个瓷瓶。丫头，我看你啊，这手上的牙口子，好在不是毒蛇咬的，老头子配的这几瓶药粉倒是派上用场了。说着，朝伤口倒了些黄色的粉末。王桃花就觉得有些火辣辣的疼，得忍着点儿，这是蛇药，涂了就能消肿化淤血了。王桃花疼得直抽劲儿，那汗又唰啦啦的流了下来。这丫头心性好，这蛇药啊，老头子说用起来跟铁烙了似的疼，想不到她竟然一声没叫啊！其实是媒婆子误会了，王桃花痛得已经张不开口了。就这么煎熬了10来分钟，王桃花就觉得手没之前那么肿了。媒婆子又从另一个瓷瓶里抠出一点白色的膏药，轻轻地抹在伤口四周。大娘，这是什么呀？涂了好舒服，这是3花蛇膏，得配合着刚才的药用。媒婆子给他涂好药后，就取来一段干净的白纱布给他包扎了起来。这几日啊，伤口可千万别沾水。然后这2瓶药你拿回去用吧，早晚各敷一次，连敷3日就差不多好了。丫头，以后山上啊得小心点，这山里的野物伤人可不是开玩笑的。好的，大娘，我会小心点。对了，这药多少钱？丫头，老婆子都大半截身子进土的人了，不用钱，不用钱。那不行，大娘，你这都帮了我好几次了，我怎么能老是占你便宜呢？哼，老婆子的便宜也不是谁想占就占的。你家的事儿啊，这些年我也没少听说过，你也是个可怜的。但那日我看你这丫头胆子大，敢装晕跟你奶他们斗，是个不迂腐蠢笨的，很合我老婆子的胃口。你这丫头啊，我喜欢。这老太太还是个挺有个性的人呀。当年我和老头子要有这份勇气，何至于沦落至此，有家也不能回。王桃花一听这话，就知道里面是有故事了，于是眼巴巴地瞅着他。小小年纪可别学长舌妇到处瞎打听。好了，忙活了这么半天，我老婆子也困了，你家去吧。好，那大娘你休息吧，过几日我伤好了再来看你。王桃花背上篓子就要出去。丫头，这药草可不能瞎用啊，这本药草书你拿去看吧。递来一本蓝底泛黄的线装书，百草图集。他翻开看了看，里面画了许多草药，画得相当逼真，有些还用颜料涂染了颜色，而且还详细的备注了药性和炮制的手法。这可真是致富敲门砖呐！有了这本书，他就能辨认更多的草药了。这书啊，还是老头子祖上传来的，老婆子无儿无女，留着也是糟蹋了虫子。你既然识字，我又听说你打算做挖药草的营生，这书就送你了，拿去好生看看吧。这梅大娘和唐大夫听说是从州府里迁过来的，难不成以前是官宦世家，然后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惨遭父母反对，然后私奔到了这儿？大娘，这书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一下子惊喜过头了。大娘你真好。等进了家门，王桃花就看到王少安拖着脑袋在院子里等着自己。阿姐，你回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晚啊？在坡上看到只兔子，追了一小会儿，可惜被它跑了。姐，那你赶紧坐下歇息，我这就去拿饭。王少安立马跑去灶房，从锅里端出温热的面饼子和一碗炒野菜，
少安，你也没吃吗？我等姐姐一起吃。说着，夹了一个最大的饼子放进王桃花碗里，自己则夹起一个小的，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饭后，王桃花跟王少安交代了几句，就背上篓子去了县里。他摸了摸伤口，已经消肿了，又伸了伸手，不是很痛了。这药可真神啊，这么一会儿功夫就不疼了。孙府花园假山堆叠，没胃口，不想吃，把这些都撤了吧。爷，你好歹吃点吧，我看这几天你都清减了这么多了，等回京被老夫人看到了，小的屁股又要遭殃了。嫂妹呀，有你家爷在，会让你挨打吗？话虽然这么说，可我每次挨的打受的罚还少吗？你说什么？小的没说什么，小的说少爷是府里最体谅下人的主子，独一无二。灶房里，梅娘子看着几乎没动几筷子的饭菜，急得团团转。老爷已经让管家交代下来了，晚间要是花园里那位主子再吃不香，这灶房里就得换人了。梅娘子在孙府当了20来年的灶头娘子，头一次见自家老爷这么上心吃食之事，不用想都知道住在听风小溪的爷是个大人物。哎呀，我说妹子，听说那院里的爷又不吃饭了。哎，瞧瞧这多好的饭菜，咋没吃几口呀？林姐姐，你不在洒扫房待着，来我这干嘛？这灶房油烟这么重，可别把你的衣裳给染了味儿。谁料那妇人自顾自地在灶房里转着，这灶房倒是被妹子打理得井井有条，也好，以后妹子高升了，后来的人也好习惯。你说是不？这灶房的菜刀挺重的，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拿得住的。那我就请等着妹子今晚的饭菜了。希望那贵人能多吃一口。说着捂着嘴巴，像只花母鸡一般咯咯咯地笑着离开了。这要是晚饭再不吃几口，我这脸面可就丢鞋底儿了。那林婆子还不得怎么在我面前趾高气扬？林婆子是夫人的陪嫁，在府里管着内院花房和洒扫，早就对油水颇多的灶房管事位置虎视眈眈。梅婶子，角门有人找。谁找我呀？那人叫啥桃花来着？你去跟他说声，我现在没空。梅三娘现在一脑袋浆糊，哪有空去见人？那我就去回了他。小丫头正要离开，红豆，那人可是叫王桃花？对，就叫这个名儿。梅三娘立马想起了那日买木耳的场景，难不成又有什么好山货？想到这儿，她脚下如风的跑去了角门。桃花丫头，你找我？梅婶子，上次你不是说有新鲜山货跟你说一声吗？我这刚好得了，就来找你了。可是那木耳不是，是这个东西。就见里面是一团白色的丝状物。哎呀，这是猴头菇，正是猴头菇。梅婶子可要？要，当然要。丫头，你这猴头菇来的可真是时候，快跟我进来。王桃花进了孙府，只是稍微瞥了一眼，就低眉垂眼的跟在梅三娘后头。果然是个稳妥的孩子。因猴头菇难得，是山货中的金贵之物，于是梅三娘让红豆去找了管家，这是石管家。石管家，丫头啊，这猴头菇是你的？今日上午刚采的。石管家拨弄了下，见猴头菇色泽新鲜，脚上还带着苔藓，不由得点点头。这东西你要卖多少钱？石管家，你看着给吧。你就不怕我给少了？这东西虽说难得，但也是天生地养，我有幸得到了也是运气好，多卖一些少卖一些我都赚了。再者，我听说孙府是县里最公道仁善的人家，定不屑于做诓骗之事。哈哈哈，丫头啊，你可是真聪明。你既然都这么说了，老夫也定不会让你吃亏。这猴头菇往府里也是有进过的，论成色大小却是不如你这个。这样，我给你5两银子可行啊？啥？一个破蘑菇就卖了5两？我的天爷呀，那可是上千斤粮食，500多斤猪肉啊！你若是嫌少，老夫再给你加些。不，石管家，你误会了，就按5两银子吧。石管家再次露出一抹欣赏。王桃花拿着那锭银子，简直是在做梦。石管家走后，王桃花还沉浸在5两银子的世界，傻呆呆地站着。丫头，你这背篓里可还有其他东西啊？梅婶子，那长虫你可怕？梅三娘一头雾水，这怎么就说到蛇身上？情不自禁地点点头。那你闪开点。梅三娘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步，一条花色斑斓的蛇就掉在了地上。娘呀！梅三娘吓得魂儿都要飞了，
婶子别怕，他已经死了。王桃花用脚踢了踢，果然蛇一动不动。丫头，你胆子可真大呀，这么大条蛇也敢背在身上。阿弥陀佛，吓我一跳。婶子，这蛇也是今天刚打开的，现在的蛇药猫冬最是肥嫩，说是做成蛇羹保准鲜美。府里可是要吗？今日有了那猴头菇，定能满足那公子口味，可明日又没菜了。刚好这条蛇这么大，收拾出来，明日做个全蛇宴，岂不正好？你可真是婶子的及时雨呀！这蛇婶子要了。梅三娘蹲下来，小心翼翼地用火钳戳了戳蛇，又翻了个面。丫头，这蛇往年庄子里也往府里送过几次，不过婶子还真没出去买过。这样吧，婶子不让你吃亏，给你按羊肉价收，你看可行？行的，婶子你看着办。昨日羊肉价30文一斤。王桃花对这个价格十分满意，过了秤，这条大蛇足足有11斤7两，就算12斤了。很快，红豆就拿来3吊另60文钱。王桃花从里面拿出10文钱塞给红豆，红豆，今日辛苦你了，这钱给你买点零嘴。谢谢姐姐。一旁的梅三娘含笑看着，心里对王桃花更是满意。王桃花拿出一串钱塞进梅三娘手里，婶子，今日多亏有你，不然我这东西也卖不出去。这钱你别嫌少，拿去喝杯茶吧。丫头，婶子也不跟你客气了，这钱婶子可没脸收。要仔细说起来，婶子还得谢你，这府里来了贵客，我正愁用什么招待呢。你瞧瞧，我这愁的嘴里都冒火泡了。有你这2样东西，婶子啊，今晚总能睡个好觉。听他这么一说，王桃花也不推脱了，把钱收了起来。那行，我就不跟婶子客气了。丫头，下次有啥好的山货，尽管来找婶子。行，婶子，那我就先走了。就见梅三娘从笼屉里拿出一碟子糕点，用荷叶包了，又从碗柜里拿出几个油纸包，还有半个口袋。丫头，你来一趟，婶子也没啥好送的，这是我新做的一碟子栗子糕，尝尝婶子的手艺。还有，这是几包油炸的果子，口袋里的是今年庄子里新收的稻米。你这身子太瘦了，拿回去熬点粥喝。婶子，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拿着拿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辈子啊是没有女儿福了，只养了2个混世魔王。你呀，婶子瞅着就欢喜。说着就不管不顾地塞进背篓里。扫墨正从外面买东西回来，远远的就看到了王桃花出了角门，正想上去打招呼，人就不见了踪影。爷，我又碰到那个姑娘了。哪个姑娘？你在这县里相好的？小的天天跟在爷身边，哪有时间找相好的？就是那个跟牛三打架的，然后办抽奖的姑娘，她来孙府了。她来孙府干嘛？难不成来这府里做丫头了？爷，你可不知道那个丫头有多能折腾。这几日你吃的木耳就是她采的，今天又来送菜，说是摘到了猴头菇，还打了一条大蛇。什么大蛇？有多大？说是有10来斤。扫墨就见自家公子飞快地跑了出去，梅三娘正拿着刀对着蛇比划着。慢着，谁在那里下叫呀？老娘！就见一个面如冠玉的年轻公子飞快地跑到了自己前头，兴致勃勃地看着那条蛇。孙老爷和石管家就匆匆赶来。这蛇是那个叫王桃花的姑娘送来的。梅三娘还在那发呆。贵人问你话呢，还不快说？对，是那小姑娘送来的。莫不是这蛇有问题吧？骆子玉用手按了按蛇，又比划了下大小，提起来掂量掂量。这么大的蛇也能打到，这丫头够狠呢。今晚本公子要吃这蛇，不知贵人想怎么吃啊？无妨，你做就是了。哦，对了，下次那丫头来了跟我说一下。几人互相看着，心思百转。石管家啊，以后那丫头来卖货，无论什么高价都收下。还有今日这蛇宴，你全程看着。老爷，你放心，老奴一定交代下去。很快，灶房里就忙碌了起来。王桃花摸着怀里的5两银子，简直要笑疯了。石头大哥，忙着呀！桃花，你来了，我都盼你好几天了。怕我做甚？你上次提的方法太好用了，咱们药铺干活的速度都快了。托你的福，掌柜的现在让我专门负责抓药这块，还给我涨了工钱。这份点心是我的心意，你一定要带回去吃。王桃花也不矫情，接过点心，
朝后头的柜子看去，果然白纸黑字儿已经贴上了药名。石头哥，你太客气了，还费钱买东西干嘛？我这就是个举手之劳，那我就恭喜石头大哥升职加薪了。桃花，你这次来卖什么药草啊？今天我不来卖药草，我来买药。你要买什么药？我想买一些驱蛇虫的药。你也知道，我要常去山里采药，有这些药也安全点儿。这倒也是。去后面的药格里面翻出2个瓷瓶，这瓶黄的是雄黄粉，里面还加了一些其他药材，驱蛇最是好用。这瓶绿的是防蚊虫，上山时候涂抹在身上的，蚊虫就不敢来叮咬了。王桃花听到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下去山里就安全多了。石头大哥，有没有让人晕倒的药？石头吓了一跳，我的姑奶奶，咱们这是医馆，那种害人之物怎么敢出现呢？可别乱说，这要是被官府知道了，非得被抓去坐大牢。王桃花这才想起，古代蒙汗药大多都是小偷拿来干坏事的。石头哥，你别紧张，我就问问。你也知道，我一个姑娘家，成日里抛头露面的，挣银子养家，就怕遇上坏人。这不，才想到买点厉害的药防身。蒙汗药没有，不过这治人的药粉，我倒是知道一种。啥？是什么啊？以前我们铺里有个坐堂的老郎中，是打蜀中那边来的，他最擅长配各种奇奇怪怪的药粉。我那时刚来铺里，跟在他后面帮忙了几天，学会了一种药粉，叫做痒痒粉。痒痒粉就是撒在人身上会巨痒无比。石头哥，那你赶紧给我配些吧，这东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那你等着。石头忙着抓起了药，然后石头又把这几样药材倒在一个石臼里研磨了起来，许是空气中散了些。王桃花竟然感到脸上有些痒了起来。桃花，这东西一碰到皮肤就特别痒，你可千万要小心，若是碰到了，只要用薄荷泡水擦洗就能解痒了。好好，我记下了。石头哥，你可是帮了我的大忙。王桃花如获至宝，正要离开，又想到了山里看到的几味药草。石头大哥，那益母草、车前草这些你们收吗？收啊，不过这些东西都是些常用的药草，卖不上什么价钱。益母草1文钱10斤，车前草1文钱20斤，而且要干货。这么便宜，自己山上山下来回2个来小时，就赚个1-2文钱，不划算。再说等王大坤从海棠馆出来，已是第2日下午，5两银子已经花个精光。他脚步有些虚浮，腰间一阵酸痛，心里却喜滋滋的。这玉明真是比女人滋味还足，下次非得再来个痛快。他摸了摸怀里的药粉，心里颇有些得意。这药粉名唤落梦散，是青楼厨馆里对付不听话的姑娘用的。王桃花，堂哥的好日子就靠你了。不过那丫头精明得很，这事儿我得好好合计合计。王桃花出了记事堂，就直奔杂货铺子。他在杂货铺子里看了一圈，最后买了2个大罐子，一个汤婆子，锅碗瓢盆也都置办了一副新的。老板，你家有枣豆吗？有，姑娘，你要几个？从一个盒子里摸出一个黄褐色球状物，递给王桃花。姑娘，我这枣豆都是葛州来的，最是细腻，里面还掺入了栀子花汁，又好用又好闻。这就是古代的香皂了。老板，这怎么卖的？只卖20文钱。一个香皂竟然卖得这么贵，难怪村里没人舍得用。可一想到这些日子自己只能用清水洗澡，还是一咬牙买了一块。王桃花又买了2床棉被、1床褥子、2斤肉，东西太多，王桃花干脆花8文钱雇了一辆牛车回家。等牛车进了村儿，又引起了一大波人的注意。虽然上次勾搭男人的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但今日买东西的钱又是怎么来的？难不成这死丫头又找到什么发财的东西？哎呦呦，桃花这一大车东西花了不少银子吧？你这是找到了生钱的好法子，也跟婶子几个说说呗。王桃花瞥了他一眼，没有搭理。瞧瞧，这是赚了钱，看不起咱们喽。王振芳自顾自地去翻那棉被，不料手上被重重打了一下。死丫头，你干嘛呢？这位婶子，不好意思，以后没经过我同意，请不要动我的东西，咱们不熟。黄振芳气得双手叉腰，就准备开骂，不料王桃花拿几个大铁勺挥了挥，对方立马闭嘴。王桃花就这么在大家注视下大摇大摆地回了家。再说王桃花到家后，把床上那2床破被子全垫在了席子下，然后铺上了新棉被。王少安在上面打了个滚儿。姐，这被子真软，真暖和。少安，今日姐在山里采了个好东西，卖了些钱。王少安看着那雪白的银子，心里很是兴奋，拉着王桃花就要蹦跶，却不料扯到了王桃花手臂上的伤口。姐，你怎么了？没事，手臂不小心擦破了点皮。
等王少安看见王桃花裹得严实的胳膊，阿姐，你骗我，胳膊都裹成这样了，肯定是很重的伤，我给你吹吹。娘说过，吹吹就不疼了。接下来，这个24孝好弟弟就开始了重解模式，做饭他来，铺床他来，洗脸水他来，就差把饭喂到嘴里了。等吃过晚饭，王桃花把2个新罐子装满灰面，又把那袋地瓜放进了篓子里。少安，这些东西也要拿去地窖。阿姐，我去吧，你还受着伤呢。你当姐是豆腐做的呢，梅大娘看过了，问题不大。再说这东西挺重的，你也背不动。阿姐，我行的，让我去吧。在姐弟俩蚂蚁搬家下，把另外2罐灰面和1袋地瓜全送去了地窖。王桃花还把那锭银子和李康平的玉坠子用帕子一包，也留在了地窖里。王大坤回了家后，就神秘兮兮的把刘氏拉到了自己屋里。娘，桃花那事怎么说？人家周家催得紧呢。坤儿啊，那丫头自从撞了头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你知不知道，前几日她来家里闹了一通，把屋顶都给掀了，还有那对青花花瓶也被砸得稀巴烂。我瞅着这事儿啊，难。反了她了，一个孤女还敢来我们家撒泼，我这就叫上大海一起去教训教训她。你别去，这丫头现在找了村长当靠山，猖狂的不得了哟。不就一个村长吗？周家摁死她就跟摁死一个蚂蚁一样。刘氏本就是个精明人，见自家儿子这么操心这事儿，想了想还是问了出来。坤儿啊，要不让香香去吧，她是你嫡亲的妹子，周府那条件多好啊，有月钱，吃住又不花钱，干嘛便宜了那个贱人？不行，坤儿，你跟娘说句实话，桃花去周家真是给周家小姐当贴身丫鬟？不当丫头，难不成要当小姐？这事儿大家迟早得知道，与其遮遮掩掩，还不如把刘氏拉到我的阵营，我也好动手。我跟你说实话，那周家打着幌子给小姐选贴身丫鬟，其实就是周少爷在给自己选暖被窝的丫头。桃花那个贱人被周家少爷看上了。啥？那贱人被看上了？我就说这死丫头成天往县里头跑，原来是招蜂引蝶，勾搭人家了呀，跟那白氏一个货色。转念一想，那头又摇了起来。不行不行，她要是嫁去了周家，我们家能落得什么好？以后还不被她踩到泥底子下去了？谁说嫁人了？就凭那贱人一个村姑，还是被退了亲的，也敢肖想当周府的少夫人？那平川县谁不知道，周少爷最是贪心好色，他看上那个丫头不过就是图个新鲜玩玩而已，这山鸡永远当不了凤凰。娘，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是成了，周家给这个数。王大坤伸出一个巴掌，5两银子。怪不你只能围着家里这1亩3分地转，什么5两，那是50两。其实周满说事成之后是给100两银子的。王大坤自私到了极点，连自己亲娘都骗。50两！刘氏拔高嗓门，王大坤立马捂住他的嘴巴。娘，你再大点声，这银子可就跟你没关系了。指了指刁婆子屋子方向，刘氏点头表示明白。我的老天爷呀，这可是50两银子啊，50两啊，可以买10来亩好田了。王大坤就那么自顾自地喝着茶，直到看到火候差不多才说道：娘，这事儿光咱们可做不了，还得咱奶帮忙。我的儿，你没发烧吧？那个死老婆子要掺和进来，咱们1分银子也别想沾手了。你想啊，我奶毕竟是那个丫头的亲奶奶，有她出手，咱们可是省事儿的多呀。退1万步来说，要是真出事儿了，还有她在面前顶着呢。还是我家大郎想的周到。行，那就跟你奶说，周家给的是30两银子啊，不，20两银子。等事情成了，娘给你1两银子零花钱，剩下的娘给你们兄弟俩攒着，以后给你们讨房好媳妇儿。这事儿我牵的线，又忙上忙下的，凭什么白白便宜了那个没脑子的蠢货呀？瞧瞧，爹娘这心果然够偏的呀，好在自己留了一手。行，那这事儿就娘去和奶说了。放心，你奶恨不得屙的屎都能变成银子，有这20两银子，这事儿保准能成。果然，等刘氏去了一趟刁婆子屋里，不多时就传来刁婆子杀猪般的呼喊声，那声音里满是雀跃与激动。坤儿，坤儿，快来奶房里！王大海听到声响，出来就看到王大坤被刘氏从门里拽进了刁婆子的房间，顿时吐了口唾沫，瞧那死下巴都快戳破天了，呸，准没好事儿。突然他眼珠子咕噜一转，蹑手蹑脚地朝后院走去。坤儿啊，周家真愿意出20两银子要那丫头？是的，奶，也不知道那个丫头在县城里怎么勾搭上了周少爷，周家正要找人说相呢。
刚好我知道这事儿，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就把事儿给领了过来。屋后的王大海又气又急，这么好的事儿竟然没想到自己，看来奶和娘说疼他也是假的。好，果然是奶的乖孙子，这事办得好。你二叔欠老婆子的养老恩，就得让那贱人还。娘，这事儿有些难办呐，那丫头可不会乖乖听话，她可凶得很，还反了她了。她要么乖乖去，要么我让大坤、大海带上绳子绑了她去，只要进了周家门，要死要活就不关我们的事儿了。娘，这么大张旗鼓不好吧？村里人都看着呢。再说村长那边，我老王家的家事谁来管？我老婆子催死他，村长来了也没用，这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他算老几？再大能大过县太爷？奶，要是这么绑了去，难免被人家说咱卖孙女儿。再者，周家面子也不好看，毕竟大户人家也讲究。大孙儿，你有什么主意？说来听听。刁婆子知道王大坤从小就聪明得很。奶，那周少爷给了我一包药粉，吃了后人就睡过去了。到时候咱们借口送桃花去县里看病，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就送去周府。只要周少爷得了他的身子，这白花花的银子不就得了吗？主意是好主意，可是事后那丫头许死觅活，会不会扯上我们呢？周家的大小姐可是给知州当如夫人呢，咱们县的县令见了周老爷都得客客气气的。前头几个姑娘也有寻死的，最后周家用100两银子打发了，半点事儿也没有。哎呀，天爷呀，死了还得赔100两银子！老婆子，我天天猪肉肥鸡可劲儿吃，100年也吃不完呢。奶，就算那丫头不寻死，以后也会成为咱们的摇钱树。婆媳俩很是疑惑的看来。别忘了，她可宝贝那小崽子了，只要我们把那个小崽子控制住，她的月钱、赏的银钱不都是我们的吗？好，我大孙就是聪明，这事儿要成了，奶给你一吊钱吃酒去。奶，我也要一吊钱。王大海从窗子后头露出个头。你个糟蚊的，吓老娘一跳！什么事儿都净往前凑，还不快给老娘滚过来！王家几人开始齐心协力地设计找王桃花。前几日张大娘地里收了萝卜，送来了一大篓。王桃花想着现在日头还不错，就挑出一部分切成筷子粗细一条，然后晾晒在簸箕里。王桃花，奶叫你过去一趟。王桃花瞥了他一眼，没有回应。王桃花，你聋了吗？奶叫你过去一趟。王香香，你有病啊？咱们两家什么关系？用脚趾头都能想清楚，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算了，干嘛还来招惹我？你当我愿意来你家呀？奶说今天是爷的忌日，让你去祭拜一下。王桃花一愣，这就不好拒绝了。行，我们收拾一下，马上就过去。等王香香走了，王桃花回屋里拿了一副香烛，待会儿去了大伯家，咱们祭拜完爷爷就回来，那里的吃食咱们都不要碰。阿姐，我明白的。等两人到了王有贵家，就发现上次的条桌上又摆上了一对花瓶，屋顶也补好了。这日子看来过得蛮不错嘛。屋里除了王大海，其他人都在。奶、大伯娘。王大坤有好段日子没见着王桃花了，这么一瞧，倒发现自家的这个堂妹越发比之前漂亮了。这颜色又识字，年龄正好，周少爷一定喜欢。这厮笑得这么恶心，那眼神仿佛要吞了我。这里面肯定有事儿。来了就给你爷上炷香吧，让他保佑你早点嫁出去，不然呐，就你这种没爹没娘，性子又刁蛮无理，还带着个拖油瓶的，谁家敢娶呀？不得烂在家里，白白坏了我们王家的名声。这老婆子是多久没刷牙了？真是从她嘴里一句好听话都没有。那就不劳奶操心了，再怎么说我也是王家的血脉，也肯定会向着我的。这话的潜在意思就是在王家你才是外姓人。你个牙尖嘴利的死丫头！刁婆子还想发火，被刘氏扯住了，顿时闭上了嘴巴。这一切都让王桃花感觉有些奇怪，事出反常必有妖。与此同时，一道身影溜进了王桃花家。王大海来到屋里，从怀里拿出一包药粉，就往盛水的铁壶里倒了进去。可别怪做哥哥的狠心，要怪就怪你自己命不好，上次还敢打我，哼，这次有人会收拾你。他看着屋里新添置的棉被等东西，得意极了。过了今天，这些东西都是我家的了。王桃花带着王少安点了蜡烛，烧了香，拜了3拜，就准备拉着王少安走人。刘氏却从灶房里端来一碗姜茶。天气冷了，桃花喝碗姜茶再走吧，这次伯娘可是放足了糖，可甜了。不用了伯母，我们家穷，经常吃不起饱饭，肠胃弱，
喝不惯姜茶。说着，连招呼都没打，就带着王少安走了。这死丫头还敢在我面前拿桥摆谱，老婆子我催不死她！奶，别气坏了身子，别忘了咱们还要办大事呢。大海回来了没？应该在路上了，我出去看看。再说王大海出了王桃花家，就趾高气扬地往家里走去。臭丫头，见了二哥也不叫。哪里来的二哥？我只见到一条狗拦在路中间。你这个臭丫头，死到临头了，还在那里胡搅蛮缠，看你还能笑多久？死到临头？王大海，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什么叫死到临头？死到临头就是他突然想起王大坤的交代，赶紧捂着嘴巴，吓出了一身冷汗。好险，差点就被这死丫头套出话来了。为了以防万一，他没头没脑地往家跑去。王有贵家，王大海跟只发情的土拨鼠似的，在堂屋里转来转去。娘奶，都过了1个多时辰了，要不我去看看？再等等，那丫头精怪得很，别打草惊蛇了。奶，让二弟去看看也行，现在正是饭点，二弟啊，你就远远的看看，若是他们家灶房有冒烟，咱们就得再等等，若是没动静，咱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了。还是我大孙子聪明。好，我现在就去。很快就来到了王桃花家附近，屋里静悄悄的，灶房也没有起烟，大喜过望，立马马不停蹄地跑回家。王桃花带着王少安站在屋后的山坡上，看得一清二楚。少安，如果我猜的没错，大伯他们马上就来了，咱们按原计划进行。阿姐，我怕大伯他们会不会伤害你？少安，你相信姐，姐会保护好自己的，凡是你一定不能露馅。等他们走了，你就去找村长。王桃花就是要置死地而后生。几人进了屋子，就看到王桃花扑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王少安也趴在床头呼呼大睡，地上还有2个碎碗。果然成了。王大海和刘氏激动不已，王大坤比较谨慎，上前叫了叫，推了推。事不宜迟，二弟快把这个贱人抱上牛车，记得蒙上被子。好嘞，哥，那这个小崽子呢？别管他，反正等他睡醒了，黄花菜都凉了。果然是在谋算我，我就看你们能耍什么花样来。随即就是一床散发着汗臭味的被子盖上来。刘氏还在屋里四处寻摸翻找着，这死丫头把银子藏哪里了？不会都被他买光了吧？败家子哟！娘，赶紧走，反正这些东西也跑不了，等把这个贱人处理了，赶明全搬回家。好好好，这就走。顺手抱起一床新棉被，要把柜子里2人的新棉袄夹在腋下，门都没关，就匆匆离去。王少安等了好一会儿，估摸着几人走远了，飞快地从床上爬了起来。阿姐，你一定不能有事儿，我这就去找村长。飞快地朝村长家跑去。再说王桃花躺在牛车上，一路上颠簸的都快要散架了，可只能强忍着。谁让那王大坤那般狡猾，就坐在一边看着。但凡王桃花有点风吹草动，他保准下死手。大哥，这人送到州府，银子就能拿到吧？到时给我过手瘾，这可是20两银子呢，我还没见过呢。二弟，只要你跟着大哥混，别说20两，就是200两，我都能让你摸到。是，大哥厉害。呸，这鸟人比我还能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约莫1个小时后，牛车停了下来。王桃花飞快地瞥了一眼，州府，这是哪？周管家人在哪儿呢？在外边牛车上。很快盖着的被子就被掀开了。瘦是瘦了点，长得倒是不错，快把人带进去，少爷书院也快下学了。好，老二背人进去。与此同时，王少安已经带着村长向王有贵家走去。刁婆子几人正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拿了银子后该怎么花。奶，我呢袄裙都穿了好几年了，去年你给大哥二哥都扯了新料子，这次怎么也得给我扯2身新料子了吧？扯，奶这次啊给你扯细棉带花纹的。奶可真好，就是那王母娘娘下凡尘呐。刁婆子笑开了花，娘，这么些年来我这出门也没跟簪子装门面，没得让人说嘴。你看，要不这次给我打根簪子，分量轻点也不碍事儿。新的就别打了，看在你给我老王家生了2个好孙子的份上，回头从我那边拿根给你。回头咱们再给几个爷们儿置办一身带绸子的衣裳，美得让那些穷腿子看清了咱们家。娘，你可是这10里8村顶好的婆婆了，媳妇真是掉进福窝窝喽。几人正谈笑着，就看到王梦山等人走了进来。
有贵呀，听说你家大郎和二郎把桃花给带过来了。桃花没有过来呀，大伯母，你说谎！我亲眼看到大堂哥和二堂哥用绳子把我姐绑走了。哎，死崽子，你不是大伯母，你是不是想说我怎么没有被迷晕？因为我没有喝那铁壶里的水，我看到阿姐被你们拖走了，我害怕就故意装晕。你个死崽子，胡说八道什么呢？谁迷晕你们了？谁拖走你姐了？村长，他一个6、7岁的小孩说的话可不能信。村长爷爷，我没说谎，你瞧着桌子上的棉衣和被子，就是大伯娘从我们家拿去的。我姐怕衣服被子被人给偷走，都会在衣服和被子的角上绣一朵桃花。说着噔噔噔的跑过去，拿来一件衣服翻开，大家果然看到一朵小小的桃花。雕氏啊，按理说这是你王家的家事，可毕竟有贵和有才是分了家的。现在村里发生了这要人绑人的事，我作为一村之长就不得不过问几句了。你们把桃花带哪儿去了？大家别听这小兔崽子胡说，我们就是刚好去他家，看到桃花晕倒了，给送去县里瞧病，怕大家担心，这才没说。看病？什么病啊？妇人病。对，这桃花虽说是个下堂妇，但到底是个13、14岁的姑娘家家，还是得给留点面子。村长，你说对吧？婆媳俩这么一说，王梦山倒真不好问。你们骗人，明明是你们把我姐给迷晕了。你这个兔崽子，毛都没长齐就敢污蔑长辈，看我老婆子不抽你！刁婆子把鞋子脱下一只，就要去抽王少安。好在这时王铁牛匆匆跑了进来。村长，我把桃花家的水壶拿来了，我去给梅娘看过了，里面的确是被人下了迷药。刁氏、刘氏，你们好大的胆子啊！这迷药向来是我大梁的禁药，你们也敢用？你们几人入室要人，洗劫财物，还把人给绑走了。今日你们若是不说个明白，我就去官府报案。听到官府2字，婆媳俩还是有些害怕的。王香香怕得要死，缩在角落，大气不敢出。哎呀，误会呀！王铁牛早就恨死这婆媳俩了，这下有把柄在手上，非得剥他们一层皮下来。刁大娘，你们用迷药迷倒了桃花，不会真的那么狠心把桃花给卖了吧？立马前来的村民议论纷纷。作孽呀！哎呀，桃花长得好看，不会卖到那肮脏地方去了吧？这下好了，所有人都开始指责王家几人了。刁大娘，这桃花再跟你不亲，也千万不能卖去那烟花之地呀，那是要让人戳脊梁骨的。阿弥陀佛，这是要影响全村的姑娘呀！要是村里出了个烟花女子，那就是村子风气有问题了。4邻8村的人谁敢上门求娶呀？哎呦，大家可别乱猜了，我没把那丫头送去青楼，我这是给她找了个好去处。那县里周员外家的少爷看上了桃花，难得他家不嫌弃，托人来说，可这死丫头犟得很，就是不肯答应。大家伙都知道她是被退婚了，以后能嫁什么好人，还不得我这个嫡亲的奶奶替她筹划筹划。是呀，婆婆为了牵这条线，可是好几天都没合眼呢。这男女婚嫁自古讲究的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桃花的爹娘去了，可不得到我们做主，总不能看着这么个水灵灵的姑娘守一辈子活寡吧。再说那周家有钱有势，这桃花进了门，可不就是享福吗？这番话一说，众人顿时闭上了嘴巴。县里的周员外大家都有耳闻，要是嫁进去了，可就是掉进金窝窝了。唯有张大娘不依不饶。桃花她还小，脑子糊涂，分不清好赖。老婆子，我有什么办法？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姻缘，难不成还白白浪费了？你们这是牛不吃草强按头，再怎么说也不能用这种手段逼桃花就范呢。她是个人，又不是那圈里的牲口，何况没有3媒6聘的，当哪门子妻？刁妹子，那桃花嫁进周府可是为妻？想得美！那周家高门大户的，怎么会让个乡里丫头当正妻呢？周少爷能看上桃花，就是桃花的福气，管他妻不妻妾不妾的，能做枕边人就阿弥陀佛了。刁婆子这意思还不明显吗？王桃花进周府，别说正妻了，连小妾都不能算，没名没分。我听说大户人家有专门的暖房丫头，就是给那些少爷老爷专门暖被窝的。
周围几个人听了都是一脸嫌弃。你们真是狠心，把桃花迷了绑了，卖去大户人家做这种事儿，还空口白牙的说成朵花。你们家有田有地，还卖早就分家的二房姑娘，你们这张脸呐，比那茅坑都脏。咋哪里都有你个老货？我王家的事儿只有我王家来管，你这么爱管闲事，你怎么不去当县太爷呀？张大娘被怼得说不出话来，这又不是大荒年间，竟然卖儿育女，这老王家是要败了。那桃花也是命苦的，我听说大户人家没名没分的丫头都是任打任骂哟，那当家主母一不高兴就发卖得远远的。刁婆子被人说得面红耳赤，干脆破罐子破摔。我说你们一个个的都是先吃萝卜淡操心的，我是她奶，我想让她嫁就嫁，想卖就卖，你们管得着吗？还有她人就在周家，有本事就去周家把人带回来呀，个个三叉五眼的叽咕婆子的。王茂山被王家一众人的无耻给气得发晕。铁牛啊，你受累去趟县里打探下桃花是不是真的在州府。好，我现在就去。村长爷爷，王茂山心里一阵酸涩，要是王桃花真被卖去了州府，自己可就无能无力了。孩子没事儿，村长爷爷在呢。此刻王桃花被兄弟俩抬进了一间卧室。王大坤呐，这事儿你干得不错，走吧，跟我去账房里银子吧。哎，周管事辛苦了，你们几个在这里看着。周管事叫了几个下人守在院子门口，等脚步声走远，王桃花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了起来。这里是县里大户周家。王桃花绕过屏风，立马被金玉之物晃花了眼。原来屋里陈设十分豪奢，百宝阁上摆满了五花八门的玉器和金银器，还有2个半人高的蓝底花瓶，插着孔雀翎羽。王桃花赶紧跑到百宝阁前，摸摸这个，瞧瞧那个，果然是富贵迷人眼呐。他拿起一匹小半个手掌大的金马，咬了一口，还真是金的呀！你周家竟然做了这等下作事儿，就该好好补偿补偿我吧。于是毫不客气地塞进了怀里，打开另一个屉子，就见里面放着一些拇指大小的金银克子。王桃花也不客气，把那10几个金银克子全放进了钱袋，又见有一把黑色皮革包裹的匕首，想着拿着防身不错。这时屋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少爷啊，那姑娘还没醒呢。那正好，我先试试味道怎么样。少爷啊，王大坤说了，这姑娘性子烈得很，要不我们在门外守着？不用，什么样烈的马，本少爷没有骑过呀。你们都到院子外面等着，别打扰了爷的雅兴。紧接着门被推开了，又被关上。等周满看着熟睡中的王桃花，猛吞了口水。王大坤果然没有骗我，确实是一个含苞待放的美人。今晚本少爷要好好的品尝品尝。就动手去解王桃花的衣服。王桃花嘴角一翘，一掌劈在了他后脖梗上。周满愣了下，随即露出猥琐的笑容。美人行了好，行了好，可以跟本少爷好好的快活快活。王桃花有些傻眼，怎么没用啊？正想再次劈去，不料那胖子抓住了他的手。美人，你这细胳膊细腿的，就别再挣扎了，省得爷把你给弄伤了。只要你乖乖从了本少爷，我就让你当妾。这吃穿用度，本少爷绝对给你最好的。我呸！你个满脑肥肠的大猪头！哎呦，果然是个烈性子，也喜欢。说着翻身就要压下来。哎，等等！王桃花吓了一跳。美人，你放心，爷最懂女人了，绝对会对你温柔点的。王桃花胃酸翻滚，他捏着嗓子笑道：爷，奴家刚才想明白了，留在这府里多好吃好穿不愁。不过你别急嘛，时间还早呢，咱们先玩个游戏，增进感情，好不好嘛？这娇声软语的撩得周满心都醉了。美人想明白就好，玩游戏好啊，本少爷最喜欢玩床姿之间的游戏了。美人，你要如何玩啊？我们来玩捉迷藏，你先闭上眼睛。好，本少爷来找你，找到了可要乖乖就范呢。等他把眼睛蒙上后，他朝四周看了看，也没趁手的工具，突然想到怀里那匹金马。周满脑袋一疼，闷哼一声倒了下来。咱公子动静这么大，应该是入相了。哎，那姑娘我刚才瞅着了一眼，长得水灵清秀啊，也不知道咱公子这么大体魄能不能承受得住，受不住也得受啊。
不然公子的火气不得发在咱们身上啊！王桃花嫌弃地看着脑满肥肠的周家少爷，你个死猪头，还想占姐的便宜，得赶快逃出这虎狼窝。可要是日后这死猪来村子里找麻烦，又该怎么办？不管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到时再说吧。透过门缝看到院外守着2个下人，正门走不了，开了窗，外面是一座假山，一丛修竹，然后是一堵粉白的高高院墙。看来周家公子这院子挨着院墙，真是天助我也。手脚并用的从窗户爬了出去，然后顺着假山往上爬。只是这假山是太湖石堆砌的，表面极为光滑。王桃花吭哧吭哧爬了半天，也才爬到一半，离围墙还有2米多高呢。这时周满醒了过来，就觉得脖子上一阵酸痛。快来人！少爷，你这是怎么了？那娘们跑了，酒囊饭袋的狗东西，连个人都看不住。少爷呀，不可能的，我们俩在院子外一步都没敢离开啊。这时一人指着侧间的窗户，少爷，我知道了，他是从哪里跑的了，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去追！几个下人赶紧追了出去。这娘们要是被本少爷抓住了，非得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很快一伙人就来到了假山处，看到了正在努力往上爬的王桃花。少爷，他在那儿，我有眼睛，还不快上去把他抓下来！王桃花见呼啦啦来了5、6个人，心里越发着急。小娘皮，你现在要是给我乖乖下来，也就既往不咎了，不然被我抓到了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死猪头，癞蛤蟆，你强抢民女，不要脸！你放屁！你是老子花了100两银子买来的。哼，难怪王大坤说你的钱最好挣，本来我还不信，现在我觉得他说的没错。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你这头猪能听懂的吗？有些人可光长脑袋不长脑子，本姑娘没空跟你啰嗦，我还得赶着回去分银子呢。一番话说得周满面红耳赤，恼怒不已。好啊，你们竟然敢联合起来诓骗我，这就上钩了，还真是个猪脑壳。王大坤，你敢设计我，就该付出代价。气死我了！快把那个臭丫头给我拽下来，抓到她也有重赏。下人们听到有赏，那是干劲十足，个个爬得跟只猴子似的。抓到了！很快有个家丁就抓住了王桃花的腿了。嘿嘿，小娘子，你是逃不了的，乖乖去伺候咱少爷吧。王桃花看着那人就要爬上来了，情急之下从怀里掏出那匹金马，重重地朝他脑门扔去。哎呦！对方立马从假山上掉了下去，王桃花也来不及多想，往上一跳，扳住围墙，双脚使劲往墙上一蹬，闭上眼睛就往下跳去。水花四溅，救命啊！救命啊！我不会游泳啊！等他扑腾了几下，才发现这水池只到腰部。少爷呀，那娘们跳进了孙家的院子里了，管他什么孙家侯家的，今天不把那个丫头给爷抓回来，统统不许吃晚饭，还杵着干什么呢？快给爷追去啊！少爷，那孙家不好惹呀，什么孙家不好惹，那我周家好惹呀。现在我妹子可是知州大人的如夫人，她孙家算什么东西啊？走，操上家伙，跟我上门要人。就这样，周满带着一伙人拿着棍棒浩浩荡荡地往孙府大门走去。再说王桃花好不容易爬到了池子边，就看临池的水榭里，一双清澈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眼里全是戏谑，意外还有一丝惊喜。这人长得真帅，又穿这么好，看样子应该是孙府的少爷了。嗨，那个，我要说本姑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仙女，你信吗？那个我也不相信。王桃花又尴尬地挠了挠头。哎呀，女侠，是你啊！女侠？你说的是我？当然是你了，女侠，你忘了在那街上贼人抢了玉佩。街上？王桃花侧着脑袋想了想，哎呀，是你！女侠，你怎么会？说来话长，反正就是隔壁那死胖子绑架了我，被我翻墙逃出来了，然后就掉进了你家的院子，实在对不住，我马上就走。可是他朝四周看了看，这园子这么大，哪里才是出口呢？你现在要是出去，保准被抓走。王桃花跨出去的脚步顿时停了下来，表情飞快地变化着。那个孙公子，咱们商量个事儿呗。见王桃花把自己认作了孙府的少爷，骆子玉也不说破。说说看。我帮你拿回了玉佩，这次你帮我回村，以后咱们两不相欠，咋样？
扫墨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了，这姑娘是在和主子谈条件吗？一个玉佩换一条命，我似乎有点吃亏啊。哎，不吃亏不吃亏，你看啊，我魏如草芥，哪里比得上公子价值连城的玉佩？你说是不？这丫头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爷的那块玉佩可是老公爷的贴身之物，乃是天山暖玉，价值千金，确实不是这丫头能比的。玉佩嘛，再珍贵不过是一件死物，你可是活生生的人呢，我还是有些吃亏的。这人也太没风度了吧，小气巴拉的，以后一定是渣男一个。骆子玉看着王桃花，眉头一会儿紧皱，一会儿松开，眼神掠过自己，也是颇为嫌弃，就知道对方一定在肚子里说自己坏话。好吧，本公子今日酒足饭饱，心情愉悦，就帮你这一次。不过嘛，我还有一个要求。我就知道公子是个风度翩翩、风流倜傥、一表人才、道貌岸然。骆子玉闲闲的看来，哦不，是貌比潘安。那个要求是什么呀？我听说府里的猴头菇是你送来的，那就再送一朵来吧。公子，这天寒地冻的，我去哪里给你找猴头菇啊？上次哪里找的，就还去那儿呗。怎么样，这生意做不做？本少爷不仅能送你回村，还能够保证隔壁的那头猪再也不敢来骚扰你。这巨大的诱惑让王桃花没得选择。不过那猴头菇不是路边的狗尾巴草，可不是一两日就能找到的。无妨，你什么时候找到送来就是了。没有时间限制，那你就等着吧，姑奶奶绝对会在你埋进黄土之前完成你的心愿。这丫头又在打鬼主意了。再说周满带着10来个下人大摇大摆的来到孙府大门前，去叫门。爷，要不咱撤吧，老爷特意交代过，不要去招惹孙府。小的听说了什么？快说。听说孙府上面有人，不就是跟丁知县有些关系吗？你别忘了，爷的大姐可是知州大人最宠爱的夫人，还怕她不成？来人，去给我叫门。很快一个狗腿子就上去哐哐哐的砸门了。周少爷，你来我孙府有何贵干呢？石管家，我家有个丫鬟逃到你府上了，还请石管家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去找一找。周家那些阿杂事儿，石管家多少听过一些。周少爷说笑了，我们俩府邸有高墙相隔，哪个丫鬟有能耐跑我们孙府院子？有没有？你让我找找不就得了？费那么多话干什么？你我两府比邻，向来相处和睦。周少爷，你若是执意要闯我孙府，可就伤了两府的和气了。啊呸！你不就是孙府一只看门狗吗？本少爷耐的性子跟你说了半天，已是给你孙府情面了，识相点，就快给我滚开！石管家在孙府兢兢业业了30来年，何曾受过这等侮辱？周少爷啊，我府里有贵客，若是冲撞了，令尊交代不起啊！我姐夫可是知州大人，在这九江府，谁敢动我？不识好歹的东西！老夫劝你多次，已是仁至义尽。这块铁板就看你周家能不能提动了。来人，给老子进府搜！我看谁敢打扰了我们爷，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又来一个装模作样的，来啊，把那个小子给我狠狠地修理一顿！立马出来2个家丁，卷起袖子就要冲上去教训扫墨。住手！赵明大哥，你敢坏我好事，我非让丁县令扒了你的皮不可！赵捕头理都没理他，径直跑向扫墨。小哥，这些歹徒没有惊扰到公子吧？赵捕头，我们公子说了，这外面的狗太闹人了，关上几天应该会听话些。好，小的现在就办。弟兄们，奉县太爷令，把这些聚众抢劫的贼子押回大牢。什么？你们要把我押回大牢？赵大明，你他娘的脑子被驴踢了吧？你可知道我姐夫是谁吗？周少爷，我当然知道了，不过本捕头提醒你，今日你可是得罪了贵人了，就算是知府大人来了，你今天也得关大牢。来呀，贼子反抗，拿铁链子把人绑了。赵大明，你敢绑爷，一定让姐夫打你板子。贼子居不惜人，罪加一等。来人，抄家伙！几个衙役明晃晃的刀一拔，周满瞬间就怂了。赵捕头往他膝盖上一踢，周满就跪在了地上。这贼子力道大，给他上最粗的铁链子！你他娘的鸟人，我要扒了你的皮，拆了你的骨！聒噪！老马脱了靴子，把袜子塞在嘴里。老马得令，周胖子立马闻到一股臭味，胃里翻江倒海，脸都白了。小哥，这贼人已经被抓住了，小的这就带回去交差。若是有事让府里的下人来县衙找小的，小的立马前来。你这事儿办得妥当，能为贵人效劳是小的荣幸，那我就不打扰贵人休息了。
周胖子还在挣扎着，赵捕头一脚就踹他屁股上了。快走！等扫墓回去，把事情略微说了一遍。这孙家果然有点能耐，连知州也不怕。唉，看来那猴头菇我是躲不了了。既然猪头被抓走了，那我也走了。孙公子放心，答应你的事，我会尽快完成。人都被抓走了，你这么急干嘛？我被抓走前，让我弟去找村长求救。现在村里没来人，可见我弟出事了，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本少爷心地善良，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吧。扫墓，送他回村吧。爷是打算给这个丫头撑腰了呀，小的现在就去。看着王桃花匆匆离去的身影，骆子玉轻笑一声。县衙后头的花厅里，周东海夫妇已经喝了好几壶茶了，可是丁县令还是没有出现。相公，这丁县令好大的排场，我看咱们也别等了，现在就给婴儿捎信去，让知州大人给我们做主。夫人别急，这老话说县官不如县管，现在这丁汝章是咱们县的父母大人，咱们宅子生意都在这县里，总归是要与他打交道的，总不能每都麻烦了女婿啊。周东海，马儿可是我的宝贝疙瘩，那地牢是什么地方？蛇虫鼠蚁到处都是，我的宝儿多待一刻就得多受苦一刻的苦啊。说着就抹起了眼泪。夫人放心，我已经跟牢头使了银子，咱宝儿在牢里不会受苦的。正说着，丁县令一身官服从门外走了进来。东海兄久等了，县令大人别站着了，坐吧。小儿愚鲁啊，做了傻事，还请县令大人手下留情。非本县不通情理，实在是难呢。周东海哪里不明白，从袖子里掏出一沓银票，塞进丁县令的袖子里。还请大人通融通融，老夫就这么一个儿子，为人父母哪个不为孩子考虑啊？东海的心思本官明白，可是这事儿很是棘手啊。县令大人只要能放了小儿，老夫必有重谢。本来老夫也想去找下知州大人的，又怕扰了他公务，所以只能厚着脸皮来求您了。这话说的就很有艺术，可谓是软硬兼施了。丁县令嘴角划过一丝不屑。东海兄啊，你可知令郎得罪的是何人呢？不就是孙府吗？县令大人，你堂堂一县之主，莫非还怕个商户不成？妇道人家心急口快，没有遮拦，还望县尊大人莫怪啊。孙某不足为惧，可他背后的大树却是你我撼动不得的。孙府的家主因何发迹，想必你也是知晓的。令郎得罪的贵人，别说是老夫了，就是知州大人亲自前来，也只有谢罪的份儿。周东海听了这话，仔细琢磨了起来。隔壁孙家的老爷子，当年是京城护国公爷的小厮，后来放了奴籍，回了平川县，治下这番家当。不说护国老公爷还在，就是现今的皇后娘娘，也是出于护国公府。难不成孙府的贵人是贵人交代不报行程，所以这次周少爷想要出来，还得你亲自去孙府告罪。若是那贵人肯高抬贵手，令郎必定无事。可若是那牢里，老夫也会安排妥当的。等周家夫妇失魂落魄地走出县衙，于是就晕了过去。据说当夜夫妻俩就备好厚礼，又在孙府门口跪了一夜，直到5日之后，周满才被放了出来。等王桃花火急火燎地赶到沟子村，已经临近傍晚了。村里人看到一辆豪华的马车进村，都跟了上来，想看看是谁来了。刁婆子正在房间里藏着银子，刘氏正在拔着鸡毛。今日刁婆子得了银子开心，做主杀鸡吃。王大坤兄弟俩则躲在各自屋里，看着自己得到的银钱。王大坤昧下了50两，他看着那锭巴掌大的银锭子，又是亲又是啃，心里盘算着去海棠馆好好玩乐几天。就在半个时辰前，兄弟俩大摇大摆的回了沟子村。桃花已经和周家少爷有了肌肤之亲，谁要想要人，尽管往周府闹去。这下所有打抱不平的人都偃旗息鼓了。一来那周家可是县里的大户，听说女婿还是知州，这平头百姓怎么斗得过？二来木已成舟，王桃花已经与周家少爷有了夫妻之实，就算要回来也没人肯要了，还不如让他留在周家，至少衣食无忧。孩子，跟村长爷爷走吧，你姐回不来了，以后你就跟爷爷过日子。不会的，阿姐答应过少安会平安回来的。王少安挣开王梦山的手，就要跑去县里找王桃花。王在院门被人踹开了，刁婆子几个就一脸困惑的从屋里走了出来。看来我回来让你们很失望啊！臭丫头，你不是在州府吗？怎么回来了是吗？我告诉你，我爷、我爹、我娘看我太可怜了，不忍心被你们这群豺狼虎豹往火坑里推，就把我给救回来了。你个死丫头，说什么混话呢？我们送你去州府那是享福，你可别不知好歹。我还得谢谢你了，你既然这么喜欢州府，你怎么不躺周家少爷的床上去？刁婆子气得要吐血，王大坤心里飞速的转着，这丫头跑回来了，回头周少爷肯
定得找自己麻烦。奶，咱们得赶紧把这臭丫头给捉回去，要不然周少爷一个不高兴就得把银子收回去了。那可不行，死丫头，你老老实实给我回州府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怎么光天化日之下，你是要我呀，还是绑我呀？我跟你说不能够，我现在回来就是跟你们这几个吸血鬼算总账的。村长一众人也来到了王家院里。阿姐，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少安，你忘了，姐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可没那么容易被人打败。小强是谁？反正就是很厉害的东西。那我以后也要做小强，保护姐姐。好。王大坤给王大海使了个眼色，王大海张开胳膊朝王桃花走去，不料寒光一闪，娘呀，他有刀子！就见王桃花从怀里唰地掏出那把从周胖子房里拿来的匕首。桃花啊，不可呀！可王桃花置若罔闻，往前又走了2步。我叫你们一声奶奶大伯，是念着我爹的情分上给你们几分面子。就凭你们几个做的那些龌龊事，杀了你们都不解恨。你们要是敢动手，我就把你们几个全杀了。我一命换你们一家6口的命，不亏。要是几人就感觉是黑白无常来索命了。整个院里院外死一般的安静。王大海仗着人多，猜测王桃花不敢动手，试着去拿门后的扁担，谁料王桃花直接一刀砍了过来，吓得他急忙往后退去。爹，咱们3个一起上，我就不信这小娼妇能有3头6臂。这时扫墨带着几个家丁拦在王桃花面前。你们是谁？别管我们家的闲事，不然老子这拳头可是没长眼睛的。一个家丁就抓住他的手，用力一掰。疼啊，快松手！我们是孙府的人，这位姑娘是我家主子的朋友，我们主子说了，谁要动了她，就是跟孙府作对。就在这时，王桃花转身朝王梦山跪了下来。村长，请你开祠堂，我王桃花要与他们家断绝关系。这话一出，满堂皆惊。在古代，以血脉关系形成家族，断亲可是头等大事。但凡断亲后，两家哪怕是至亲，也形同陌路了。而且大梁以孝道治国，朝廷的律法有明文规定，父母可断儿女之情，儿女不可断父母之恩。违者罚没产业，徒3000里。即断亲者，需全孝敬之举，以资前赡养至终老。这也就是王桃花忍了这么久没动手的原因。他需要一个契机，能一把擒住王家大房所有人的命脉。丫头啊，若是断亲车了，他们与你再无关系，以后你家就算是真正的独门独户了。若是受人欺凌了，他们就没有理由出手帮忙了呀。村长，有他们在，我和少安才是最大的危险，你不必再劝我了。今天我就是要断亲。你个死丫头，心可真狠呐，还敢断亲，丢我王家的脸，看我老婆子不打死你！说着就要找东西打人，扫墨一抬下巴，孙家家丁往王桃花身前一站，刁婆子的气焰就灭了。好，老夫帮你们做这个见证，开祠堂。很快祠堂的钟声响彻云霄，全村的人都聚在了祠堂内外。祠堂里坐了一圈60、70岁的老头，这些都是沟子村的族老。王梦山把今日的事情说了一遍，族老们就议论了起来。你这丫头糊涂了呀，这舌头和牙齿也有打架的时候，这一家人哪有隔夜的仇啊？是啊，你与他们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一家人就该和和气气的，力气往一处使，才能把日子过好啊。丫头可不能断亲呐，没得让人笑话呀。古语有言，孝为天道，你这丫头好生不孝顺呢，亲奶奶还在呢，哪能做出这等猪狗不如的事啊，有辱门风啊。看族老们苛责王桃花，王有贵一家人扬眉吐气，十分得意。各位长辈资历深，见多识广，桃花有几件事不明白，还请指教一二。哪怕你说上天去，这不孝就是不孝。这古人云，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诚不欺我也啊。这个掉书袋的老头是沟子村除王梦山外唯二的读过书的人，叫王梦坡。坡爷爷，你这话不对，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出自《论语》第17章阳货篇。孔夫子这句话并不是歧视女性，他说的女子和小人是一种泛指，指的是那些卑鄙无耻、阴暗狡诈之人。坡爷爷是读书人，胸有汪洋，自然不会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吧。王梦坡顿时被怼得瞠目结舌，想多说几句，又怕被人说小肚鸡肠。姐可是文科高材生，想当年《论语》能倒背如流，跟我咬文嚼字，我怼不死你。
一抬头就看到有个老头乐呵呵地看着自己，这是王梦山的亲哥哥王梦谷。丫头啊，有道是家丑不外扬，可今日要断亲，就得让旁人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啊，有什么话就说开吧，省得人误解了呀。好的，谷爷爷对着刚刚讨伐自己的几个老头一一问道。都说夫为妻纲，可我乃分家时没有遵从我爷的临终之言，把田产对半分，请问这是何理？我乃苛待我娘人人所知，未分家前他一人揽尽家里所有的活计，分家后也是两家跑，生我弟第2天就被赶去地里干活，才落下了病根，就连病重之时还被我奶逼着做鞋，请问这是何理？我娘乃秀才宫独女，当年陪嫁颇丰，可我奶却把娘所有的嫁妆都抢要去了，请问这是何理？你个死丫头，胡说什么？谁磨难你娘了？谁又占了你娘的嫁妆？雕氏，这是祠堂，不要在这里咆哮惊扰了先人。雕氏这才不情不愿地闭上了嘴巴。从我懂事起，我爹所赚的银钱全被我奶拿去，上个月又被我奶逼着借下栗子钱，最终惨死马大眼之手，请问这是何理？我弟少安被大伯王有贵以2担粮食卖给人免费当5年学徒，受尽折磨，满身是伤，这是何理？我家贫寒都快饿死了，我奶他们还多次上门劫掠，连保命的2亩薄田都要讨要，请问这是何理？还有今日我被他们一家人算计，要晕了绑去州府，差点毁了清白，请问这是何理？王桃花和王少安2人挺着身子，眼里闪着委屈和愤怒。这7句，请问这是何理？问的几个固执迂腐的老头一脑门子汗，支支吾吾了半天也蹦不出半个字来。扫墨也听得瞠目结舌，他一直觉得自己从小就被卖去公爷府是很可怜的，现在这么一对比，自己简直活得太滋润了。这少安出生啊就猫那么大，他奶说养不活要扔山里去，还是玉芝从床上爬下来磕了好几个响头才保了下来。玉芝没吃下奶的东西，孩子饿得嗷嗷叫，还是老婆子我偷偷送了些白面去，熬了些面糊糊给他喂了下去，才活下来了。哎呀，可怜哦，这玉芝是家里地里连轴转，好生生一个人就磨得不行了，快咽气那晚还被逼着纳鞋底儿，可是这鞋子纳到一半人就没了。有才也是可怜，大冬天被赶去山里砍柴，回来时一双脚板都冻烂了。你们看看他有贵家10来亩地都是谁在种，到头来连一碗水都没喝上。有了张大娘带头，更多人出来爆料王家大房的恶心事儿。桃花啊，你和少安吃苦了呀，爷爷在最后问你们一句，断亲不后悔呀？不后悔，我也不后悔。好，那雕氏、王有贵，你们可还有话要说？村长、族老，冤枉啊！就那白氏的死能赖到老婆子身上，哪个儿媳妇儿不是这样伺候婆婆的？雕氏啊，这些年你做了多少丧良心的事儿，你心里有数。你真当大家的眼睛都是瞎的吗？大房几人也知道再狡辩也无济于事，反而会拱起大家的火气。娘，别说了，大家都看着呢。刁婆子见无数双眼睛冷冷的，心里也突突的，可还是想最后在二房身上榨点油水出来。要断亲也行，把我家的东西全还给我。他不是不稀罕跟我做亲吗？那屋子那地可都是我和老头子一起挣下的，还回来！人群再次沸腾了起来。这刁婆子也太不要脸了吧！这王家的地是祖上传下来的，那2间茅草屋也是刁婆子还没进门，王桃花爷爷就建好的。连刚才那几个声讨王桃花的老头皱起了眉头。刁氏啊，你糊涂啊！虽然桃花、少安与你断了亲，可还是王梦岭的子孙呢，你这是要哪般？我不管，不把房子和地还给我，我就不同意！哼！刁婆子恶狠狠地看向一圈老头，你们若是帮着死丫头强逼我，老婆子我就撞死在这衙门口，到时县太爷保准要把你们抓进大牢。奶，你为什么这般讨厌我们家？刁婆子愣了一下，脑海里闪过一幅幅画面。那时王有才2岁，蹒跚学步，多可爱。可他不，他甩了甩脑袋，心再次坚硬了起来。你和你爹娘一样，天生一副苦相，任谁会喜欢？别跟老婆子扯那么多，一句话
房子、地给不给？王桃花为王有才有些怅然。村长爷爷，把房子和地给他吧。丫头，你混说什么？没房子没地，你要冻死饿死啊！我王桃花有手有脚，还看不上那点东西，与其为了那点东西撕破脸，搅得两家人不得安宁，不如都给他吧，也算全了我爹最后的心意。不过我有要求，房子地可以还回去，但我1分赡养银子都不给，同时得把我娘的嫁妆还回来。你个死丫头，胡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拿过你娘的嫁妆？其他衣服首饰我不太清楚，可是3年前我娘刚死，我娘陪嫁的3箱书都被你抬走了，这事儿当时可是有很多人看到的。那书我早就引火用了，不还对吧？这亲我也不断了，地和房子我也不给了，毕竟那可是我爷留给我们2房的。但是你们合伙要晕我、绑架我的事儿就不能这么容易算了。现在我就去县里敲大鼓，求县太爷做主。你鬼扯什么呀？我家什么时候要晕你了？明明是你自己身子弱晕倒了。刚才他已经把那铁壶里的水全倒了，也洗过了。小哥，帮我个忙。姑娘，你说，帮我去搜搜他们的身。孙府几个护院就朝王家兄弟俩走去。你们要干嘛？护院在兄弟俩身上摸找了一遍，就从王大海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我想这就是证据。你这个蠢猪，不是让你把这东西毁了吗？我想着以后兴许用得着，就留了一些。王大海感受到家人的怒火，低下了头。按我朝司令，私藏禁药是要罚银100两的，囚1年；若是以禁药谋财害命，主犯则需要赐子发配边疆，为喂马之奴；从犯则囚10年。奶奶，听说那牢里到处都是蛇虫鼠蚁，跳蚤都是有指甲盖的，也不知道你这大把年纪能不能熬住10年呢？还有你那2个宝贝孙子，边疆之地战乱频繁，也许此生再也见不到了。一番话说的大房众人心惊胆战。奶奶，我不要坐牢呀！王大坤和王大海也是眼巴巴的看着刁婆子。娘，那书架在柴房都快霉烂了，咱们留着也没啥用，就给他们吧。这丫头就是个恶鬼投生的，千万别连累了咱们呀。好，我老婆子跟你断个干净。那书烧的差不多了，大海，你们去柴房把剩下的搬来吧。很快，王大坤和王大海就搬来一个破破烂烂的木箱子，就剩这些了。你要就拿去吧，什么破烂都争，跟个花子似的。王桃花气得眼睛发花，3箱书就被这些畜生霍霍的剩了这么点儿。死丫头，东西也给你了，现在轮到你了。屋子和地给你，就当抵了赡养费。那屋子虽不值钱，拿去养鸡养牛也是好的。地虽然是旱地，1亩也能卖2两银子，2亩就是4两银子，总比每年100文钱好。桃花不能做傻事儿啊！这眼下大雪就来了，你房子给他了，住哪儿？那地再不济，每年也能糊口饭吃，咋能说给就给？大娘、婶子们，你们别为我担心了，我跟梅大娘学了认草药，也去卖过几回药材了，没你们想的那么惨。现在虽苦了点，但能跟那家人断个干干净净，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听王桃花这么一说，众人的心就放下了许多。很快，王梦山就写好了断亲的文书，一共3份。各家拿1份，另一份要送去县衙存档。今王刁氏与王有贵一家5口均与王桃花、王少安断绝亲人关系。王桃花自愿将田产2亩、茅屋1所还于刁氏，以全王父生养之恩。王桃花与王少安无需向其给予赡养之资，从此2家路桥2分，再无血缘瓜葛。双方就准备画押。等等，首府这件事儿，你必须当着大家的面发毒誓，不再追究。奶，你挺聪明的呀！哼，老婆子傲娇的甩过脸。王桃花和王少安当着众人的面发起了毒誓，不再追究州府的事儿。刁婆子这才按下了手印儿。今日有贵与有才，2家已恩断义绝，望各自安好。王桃花激动地收起那张断亲书，王少安也开心地咧嘴直笑。别说我不讲情面，给你3天时间收拾，记得3天后把地契送来，不然别怪老婆子不客气。丫头，虽然断了亲，可要活不下去，来家里讨口饭吃，大伯娘还是有的。娘，咱家的饭就是喂狗，也不要给他们2个白眼狼吃。刁奶奶，你们放心，我保证以后离你们家远远的，拉屎都离你们3米远。死鸭子嘴硬。等人群散了，祠堂里只留下村长、张大娘和王豆香娘俩。丫头啊，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村长，我看那村子北坡下还有间空屋子，能否让我住一段时间？不行，那屋子太破了，怎么住人？
桃花这样，我把家里放杂物的屋子收拾出来，你搬我家住。桃花，你住我家吧，我家还有一间空屋子。桃花，你要住我家，我可得开心死了，咱们可以一起玩了。大娘，婶子，真不用了，我现在手里也攒了几个钱，粮食也备了些，这个冬天倒不成问题。等明年开春，我多去山里挖草药，争取早日建个青砖大瓦房。几人颇为意外地看着王桃花，这丫头倒是个有志向的。丫头啊，你这是早有打算，算是吧。那屋子空着也是空着，你若不嫌弃，就先去住吧。谢谢村长，王家断亲的事儿就此告一段落。这丫头果真如此凶猛，还敢拿匕首砍人？爷，那还有假？上百双眼睛看着呢。断亲砍人，她到底还是不是个女人呢？与此同时，正在收拾东西的王桃花打了个大大的喷嚏。姐，你怎么了？没事，可能回来坐马车鼻子窜了风。夜里，王桃花拿了几块大布头，开始打包衣服。阿姐，这双鞋子也带上吧。王少安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双鞋子，上面缀满了补丁。他瞬间想起来了，这是白氏留下来不多的几个物件。好，咱们留着。我记得那老婆子还拿走了娘的陪嫁首饰，迟早有一天我全拿回来。今日拿回的那箱子书，傍晚姐弟俩已经清理出来了，一半都没烂损毁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剩下的一半，两人擦去灰尘，在另一间屋里摊开了。王桃花看了看，里面刚好有启蒙的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也有几本，刚好冬日无事，可以让王少安看看。王桃花正收拾着，突然看到窗外夜色朦胧，一个主意闪过：少安，跟姐走一趟。阿姐，这大晚上去干嘛呀？去报仇。两人趁着月光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很快就在一个黄泥院子前停了下来。院角有一棵很大的樟树，还是王老头年轻时种下的。少安，你在这边看着，要是有人过来，你就学猫叫，明白没？阿姐，不行不行，这太危险了。放心，姐厉害着呢。嘘。说着，攀着树干像个秋千一样荡着，然后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动着，往有贵家院里静悄悄的。只有刁婆子的屋还亮着灯，这老婆子大晚上的不睡觉在干嘛呢？王桃花猫着腰，蹑手蹑脚的朝刁婆子屋里摸了过去。等路过刘氏夫妻俩的窗下，就听到一阵压抑的喘息声和木床的吱呀声。真倒霉，碰到这事儿！呸呸呸！刁氏的窗户关得紧紧的，上面糊了一层白棉纸，有几个破洞。就见刁婆子从床头的柜子里摸出一个匣子，又从怀里拿出钥匙，一通捅咕，匣子就开了。借着灯光看去，里面是几锭白花花的银子，这得好几10两吧。看来这老婆子挺能攒钱的呀。这屋里没一个好东西，成天惦记着老婆子这点棺材本儿。银子呀银子，你就是我的命根子，我谁都不给。一圈摸完后，刁婆子这才恋恋不舍地关上了匣子，突然又撅着屁股在床底的一个破笼桶里摸出一个巴掌大的盒子，里面是几只银簪子，一对银镯子。王桃花就感觉其中一只簪子特别眼熟，那个贱人当年让他把嫁妆交给我保管，还推三阻四的，又哭又闹，结果不还都在我手里？吃里扒外的东西也敢跟老娘斗，难怪年轻轻就死了。这些都是白氏的嫁妆首饰，难怪自己眼熟。王桃花气不打一处来，心里琢磨着，要不趁现在冲进去把这老婆子打晕，把银子簪子都给拿走。不行，我赤手空拳的，老婆子又那般肥胖，能不能打得过都说不定。再说王有贵两口子也还闹腾着呢，要是一个失手被这老婆子嚷嚷起来，我就可能走不了了。算了，东西让你再多留几天。他蹑手蹑脚的来到茅房，捏着鼻子在那侧绸上撒了些粉末，明天就等着看好戏了。再次路过刁婆子屋里，就见对方靠在床头，怀里抱着个油纸包，正津津有味的吃着炸果子。许是怕被人听见，那咀嚼的声音刻意压得很低。当家的那个死丫头没大没小，都敢骑我头上拉屎了，你在地下要是闷得慌，就把她带走吧。老二，你可不能怨娘，要怨就怨你婆娘没把人教好。对了，你在阴间好好修理她一顿。路过刘氏的屋子时，里面还在动静，不过刘氏的叫声更加沉闷了。看来两人已是巅峰时刻，随手捡起一颗石头揣在口袋里，等他爬上树时，拿着那石头用力砸向刘氏的窗户。屋里俩人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这一砸也不知道会不会把王有贵吓出病来，该最好从此不举。
姐弟俩早早吃过饭，就往村子北边走去。这一片因为靠近大山，常常能听到野兽的嘶吼。等到了目的地，王桃花姐弟俩傻眼了，总共就2间茅草屋子，左边是灶房，已经垮塌了，院子里更是荒草漫漫。姐，没事没事，那半拉屋子不还在吗？收拾收拾就能住了。你看这院子比咱们现在的还大，到时还能开几畦菜地出来呢。一进院里，一大群麻雀就从草丛里飞了起来，没走几步，就是几只拳头大的灰色老鼠从眼前跑过。那屋子没上锁，就见破烂的桌椅堆在一起，墙壁四周缠满了蜘蛛网，整个屋里充斥着一股霉味儿。少安，你怕不怕？姐，我就不怕，我可是男子汉大丈夫。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打扫吧。两人还没动几把手，外面就传来了脚步声。桃花，这打扫怎么不通知下我们几个呀？大娘、婶子，你们来了。桃花，还有我呢，我最喜欢的豆香，我可不敢忘了你。等三人看了院子和屋里的情景后，眉头皱得老高。桃花，要不你还是去我家住吧，这屋子破烂成这样，哪能住人呀？是啊，听大娘的，别收拾了，我们这就回去把房间给你腾出来。大娘、婶子，没事的，这地方再不济，屋顶也没我那边漏雨多，而且屋子够宽敞，收拾收拾也还好的。而且你们看这里还有一张现成的床，省事的很。几人知道王桃花拿定了主意，也不再相劝，便开始下手打扫起来。刁婆子一觉睡到日上3竿才醒，就见刘氏夫妻俩像个猴子一样在院里抓耳挠腮。老大，你们俩干嘛呢？做这副鬼样子，跟个马拐子似的。娘啊，不知咋的，我这身上痒得很。刘氏转过身来，就见那脸被抓挠得红彤彤，跟个柿子似的。肯定是那床褥子生嫂子了，你个又懒又馋的婆娘！老娘前2日就叫你把被褥换洗了晒了，你就拖着，这下生嫂子了吧？娘，你就别说风凉话了，我记得你屋子里有红花膏子，快拿来给我涂一涂。看儿子手臂上都挠出血印子了，刁婆子赶紧去屋里取来了红花膏子，省着点用，就这么一小瓶，花了老娘10来文呢。夫妻俩赶紧拔掉瓶塞，狠狠地挖了一勺，看得刁婆子心疼不已，正要骂上2句，肚子里翻滚了起来，于是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捂着屁股，匆匆朝后院茅房里走去。刁婆子解了裤子，就是一泻千里。等他用侧绸刮完屁股，可还没走2步，肚子里再次翻江倒海，只得又解了腰带。怎么还闹肚子了？难不成是昨日那油果子吃坏了？这次他刚蹲下没2分钟，身上就感觉有一股热流钻遍全身，接着屁股上开始痒了起来。他挠了挠屁股，这一下可点了引火线，头上、脸上、肚子上，就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痒了起来。咔嚓，刁婆子掉进了粪坑里。院里的王有贵夫妻俩听到了喊声，赶紧跑去了后院，就见刁婆子身上泡在粪缸里，往上扒拉。你们俩死人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老娘拉上去！王有贵只得硬着头皮去拉，可是一靠近粪坑就被熏得眼泪直流。可王有贵2人涂了那红花膏子后更痒了，哪里顾得上刁婆子，都跑去墙角蹭了起来。刁婆子见2人还不来救自己，气得七窍生烟，直接抓起一把脏物就往2人身上扔去。王有贵赶紧跳开，刘氏却没那么好运气，直接甩在了脸上，啊呀一声，扔下刁婆子跑去灶房洗脸去了。烦了烦了，你个小娼妇还敢跑，回头看老娘不扒了你的皮！刁婆子可不管那么多，一把抓住了他的手。王有贵立马感到手心黏黏腻腻的，他再也受不了，一把拽回手跑一边吐去了。刁婆子爬到一半又掉进了坑里，差点被粪水呛死。最后王有贵只得让王大海拿来绳子，把刁婆子从粪坑里拽了上来。他让王香香给自己煮了一大锅水，泡了个澡，可这热水一泡就更痒了，皮都给挠破了。最后3人只能求到了媒婆子那边，媒婆子本就看不惯王家大房那些阿杂手段，就开了几副又苦又臭的药，末了还收了他们1两银子。后面虽解了痒，可几人还是弄不明白怎么身上就痒了起来。再说王桃花这边，桃花，你这屋顶的几个洞得赶紧补上，这要是下了雪，非得把人冻坏了不可。这好办，回头我让你栓子叔搬了梯子来，给你用茅草先铺一层，待开春天气暖了，再把这上面的茅草全换上一遍，也就妥了。大娘，不用麻烦栓子叔了，我去村里找人补补就好了。王桃花想起宋香琴那张黑脸，
赶紧摇头摆手道：“你这孩子净说胡话！你去村里请人不得费银钱？你现在地也没了，这手里的银钱更要省着点花，可明白？”桃花在家吗？王桃花就看见王有权驾着牛车来到门口。有权说：“你咋来了？”我爹说你今天收拾这屋子，想着这么多年了，那屋顶肯定漏了，让我来给你先补一补。王桃花果然就看到牛车上有梯子，还有好几大捆干茅草，那就麻烦有权叔了。经过大家一个上午的收拾，整个屋子就清爽了很多。王有权又把几把破烂的椅子，这里拆条腿，那里拆块板子，最后竟然凑成了2把完整的椅子。说：“你这手艺绝了，不比木匠师傅做的差。”瞎做着玩。桃花，你可不知道，你有权叔小时候因为这活计没少挨你村长爷爷的巴掌。王桃花几个小的很是八卦的竖起了耳朵。大娘，那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嘴下留情，嘴下留情啊！好好好，老婆子我就不把你逃学去学木匠，被你爹追着满村子打的事儿说出来。王桃花几个噗呲一声笑了起来。桃花啊，明日叔赶车去帮你搬家，我先走了。就驾着牛车飞也似的逃走了。王大坤自打回了家后，就万般焦急恐慌。这王桃花逃了出来，周少爷没有尽兴，肯定会来找自己算账的。怎么办呢？那周少爷可不是个良善讲理的人呢，自己肯定吃不了兜着走。他越想越害怕，寒意直往心头涌。不行，我不能待在家里了，我要去外地避一段时间。他赶紧把柜子后面的钱匣子取了出来，打开匣子，那锭50两的大元宝闪烁着迷人的银光。有了这银子，够老子去外面潇洒快活几年了。收拾了几件衣服，趁着日头还未完全落下，就要往县里去。大坤呐，你收拾包袱干嘛呀？娘，那死丫头逃回来了，我得赶紧去县里跟周少爷解释解释，这几日就不回来了。跟周老爷好好说说，赔个不是。他家咱们可吃罪不起，都是那死丫头害的，他就是个搅屎棍，扫把星。娘，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刘氏看自个大儿子是越看越骄傲，大郎做事啊，娘是100个放心。那你赶紧去吧，眼看天要黑了，路上小心点儿。那我走了，回头咱奶问起来。放心，有我呢。等他赶到县里，天已经全黑了，突然又想起了玉明，顿时身下涌入一股暖流，于是急不可耐地朝海棠阁走去。从北坡回去后，就开始打包各种生活用具，最后零零散散的也有10几个包袱。阿姐，咱们坡上的地窖里的东西，少安，在咱们找到更安全的地方前，东西就放那里了。阿姐，那会不会被奶他们发现了？放心吧，别说那坡上了，就这屋子，他们都懒得来。下午，姐弟俩拿上工具去院子那边除草。这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王桃花，听说你要住这破屋子了？关你们屁事！哟，看来火气挺大的呀，也难怪这屋子都破烂成什么样子了。别说人了，连狗都不住。听说这院子里可多老鼠了，你说会不会夜里爬上床啃脚趾头啊？那感情好，冬天就不冷了。为什么呀？有老鼠暖被窝呗。你们2个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还是咋的？竟在我家门前放臭屁，再啰嗦我得让你们2个也尝尝牛屎的滋味。你别乱来，这地方又不是你家的，我们站这里你管不着。这话倒是提醒王桃花了，看来找时间得向王梦山问问，把这屋子买下来得多少钱。既然你们这么闲，那我就让你们动动筋骨。他突然从怀里摸出2枚铜板，偷偷的扔在王少安的前头。阿姐，这里有铜板。啥板？铜板，我在草丛里捡到1枚铜板。你看，哎呀，这院子里怎么会有铜板呢？早在听到铜板时，王金凤的2个耳朵就竖了起来。这时王桃花除了2下草，也从土里翻出2枚铜板。少安，姐也捡到2枚。阿姐，为什么地里会有铜板呢？王桃花故意装作思考了一会儿。我听村长说，这屋子是康大娘的，康大娘以前绣的一手好花，一张帕子，据说就能卖30文钱呢。康大娘无儿无女，会不会把钱都埋在这院子里了？姐，肯定是了，那咱们快点挖吧。少安，康大娘年纪大了，埋得不深，咱们就顺着这草一点点挖去，千万别漏掉任何一个地方。说是压低声音，但足以让外面的2人听到。2人顿时踮起脚，眼巴巴地朝院里看去。王桃花把锄头一扔，这锄头太小了，不好用。少安，咱们赶紧回去拿那把大的。王少安正撅着屁股在草丛里找呢，就莫名其妙地被王桃花拖走了。姐，我还要找钱呢。王桃花前脚刚走，王金凤2人后脚就进了那院子。金凤，这地里真的埋了银钱？那还有假？没看刚才王桃花
花捡了好几枚嘛，咱们快点挖。两人动力十足，拿起锄头顺着草根铲了起来。哎呀，我挖到一枚铜板！这一下，王金凤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那挖地的速度更快了。阿姐，你让我回来干嘛呀？那地里还有银钱没捡完呢。我的傻弟弟呀，那地里哪有铜板哦？那是我故意扔的。阿姐，你逗我开心呢，不扔几枚铜板，怎么会有鱼儿上钩呢？少安，那草不用咱们费力气挖了，那谁挖呀？自然有2个助人为乐的仙女来帮忙了。王少安极其聪明，一下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关节。姐，这也不是回家的路啊。少安，咱们去地里看看。明日把地契给了挑婆子，自己就不好再去了。等到了自家那1亩3分地，眼前的情景令姐弟俩十分无语。地里虽种了5、6畦萝卜，可那萝卜稀拉拉的长着，叶秧子蔫黄蔫黄的，没半点生气。阿姐，张大娘的萝卜有拳头大，我还看到小腿粗的呢。唉，上个月王有才收完谷子后，就忙着去县里揽活，这萝卜苗就下得晚了些。后来他出了那事儿，这萝卜自然长得不比旁人家的好。没事儿，小就小点，这时节的萝卜甜，至少好过吃野菜。少安，咱们待会儿来拔萝卜吧。可是阿姐，以前萝卜都是要奶他们先拔的，咱们要是先拔了，他会生气的。以往每年拔萝卜，王有才拔好后，雕氏就会带着刘氏大摇大摆的来地里挑选一番，把大的好的挑掉后，王桃花家就剩点歪瓜裂枣了。这萝卜可是咱们爹种的，我弟给他了，又没说把地里的东西给他。再说咱们已经断了亲，以后见面就叫他刁大娘就行了，明白没？阿姐，我明白了。王桃花算了算时辰，差不多了，就带着王少安往那北坡下走去。不好了，金凤，他们来了，快走！王金凤看着被挖了的大半个院子，有些不甘心的把锄头一扔，也跑了出去。哎呀呀，少安，这院子里的草怎么全除干净了？阿姐，不会有神仙来帮忙了吧？肯定是咱爹娘地下有灵，怕咱们累着，帮咱们把草给除了。王金凤气得鼻子都歪了，那草是他除的好不好？阿姐，那咱们快翻翻还有没有铜板。少安，姐肚子饿了，没力气了，姐给你1文钱，去村口东子婶家买2个馍馍吧。王四喜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那肚子也咕咕地叫了起来。你是猪呀，一听到吃的就饿，给我小点声。就见王桃花从怀里摸出钱袋，突然哎呀了一声，少安，我的钱袋破了一个洞。阿姐，快数数钱有没有少。1、2、3，哎呀，少了4文钱。4文。王少安捏着下巴，突然眼睛一睁，姐，刚才我们在土里捡了3文钱，会不会就是这钱袋里露出来的？是了，难怪我说那铜板咋那么新呢？阿姐，咱们只捡回了3枚，还少了1枚呢。哎呀呀，一个鸡蛋钱就这么没了。王金凤哪里还不清楚，感情的地里根本没有埋铜板，亏得自己挖了半天的累出了一身臭汗。那奸人绝对是故意的，他就是为了让我们帮他除草，卑鄙无耻奸诈。这下好了，偷鸡不成反蚀了把米。王四喜才不管那么多，自己还是捡了1文钱的。四喜，那文钱是我带你进去捡到的，应该属于我，给我。不，这是我捡到的。王金凤平日里霸道惯了，这下也不管什么姐妹情了，直接上手抢了起来。不给！王金凤，你不要脸，抢人东西，我再也不跟你好了。最后王金凤朝王四喜胳膊咬去，王四喜吃痛，手一松，就见那枚铜板咕噜咕噜的朝坡下滚去，瞬间不见了踪影。这下王四喜气急了，嗷的大吼一声，一把就掀翻了王金凤，坐在他身上左右开弓。王桃花看到这一幕，不由得咂舌，果然是对塑料姐妹花。收拾完院里，背上篓子去地里拔萝卜。王桃花本着不便宜雕氏一家，于是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全拔了下来，也足有一大堆了。王桃花让王少安把萝卜缨子全拧了下来。阿姐啊，这萝卜缨子能吃吗？爹说割嗓子不好吃，以前都是被奶拿去喂猪的，当然能吃了，而且比灰灰菜、婆婆丁好吃多了。等姐做好了你就知道了。萝卜一堆，叶子一堆，看样子要跑2趟了。等2人第2次回去背萝卜时，地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钱婶子，你来我家地里干嘛？这么小的萝卜秧子就拔了，果然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心疼啊。钱婶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人在做，天都在看着呢。有些人呀，就天天惦记着别人家的东西。屁，真不要脸！到现在为止，前世都以为王桃花是王二狗的姘头，可他又不敢去斥责王二狗，只能把一腔怒气撒在王桃花身上。你这指桑骂槐的说给
谁听呢？有什么话给我说明白了。敢做那见不得人的丑事还怕人说？我做什么丑事了？你勾！又想到了万一这死丫头跑去找王二狗哭诉，自己晚上又得挨一顿揍，只能冷哼了一声，扭着身子走了。阿姐，前婶子肯定会回去给刁大娘他们报信，去就去呗，我又不怕他们，别愣着了，咱们赶紧装萝卜吧。王桃花站在院子里切萝卜，刘氏就在门口骂了起来：黑心烂肺的死丫头，跑老娘地里偷萝卜，吃了老娘的萝卜，穿肠烂肚，小小年纪就知道偷东西，怎么有脸哟？王桃花被吵烦了，把菜刀往砧板上一斩：刘大婶，你是吃了粪吗？嘴那么臭，那萝卜是谁种的？你心里没点数？这萝卜你敢吃吗？吃了也不怕我爹夜里去找你聊聊天？我呸！长在我家地里就是我家的，我管你谁种的，萝卜在这儿呢，有本事拿回去啊！刘氏哪有这个胆子？先不说王桃花身边有刀子，这丫头打人是往死里打的，没本事拿就给我滚一边去！天天跟只绿头苍蝇似的，烦不烦人？死了娘，老子都没跑得那么勤快。你别你呀我丫的，快走快走，我家不欢迎你！死丫头，你给我记住了，内地明日就是我家的了，以后不许你去，否则我就去县衙告你。第二日，阳光晴好，搬家正好合适。吃过早饭，王桃花就把上次买的猪骨头拿了出来。他把骨头焯了水，放了些酱油，就小火慢慢的炖煮了起来，然后把白萝卜削了皮，切成小块，放在碗里备着。今天他还打算做些白面馒头，这年头白面金贵，拿来招待客人最合适不过。恰好这时王有权就赶着牛车来了，说：吃早饭了没？吃了，桃花东西可是收拾好了？东西都收拾好了，不过有些多，要麻烦你了。无妨，这过日子就算少了一针一线也是麻烦，你们姐弟俩本就不容易，能带上的全带上。王桃花听了这话很舒坦，他还担心王有权会嫌弃他把这些破桌子烂板凳都带上呢。不一会儿，张大娘和罗氏母女也来帮忙了。王桃花家虽然穷，但大大小小的东西都舍不得扔，于是也搬了3、4趟。大娘婶子说：你们别走了，去我家简单吃几口吧。等王桃花端上一大盆白白胖胖的馒头和一海碗的骨头萝卜汤时，丫头，这不过节不过年的，咋做起白面馒头了？没得浪费了。大娘，你们难得来我家吃一顿，还不许我好好招待你们呀？再说了，今日可是我搬新屋子，开门田，做点白面馒头也讨个好兆头。你这张嘴呀，这是比那巧嘴的英哥还厉害。好，那我们就沾沾这搬宅子的喜气。王有权掰开馒头，一股香气散了出来。丫头啊，你这馒头发的好啊，比你婶子手艺都好。说，你就不怕我把这话跟婶子说一遍？那个玩笑话，可不许跟你嫂子说嘴呀。众人看到那副熊样，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大家多吃点，我做了2大锅呢。众人拿着馒头配着那萝卜骨头汤，痛痛快快地吃了起来。几人临走时，王桃花又用干荷叶给每家包了2个馒头。这又是吃又是拿，我老婆子可没有脸哟。桃花，这白面金贵，留着你和少安吃，天气冷也放不坏。王桃花不容分说的把馒头硬塞在他们手里，这就是个吃食，你们别老是推来推去，没你们的帮忙，我这还不知道要搬到什么时候呢。今天这馒头必须拿着，不然我生气了。这一招百试不爽，众人果然只好收下了。我老婆子活了50来岁了，还没见过硬要给人家东西的。咱这是跌个跟头，捡个金锭，运气好呀。等3家人回去后，王桃花就把剩下的锅碗瓢盆放在一个篓子里。姐，我又看了一遍，屋里没啥东西了。好，这些东西都是爹娘辛辛苦苦置办的，咱们一根草都不留给他们，就连这屋子也是当初咱爹娘没日没夜修缮的，不然早就塌了。这么多年，他们几个把咱们当奴才来使，我不得给他留点惊喜呀？姐，你想怎么做呀？你去拿根竹竿来。王桃花就拿着竹竿来到屋里，对着屋顶就捅去。茅草沙啦啦的往下掉，不一会儿，2间屋子就与天来了个坦诚相见了。等刁婆子几个人来接收这房子，看到里面连个板凳都没有留，屋顶也被掀了，气得嘴都歪了。下午，王桃花和王少安正在屋里规整东西，石榴几个来找王少安去河边玩。这时节扁担河的水极浅，倒不需要担心溺水，可王桃花还是忍不住嘱咐了2句。桃花姐，你就放心吧，那水才没到脚脖子呢，不危险。又去笼屉里拿了几个馒头，你们好好玩，玩累了就吃馒头。桃花姐，你可太好了，上次请我们吃肉，这次又是白面馒头，你就跟那仙女
女一样，漂亮又善良，美丽又大方。大屁精。另外几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道：你们要是也有这么漂亮的姐姐，还给我肉和馒头吃，我也夸得去。去吧去吧，玩开心点。孩子嘛，趁着还小就得多玩玩。桃花，张大娘看着屋里屋外被收拾得齐整，频频点点头。我们家桃花就是厉害，看这屋子收拾的多利落敞亮。大娘，你坐，我给你倒杯水吧。不用不用，中午在你那儿喝了好几碗骨头汤，大娘现在一点儿也不渴。大娘给你带了点东西。揭开手里的篮子，王桃花就见里面是半篮子干花生，还有2双土布鞋。大娘，你这是？你这搬了家，大娘总得贺一贺。这花生是地里自个儿种的，拿点来给你尝尝。这2双鞋，大娘早就做好了，趁着今日一起给你拿来。张大娘的花生往年都是拿去卖了补贴家用的，自家一颗都不舍得吃。还有这鞋子鞋底这么厚，针脚又密，得费他多少功夫才能做出来呀？大娘，你要是我亲奶奶就好了。傻孩子，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大娘早就把你当亲孙女了。你那奶奶眼睛被岩石给糊了，这么好的孙女也不要，以后啊有她后悔的。大娘，你说我奶为什么这么讨厌我们一家？难不成我爹是捡来的？可别瞎说，你爹确实是你奶亲生的。那年我还去给你奶送过月子礼呢。说来你爹才2、3岁时，你奶还是很疼爱你爹的。后来打你爷出了那事儿，你爹的日子就难过了。王桃花爷爷去世前，王桃花已经7岁了。记忆中王老头断了一条腿，成天躺在屋子里。难道王老头断腿跟自家爹有关系？正聊着，院外又传来脚步声。桃花，这是我娘给你的。原来是一篮子黄豆，旁边还搁着几球大蒜。这是哪来的黄豆啊？沟子村很少有人种这东西。我外婆前几日来家送来的，我娘说煮了加盐吧，很鲜的，还可以做成豆酱或者是腌豆子呢。这大蒜也是我外婆种的呢。王桃花摸了摸豆子，颗颗圆润饱满，不过比前世的小一点。这黄豆真好，做成豆腐也是顶呱呱的。豆腐？这是什么吃食？他想起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并不存在，也许一些东西并没有出现过。豆腐就是用黄豆磨了汁液做的一种吃食，白白嫩嫩，又鲜又甜。你们真没吃过？我活了一把岁数了，还真没听过这东西。不过这黄豆是黄的，又硬邦邦的，怎么可能做出白白嫩嫩的吃食？桃花，你莫不是记错了？王豆香却咽了口口水。桃花，这东西被你说的太好吃了。一股激动之情如潮水一般冲上了王桃花的脑门。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落到我头上了，必须的呀。不过豆香，你帮我打听下你外婆家有多少黄豆，卖多少银钱？这个容易，包在我身上。老远就听到你们的笑声了，这是在说什么呢？就见王有权扶着苗明翠进了院子。婶子，你也来了？这搬了新宅子，多大的事儿，婶子能不来？丫头，这是给你的贺礼。王桃花接过篮子，见里面是半篮子鸡蛋，算是贵重的了。虽不是新房，但搬了家还是要意思意思，讨个吉利的。于是众人就来到灶房给王桃花燎锅底儿。王桃花把那口大铁锅架到灶台上后，把火点了起来。桃花，多添点柴，这火呀烧得越旺越好。王桃花就往灶炉里又添了些柴，那火焰噼啪作响。新宅新地，日子红火，白米白面，满仓满斗，鸡鸭鱼肉，餐餐都有，万事顺心，家宅安宁。接下来王桃花整个下午都是乐呵呵的，干什么事儿都充满了干劲儿。看那一大堆的萝卜缨子放了一天，有些软趴趴的了。他和王山把那些发黄的烂了的叶子摘了，去河边把萝卜缨子洗得干干净净。等烧好一大锅水，王桃花把萝卜缨叶子放进去烫焯到打蔫了。少安，你把手擦干了，去看看那口最小的腌菜缸里面还有没有水。阿姐，是干的。好，我这就把萝卜缨子倒进去。这腌酸菜无论是用哪个菜，要想不倒缸，就得保证缸里无水无油。最后把一块大石头压在上面。王桃花又拿来一碗煮开后晾凉的淘米水倒了进去。阿姐，为什么要倒这个淘米水啊？这是姐的独家秘方，可以让菜酸得更快，口感更好。最后用油纸把缸口包裹的严实，这酸菜就算腌下去了。阿姐，酸菜要多久才能腌好呢？
大概7、8天吧。这一夜，结实的床盖着松软的新被子，王桃花两人睡得格外香甜。昨日，王桃花和王有权打听过，村东头的林老头以前是个石匠，他七拐八绕的走在村里的路上，路过王有贵家。刘氏，你耳朵里塞了驴毛，还是眼里糊屎了？咋的？老婆子想吃碗汤面，还得看你脸色了啊！呸！我告诉你，老婆子我一天不死，你就甭想拿库房的钥匙。娘，我没有，媳妇儿听差了，我这就给你做面去。还不快去！成天呆呆傻傻的，把个心思全惦记在男人的裤头上了。要不是给我老王家生了2个带把的，老娘早就让贵把你休了。那天刁婆子掉茅坑，刘氏跑得比兔子还快。刁婆子对此很是生气。小丫头，没看到那尿壶都快溢出来了，还不拿去倒了洗了？小年纪就这般又懒又馋，以后谁敢娶你？于是王香香深吸一口气，捏着鼻子去端刁氏的尿壶，不料头上又挨了一个脑壳。把这脸给谁看呢？给我老婆子倒尿，委屈你了。王香香疼得五官都拧成了一团，只得含着一泡眼泪飞快地逃出屋子。记得把尿倒去茅房，开春好肥甜。王香香倒了尿，一出门就看到王桃花。小贱人，你站我家门口干嘛？王桃花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手里的尿壶，话都懒得说一句，就朝前走去。10来分钟后，王桃花来到了林老头的院子，透过篱笆就见院子里摆满了各种石头，大大小小，颜色各异。林爷爷在家吗？谁找我呀？就见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疑惑地盯着自己。丫头啊，你找我呀？林爷爷，我是王有才家的闺女，我来找你打个东西。你要打什么呀？我老头子只会打些粗笨的东西。我要打一个磨，把自己的要求跟林老头说了一遍。这东西做起来倒不复杂，就是那一圈流水槽会费点功夫。那林爷爷帮我做一个吧。对了，多少银钱？这石磨用料不多，咱们乡里乡亲的，我也不多收，你就给个50文吧。王桃花赶紧付了银钱，辛苦林爷爷了。丫头啊，年底了，手头忙，得过了年后来取了。没事，慢工出细活嘛。反正那豆腐自己还得琢磨琢磨，也没那么快就上手。从林老头家出来，王桃花就直奔山里去，自己可是还欠着孙家一个天大的人情，得用猴头菇去还呢。路过一户人家，突然远远的看到一个妇人站在门口，沉着脸看着自己。奇怪，之前是自己连话都没跟我说上几句，为何总是这般虎视眈眈地盯着我？难不成上次教训王二狗的事儿被他知道了，或者是看本姑娘天生丽质嫉妒了？这个理由比较合理。前世现在恨极了王桃花，他每每告诉自己王二狗对自己粗暴冷淡，就是因为这个水性杨花的小娼妇吹的耳边风。前婶子，不料对方当作没看见，还哗啦一下把木盆里的水给泼了出来，腿上就传来一阵冰凉，甚至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馊味。前婶子，你这是干什么？当然是泼脏水。怎的呀？这路是你家的呀，泼不得呀。王桃花想着今日还有重要事情要做，就压着怒气瞪了前世一眼，就往前走去。不要脸，小年纪就学人勾搭男人，还嫌这刷锅水脏。呸！就你的身子比这水脏了不知多少去。我去你娘的！转身一把抢过前世的木盆，就往地上砸去。咔嚓，木盆被摔成了好几瓣。婶子，这木盆装了脏东西，想必也脏了，我帮你处理了，不用谢。你个小妖精，敢摔我的盆，老娘跟你拼了！前世卷起袖子就要伸手来挠王桃花，王桃花才懒得跟他纠缠，趁他跑过来，抬脚一踹，哎呦，我的腰啊，疼死我了！我不管你为何针对我，但我告诉你，我有的是手段对付你。哦，对了，你刚才不是说我勾引王二狗吗？好啊，那你若是再来找我茬，我就让他休了你，想试试吗？你这个黑心烂肺的小娼妇，你会不得好死的。婶子，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吧，毕竟你比我大那么多，要死也是你先死。然后就拍拍他的脸，就见水粉掉了一层，你这张脸老得跟丝瓜瓤子似的，狗见了都摇头。下次记得别敷粉了，跟个黑白无常似的，吓人。说完潇洒离去。死丫头，老娘迟早要剥了你的皮。等王桃花爬上了山，那本药书他已经看了好几遍，这理论
要经得起实践呀。他这个叶子摸摸，那个果子闻闻，一番折腾，还真找到了一样和书中图画相似的东西。这个看起来好像鸡血藤，这东西不是生长在两广吗？管它呢，让我来验验货。王桃花拿出匕首往藤上一砍，果然伤口处流出了鸡血一股鲜红的汁液，就是鸡血藤，舒筋活血的好东西，这季节刚好成熟了。王桃花立马顺着藤蔓寻到根部，把藤给砍了下来，这样明年还能生出新的。然后把叶子细茎全撸了，就剩一根光秃秃的茎藤。按书中所述，这东西光晒干不行，还得炮制。有了这个开门红，他劲头十足，一路认真找去，果然又看到几样药材。他熟门熟路的向着那条小溪走去，就见那教头又长了起来，绿绿嫩嫩的，看起来就好吃。等他来到上次发现猴头菇的地方，一圈下来，树上再没出现另外一个猴头菇了。这东西果然是可遇不可求啊！正想着，突然10米开外的草丛里传来沙沙声，不会那么倒霉又碰到一条大蛇了吧？一个黑乎乎的猪头露了出来，看体型足有100来斤。野猪也看到了王桃花，一对核桃大的眼睛露出了凶光。我去，是野猪，这下麻烦大了。很明显，王桃花这只两脚猴子已经成功激怒了他。只见他鼻子开始喘着粗气，脚下开始刨着地。王桃花朝四周看看，都是茂密的树木，根本没地方逃，现在只能往树上爬了。野猪像卡车一样冲了过来，王桃花转身就往树上爬去，空，整棵大树顿时晃动了一下，王桃花差点就掉了下去。接着那野猪竟然又龇牙咧嘴的往上跳了起来。是谁说野猪不会跳的？我非得把它打成猪头。等他爬到树杈，擦了一把虚汗，太悬了。没咬到人的野猪这下气疯了，哼哼的发着燥气。这野猪就是1根筋的动物，也不知道会守到什么时候，我跟他耗不起啊。既然打不过，那我就刺激刺激他。王桃花在上面大呼小叫起来，死猪，看过来，还想咬我？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头八怪，有本事来呀！老娘非得一脚踹得你绝子绝孙！略略略。那野猪也是个没脑子的，呲着牙，尾巴甩得砰砰响。王桃花见有效果，叫得更大声了。这野猪在林子里霸道惯了，哪里受得了这刺激？于是不停地往树上撞去。那大树不停地摇晃，王桃花抱着树干不撒手，很快动静越来越小了。那野猪头皮都撞破了，血哗啦啦的流淌着。不能干等着，树上有吃有喝的，力气很快就恢复了，我得抓住这个机会逃走。他想起刚才绕树时发现这树是空心的，赶紧往后埋头看去，果然在一个树影留下有一个盆大的洞，直接通向树心，有救了。野猪依然趴在那里自顾自地玩着，就放慢速度，抓住树干，双脚往树洞里伸去，一松手，整个人就滑进了树心。王桃花心里一阵窃喜，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树的后面逃走。可刚往外爬出了个头，就看见那野猪不知什么时候转到了树的背后。他怎么在这儿？野猪如炮弹一般冲了过来，哐！巨大的冲击力把裂缝都撞大了几分。那硕大的猪头离王桃花只有1掌的距离，紧紧地握着匕首。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一猪一人就这么大眼对小眼的僵持了10来分钟。那野猪逐渐失去了兴趣，吼吼2声就想往后退，可大脑袋被裂缝卡得死死的，真是天助我也。他朝野猪晃了晃刀子，你这猪头猪脑的东西，差点把我 KO 了，这下卡住了吧？拿起匕首直接一刀捅向他的脖子。滚烫的血溅了王桃花一脸，硕大的猪头就跟个锤子似的砸着两边。王桃花又连续捅了好几下，就见野猪全身痉挛，惨烈的哼叫着，5、6分钟后才瞪着一对不甘的猪眼，一命呜呼了。这富贵险中求果然是有道理的，上次猴头菇遇到大蛇，这次又遇到二师兄，难怪沟子村的人守着这宝山还这么穷。一把拔出那刀子，血又溅了出来，太可惜了，没拿颗胡来，这猪血也是好吃的紧。有了这头野猪，也不用再想着去采摘其他草药了。现在周围血腥味这么浓，保准不会引出其他猛兽，得赶紧离开这里。可是这猪估摸着有100来斤，怎么拖回去呢？他可不愿意把这么一大块肉白白扔掉。1个小时后，王桃花终于到了那片槐树林了。此时已经累得腰酸背痛，不行了，实在拖不动了，我得下山找人帮忙。就在这时，树林里钻出一个身影，把王桃花吓了一跳。
大烈说：桃花，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来山里采点草药。王烈看到地上的野猪，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桃花，这是你猎到的野猪？说你真当我是神仙呀？这野猪凶得很，我跑都来不及呢。我采药看到这野猪被马蜂追，这畜生没了命的往前跑，这不一打眼撞树上了，我怕他没死透，就给他补了几刀。王烈看到野猪头上果然撞得皮开肉绽。这野猪凶起来，可是老虎都要退让3分，又是1根筋的蠢物，以后那深山里头可要少去，若是遇到了，可千万要躲紧了。好，大烈说，我记下来了。这野猪少说也有100来斤，难为你这个小姑娘把它拖下来，这样叔帮你扛回去。王桃花正想着怎么开口让王烈帮忙，王烈就已经蹲下身子，抓住猪的2只前蹄背了起来。大烈说，你可真是我的及时雨呀！有了王烈的帮忙，半个小时后，王桃花就回到了村里。村里人看王烈扛回一头大野猪，又是羡慕又是佩服。大烈呀，厉害呀，这么大的野猪也能打得到啊！是啊，这回又得卖不少银子了吧？今晚我带点酒去你家里吃野猪肉。这野猪可不是我打的，是桃花打的。大烈，你是不是怕我们去讨你肉吃，就故意说这猪不是你的？你这就不厚道了，不给就不给呀，也不要骗人呐！你记得小时候你没饭吃，我还给过你半个馍呢。这人玩着玩着咋就变了呢？王烈本就是个憨直的粗人，哼哼哧哧解释了半天也没解释清楚，只能被众人挤兑得面红耳赤。各位叔伯婶子，这野猪真是我打到的，我在山上背不下来，大烈叔遇到了帮的忙，你们别为难大烈叔了。王烈这才松了口气。大烈说，还得麻烦你扛到我家，然后顺便帮我把猪杀了。哎，要的要的。很快，王桃花打了一头大野猪的消息就传遍了村里。什么？一头大野猪？是啊，都说有100多斤呢。这个死丫头，运气也太好了，怎么就没被野猪咬死？娘，野猪那么大，就他2个人也吃不完，我们要不要去拿些回来呀？要是那断亲的事儿没发生，那头猪我起码得要大半头来。不过现在嘛，我们跟他没任何关系了，倒是不好动手了。刁婆子心里竟然隐隐爬过一丝悔意。娘，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那丫头狠起来六亲不认，你要觉得自己这张脸够大，就自己去试试。这死老婆子就是毛蛾子一个，成天就知道窝里横，气死老娘了。再说现在王桃花家已经被人围了一圈，几个小屁孩摸了摸野猪，立马传来一声声尖叫。哎呀，它的毛好扎手，跟真似的。哇，它的牙齿好长啊，还尖尖的，像镰刀。少安，你姐真厉害，我姐天天就知道在家里打我。你们几个赶紧往边上站去，大烈叔要杀猪了。这头野猪足有133斤，不消1刻钟，野猪就被剃了毛，开膛破肚。王烈拿着那堆臭烘烘的猪下水就要去扔了。大烈说，这可是个好东西，别扔呀。桃花，这东西胖臭，吃不得呀。说，你相信我，这东西我绝对可以做出好菜来。王烈拗不过王桃花，只好把猪下水放进盆里。桃花，这猪去了下水，头尾和蹄子还有70来斤，你打算要怎么处理？要是卖去县里，叔那边有熟人，可以给开个好价。麻烦你帮我把这猪肉切成半斤1条吧。你这是要做肉干还是腌咸肉啊？大烈说，我爹去世时家里连顿骚饭也没给大家吃，这事儿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今日正好来的这头野猪，就分给那日来帮忙和送我爹的叔伯婶子吧，也算全了我的心意。围观的村民立马炸开了锅，这野猪味道好，价格可是比那猪肉要高上1倍。桃花，你可想好了，咱们村子可是有上百户呢。我是沟子村长大的，自小也受了大家许多恩惠，这点猪肉不算什么的。你这性格爽利大方，是个好孩子。村民们都喜笑颜开，特别是那小孩，一个个蹦蹦跳跳的喊着，吃肉喽，有野猪肉吃喽。王烈把肉切成1条条，村民们道了谢后就拎着肉欢天喜地的回了家。就算有几家没到的，王桃花也托人送了过去，唯独4家人没送。这个白瞎子儿，那可是50多斤的野猪肉，说送就送，指甲盖的脑袋非要戴高帽，压不死他。谁说不是呢？这死丫头就是诚心给人添堵的，白花花的1两银子打水漂，连个声响都没有。哼，天杀的扫把星！等他来送肉，看我不骂他狗血淋头！娘，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丫头了，无
法无天了都。可等到快做午饭了，也没等到王桃花来送肉，这下刁婆子坐不住了，叫上一家人，风风火火的往王桃花家走去，说这道肉和这个蹄子你拿回去吃吧，今日多亏有你，不然这野猪我肯定拖不回来。桃花，都是一个村的人，谁见了也会帮的，你家日子也不容易，这肉你留着自个儿吃。再说你忘了叔是干什么的了？叔要吃肉比你可容易多了。叔，你打的猎物是你打的，这是我的不一样。再说今日还耽误了你一上午呢，这肉你若不收，我以后有事也不找你了。这话一出，果然汉子就不好再拒绝了。好，这肉叔就收下了，不过这蹄子叔可不能要。说完拎着那刀肉就快步走了，把另外3只猪蹄和3刀肉放在了篓子里，准备送去给张大娘、豆香和村长。今日分肉3家都没来，肯定是知道自己日子过得艰难，不想占自己便宜。想了想，又拿了1刀2斤重的肉放在篮子里。少安，这刀肉你送去梅婆婆家，一定要让她收下，别忘了。好的，阿姐，我保证完成任务。提着篮子一溜烟的跑了出去。这边王桃花先去了村长家，王梦山也听说王桃花把好不容易猎的野猪肉分给了村民，心里十分的赞许。丫头啊，你这事儿做得地道，咱们呢同一个村子，世世代代的住着，是该互相扶持些。村长爷爷，这些年大家对我的恩情都记在心里呢。好，是个好孩子。等王桃花走后，赵婆子看着桌上的猪蹄和肉，老头子，这丫头是个好的，我听说大家伙都只送了半斤，咱们家这刀肉少说有2斤，还有这蹄子，小年纪就这般通透，那刁妹子呀，迟早有她后悔的。那刁氏当年孟松在的那会儿，多精明一个人呢，想不到到了老了却糊涂了。当王桃花来到王豆香家，小姑娘又是抱着她转圈圈。我还没有见过野猪呢，本来想去看看的，可我娘不许。也没啥好看，就长个猪样，毛长一点，獠牙长一点。对了，你要喜欢，回头那牙给你留一个。哎呀，桃花你可真好，我娘说野猪牙挂床头可以辟邪呢。等她把猪蹄和肉拿出来，王豆香的眼睛亮晶晶的。桃花，我发现跟着你真能吃香喝辣耶，你就是我的福星。那你就做我的小尾巴吧。我才不呢，你若是放个屁，我不得熏死。跟这小妮子在一起，王桃花总是笑容满满。离开了王豆香家，王桃花就朝张大娘家走去。娘，我又没让你去要肉，你发什么火？再说是我要吃肉吗？是你孙子要吃肉，你就光想着面子，也不心疼你孙子。那丫头平日里得了咱们家多少好处，你看这分肉也没说送来一块，真是个白眼狼。王桃花调整了呼吸，装作刚来的样子。大娘在屋里吗？还在暗自抹泪的张大娘赶紧擦了擦嘴角。在，桃花快进来坐。王桃花进了院子，就看到宋香琴觑着眼朝自己看来。大娘，我打了头野猪，给大家分了肉，我看你也没空去拿，就给你送过来了。张大娘也没管肉，先拉着桃花看了一圈。你这孩子也是胆大的，那野猪老凶的东西，老虎见了都害怕，你见着了就得赶紧躲着，还敢凑上前去，伤着哪里了没？没有，我好得很呢。这次是运气好，下次可别这么莽撞了。我记住了。大娘，我给你带了刀肉来。从篓子里拿出那刀肉，又拿出一个蹄子。我听他们说，这蹄子加些红枣，炖炖烂烂的，很补身子，刚好给香琴嫂子补补，保准生个大胖小子。哎呦，咋又拿这么多东西过来？这天寒地冻的，你把肉腌着，自个儿慢慢吃就好了。家里还有呢，拿着吧。说起吃食来，我可没少吃你家的。你这孩子。等王桃花走了，张大娘特意拿着肉进了堂屋。香琴，以后别老是拿话刺桃花了。你瞧瞧，他还拿来猪蹄子给你补身子，难为这孩子心思玲珑的。这不是该的吗？咱家帮了他们家那么多年。再说王桃花前脚刚回到家，后脚没分到肉的几家人就全来了。桃花，你这是打婶子脸呢？全村都给了肉，凭什么我家没有？对呀，小年纪就学着看碟子下菜，这眼睛我怕呀都长到脑门顶了吧。一个没爹没娘的破落户，还拿起桥来了。他还真以为自己是宫里的娘娘，成天里勾三搭四的没个正形，谁知道这野猪是怎么来的？咱还他嫡亲的奶奶呢，这短命的丫头愣是连一根肉丝儿都没孝敬。
他那心呐，比石头还硬，也不知道是不是地底下蹦出来的讨债鬼呢。王桃花就是故意不分给他们4家的，这肉他就是扔去了喂狗，也不会让这几个人吃到一块儿。姐，没事儿，他们不是爱骂人吗？我就让他们没脸见人。王桃花从屋里走了出来，然后拿了根烧火棍，舒舒服服地坐在院子里。你们来我家无非就是想要野猪肉，我还告诉你甭做梦了，要肉没有，要只棍子是有的。桃花，你这分肉无缘无故少了我们几家，不是诚心让全村人看我们笑话吗？那倒不会，毕竟那日我爹出殡，你们几家也没人来。哎呦呦，看这事儿闹的，那日我们娘几个去孩子外婆家了，没赶上啊。叶婶子，你是觉得我傻，还是觉得你自己挺聪明啊？扯谎也不知道找个好的借口。那天有金叔去河里捞了条巴掌大的板鲫子，应该把整个村都走了一遍吧。叶大丫顿时尴尬地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了。至于你家嘛，二狗叔的人品，给他吃肉也是白瞎，还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吧。前世脸都白了，还有你们2个脸皮可真厚，田地屋子都还你家了，亲也断了，还有脸凑上来吗？也不怕成为这10里8乡的笑话。你个死丫头，流言不尽，得罪我们几家以后，有你好果子吃。咱们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以后我和你们几家井水不犯河水，大家还能有点脸，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说着手一扬，那烧火棍挥得呼呼作响，烈烈生风。刁大娘，刘婶子，咱们断亲文书还在县衙里躺着呢，别再给我摆长辈的谱子，不然我非闹得你家鸡犬不宁，我灶头还炖着猪肉呢，就不跟你们闲道了。慢着，你今天不给我猪肉，我就坐在这里不走了，咱们几个骂死他，看他有没有心情吃肉。几人跃跃欲试，刚要张口，就看到王桃花拎着棍子，气势汹汹地奔了过来。快来看看这死丫头！哎呦！王桃花也不客气，扬起棍子再次抽去。这下刁婆子跑得比兔子还快，我给你们脸了，在我家门口乱吠！王桃花看着逃跑的几家人，冷哼一声，哼，想占本姑娘的便宜，下辈子赶早吧。等王桃花进了屋里，就看到王双安守在一盆猪肉前。饿了吧？姐这就去给你做好吃的。家里还剩下20来斤的肉，另外还有一个猪蹄、一个猪头和一盆下水。他把肉放进坛子里，里里外外抹上一层盐，盖好盖子，就去灶房做午饭了。这个中午，沟子村处处飘散着猪肉的香味儿，把挑婆子几家恨得咬碎了一口牙。等鸡血藤处理完，就临近傍晚了。那盆猪下水还等着他收拾出来，除了心肝肺肾，还有一挂大脚肠子。两人往河边走去，路上碰到了黄春芳。这娘们儿拎着条指宽的肉，这不是去了趟李家村，我那表姐啊非要留我吃饭，我说家里忙，她就硬给我塞了条肉。你看看这肉有肥有瘦，炒了最是香嫩的。谁不知道你这表姐是李家村最有银钱的人家了，这出手啊果然大方哟。那是，人家家里好几十亩好地呢，县里头还有铺子。一转头看到王桃花姐弟来了，那笑声更是夸张魔性。阿姐，黄婶子笑得跟那老瓜似的。要说呀，福分这东西还是挑人的，有些人呐天生就是受穷的命，难怪那么好的亲事都被退了，你说是不？王桃花瞬间知道对方说的是自己了。阿姐，没事儿，这嘴啊长在人身上，咱们可管不住。不过有句话叫祸从口出。王桃花路过黄春芳时，故意一个拐角，一盆猪下水就全到黄春芳头上了，特别是那大串的肥肠垂在脑门前，不停地往下滴着消化物。哎呀，春芳婶子，实在对不住，脚滑，我这就收拾。黄春芳颤抖着抹了把脸。等他反应过来，王桃花已经走得老远了。姐，这下黄婶子要臭死了。没事，这叫臭气相投。两人开开心心的来到河边。阿姐，你这个猪大肠好臭啊！你别看它臭，吃起来可香了。他从河边拔了一团草，塞进了大肠里，接着一寸一寸的捋下去。阿姐，我受不了了，咱们把它扔了吧？不行，你听过物极必反吗？越臭的东西，它吃起来越香。王桃花赶紧在河水里晃荡了起来，那肠子游得老远老远。
捋了5、6遍后，那肠子里的杂物总算清干净了。阿姐，这就好了，哪能那么容易？把带来的灰面倒了半碗进去。阿姐，你也太浪费了，竟然用灰面来洗这臭东西，这叫舍不得灰面，做不出肥肠。咱们家没醋和酒，不然还得加点呢。就见王桃花在盆里不停地搓啊搓，直到那绿色的汁液渗出才停手。王桃花又在河水里漂了好几趟，那大小肠子总算才洗干净了。回了家，王桃花把肥肠切成1小节1小节，倒了些酱油腌了腌，拿了一些酸萝卜缨子，等锅热后倒入蒜末，等香味出来后，把肥肠倒下去，迅速翻炒，然后是酸菜。灶房里顿时传来一股酸香的味道，很快一碗色泽油亮、酸香四溢的爆炒肥肠出锅了。阿姐，这肥肠好有嚼劲，一点都不臭，配上这酸菜真是太好吃了。王桃花也津津有味的嚼着，是谁刚才还嫌弃臭来着？姐，我那是开玩笑，下次这肠子我来洗，这还差不多。那你再尝尝这个腰花。姐，这个有点尿骚味，不好吃。你嘴巴还挺刁的呀。这腰花没用酒醋之类的腌制，味道确实打了些折扣，好在也是脆嫩爽口。少安，我去趟大烈叔家。王烈家离王桃花家倒不是很远，就见王烈正和自己的老父亲在院里喝着米酒。何爷爷，大烈叔，桃花来了，晚饭可是吃了？正吃着呢。丫头啊，听大烈说这野猪是你打的？说来这也不能算是我打的吧，应该是这头野猪没长眼睛，自个把肉送咱们碗里来了。哎呀，厉害呀！想不到我老头子活了大半辈子，倒托了你这个丫头的福，还吃上野猪肉了。不像某人打了10来年的猎，就只会打些兔子、野鸡。哎呀，还是这野猪肉好吃啊！王烈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大烈说：“我来给你送样东西。”从篮子里拿出那碗爆炒肥肠，王烈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肉香。桃花，这好像猪大肠啊，但是不可能啊，那猪大肠臭烘烘的，哪里有这么香啊？说，这就是你要丢的那堆猪大肠，我从书本上学了些去臭的法子，然后试着炒了，发现味道还不错，就给你送一碗尝尝。这还真的是猪大肠啊！等王桃花走了，爷俩看着那碗直冒香气的猪大肠，动起了筷子。这一吃，酸香软糯有嚼劲儿，配上一口米酒，好吃的舌头都要化了。你这个逆子，有好吃的也不抢着自个儿爹啊！这猪大肠你就别吃了，留着给我下酒，你吃肉吧。什么呀？老子吃你一碗炒大肠，你有意见呢？爹，你这大肠你吃，我吃肉，肉多香啊！一辆豪华的马车停在周府门口，这于是一见周满就儿啊宝儿的唤个不停，一边又赶紧吩咐下人去准备热水给周满沐浴更衣。娘啊，你就别啰里吧嗦的了，还洗什么澡啊？快让人给我上饭吧，这几天都饿死我了。于是反手就朝身后的小丫鬟扇去。你们几个聋了呀？没听到少爷要吃饭吗？快把那炖得烂烂的肥鸡肘子全给我端上来。我的儿啊，看把你瘦的。饭桌上，周东海脸沉如水的坐着，于是在一旁忙着布菜。这边一个丫鬟递来了净手的帕子，周满看那手白白净净的，跟块羊脂玉似的。接帕子时，抓住那丫鬟的手，使劲揉捏了把。丫鬟嘤咛一声，素了这么多天，周满早就欲火焚身了。要不是爹娘在场，早就提枪上马了。混账东西！爹，你生什么气啊？我看这次就是孙家和丁知县联合起来诓骗咱们家的银钱，连姐夫的面子都敢不给，迟早有他们好看的。周东海听了这话，脑袋嗡嗡直响，想起了这几天他为儿子的荒唐事儿，四处求爷爷告奶奶，银钱花了一大把，脸面丢了几百回。他袖子一扫，杯盘碗盏摔了一地。你这个逆子，差点害了我周家满门，现在还不思悔改，口出狂言。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他日周家就会被你给毁了。来人，请家法。周满一听请家法，身子就跟筛糠一样抖了起来。爹，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老爷，马儿已经在牢里受了这么大的罪，不能再用家法呀！你要打就打我吧。慈母多败儿，都是你惯的。这逆子犯了这么大的错，不给他一个教训，下次说不定犯的就是砍头的罪过了。见下人没有动静，周东海气急，没听到本老爷说话吗？还不去把家法拿来！周管家这才忙不迭地跑出了屋子。周东海拿了鞭子就要抽周满，于是顾不得其他了，像老母鸡一样拦在周满面前。来人，把夫人拉
拉开。下人们这才上去拉开了鱼市。周东海扬起鞭子就朝周满抽去，周满满地打滚，嗷嗷直叫，一边、两边、三边。这一夜，周府乱成一气，主子们四处撒火，下人们战战兢兢。不过这一顿打让周满老实了5、6天。这几日倒是挖了10几根鸡血藤，还有2篓子白树，半篓子黄芪根，下午就可以拿去集市堂卖了。这还是王少安第一次上山，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王桃花看他这么开心，也是笑意不绝。待翻过一个山头后，这里的枯枝明显多了起来。少安，咱们挑那些干的、长的树枝捡。好嘞，阿姐。不一会儿就捡了一小堆。突然，他看见一棵树上匍匐着一些藤蔓，褐色的叶子，心形，这东西好眼熟啊，好像在哪里看过。王桃花捡起几粒果子，果然有一丝丝滑溜溜的粘液，果真是山药豆。如果不出意外，这土里应该有一条长长的山药。少安，快过来，姐发现好东西了。阿姐，什么好东西啊？王桃花卯足了劲儿，用柴刀朝根部挖了起来。没几下就看到一根大拇指粗的褐色根茎，这山药极脆，生怕把它给挖断了。清炒山药排骨汤。那山药挖了有近1米多深了，可那根茎还是往下扎。王桃花看了看脚边的土，都堆成小山了，只能一狠心把它给掰断了。王桃花拿着这根1米多长的山药，美得见牙不见眼。姐，这东西我好像见过，村里我都没见人吃过，你在哪见过呀？记忆中就没有山药这东西。有一次爹带我去那里挖地，后来爹说要给我摘红果子吃，我们去了那边一个坡上，好像有一大片呢。啥？有一大片？王桃花心里一阵狂喜，立马捧着王少安的脸吧唧一口。少安，千万别小看这东西，它淀粉含量高，跟红薯一样，吃了也会饱肚子，还有只要它埋在地里就不会坏。咱们现在粮食还够吃，那坡上的咱们先让它长着，以后说不定会成为救命粮呢。不过这事儿记得千万别跟其他人说，他不知道自己一语成真，不久的将来这山药还真帮了他们的大忙。交代王少安看家后，王桃花便去了县里。等进了城门，王桃花明显发现街上人多了许多，看穿着打扮，听口音，跟平川县这边有些差异。石头哥，忙呢？是桃花来了，这次又带了什么药材来呀？这次有些鸡血藤、白术和黄芪。这几味药材你都认识，可别挖错了呀。我跟村里的郎中学了认草药，应该不会错的。我来看看。他先拿起白术看了看，处理得很干净，从2个布袋里拿出鸡血藤和黄芪看了看，闻了闻，药味极浓。桃花，你这几样东西都不错呀，特别是这鸡血藤，看来教你的郎中炮制手艺很好啊。他是很厉害。这鸡血藤血色红，应该有些年份了，算10文1斤。白术普通一些，3文1斤。现在黄芪贵一些，15文1斤。行，你过下秤吧。很快，这篓子草药就称好了。鸡血藤3斤2两，白术10斤，黄芪4斤6两。石头还在噼里啪啦的拨算盘，王桃花已经得出了答案。石头哥，一共是131文。石头还有些不信，自己才算到鸡血藤呢，可等他算完，果真是131文。桃花，你这复算也太牛了，比柳账房还厉害几分呢。我娘教的。你娘真厉害。那是，我外公生前可是个秀才呢。石头顿时恍然大悟，难怪这丫头又聪明又识字。石头哥，我这里还有一样比较吓人的东西，不知道你收不收？是什么？拿来给我看一下。你确定？切，我石头在这铺子里快10年了，什么药材没经过手啊？想当年我还轰过蝎子、蜈蚣。蜈蚣刚说完，自己手上就多了一张巨大的淡白色透明蛇皮，吓得石头连忙甩手。桃花，你这蛇蜕哪来的呀？我看这蛇得有10来斤呢。是有10来斤，不过蛇肉应该已经进肚子里了。石头哥，那这蛇蜕收吗？当然收啊，这可是贵重的药材。蛇蜕现在这个季节做药效果最佳，有定惊、解毒等功效呢。像这么大的蛇蜕更是难得。你等等，我拿去问问掌柜的。石头匆匆向后院跑去，很快又满脸笑容的回来了。桃花，掌柜的说这蛇蜕按上等价收，1两100文，我帮你称了下，这蛇蜕足有2两重啊。王桃花很是吃惊，光这蛇蜕就卖了200文，自己辛辛苦苦4、5天，到头来还不如一只畜生蜕的皮。可接下来的一句话更是让王桃花想死的心都有了。桃花，你蛇蜕都懂得拿来卖，那蛇胆咋没拿来卖呢？这般大的蛇，那蛇胆少说值好几两银子呢。他正走着，突然前头一张油头粉面的脸一闪而过，李康平身边站着个姑娘，低垂着头，看不清长相，不过看打扮应该是富贵人家的小姐。
如儿啊，我那事儿你爹怎么说呀？你就关心你的事儿，咱们俩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这女子声音好生粗犷呀。王桃花心里有些好奇，对方长什么样了。我的好如儿啊，我这也是没有法子了呀。我若是这次下场不中，你娘能同意我俩的婚事吗？我又怎么能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你爹是县学的教育，只要来年县试的时候，他在县尊大人面前帮我美言几句，这秀才不就手到擒来了吗？咱们俩的事儿也能水到渠成啊。你放心吧，我爹那边我来对付。就是这段时间他忙着明年春上的县试，都住在县学里不大回家。如儿，你可知道吗？我每日每夜抓心挠肝的想你，就想亲亲你那温柔的小嘴。我也是，你再忍忍，等明年你中了秀才，咱们就能成亲，就能干嘛？抱你亲你还是？哎呀，油腔滑调的，你好坏啊！我还有更坏的呢，要不咱们试试？那女子又羞又喜的伸出粉拳捶着李康平的胸口。现在事情很明显，这李康平为了考上秀才，傍上了县里教育的女儿，难怪那么着急忙慌的跟自己退婚。他正准备悄悄离开，突然想到这渣男借了自己的书到现在还没归还，把老娘的话当作耳边风是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平郎，两人正你侬我侬，情意绵绵，顿时吓得如雀儿般惊慌失措。王桃花，你怎么在这儿？平郎，我来找你了，你何时娶我过门啊？王桃花，你胡说什么呢？咱们已经退婚了，没关系了，你快点给我滚！平郎，枉我对你一片痴心，你怎么可以如此待我？你忘了咱们在花前在月下许下的山盟海誓了吗？你说过要跟我终老一生的呀！哼！王桃花看到这姑娘的倾世容颜，差一点就绷不住了，真难为李康平能下得了嘴。王桃花硬生生的把笑给吞了回去，挤出2滴眼泪，水汪汪的看着李康平。李康平，他是谁？姑娘，你怎么可以对平郎如此大呼小叫的呢？女儿家要真静温柔。忘记介绍了，我是他未过门的娘子。什么娘子？好你个李康平，你敢骗我？你不是说你没有定亲吗？叔儿，你听我解释，这个女人虽然跟我定过亲，但是她行为不检，不守妇道，我已经跟她退亲了，再无瓜葛。是她硬缠着赖着我也是头疼的很呢。真的？叔儿，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儿，我怎么舍得欺瞒你呢？这事情整个李家庄都知道，你随便找人问一下就清楚了。钱如儿的脸色这才好了几分。吓得两人均是身子一抖。平郎呀，外人欺负我也就罢了，你怎么能这般对我？当初为了助你上学，我连娘的嫁妆书都偷给你了，你这个负心郎！哼！王桃花说着，又用手摸了摸肚子。况且如今我这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平郎，我自知家境贫寒，配不上你家门楣，我也不求做妻，哪怕做妾室也是愿意的。我只想给孩子有个名分。李康平愣在了原地。李康平，你们俩若是没什么事，他怎么会怀了孩子？我这就跟我爹说去。如儿，你听我说呀。李康平赶紧拦腰抱住他，钱如儿力气极大，跟头蛮牛似的往前蹦跶。李康平无法，只能跪下抱住他的腿。李康平又是发毒誓，又是打脸，又是讨好，最终钱如儿的气才消了下去。那他若还是缠着你，要还是出去乱说怎么办？我可不想成为平川县的笑话。如儿，你在这儿待一会儿，我去找他问清楚，他若是执迷不悟，冥顽不灵，我就去衙门告他。康平，我谢你了，刚才打疼了吧？你心疼死奴家了。钱如儿用手轻轻地摸着李康平的小白脸，一脸后悔。只要如儿开心，再打几巴掌又如何呀？你这个傻子！王桃花眨巴眨巴眼睛，想不到这李康平油头粉面的搞定女人还有些能耐。李康平拽着王桃花来到柳树底下。王桃花到底想干嘛？当然是跟你再续前缘，旧情复燃，白头偕老，百年好合了。你够狠，你是想毁了我吗？李公子，你怕是贵人多忘事儿吧？可是你先毁了我的。说吧，什么条件？我就喜欢跟聪明人说话，5两银子名声补偿费，外加我借你的书3天之内全部还回来。5两？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我哪来那么多钱呢？你说我要是挺个肚子去书院门口闹一闹，也不知道那教育大人会不会认你这东床快婿喽。李康平黑着脸，牙齿咬得咯咯响。好半晌，他从怀里摸出5两银子扔在地上。书过2日，我会让人送回去给你。从此以后，
咱们俩互不相欠。你若再来生事，我李家也不是吃素的。王桃花开心地捡起银子，我就一介女流之辈，哪敢找李公子麻烦？放100个心哈，等书还回来后，咱们俩绝对两清了。见李康平愤愤地看着自己，王桃花一脸玩味地笑着：“李少爷，想不想抱得美人归？你再给我1两银子，我保证让那啥如儿更加心悦你。”李康平眼神暗了暗，想想自己的计划，只能又摸出一个银饺子。平郎，虽说这孩子不是你的，但念在我们往日的恩情，你就认了他吧。我不跟他争，我就做个妾。你看我长得虽不说花容月貌，但总比他好看吧。滚，不知廉耻！我岂是那种贪花好色之徒？在我心里只有如儿一个人。好，李康平，你这薄凉之人，从此你我一刀两断。接着王桃花气呼呼地走了。出了巷子，王桃花径直朝周大年的粮铺走去。丫头啊，你来了。看见铺里大部分竹筐和陶缸里都空了，说：“你这是不打算做生意了？”哎，哪里呀？现在粮食吃紧，很多商行都拿不到货了呀。王桃花不由得联想到了进城时看到的情景，说：“莫不是胡人要南下了？”周大年吓了一跳，忙把王桃花扯到一边。丫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瞎传，扰乱民心是要杀头的呀。说，你知道什么跟我说说吧，我也好早点准备。我们这南来北往的进货，哪个不知道北边的东西已经运不下来了？听说北面打了败仗了，边关10几个城被胡人给占了，那些胡蛮子烧杀抢掠，最后一把火把县城烧了个精光。现在靠近那边的人呢，都开始往南移了。烧光、杀光、抢光，王桃花顿时手脚发冷，这是发自内心的恐惧。丫头，别担心，咱们九江这边有长江天险，那胡人不善水战，倒是算是安全，就是可怜了北边的人呢。说，那朝廷就没有行动，任由胡人在我大梁作恶？哪能啊！听说这次要请护国公出山了。这护国公骆铁元是大梁的一代战神，可以说因为有他，大梁边境太平了40多年。希望胡人赶紧被赶走，这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家破人亡的。谁说不是呢？就这么7、8日的光景，这城里的乞丐都多了好几倍了。说，你这店里还有粮食卖吗？我想再买点。丫头，灰面、玉米面早卖完了，白米倒是还有些，你要不要去其他店里看看？说，白米还有多少我都要了，不过还得麻烦你帮我送一趟周家店铺最后2大袋白米，另外还有1袋黑豆，全被王桃花买了。等周大年驾着马车回去，王桃花开始行动起来。少安，你把那黑豆全倒进那罐子里，然后把那罐子盐放进背篓里，自己也把白米分装了好几个袋子。趁着傍晚，姐弟俩一趟一趟的往地窖那边跑着。阿姐，胡人真的会打来吗？不知道，不过城里的难民越来越多了，一旦官府没有妥善安排，后果不堪设想。他想起了明朝崇祯末年，各地流民起义，洗劫村镇，最终把大明朝一点一点的拖死了。可他不知道，未来那场灾难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好多好多倍。周满躺在床上，哎呦哎呦的瞎叫唤着。少爷，老爷走了。周满立马停了嘴，像条鲶鱼一样翻了个身子。可是打听清楚了，那个王大坤躲在海棠阁呢。这龟孙子玩得够花呀，爷都没有试过这个小馆，他倒是赶在爷前头了。爷，那咱们去叫上几个人，把那个龟孙子押回来。他害爷吃了这么多苦，我得让他加10倍偿还。海棠阁在2楼最里间的屋子，是海棠阁头牌玉明的闺阁，光是每日留宿的费用就要2两银子。这几日，王大坤与玉明腻歪在一起，颠鸾倒凤，被翻红了。玉明也是使出18般武艺，只让王大坤舒服的欲仙欲死。爷，让奴家歇息一会儿吧，我去点个酒菜陪你吃点可好？听妈妈说阁里新进了西域来的葡萄酿，最是好喝，要3两银子一壶呢，奴家也想尝尝。好，吃饱了爷才有力气驰骋沙场。你说的那什么葡萄酿，来一壶，爷有的是银子，不怕花钱。玉明立马拍了拍掌，几样精致的小菜鱼贯而入，一壶嫣红如血的葡萄酿也盛在水晶壶中端了上来。玉明倒了2杯。爷，奴家敬爷一杯。
好好好，咱们来喝个交杯酒，这才有意思。房门被人大力踹了开来，还没等王大坤反应过来，几个州府的家丁就上前把他绑了起来。妈妈不好了，来贼人了！王公子被……就见老鸨许妈妈陪着笑和一个男人走了上来。州府来人了，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快下去。玉明也是个人精，立马含笑点了点头，匆匆离去。王大坤倒在地上，等元宝走进屋来，王大坤赶紧喊了起来：元宝，是我王大坤。哎呀，这屋子布置的真雅致，这酒菜嘛也是城里首屈一指的了。王大坤，你这日子过得比少爷还潇洒呀。王大坤心道一声糟糕，元宝，那个丫头逃了，我也不知道啊，这真不能怪我。你看咱们都是给少爷办事的人，你这次帮帮我吧，我记你一辈子的情。得，咱们可不熟啊，别套那个近乎。你还不知道吧，你这次可把少爷给害惨了，少爷说了要好好伺候你，来人带走。王大坤就哭爹喊娘的被人拖走了。周家后院，周满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王大坤一张脸肿成了猪头，嘴角也破了。周少爷，饶了小的吧，饶了你，本少爷关在牢里受家法，可都是因为你这个乌龟王八蛋害的，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去喂狗，还想我饶了你？突然周胖子俯下身子猥琐的笑道：听说你喜欢小鬼，你这喜好独特呀，也实在是佩服。王大坤以为周胖子也爱此道，赶紧抓住机会说道：爷，此道我懂啊，让小的好好跟爷说说吧。那倒不用，马上就能让你好好的享受一番了。元宝，找个乞丐最多的破庙，把他衣服扒光，明天要是没死，给他送回家去。对了，那银子可得给本少爷拿回来。少爷，饶了我吧，我给你当牛做马。可话还没说完，就像只死狗一样被拖了出去。这一夜，有人疯狂，有人绝望。再说王桃花有了上次分肉的事儿，王桃花现在的人缘好了好几个度，碰到村人都客气的跟他打着招呼。桃花可吃了？吃了。这是往哪儿去呢？家里造房四面漏风，找有木大叔去帮忙钉几个帘子。是了，你家那造房没遮没挡，冬日是得遭罪，那赶紧去吧。行，婶子走了。等他快到王有木家门口时，又碰到个熟人王二狗。桃花早。王桃花看都没看一眼，就从他身边走过。这死丫头比上次又好看了些，这脸皮子可真白，可惜凶了点，是朵带刺的花啊，摸不得哟。等他回了家，再看看头发乱糟糟，还没来得及洗脸的前世，更是嫌弃了。不会下蛋的母鸡，给老子滚一边去！前世就捂着脸出了房间，就听到自家相公躺在床上搂着个枕头，自言自语道：桃花啊桃花，叔可实在是馋你的身子，也不知道以后会便宜哪个龟儿子。王桃花，你这个贱货！等王桃花来到吴长水家，敲了敲门，就看到一个面黄肌瘦的小丫头探出脑袋来。姐姐，你找谁？妞子，我找你爹，他在家吗？爹去地里拔萝卜了，哥哥去坡上捡柴火，还没回。王桃花应了一声，想着先回去，午饭后再来。姐姐，你找我爹有事吧？外面冷，你来家屋里等吧，爹爹快回来了。王桃花想了想，来来回回也麻烦，于是就进了院子等。一个少年裹挟着冷风走了进来。哥哥，有个姐姐来找爹爹。吴木看到王桃花的一瞬间，眼睛一亮，可很快就垂下了眼眸。你是有才叔家的桃花吧？你认识我？小时候我娘带我去你家玩，那时候你才妞这么大，你没怎么变呢，还是那么好看。你找我爹有事？我家造房没有墙，我想找长水大叔来钉几个席子，不然冬日烧火做饭太冷了。这倒不是什么难事，芦苇是现成的，就是编芦席需要点时间。那要多久呢？席子我会编，我先编起来。我爹也快回来了，我们两个人一起的话，日落之前就可以编好，明日就可以给你钉席子了。那太好了，辛苦你和长水叔了。那银钱多少？我给你。都是村里人，几个席子就不收钱了。那不行，这得费你们大半天的功夫呢。还有，这芦苇割起来有多难，我是知道的。你若是不收钱，我就去找其他人了。那算2文一张席子吧。哥哥，你记错了吧？前几日大烈叔来找爹编席子铺屋顶，爹说是5文一张的。吴木赶紧捂住小丫头的嘴巴。王桃花看着小丫头，大眼睛眨巴着，从怀里摸出钱袋，就数出30文钱塞给小丫头。真不用这么多，大冬天的
的，地里活也忙完了，我们闲着也是闲着，编几个席子不打紧的。况且你日子过得也不宽裕。那可不行，我才给了10文工钱，已经是占便宜了。再说我现在挖草药也是有进项的，不要可怜我哈。我知道你是个能干的，会把日子过得越过越好的。外面的那些闲言碎语，不要去理会他。看来这小哥还是个暖男呀，谢谢，我会加油的。那个家里还有些事儿，我先走了。吴木有些失望，王桃花正一头雾水，就见吴木拿了2根手臂粗的地瓜跑了过来。这个给你，是黄心的，你小时候最爱吃了。我爱吃这个地瓜，我怎么记不得了？吴木看着远去的身影直发怔，尘封在心头许久的画面瞬间涌了出来。木头哥哥，这个地瓜可真甜。那是，这个品种的地瓜全沟子村就我家有，是我大舅去很远的地方带过来的。你爱吃，以后尽管去我家，要吃多少有多少。木头哥哥，你真好。白氏和张氏在院子里纳着鞋底。白妹子，你是不知道，这地瓜在我家连我和他爹都不能碰呢，可算是被你桃花逮到了。后来王桃花定了亲事儿，自己就更不好去王家了，怕坏了对方的名声。可王桃花的事儿，他却一直都关注着。几辆马车飞快地向沟子村驶来，最后头的马车里绑着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要不是嘴里还冒着热气儿，保准以为死了。谢裤后头已被血水染红，身上到处是青紫的掐痕，噩梦还历历在目。王大坤身子不停地瑟缩着。这沟子村地方偏，常年也难得来一趟马车，这一下还来了3辆，这可不得了。大家都在猜测着是哪个大人物来了。这位婶子，敢问王有贵家怎么走啊？那老婆子指了路，周管家拱了拱手，3辆马车就飞也似的向王有贵家跑去。这老爷是来找王有贵的。哎呦，他家大郎不正是在县里周家做事吗？说不定发达了，那咱们赶紧去瞧瞧。不要过来呀！我求你们了。自己这副模样，要是让村里人看到了，以后走出去非得被人用唾沫星子淹死。刘氏正在院里打扫鸡圈，心里盘算着把这鸡屎铲去柴房里积着，明年开春拿去肥地。开门，快开门！谁呀？这么用力敲干嘛呀？敲坏了你赔呀！刚打开门，就看到3辆马车停在自家院门口。你们找谁呀？周管家一扬手，2个家丁就从最后一辆马车里像拖死猪一样把王大坤给拖了出来。刘氏一看，自个宝贝儿子赤裸着身子，鼻青脸肿，伤痕累累的。哎呀，大坤儿，你怎么了呀？我的儿啊！听到动静，屋里的几人全出来了，就看到刘氏抱着一身狼狈的王大坤在哭。哎呦喂，我的大孙子，哪个挨千刀的把你打成这样啊？娘子，大坤这是怎么了？说着脱了身上的棉袍盖在王大坤身上。我也不知道啊，是他们把大坤扔下来的。你就是王有贵？我是王有贵，请问老爷是哪位府上的？我可不是什么老爷，我是州府的管家。围观的人立马议论开了，果然是州府的人，难怪来了这么多马车。你懂啥？这州府在县里可是有5个手指头数着的人家，我姑家2小子的小舅子就在州府当差，听说州府大小姐还嫁给了知州大人了。那可不就是官家夫人了吗？可不是，也不知道这王家大郎犯了什么事儿，被打成这样了。周管家见大家投来羡慕敬畏的眼神，心里颇为得意地哼了一声。周管家，我儿子犯了什么错？贵府要这般处罚？王大坤包藏祸心，用堂妹入府做丫鬟，骗了主子100两银子，本是要扭送官府的，但我们老爷看在他也伺候了几年的份上，只是稍微责罚了一顿，你家把银子还了，这事儿就过了。这番话无异于晴天霹雳，王家个个人都惊呆了。不可能，我家大郎一向都是，肯定是你们州府仗势欺人，诬赖我家大郎。对，我大孙子老实得很，我管你周家还是孙家呢，你们就是鬼扯瞎叫，想要敲诈我王家。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山野村妇最是刁蛮无赖。周管家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这是王大坤的认罪书，上面可是有他亲笔画的押，刁奴欺主，骗人钱财。你们说这要是送去给县老爷会怎么判他？刘氏几人吓得脸都白了。再说王桃花正在院里斩着柴火，王豆香就兴冲冲地跑来了。桃花，你咋还在这斩柴呢？你哪家？哦不，刁大娘家发生大事了。王桃花有些疑惑地看去，周家把王大坤打了一顿，送回来了。听说王大坤还骗了100两银子呢，现在周家的人正在要银子呢。啥？这么好看的大戏？那不是，快走，去晚了就没什么看头了。王桃花激动不已，
扔下柴刀就和王豆香往王有贵家跑去。真要说起来，令郎的伤可不全是我周父打的。你家大郎水路不走，专爱走那旱路，自个儿不知自爱，去海棠阁睡小官，还不知足，还去破庙找乞丐。听说昨夜和7、8个乞丐风流快活呢，令郎真是玩得够花呀。这番话震碎了所有人的三观。周管家说王大坤不爱女人，爱男人，真是伤风败俗，丢人现眼呐。可不是嘛，难怪王家还不给他物色媳妇儿，原来有这么一茬呀。还好没姑娘嫁给他，不然呐得守一辈子活寡了。哎呦，可别说了，我老婆子活了50、60岁，从没听过这么荒唐的事儿。呸呸呸！一时间，所有人看向王大坤都是不屑和恶心。这王大坤不会也是穿越来的吧？这么会玩，还那么多人，我的天哪，辣眼睛！不过就他那张头鼠目的样子，一看就不是个直的。王有贵听着众人议论，就感觉脑袋里钻去了无数的苍蝇，嗡嗡嗡的。畜生，他说的是不是真的？王大坤嘴里的臭袜子早就解了，可现在除了眼珠子乱瞟，就是一声也不敢吭。知子莫若父，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王有贵抬起就是一脚，踹得王大坤心口一疼，差点背过气去。你这个逆子，老子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王大海站在一边，抹着下巴看戏，脸上全是幸灾乐祸。平日里你们总是偏心老大，今天他做了这么恶心的事儿，这一下打脸了吧？哼，知道谁好了吧？哼，想不到我这好大哥平日里人模狗样的，原来是一肚子的坏水呀！当家的别再打了，大郎都吐血了。你让开，我今天非打死这个丢人现眼的逆子！周管家重重的咳了一声。令郎要打要杀是你们家的事儿，现在赶紧把100两银子交给我吧，我还得回去交差。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家大郎什么时候骗过你家100两？周家也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能这般不讲理？桃花那丫头送去你家时，明明才给了20两银子，还真是白也白玉米，瞎白到底了。管家被这老婆子喷了一脸的口水。老婆子，你味儿太重，离老夫远点。王大坤，你自个儿说吧，拿了少爷多少银子？你可得实话实说，咱们少爷的银子可没那么好拿。爹，你救救儿子吧，儿子确实拿了周少爷100两银子，这次是儿子猪油蒙了心，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你个黑心肝的，烂肠肚的鬼崽子，你连我都骗呐！忘我老婆子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都想着你。刘氏虽生气大儿子也骗了自己，但毕竟是分了些银子的，于是唯唯诺诺的站在一边，半句话都不敢说。那是100两啊！你个逆子，让我去哪里给你凑？想必几位还不知道吧？令郎这几日躲在海棠阁那里，过得可是快乐似神仙呢。每日的花销少说4、5两银子。王有贵又要上前踢人，刘氏赶紧拦了下来。当家的，别再打了，坤儿已经全身都是伤了，你现在就是把坤儿打死了也没有用啊！慈母多败儿啊，这孽长成了这副样子，都是你惯的。你们几个商量好了没有？银子赶紧拿来，府里还有一大堆的事儿等老夫呢。那个周管家，我家就是山沟里的平头百姓，这一下子真拿不出来100两啊，还请你宽容几天，让我去筹措筹措。我家少爷说了，今日不拿回银子，就等着给王大坤收尸。王大坤怕死，抱着王有贵的脚，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周家要逼死人了，这年头谁家能拿出100两银子呀？你看看我老婆子值几个银钱，直接刮了肉去卖了吧！快来人呀，周家仗势欺人，没王法了呀！可众人看着婆媳俩闹腾，不但毫无怜悯，反而多了几分厌气。进去搜，谁要敢进我家门，我老婆子又咬断舌头。老婆子，我周家在这平川县可不是撒泼耍赖就能够对付的，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把他给我扒开。刁婆子就被2个家丁架了出去。这老婆子说好的咬舌呢，快咬呀！王大海还想去拦一拦，对方眼睛一瞪，屁都不敢放一个。王香香更是缩在了角落。5、6个家丁开始在各个屋子里翻箱倒柜的搜了起来，各种瓶瓶罐罐破碎的声音此起彼伏。找到了！就见家丁们从刁婆子和刘氏屋里跑了出来，手里拿着钱匣子和一个布袋。畜生，快还我的钱匣子！那些家丁本就是挑出来的护院，有些手脚功夫，一巴掌呼去，刁婆子就被扇倒在地。可刁婆子又爬过去，抱着对方的脚不
不撒手。王有贵和王大海刚想冲上去帮忙，就被几个护院打得鼻青脸肿。不一会儿，王梦山就来了。村长，这事方才我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他家王大坤骗了我家少爷100两，有认罪书画押为证。今日我周府只不过是来讨债而已。哦呸！你们周家仗势欺人，横行霸道，这个局诬赖我家大郎。村长啊，你得给我老婆子做主啊！周管家冷哼一声，朝王家几人拱了拱手。各位不好意思了，我周家下人手粗，伤到了各位。不过今日这银子要是拿不回去，这事儿必定没完。我周家在县里怎么说也是排得上号的，这下人嘛多的是，咱每天来一趟也无妨。王家众人听了这话，又是脸色一变。王桃花看的那叫一个倍儿爽，果然恶人还得恶人磨。有贵呀，既然大坤欠了债，就还银子吧。王梦山，你个八回的，你是哈巴狗子吗？那么急着去舔他周家的臭脚？有贵，把你娘拉到一边去，别再吵吵了。娘，别闹了，不然又得挨打了。刁氏的声音这才小了几分。刘氏的布袋解开了，里面有3锭银子，每锭10两。刘氏，这银子哪来的？坤儿给的。刁婆子略微一想就明白了。好你个刘氏，竟然跟你好儿子合伙来诓骗我老婆子，回头我就叫大贵休了你这个黑心肝的丧门星。接着是刁婆子的钱匣子，这钱匣子上了锁，愣是王梦山说破嘴皮子，刁婆子就是不肯拿钥匙。一个家丁直接去马车上拿来把砍骨大刀，正要砍，刁婆子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冲了上来，抱住自己的钱匣子就要往外跑，却被一个家丁一棍子抡在膝盖上，哎呀一声，刁婆子摔了个狗吃屎，却依然抱着钱匣子不松手。村长啊，这老婆子再撒泼耍赖，咱回去就给县太爷递帖子去。刁氏，你不想坐牢就别折腾了。娘，算了。算什么算？那是我的银子，我攒了大半辈子的银子呀！王梦山看刁婆子这般狼狈，也有些不忍，刚想说上2句。村长啊，这古往今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若是哭一哭闹一闹就能赖了账，那估计这天下都乱了套了，你说是不是啊？王梦山只能把求情的话硬生生的给吞了，一刀下去，哗啦，那匣子里竟然有5个明晃晃的元宝，还有一大把散碎银子和10几串铜钱。众人顿时一片震惊，不得不说，这刁婆子还是很能搂银子的。等家丁数完，竟然有57两3钱银子。周管家，算清楚了，银子一共是87两3钱银子，还差12两7钱银子，赶紧去凑凑吧。哎呀，周管家呀，家里银钱都是我娘在管，我家所有钱都在这儿了。你看10几两银子能不能给点时间筹措一下？我们少爷说过，今天1文钱都不能少。我看你家也住着青砖瓦房的，去搜搜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拿来抵吧。不行的话，地倒是可以卖几亩。王有贵听到要卖地，整个人都哆嗦了起来。他一辈子爱田地胜过爱银子了，卖地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那个，我想想，本管家就给你1盏茶的时间。周管家也不急，搬来一张椅子，悠哉悠哉地坐着。我说王有贵呀，我看你家姑娘生的倒是也算周正，要不把她送去周府做个洒扫丫鬟，这银子嘛也就省下了。娘，我不做丫鬟，你说过的，我以后要进宫做娘娘的。你这丫头胃口倒是挺大的呀，就你这模样送进宫去当宫女都够呛，还娘娘，山鸡还想变凤凰，痴心妄想啊！这赤裸裸的嘲讽让王香香又羞又怒。周管家，我王有贵还有几分骨气，不卖儿女。是啊，不卖儿女就专门卖侄儿侄女，有些人呢还真是当了娼妇要立个贞节牌坊了，太无耻了。王有贵怒瞪了王桃花一眼。王有贵啊，既然你不卖儿女，那就卖地吧。娘，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些首饰，要不先拿来抵了债了吧？老娘要知道你这么窝囊不孝，当初一生出来就该把你溺死在尿桶里。说着就撕扯拍打着王有贵，王有贵也不敢还手，只能任由他打。围观的人顿时心里唏嘘不已，有妇人还偷偷地教训起儿子来，看看这就是坑蒙拐骗的下场，不仅被人追着打，还得把家底儿掏空。
你以后啊，要是也敢这般，我打断你的腿。娘，我会乖乖的听话，不卖你的首饰。要首饰没有，你干脆把老婆子拿去抵债好了。娘，难不成你要咱们家卖地吗？那以后日子怎么过呀？奶奶，等孙儿以后挣了钱，保准给你买新的。这次你就救救我吧。看着儿子、孙子哭求自己，刁婆子嘴唇微微颤抖着，一瞬间仿佛老了10来岁。全给你们好了，老婆子给个干干净净，也闹得清静。不一会儿，就如丧考妣的拿出一个巴掌大的盒子，丢给王有贵，里面是4、5根银簪子，一对银镯子。周管家，你看加上这些够了吧？周管家拿来一根簪子瞧了瞧，掂了掂。桃花，你怎么了？豆香，那些簪子和银镯子是我娘的嫁妆。你是说那些首饰是白婶子的？那根梅花簪子是我娘最喜欢的，说是我外婆留给她的。可是少安出生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了。原来全被这老婆子给拿走了。周管家，这些确实都是足银首饰，加上这些刚好够100两。好，把东西收起来，咱们回府。慢着！王桃花大跨步地走向前。这些首饰都是我娘的嫁妆，他们没有资格拿去抵债。小丫头，你打了我们少爷，我们没去找你麻烦，你倒跳出来争东西了。到现在周家都认为那次周胖子被抓是因为扰了贵人的清静，你们周家和这几个畜生合伙算计我，我才是受害者。你们周少爷挨打是活该，我王桃花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怕什么呀？小丫头嘴巴挺利索的呀，你一个小小村姑，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不怕得罪了我周家？凡事都离不开一个理字，我朝太祖隆起于阡陌，曾颁布圣谕，无论市井官宦，凡仗势欺人、横行跋扈，均可缉衙鼓告之。你若以强凌，若报复我，我就去衙门口敲大鼓；县里若是不行，我就去州里、府里。你说我有什么好怕的？这丫头倒是个愣傻的，可惜呀，这世道可不是黑白分明啊。周管家不屑地拨弄着盒子里的几样首饰，这东西是王家递给我们周府的，我可不管来处。刁婆子回过神来，那周家得罪不起，他王桃花送上门来，还不得狠狠出口气？死丫头，谁让你进我家院子的？给老娘滚出去！你坑蒙拐骗了我娘的首饰，我还不能来你家讨要说法了。这些都是我老婆子这些年置办下来的首饰。哼，你还要不要脸？那梅花簪子上还刻着我娘的姓氏。刁婆子，当着大家伙的面，你敢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吗？咋，做儿媳的送几件首饰给婆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要不信，去地下找你娘问问，我看那小娘养的贱货敢不敢向我要东西。啪！王桃花快步上前，扬手就是一巴掌。你敢打我？刁婆子，你若再敢侮辱我娘，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王有贵准备上来帮忙，王桃花一棍就敲在了他的胳膊，疼得他吸了口冷气。突然，刁婆子绽开一个笑脸。周管家，那首饰你尽管拿去吧，就算去县太爷那儿，东西也是我的。刁婆子看王桃花沉着脸，心里顿时爽快了几分。银子齐了，咱们走。等路过王桃花时，丫头，我要是你就缩紧脑袋躲得远远的，咱们周家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招惹的。说着大踏步走去。等等，丫头，你还想上手抢不成？周管家，别紧张呀，你看我这么手无寸铁的弱女子，能把你怎么样？那你想干什么？周管家，今日下午这首饰必回我手中。痴人说梦，不自量力。走。3辆马车飞快地离去，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有贵呀，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咱也看开点，银子以后还会有的。那大郎身上伤得不轻啊，还得赶紧送去医馆看看。说着也走了。刁婆子眼睛跟淬了毒似的，看着缩成一团的王大坤，家里哪还有银子给这个丢人现眼的看病？刘氏只得当了几件7成新的衣裳，把王大坤送去县里看了。后来王大坤病是看好了，不过据说落下了一个病根，就是管不住古道，稍微一紧张，那阿杂之物就滚落了出来，可谓是迎风10里臭啊。这件事之后，王家的名声算是臭到家了。少安，姐要去趟县里。姐，你去县里干嘛呀？当然是去把咱们娘的嫁妆首饰拿回来。可是姐，周家人那么坏，上次你就差点被他们害了，他们肯定不会让你赎回簪子的。姐姐才不会傻乎乎的去叫忙，我要去找一个大人物帮忙。放心，不会有事儿，你乖乖在家看家。等他来到孙府角门，就遇见了扫墨抱着一堆糕饼盒子从街头过来。桃花姑娘，你是来找我们爷的吗？那个确实有点事儿，要麻烦孙公子。那跟我进来吧，爷这会儿刚好有空。
骆子玉正盯着几株枯荷发呆，手下的画纸上画了一个白发老将军，一身戎装，伫立在高坡之上。爷，桃花姑娘找你有事儿。你找我？难不成是那猴头菇已经找到了？还没，今日来拜访是有事相求。我说姑娘，咱们不太熟吧？你这上个人情还没有还，这又来找我办事，这脸皮蛮厚的呀。都说相识就是缘分，我认识的贵人里就孙公子一个，你又那般心善大度，风度翩翩，心怀若谷，我可不就想着来找你嘛。别给爷灌什么迷魂汤了，说吧，什么事儿？王桃花就把事情简单说了几句。你是想让我找周家把那几件首饰买回来？那是我娘的遗物，我想留着。你放心，买首饰的银子我来出。王桃花，听说你读过书？算是读过几本。不是说首饰的事儿吗？怎么一下子就讲到读书的事儿了？骆子玉指着那幅画说道：这不，我刚画了一幅画，就缺一首画中诗，你若是能帮我添上一首，那这事儿我就帮你办了。还怕你提其他要求呢？这写诗啊，我在行呀。这前世唐诗宋词在这个朝代可都还没出来呢。孙少爷，你确定？爷像是说话不算话的人吗？王桃花就凑上前去，认真看了看画。孙少爷，你这画画的真不错。这老将军虽已白发，可面对千军万马岿然不动，是个英雄。骆子玉点点头，心下很是妥帖。怎么样，能写吗？王桃花也不说话，拖着下巴，满脸纠结。自己这是疯了吗？让一个村姑写诗传出去，非得被燕小四他们几个笑死。算了，这对你来说太难了。嫂母，你陪他去一趟州府吧。好嘞，爷，桃花姑娘，请随我走吧。不料下一秒，王桃花拿起毛笔往画纸上直接写去。扫墨看了，三魂去了六魄。自家主子最在乎老国公爷了，要是这姑娘写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惹了爷生气，可就不美了。好一笔簪花小楷啊！很快4行字跃然于纸上：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后一字读完，骆子玉惊得说不出话了。桌坐，孙公子见笑了。还算不错。嫂母，你带他去一趟吧。不是吧，大哥，放在你口水都要流下来，确定才不错。这个可是七绝圣手王昌龄的代表作，不震死你才怪。你丫就装吧。多谢孙公子了。正要离去，骆子玉喊住了他。王桃花，过几日我要去趟京城，往后若是有事，可来府里找史管家。这去京城一来一回不得好几个月，那猴头菇的事儿说不定就忘了。那就祝孙公子一路平安。那猴头菇等爷下次回来再吃吧。王桃花脚下一拐，差点摔倒。王桃花走后，骆子玉飞快地拿起那幅画。好，真是好诗啊！这要是在京城里，凭这首诗足以名动一时了呀。本公子就喜欢不拘一格的人，这个朋友值得一交啊。再说扫墨带着王桃花去找了史管家，不一会儿那几件首饰就送了过来。王桃花拿起那几根簪子，果然簪尾都有白字。姑娘，周员外说这次周少爷多有得罪，这盒子里面有几样姑娘家的小玩意儿，说是送给姑娘赔礼的。递来一个朱红的雕花盒子，就见里面是3根做工极精致的金簪，金光闪闪的，瞬间晃花了眼睛。这可是金簪，这么大根儿，得值多少银两啊？那行，本姑娘也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我就看在金簪孙公子的份上，接受他家的道歉吧。史管家，还麻烦你跟他家说下，姑娘无故受了此罪，他们周家本就该道歉。放心，他们不敢找姑娘麻烦的。史管家本来是打算安排马车送王桃花回村的，可是王桃花想到来一趟县里得买些东西回去，于是拒绝了。扫墨回到水榭，就看到骆子玉还在看那幅画，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诗。爷，这诗你都读了上百遍了，这哪是简简单单的诗啊？这诗里有千军万马，气概可吞天下，祖父看到了绝对开心。啊，这诗这么好呀，那这次大少爷二少爷肯定比不过了。他们就算是找来了千里良驹，封侯宝刃，也比不上这诗歌半句。扫母，你找个好匠人把这幅画裱好，咱们后日启程。好嘞爷，小的这就亲自去办。密室中，祖父我已位极人臣，军中掌事的又多是我的部下，现如今你阿杰也坐上了后位，现在我护国公府是鲜花着锦呐，烈火烹油，殊不知这帝王最是忌惮我们这般人家，自古来外戚功臣又有几个善终啊？玉儿啊，爷
要你远离朝堂，不出仕，不从军，是为了保全你，也是为了保护国公府啊。你爹是个不中用的，成日里只会留恋院里女人裙摆之间。我护国公府所有人的将来都托付在你身上，可是明白啊？孙儿明白。从今日起，你就醉心于吃喝玩乐吧，我教你的武功暂时也不要使出来。这些年呢，咱们这位皇上的疑心越来越重了。从那天起，骆子玉成了京师里炙手可热的小公爷，也成了只会吃喝玩乐的小霸王。等王桃花刚回到家，吴长水父子俩就扛着芦席和木梯子来了。长水说：“你们来了。”丫头啊，这几日雪会大起来，早点过来帮你钉好席子，也可以少受些罪。木头都跟我说了，你给那么多钱，太客气了，咱们乡里乡亲的，给个席子钱就好了。下次不许这样了。王桃花赶紧把两人让进了院里，正待去倒杯热水，两人已经忙开了。丫头，你这灶房顶有几片木板没烂了，这可经不住血压呀。木头，你回家拿几块板子来。很快就拿来了几根1米多长、四四方方的板子。吴长水接过板子，眼睛闪了闪。这臭小子怎么把这几块板子拿来了？还不保卫得紧吗？说留着给妞打个匣子吗？他看向自个儿子，对方正有意无意地瞥向屋里的身影，心下突然了然，说：“麻烦你了，来帮我钉个席子，还得帮我修屋顶。”桃花，你不用客气，我爹随手的事儿。婆娘看到了没？这臭小子还知道拿我做人情了，开窍了，开窍了呀！这芦席编得很长，足有5、6米，这是把屋顶也给算上了。这吴家人可真厚道呀！等芦席往屋顶盖去，王桃花和吴木又分别扯住两头往下拉，待两头扯得一样长，屋顶上的席子也绷紧时，吴长水拿来块长条木板压住屋顶的席子，就飞快地朝上钉了钉子。王桃花摸摸这里，看看那里，很是新奇。长水叔和木头哥手艺真好。吴木见王桃花满意，心里很是开心，不由得摸了摸手上的伤口，感觉一点都不疼了。丫头啊，叔也就这手艺能拿得出手。不过丫头，你可得有心理准备啊，这芦席墙春日不耐水，没2、3年就得沤烂了呀。叔，这个我晓得，我会努力挣钱，到时请叔来给我起一个青砖院子。丫头有志气，那咱们可是说好了，到时一定找叔给你建一所漂漂亮亮的大宅子。吴木一边收拾着工具，脑袋里还回荡着王桃花的笑脸。临走时，王桃花往吴木手里硬塞了包姜糖。木头哥，这糖你带回去给妞子吃。不要，你可不能拒绝，因为这又不是给你的。王桃花狡黠地说着，吴木更是不知所措了。拿着吧，我跟有才也算是老相识了。丫头，妞子看到这糖，保准做梦都得笑开花。说，妞子那么可爱，应该是你笑开花吧？有空让她来家里玩，跟少安刚好有伴儿。好好好，要的。待两人离开后，王桃花把王少安叫进屋里，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少安，你看这是什么？等王少安看到那几根簪子要回来了。阿姐，这些簪子都是咱们娘的。娘说过，她出嫁时外公把外婆留下的首饰都给了她，可惜咱们娘都没戴过几次，就都被那婆子骗走了。姐，娘的模样我已经记得有些不清楚了。王桃花知道这孩子想娘了，于是笑着拿过簪子插在头上。好看吗？真好看。我阿姐是个仙女，那以后姐天天带着，这样啊，娘就天天陪在我们身边了。算下来，现在有12两多的现银，还有3根金簪子，几个金银刻子，1个玉坠子，折合下来应该有近100两银子，在这村里算是有钱人家了。接下来的几天，那雪就没停过，整个沟子村里里外外白茫茫一片。王桃花和王少安被困在屋里，十分无聊，索性就把那箱子书拿出来看了起来。王桃花拿着一本《前朝史略》看着，里面讲述了大梁朝前几代王朝的兴起和衰亡，让他慢慢把这段架空历史缺失的部分补充完整了。王少安则拿着一本《论语》，看得津津有味。这雪下到第5日，天总算放晴了。是啊，这几天闷在屋里，我头上都要长草了。姐，你又胡说了，头上哪里会长草了？那就发霉好了。发霉不好，还是发胖吧。以前娘常跟我说，胖点有福气。我谢谢你个大聪明，我才不想胖呢。王桃花肚子有些饿了，她看着铁炉子，眼珠子一转。少安，想吃烤地瓜吗？好啊好啊，我可喜欢吃地瓜了，又香又甜。王桃花从篮子里翻出前几日吴木送的2根黄心地瓜，两人就边聊着天边等了起来。
约莫过了20来分钟，整个屋里都是地瓜的香甜味儿了。王桃花用烧火棍把地瓜扒拉了出来。阿姐，以前咱们家的地瓜，大的好的都被奶挑走了，剩下的都是小的破的，烤了一点都不甜。王桃花一边吃着一边听着，倒想起了件事儿。玉岁开春时，王桃花一大早就被刁婆子叫去洗被套褥子。好家伙，这一家人的被套褥子堆得比山还高。刁婆子又心疼柴火，不让烧水，王桃花只能拿去河边洗。这初春的河水极冷，等王桃花洗完那堆被褥，双手已是冻得没了知觉。这大半天低米未沾，又洗了这么多东西，王桃花早就饿得头昏眼花。看灶房的锅里煮了一锅的地瓜，想拿又不敢拿，只能干咽着口水。不料这时王香香走了过来。桃花姐，你是饿了吧？锅里有刚烀好的地瓜，最是热乎，你拿根垫垫肚子吧。我不敢，奶会打人的。桃花姐，你洗了这么多被褥，贾奶夸你还来不及呢，吃根地瓜算什么？可是……别可是了，你尽管吃，如果奶真骂起来，就说是我给的。王桃花被王香香这么一忽悠，最后还真忍不住拿了一根最小的吃了。哪料王桃花前脚刚走，王香香后脚就偷偷的挑了2根最大的地瓜吃了。等吃完一抹嘴，就兴冲冲的跑去刁婆子屋里告状。刁婆子对这事儿还有些半信半疑，就那丫头胆子比老鼠大了不少，也敢动她的东西。等她来到灶房数了数，发现果真少了3根地瓜，这下可不得了了，直接气冲冲的跑去王有才家，揪着王桃花就是一耳刮子，又狠狠地掐了几下。老娘的地瓜你也敢偷吃？就你这3两柱的贱骨头，你也配吃吗？奶，饶了我吧！我洗了被套褥子，实在是太饿了，就忍不住吃了一根最小的，真的就鸡蛋那么大。是呀，奶，桃花姐洗了那么多被褥，可累了，别再为她私自拿地瓜打她了。你个死丫头，洗个被套，把你能的屁股都要跳上天了，竟然敢做老婆子的主了！奶，我不敢，是香香让我。奶，你先消消气。我路上过来听了好几个婶子都说桃花姐是个勤快的，大冷天的还帮咱们家洗那么多东西，你打她若是被人看到又该说嘴了。刁氏往王桃花脸上啐了口，我看她就是故意往人群里钻的，也不知道显摆给谁看。你给老娘记住了，你那短命的娘没能伺候婆婆，就得你来补上。说着又要来掐王桃花。王桃花想跑，王香香伸脚绊倒了她，最后王桃花只能抱着头蹲在地上，任由刁婆子掐打。王香香，看来你做的恶事还真不少，哪天姑奶奶向你讨教讨教。下午，王桃花看了看缸里的10来条肉，腌了这7、8日，已经有些发白了，表面有细细的盐花刺了出来。腌够了，可以做腊肉了。阿姐，这肉闻着就好咸呀，是不是要去拿外头晒呢？不，咱们这肉是拿来做腊肉的。我去砍些柏树枝来。王桃花出去没半个时辰，就砍来一大包柏树枝。姐，这些树枝都是湿的，烧不了的。我要的就是湿的。这柏木枝有特殊的香气，熏腊肉又香又不生虫子。王桃花把那10几挂肉条和一个劈成2半的猪脑袋挂在灶房横梁上，然后去铁炉子里扒出一些烧得发红的木炭，然后把柏木枝盖了下去。很快一大股浓烟腾了出来。阿姐，你是不是记错了？这烟哪来的香味儿？太呛人了。王桃花正在说话，就见王烈拎着个木桶急匆匆的从远处跑了过来。桃花，你家哪里着火了？着火？姐弟俩互相看了眼，捧腹大笑了起来。王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次日，王桃花交代好王少安，背上篓子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县里走去。等到县城时，老远儿他就看到城墙根下黑压压一片，这些都是逃难的百姓，他们3、5成群的窝在一起，衣上单薄褴褛，神情多是萎靡不振。有些拖家带口的流民则砍来树枝，靠着城墙撑起了一个个小小的棚子。这才几日没来县里，就有这么多流民了。难不成北边又打了败仗？这么一想，王桃花一颗心就剧烈的跳了起来。
进了城，王桃花发现街上的人更是少了很多，冷冷清清的，就看到好几家粮铺大门敞开着，里面一片狼藉，米缸砸了，粮桶也摔得稀巴烂，那箩筐更是裂了好几块，可粮食一粒未见。几个掌柜皆唉声叹气的坐在门口，抹着眼泪，地上还依稀可见鲜红的血迹，心下更是不安起来。等来到周家粮铺，里面的情景跟前头铺子里一样。说，丫头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咋还敢一个人来县里啊？说，是不是出事了？我看城外有一大片流民呢。听说这胡人快要打到徽州了，那些流民都是江对岸来的，咱们县偏点，听说附近几个县连街上都是睡满了人呢，往后啊，这人只会越来越多呀。自己担心的事果真来了，那朝廷不管吗？不是说骆老公爷要亲自挂帅吗？丫头，你没听说吗？骆老公爷寿诞刚过就病倒了，现在圣上打算让小公爷顶替老公爷出征呢，也不知道这小公爷是否能挑得起大梁，听说还不到弱冠之年呢，也不知道能否把胡人赶出我大梁啊。说，我看了对面几家粮铺也都这般景象，这是怎么了？流民抢的呀。说着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好在我这铺子还好，本来也没剩多少粮食，抢了就抢了吧，就当说救济灾民做了善事了。说，你能这么想是好的，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啊？眼瞅着快过年了，我这边整理好了，明日就回乡了。丫头，你来城里可是粮食不够啊，叔那边还有一些，要不匀你一点。说不用了，我那粮食够吃了。今日来城里，本来是想买些采买过年的东西，想不到变成这番光景。丫头，那你买了东西，趁着日头早，赶紧出城。这几日城里城外都十分不太平，发生了好几起抢劫了。这不，今日早晨县太爷去卫所调了兵，才把流民赶去了城外。现如今流民皆不许入城，不然城中早乱了套了呀。那县太爷就不管那些流民了吗？哪里呀？前几日县太爷就派工兵去县里几个员外家里游说捐粮了，各家商户也都出了些银子。现在每日某时和酉时都会在几个城门口施粥，不然这大冷天又下着雪，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看来这县太爷还不算糊涂，就是这流民越来越多，不知道能坚持到几刻了。他正打算出城，又远远看到一个邋里邋遢的男人硬拉着一个小丫头往街边楼里走去。爹，我求你别卖了我，爹，我会好好表演，别卖了我。这声音有些耳熟。东儿，这时那男人一巴掌扇去。不卖了你，老子吃什么呀？喝什么呀？这天寒地冻的，你想饿死老子？刘东儿咬着唇，就是没让眼泪滚落下来。再说了，老子给你找了多好的地方啊，这进去了就是享福。记住了，以后穿金戴银，吃香喝辣的，可别忘了爹。爹，你真不要我了？你虎了呀！去了这楼子里，难道我就不是你爹了？我养了你这么多年，你总得报答报答我吧？都卖了人家，还要别人记着自己，这不要脸的狗东西，是把这丫头当摇钱树了呀！刘东儿眼里的光芒渐渐散去，脸上似乎多了一丝不似这个年纪的颓丧和绝望。接着如行尸走肉般任由那男人拽着往楼里走去。春花楼，这是县里最大的青楼。等等，你是谁呀？叫住我干嘛？刘东儿看到王桃花，眼睛一亮，正想张口叫人。王桃花轻轻摇了摇头，说：我看这孩子哭得伤心，是你的吗？废话，不是老子的，难不成是你的？你这是打算卖孩子吗？这前面就是青楼了，这清白人家的姑娘要是进去了，可就是掉进了染缸里了，一辈子都毁了。哪儿来的野丫头，要你多管闲事儿？我自己孩子，我想卖就卖，干你何事儿？别来烦我，快走开！叔，你误会我了，你既然要卖孩子，就卖给我吧。我娘说家里缺个烧饭喂猪的丫头呢。好说好说，不过你出多少银钱呢？这春华楼的崔妈妈可是出了5两银子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就卖5两银子，还抵不上一头牛的钱。这是的，可真是人命如草芥一般。说你这丫头卖的也忒贵了，我刚从城门那过来，流民的孩子比她还大，都能干事了，才3两银子呢。那能比吗？我家冬儿这相貌不摆着呢吗？回去养几年，卖去给人家当媳妇儿，少说也是10两银子。你就说要不要？不要，我就卖花楼里去了。好吧好吧，我遇到这丫头应该是缘分，我出5两1千银子，你若是同意，咱们找个地方血脉生气吧。
那行，去前头茶馆吧，那里有书信先生。三人正要离去，哎，我说刘拐子，说好的人呢？咋还不带过来呢？那老鸨看到王桃花俏生生地站在那儿，跟花骨朵似的，也是眼前一亮。哎呦呦，这姑娘长得真标致，刘拐子，这也是你闺女？这个要是卖的话，妈妈我出这个价。说着比了3根手指头。崔妈妈说笑了，这可不是我姑娘啊。不碍事，这位姑娘可愿进我春花楼做事？妈妈我保准你成为这平川县的花魁娘子，到时吃香的喝辣的，绫罗绸缎穿不尽，金银首饰戴不完呐。那啥，妈妈，对不起，本姑娘胃不好，吃不起你楼里的山珍海味。姑娘说笑了，我这春花楼打开门做生意，不也是为了挣吃穿用度，跟其他行当有啥两样？反而能认进这县里头的富贵之人，运气好呀，赎了身子去做如夫人也是有的。这位妈妈，你认为这青楼这么好，那我祝你世世代代都当个老鸨子好了。山猪吃不了细糠，真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乡下丫头。王桃花朝刘拐子父女扬了扬下巴，咱们走吧。慢着，刘拐子，你说好的姑娘今日迈进我楼子里来，还不跟我去里面写了身契，拿了银子走人？崔妈妈，这丫头已经买了冬儿了，咱们的事儿要不就算了吧。她出了多少银钱呀？出了1钱。瞧瞧，这穷酸样还买人。刘拐子，妈妈我出6两。刘拐子眼睛立马睁得跟个鸡蛋似的，就这一下子多了1两银子呢。崔妈妈果真大度，难怪春花楼能日进斗金呢。王桃花眼睛闪了闪，这崔妈妈是跟自己杠上了。姑娘，这丫头你还要不要？这年头也是奇怪了，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敢出来胡较量吧？王桃花有些生气，恨不得把这老货的牙一颗一颗的给拔了。崔妈妈是吧？你可知道我这丫头是要给谁送去？管你给谁送去，这做买卖得讲究一个先来后到，价高者得。我今儿个来可是帮孙府公子来选红袖添香的丫头，孙府知道吧？县里最富贵的人家。丫头，我说你这也太能胡诌了吧？就你这身打扮，哪里像是个贵人们干活的？说是通房丫头，人家都嫌寒碜。你别以为胡乱扯个富贵人家，老娘就怕了。呸！我还说我在帮县太爷相看通房丫头呢。崔妈妈一招手，跑出了4、5个打手，把这小丫头给我带进楼里。姐姐，谢谢你，我会记住你对我的好的。眼看小丫头就要被带进楼里了，王桃花急得不知所措，突然灵光一闪，朝他眨眨眼睛，两眼一翻，做了个晕倒的动作。刘冬儿也是个机灵的，在堪堪踏进青花楼时，身子一晃，咚的一声，哎呦呦，这是怎么了？人咋就倒地上了呢？刘拐子上去就对着小丫头的后背啪啪的猛拍了几下。死丫头，别装死，赶紧给老子起来，不然老子扒了你的皮。可冬儿还是跟木头似的，一动不动。王桃花眼皮子一跳，好像不对，不会死了吧？这下刘拐子也吓住了，颤抖着手去摸冬儿的鼻息。没死，有气呢，还好没死啊，不然老子就亏大了。崔妈妈呀，你老放心，这人绝对没有问题，就是这2天没吃饭饿的。这乡里女生贱养得很，你给晚饭吃饱了，保准又活蹦乱跳的。吃什么吃？我这是开门做姑娘生意的，不是善堂。这丫头身子骨这么弱，谁知道能不能活到接客那天？人我不要了，你赶紧拖走，免得脏了我春花楼的地。真是晦气。说着让手下把门给关了。刘拐子急了，拼命地敲着门。崔妈妈，我不要6两银子了，你给我5两啊，不，4两就行。刘拐子，你若还赖在我门口不走，就别怪老娘翻脸不认人了。王桃花赶紧上前把人抱起，就看到这丫头双眼紧闭，脑门有个指头大的窟窿，鲜血止不住的流。她磕破头了，得赶紧送去医馆包扎。这也用不着去医馆吧，随便地上抹点土敷敷就好了。王桃花懒得理他，直接抱着他往医馆跑去。你把我家姑娘抱哪儿去啊？吴文山给冬儿施了针，血就止住了。好在这个丫头身子轻，磕碰的不重，上了药，过几日就好了。
不过晕了这么久也是奇怪，老夫再给他把脉。等到把完了脉，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这小丫头病倒是没有，不过身子骨有些弱，许是长期没有吃饭，本就是气血不足，又流了这么多血，才没有醒过来。石头，去拿半钱黄芪泡水来。再把黄芪水喂下，人就悠悠地醒了过来。姐姐，你先别说话，再躺一会儿，不然头会疼的。姐姐，我爹他有没有为难你？冬儿，你别担心，一切都交给姐姐哈。姐姐问你，你愿意跟我走吗？冬儿愿意。冬儿以后不想再跟爹一起了。吴大夫，可否借一步说话？王桃花把冬儿的情况说了一遍。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医馆大厅。这刘拐子嘴里正咬着根杂草，懒洋洋地靠在大门口。吴大夫，那小丫头怎么样了？怎么还没醒呀？姑娘，这小丫头内力亏损的极厉害，若是放任不管，活不过1年呢。啥？这么严重？那可有法子救治？门外的刘拐子一颗心也提了起来。这孩子5脏6腑的血气供养不足，若是吃上几副上好的补药，再将养上个3、5年，倒是能够恢复如初。有救就好。大夫，我冒昧的问下，这几贴补药算下来得多少银子啊？10两银子。10两银子？这补药可是8珍汤啊，里面加了人参，当归的，最是补气补血，自是贵重些。那个大夫，这孩子我也不太熟，就是偶然间碰到的，这是诊费，你收好，他爹马上就来了。不行，你赶紧把这丫头卖了，不然等哪天他病发了，就1文也不值了呀。王桃花出了医馆，还没走2步，刘拐子装模作样的从巷口跑了过来。姑娘，可算找到你了，原来你把冬儿带到这个医馆了呀。那啥，我家冬儿怎么样？还活着吧？你巴不得他死啊？没，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啊。人在医馆里躺着呢，自个接去吧。说完做事要离去。姑娘，你等等，医馆的费用我已经给了，不用你操心。不是这个事儿。想要谢我？算了，不用了，就当我给自己积善德吧。我看冬儿这丫头跟你挺投缘的，要不你买了她？不要，人家那大夫都说这小丫头身子骨弱，以后得养着。我是买人，不是去伺候人的，我还是去城外买个身子骨好的吧。刘拐子生怕王桃花真走了，忙追上来拦在前头。哎呀，姑娘，你别听那个大夫胡说八道，他们肯定是为了卖药材。我家冬儿命贱好，养活得很呢。就说她3岁那年大冬天掉进了井里，烧了3天3夜，你看不照样活过来了吗？刚才也是我鬼迷心窍了，失信于你。这样我也不要你5两银子了，这丫头4两半钱银子你带走。王桃花不为所动。4两银子总行了吧？王桃花继续往前走。3两。眼看人就要走出街角了，一口价2两银子卖给你，这孩子以后无论生死富贵都与我无关，行了吧？王桃花这才收住脚步，假装皱着眉头想了想，好吧，看着丫头可怜，我就买了吧。走，咱们这就去写卖身契。等卖身契写好了，刘拐子迫不及待地画了押。姑娘啊，这人以后可就是你的了。有句丑话我可说在前头，将来他若是生病吃药的，这些也都不要过来找我了。放心，日后无论他生老病死，与你无关。同理，你也一样。刘拐子满意的拔腿就要走，冬儿应该醒了，你要不要去跟他告个别？不用，你告诉他，以后我就不是他爹了，好生跟着主子过活吧。冬儿，以后你就要跟着我过日子了，可是要吃苦的，你怕不怕？冬儿不怕，冬儿以后只听小姐的，要做最听话的奴婢。傻丫头，以后你就当我的妹妹吧，我家还有个弟弟，上次你也见过的，咱们3人以后就好好过日子。姐姐，我记下了，走，姐带你去吃东西，买衣服。大爷，这馄饨咋卖的呀？现在馄饨卖2文1碗。前阵子才3文1碗来着，这价钱涨了这么多呀？姑娘，这也是没法子，这粮食猪肉都是见天的往上涨了，连柴火都从2文1担涨到了5文呢。姑娘，要来上1碗吗？大爷，那你给我来上1碗吧，记得多加点汤哈。吃完馄饨，王桃花带着他往来福布庄走去。等走到卖布料那条街，眼前的景象让王桃花嘴都合不上了。就见好几个成衣铺子门口竖着幌子，上面都是全场9成8成之类的字样。走过路过的客人，请你停下尊贵的脚步，咱们锦衣阁东家他2舅过60大寿，东家庆祝3日，铺子里的东西只卖8成价，而且可以抽奖1次，最大的奖项是价值2两银子的上好羊羔皮子袄，快进来选选看呢。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这古人的模仿与创造能力真是无与伦比啊！等到来了布服庄门口，就见个把月时间，铺子门面大了不止1倍，应该是把隔壁的铺子打通了。
我说今天那枝头上的喜鹊咋叫个不停呢？原来是你这福气丫头来了。马婶子，好久不见，近来可好？托你的福，铺子里生意还算不错。这不，我把隔壁铺子也盘下来了。来福布庄一战成名，现在也在县里几个中等的布庄里排得上号了。桃花，你今日来是买衣裳还是布料啊？带我妹来买件棉衣。哎呀呀，这小丫头是你妹子呀，瘦了点儿，不过长得眉清目秀，倒是个好看的。冬儿，这是马婶子。马婶子好。哎，好，这丫头看着就机灵，真让人瞧着喜欢。王桃花已经挑了一件水蓝色的粗布棉袄，棉花絮得很厚实。婶子，这件棉衣多少银钱啊？啥钱不钱的，这小丫头我看着喜欢，这棉衣呀，就当是见面礼了。桃花，别跟婶子推来推去，这衣服也不是多好的料子，婶子还是送得起的。王桃花看得说的这么实在，也烦那套客气。冬儿，婶子送你棉衣呢，还不快谢过婶子？谢谢婶子。哎呦，这小丫头可真招人稀罕。冬儿，你那棉衣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把新棉衣换上吧。等冬儿换了身新棉衣，马氏又端来热水，拿来了帕子，洗了个脸。王桃花发现这小丫头长得挺水灵的，那刘拐子真是瞎了眼，这么好的姑娘都舍得卖。我家冬儿穿这个颜色的衣服真好看，跟个小仙女似的。那可不是，我都想抢去做女儿了。王桃花想着也不好白拿人家东西。婶子，眼下这下了冬雪，棉包袄子需求量肯定多了。这样，我给你出个法子，让你再小赚一笔，可要？这有钱赚，你就是让我半夜爬起来，我也是愿意的。我就说你这丫头是那财神爷座下的招财童女，又是什么新鲜的法子？快说来我听听。我瞅着现在庆祝打折这招数，好像周边的铺子都会用了，再用这招就不新鲜了。不过庆祝的噱头咱们还是要有的，但这次咱们来个满减。红包双响炮，满减红包，这都是什么呀？反正现在也没客人，马氏就把王桃花两人拉到柜台后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又从屉子里拿出2碟果子。冬儿，这里有刚煮的茶水，还有油酥饼和姜糖果子，拿去吃。冬儿看了王桃花一眼，吃吧，马婶子是个大方的，你若不吃，她保准塞你嘴里了。你这丫头又胡说了，让人还以为婶子是个母夜叉呢。小丫头就捧着个油酥饼，开心的吃了起来。红包抢就图个热闹，这次满减才是我们的王牌。婶子，这也快过年了，咱们的噱头就是庆新年，穿新衣，福气到。这噱头好啊！这大过年，大家可不都想着喜气洋洋，福气越多越好吗？这红包墙说白了就是给点小便宜，咱们做一些红色的纸袋，巴掌大就行，把铜钱、银子放进红包里，贴在墙上。红包里的数额不需要太大，3文、5文的都可以，但一定要有一个大的，比如1两银子，这样好吸引人上门。这个彩头多少，婶子你就自个看着办吧。这抽起红包，寓意一年红红火火，我想大家还是愿意讨个好彩头的。那是上门就抽红包吗？婶子，那你这铺子非得被人挤破了不可，咱们可以设定条件。举个例子，但凡前一次性在咱们家买了衣服超过50文钱，可以抽取1次，100文2次，250文以上最多可抽5次。哎呦，这个点子好啊！这大过年的，谁不想讨个吉利？还是现钱，看着就开心。至于满减嘛，婶子就要做好割肉的准备了。马氏皱了下眉头，略微想了想，割就割吧，若是咱家生意能更上一层楼，老娘少赚一点又何妨啊？好，马婶子，我就喜欢你这点，胆子大不贪心。哎呀，你这语气跟我家那死鬼一模一样。我和马大叔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这满减就是但凡在铺子里买了100文的东西，立即减20文，买了200文减40，以此类推。哟，天爷呀，桃花，这肉割的也太狠了吧！我这铺子里的东西就卖的比别处便宜，这么一来可能分文不赚了。婶子，你别急呀，我问你，你铺子里头的布料和成衣价钱低了其他铺子多少？这附近几家铺子我都有托人去看过，我家布匹低了约莫快半成了，成衣印花样子都是我自个儿画的，所以低了快1成。那咱们来算笔账吧，假设正常一件成衣，其他铺子卖200文，你铺子只能卖到180文，那我现在把价格和其他铺子同步，也定在200文，满减了40文，就是卖了160文。其实算下来亏不了多少的。婶子，你若觉得亏得多了，满减的额度适量降一点，但一定要比其他铺子的价格拉开点距离。马氏稍微一想，就理清了其中的关节，就定这个额度了。说来就算卖的便宜了，平日里顾客还是要砍价还价一下，
算下来与满减差不了多少，但我瞅着呀，要是我去铺里买东西，这个满减更有诱惑力，没到100文我都要想凑上去了。那可不是，这占便宜可是每个消费者的心理呀。咱们这次讲究一个薄利多销，再换个思路想，就算买的多了，减的多了，没得赚头，咱们也赚了人气和名声，是不？哎呀呀，丫头，你说咱们同样是一个脑袋2只眼睛的，你咋就这么会做生意呢？还好你不开店铺，不然呢，婶子都喝西北风去了。可不是姐聪明，是前世的商家太厉害了，每次都把我本就不富裕的钱包掏空了。为了让全城所有人都知道，咱们还可以打一波广告。广告？这又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呀？广而告之，即为广告。你想呀，咱们这铺子开在这巷子里，知道的人有限，可是若把庆新年抽红包、满减的活动写在纸上，雇些人在县里重要的几个街口发这些单子，不就有更多人知道咱们店里的活动了吗？就算其他店跟风，你也已经抢了先机，稳赚了一笔了。这主意好啊！你叔会写几个字，这大冬天的坐在家里也没事儿，我要让他写上几百张。马叔，你自求多福吧。马氏越想越兴奋，仿佛已经有一大波客人涌进铺子里买东西。好了，婶子，剩下的细节你就自己琢磨琢磨哈。天色不早了，我得回去了。桃花呀，要不近日你别回去了，在婶子这边随便吃点。婶子，我才不和你客气，只是少安还在家里等我呢，等你铺子大卖，下次我再来喝一喝。那下次说好了，咱们去楼里吃，可不能再推脱了。好好好，等到吃饭那天，我绝对饿上1天来大吃一顿。你这促狭鬼！临出门，马氏又硬往篓子里塞了2封点心、2条帕子。没过几日，马氏的来福布庄那叫一个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马氏夫妻俩忙得脚不沾地，最后赚了一大笔银子，夜里睡觉都能笑醒。快出城门了，王桃花看到有个卖炊饼的，就买了8个炊饼。出了城，王桃花就看到有些流民们开始生火做饭，一路走去，几口锅里什么都有，地瓜梗子、老掉牙的野菜、萝卜缨子、烂菜叶子，就是没有一粒粮食。他还看到有几个小孩冻得小脸发青，鼻涕横流，正拿着剥了皮的杨柳枝在那里使劲地嚼着，实在不敢看下去了，赶紧拉着刘冬儿快步离去。不是他小气，也不是他铁石心肠，一旦自己给了吃食，这么多流民一拥而上，说不定自己2人就走不了了。一路上十分安静，等走到一处的偏僻的地方时，王桃花感觉身后传来了沙沙的脚步声，回头看去，看到几个流民正远远地跟着自己。不好，被坏人盯上了！哎呀，这荒郊野岭的也没个人，怎么办呢？姐姐，后面那几个叔叔好凶啊！冬儿，别回头，咱们走快点。于是2人加快了脚步。大哥，那小娘们要跑了，我长眼睛了，还不快追呀！于是几个流民飞快地追了上来。小娘们儿跑啊，不是很会跑吗？我是这附近村里的人，家里有5个哥哥，个个人高马大，你们最好不要乱来。小娘们儿啊，你不知道有句话叫做远水解不了近火吗？就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是没有用的。识相点，把那个篓子留下来，再把你身上的钱也全都留下来。王桃花打量了下3人，颇为健壮，满脸流里流气，一看就是泼皮无赖。好在只是图钱，就从怀里掏出钱袋。各位好汉，我家日子过得紧吧，身上也没几个钱，这钱袋里还有10来文钱，你们拿去吧。你打发叫花子呢？没钱能买这么多东西，除非你让哥哥搜一搜，看看有没有藏在……最后视线落在了他的胸脯上。看什么看？小心姑奶奶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哎呀呵，这小娘们脾气挺辣呀。大哥，你还别说，这深山还真是出俊鸟啊！你瞧瞧，这娘们长得还真水灵。这没钱，咱们也不能亏了自己啊。要不咱们弟兄几个先乐呵乐呵，完事之后再把这2个丫头卖去青楼。自己这什么破运气，怎么竟碰到这么下流无耻的货色？卖你妹呀！你们几个打江北来，也是逃难的百姓，自是知道我们这些乡里人家的苦，有这个欺负人的本事，咋不去收拾胡人，就知道窝里横，算什么男人？哟呵，大哥，这小娘们还来教训起我们来了。老三呢，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赶紧上去把他给我按住，赶紧办正事儿。好嘞，小娘子，我来了。见涂老三走过来了，王桃花忙把冬儿护在身后。冬儿，你现在就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就可以看到一个村子，赶紧去村里叫人。姐姐，可是你怎么办？姐自有办法对付他们，你快走。从背篓里翻出那把刚买的菜刀。冬儿，快走，不然咱们俩都得折在这里了。你快去叫人，姐姐不会有事的。
冬儿只能含着泪拼命地往前跑去。涂家三兄弟看到冬儿跑了，十分不屑，就那么个孩子能跑几步路？等他去把人叫来，这娘们儿早就被哥几个享用完了。站住，你别再过来了，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涂老三看到菜刀时愣了一会儿，接着便捧腹大笑起来。这娘皮的挺硬气的，还敢跟咱们耍刀子呢？来，让爷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砍人的胆子。王桃花干脆抡着菜刀挥了2挥，你若再敢进一步，姑奶奶就砍得你桃花满天飞！不信你就试试。涂老三看王桃花脸上丝毫不慌乱，就有些犹豫了。老三，你就这点出息，一个娘们都对付不了？老三，快上啊！你要把他拿下，待会儿让你第一个尝味道。在2人的怂恿下，涂老三猛地朝王桃花扑了过去。王桃花也不客气，挥起了菜刀乱砍一通。涂老三本就大意，这不躲闪不及，一刀直接砍在了手臂上。他立马捂着手，鬼哭狼嚎地逃了回去。大哥，那娘们真砍呐！要不是我跑得快，这手保准被砍断了。老三，你一边待着，老二，咱们一起上。来呀，本姑娘这菜刀可不长眼睛，剁了哪个杂碎可别怪我。我还告诉你们，我砍死一个回本，砍死2个我还赚了呢。这自古以来就是冲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大哥，要不咱们撤了吧？这娘们手上有刀，这大冬天的要是被砍伤了，有的罪受了。老二，你有没有卵子？一个娘们几句话就把你给镇住了，咱们哥3个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我左边，你右边，我看他一个人怎么对付咱俩。王桃花其实还是很紧张的，那手心后背全是汗，眼看2人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他决定主动发起攻击。老娘跟你们拼了！他举起菜刀朝涂老二冲了过去。这不符合常理啊，哪有娇滴滴的小娘子举着菜刀追人砍的呀？大哥，是小娘们发疯了。王桃花并没追去，突然掉了个头，朝一边看戏的涂老三跑了过去，等冰冷的菜刀架在脖子上。女侠，别杀我！涂老大跑上前来抢刀，别动，不然我就宰了他。涂老三脖子上的皮就被割破了，鲜血流了下来。大哥，救我呀！贱人，你快放了我三弟，不然老子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再凶点横点，本姑娘就送他去见阎王爷。你敢！涂老大暴怒，一双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好半晌，涂老大才妥协道：行，你若把我三弟放了，老子今日就放你一马。放心，老子行走江湖，一口唾沫一口钉子，绝不食言。你要是不信，我发个誓也行，完好无损是放，缺胳膊少腿也是放。等放了人，看老子怎么折磨你。得了吧，就你们这些市井破皮无赖的话，信的人坟的草都长3尺高了吧？好，那你说怎么做才肯放人？这样，你们2个把手给绑上，给我往回走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后，我自然会放了他。小贱人，你不要欺人太甚。干不干？王桃花说着，手下又用了点力。大哥，弟弟我还不想死啊！你在爹娘病床前答应过要好好照顾我的。你个怂球，你要不是我亲弟弟，老子早就劈了你了。咱们老涂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最后也只能吐出一口浊气。好，老子答应你了。从衣服上撕下几块布条，让涂老二把自己的手给绑了。王桃花又让涂老三把涂老二的手给绑了。你们可以往回走了，我会在那边的坡上看着。放心，那地方高，看得老远了。涂老大一个跟头差点摔死，2人只能骂骂咧咧的走了。王桃花这才长长的舒了口气，要不是眼前还有一个喽啰，他保准推软瘫在地上了。姑娘，我哥他们走远了，现在可以把刀移开了吧？当然可以，不过在放你之前，我得做一件事儿。你想干什么？涂老三莫名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你不是要快活吗？本姑娘就如了你的愿，让你欲仙欲死，一掌劈在他的后脖梗上。涂老三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哦耶，这次终于成功了。他扯下涂老三的裤腰带，绑住他的手。你们几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姐姐今天我就做一回大侠，为民除害。一脸古怪的从怀里掏出纸包，正要撒上痒痒粉，眼睛一闪，在这男人身上摸找了起来。果然在怀中找到一个钱袋，里面有几粒花生米大小的碎银子，约莫有2、3两的样子。这银子嘛，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就当是你的赔礼道歉了。往他怀里撒了一点痒痒粉，又在他衣服上也撒了一些。做好了这一切，王桃花这才匆匆的去追冬儿了。冬儿，
等他找到冬儿时，小姑娘正趴在地上喊着：“冬儿，姐姐，放心，那些坏人已经被姐姐打跑了。”小丫头这才趴在王桃花怀里哭了起来：“姐姐，你没事太好了，我好担心啊！”王桃花就看冬儿脸上全是污泥，衣服也湿了一半。冬儿，你这是怎么了？我摔沟里了。小丫头有些害怕，毕竟新买的棉衣都被弄脏了。啥？摔沟子了？没摔到哪里吧？快让姐看看。姐，对不起，我把衣服弄脏了。你这丫头，什么时候了还管衣服？没摔到就好，咱们赶紧回去换身衣服，不然染了风寒就麻烦了。两人加快步子往村里走去。再说涂老大和涂老二正憋着一肚子火。老二，别走了，那坡上看不到了。大哥，想不到咱们几个终日打雁，这次倒叫雁给啄了眼呢。别急，这仇咱们早晚得报，到时候老子让他生不如死。走，回去找老三。大哥，那娘们不是说半个时辰之后吗？你猪脑子啊，人家会等在那里给你抓，这时候想必早跑了。别忘了，这地方他比咱们熟啊。等兄弟俩到了刚才的地方，王桃花早就没了踪影，涂老三则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老三，快醒醒啊！涂老三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哎呀，好痒啊！二哥，快帮我挠挠后背。涂老三就跟只猴子似的，全身上下的挠了起来。大哥，三弟这是怎么了呀？话才刚说完，接着也上下左右的挠了起来。等涂老大看见涂老三衣服上残留的白色粉末，不好，那个娘们是诈，你们应该是中毒了。那怎么办呢？痒，太痒了呀！涂老二也好不到哪儿去，一张脸挠得通红。他突然扯开棉衣，趴在了雪上，这雪一冰，那痒还真解了几分。可一旦起身，血液回流，那痒就更是来势汹汹。老二、老三，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城里找大夫问问怎么解痒。老三，把银子给我。涂老三忍着痒，摸向怀里。老大，银子没了，咱们就这么点银子，你还给丢了，你要气死老子呀！老大，这银子我藏得老深了，绝对不会掉的。我知道了，肯定是被那个臭娘们给偷走了。太岁头上也敢动土，老子非劈了那个臭娘们不可。刘冬儿在王桃花家住下了，对外都说是白氏娘家那边亲戚遭了难，过来投奔的。村里人纷纷赞叹王桃花心地好，这年头要多养一个人可不简单。不过也有那碎嘴的婆娘，明里来暗里去的嘲讽，这地没一亩，屋没一座，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带个人回来养，真是脑袋被驴蹄子踢坏了。你看吧，日后有的后悔的。可不是嘛，这人呐，得看着锅吃饭，打肿脸来充胖子，也不怕折了自个的腰。有些人就是4两人说半斤话，最跟那地猴子似的，愣是往石头上撞，真是跟他那死娘一个德行，最会装好人。刘姐姐，你想啊，这胡妹子生的小崽子能好到哪去呀？我瞅着那个叫冬儿的孩子长得挺秀气的，也不知道那贱丫头图了什么心思，说不得就是给他弟养个不要钱的媳妇儿呗。王桃花做事有些漫不经心，她一直担心个事儿，就是流民进村，自己一个半大的孩子带着2个小孩，家里又没个男人，要是流民进了村子，绝对是被欺负的首选对象。王桃花就把县里的情况告知了王梦山，把村人聚在了祠堂。村长，这大冷的天把大家叫来干嘛呀？是啊，村长，往年这钟难得敲一次，今年可都敲好几次了。前段日子粮食涨价，大家可否去县里备点粮食啊？大部分人点了点头。村长，那粮食县里多的是，又没长腿儿，跑不了，干嘛要花大价钱去买？我家穷，我可当不起那败家子儿。村长，你老是让我们买粮食，莫不是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听说桃花那丫头推荐去一个周家的铺子买粮食，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讹子事儿。哎呀呀，你们啊是不知道我这侄女有多厉害，说不定人家和那粮铺掌柜早就不清不楚了，不然怎么老怂恿咱们去买粮食呀？就说上次啊，我就看那掌柜的来给他送粮食，两人呀在那门口眉来眼去，最后还送人家东西呢。哎呀，这不是私相授受吗？王桃花看去，果然又是黄春芳几个，他也不客气，朝刘氏屁股踹去。刘氏直接磕在了地上，头上顿时青了一片。小畜生，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就敢动手打人？你婆娘泼脏水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这么多人听着呢？还真应了那句话，狗掀门帘子，全凭一张嘴。王有贵气得脱下鞋子就要冲过来打人。住手！都什么时候了还要闹？是要老夫把你赶出去吗？王有贵这才愤愤地穿上了鞋子。你们几个婆娘在这里碎嘴什么呀？这满堂的祖宗们都看着呢，也不怕怪罪。这粮食的事情，老夫当着祖宗的面向大家保证，分文未沾，问心无愧。今日把大家叫来，是要
要提醒大家这事儿，北边打仗，一大批流民已经南下了。桃花，你把今日之事跟大家说一说吧。各位叔伯婶子，今日我去县里，看到城门外聚集了上千的流民。昨日晚间，流民抢劫了好几个粮铺，现如今城中粮食飞涨，烩面都卖到了40文一斤，其他东西也涨了好几倍，甚至几10倍。我回村的路上还被3个流民跟上了，要不是我熟悉往来的路，后果不堪设想。话音刚落，众人哗然，心中不约而同地生出一丝恐惧，特别是没备粮食的那几家，脸色更是惨白如雪。这老天爷真不开眼，那几个歹人怎么就没把这死丫头祸害了呢？孟山呐，是否能让人去瞧一瞧啊？七公叔啊，我已经让虎子们几个去打听打听了。正说着，虎子几人就急匆匆地赶回来了。村长，县里别急，慢慢说。我们离县城还有小半里地，就看到那城门口密密麻麻的都是流民，少说有几千人了，城门也关上了。什么？连城门都关了？若不是遇到兵袭、民乱等重事，白日城门一概是不关的。从桃花回来到现在，才过了3个时辰就关门了。这村长，我还听说近日午时，黄家村被一批流民洗劫了，粮食、银钱、棉衣全被抢走了。现在那黄家村哭声一片，隔着老远就听见了，所有人都慌张了起来。那流民不会来咱们村子吧？你们可还记得30年前咱们这村子就乱过一次？记得，那年整个村子的房子都被点着了，要不是咱们跑山里去了，这条命早交代了。一时间，祠堂内外吵成一片。这大冷天，流民们不抢东西难以活命，可是咱们村子本就缺衣少粮，若是人少，咱们每家省下一口也就救过来了。要是真如虎子说的那般多人，咱们就是把粮食全掏了，也堵不住那么多嘴呀，到头来丢命的就变成咱们了呀。现在咱们只能指望着这雪下大一点，把那进村的路给封了。二则咱们也得做点准备，村里的男人们待会儿留下来，去山里头伐些木头，堵在进村的路上。还有从今日起，任何人不得出村，以免惹来流民呐，否则按族规处置。王桃花对于王孟山的守村的做法十分理解。村长爷爷，这流民中不乏一些地痞流氓，咱们村子本就不隐秘，顺着官道走就能看到。那路口要不要派人轮流守着呢？要是发现流民来了，也可以及时通知大家。桃花说的很有道理，我记得进村的路旁那个茅棚还在，稍微修补一下也能住人。这样村里除去老人、孩子和妇人，所有男子给我轮流去进村的路口守着。每日我会去各家叫人，务必守好了。这话一出，大部分人都点头赞同，唯有几个人在那里嘀嘀咕咕的，其中就有王大坤兄弟俩。这么冷的天还有守路，这老不死的可真会折腾人。就这样，每日进村的路口安排了3人轮流守着。打这事儿发生后，村民们不约而同的开始勒紧了裤腰带。原本1日3顿，现在变成了1日2顿；原本吃干的，现在也换成了稀的。王桃花对于吃食这件事儿倒是不紧张，毕竟自己前后存下来100来斤的粮食，所以现在还是1日3顿。不过他也认真交代了2个小的，出去别人问起，只能说家里1日吃1顿。这期间，张大娘、罗桂花和王有权都来给自己送了些粮食过来。王桃花好说歹说了半天，最后去屋里搬出半袋粮食，几人才放心的走了。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腊八这天，沟子村的平静终于被打破了。王桃花把昨日泡好的糯米、红豆、黑豆、芸豆、绿豆一股脑的倒进了锅里，烧安加大火，等水开后就换成小火。这腊八粥得慢慢熬着，才会香甜软糯。冬儿，来跟姐把这枣核挖掉。王桃花拿出1口袋的干枣子，姐，今年的腊八粥还放枣子，肯定更好吃了。姐还准备了葡萄干、松子仁、花生、莲子，还有一个叫龙什么来着？这叫龙眼干。姐，这个龙眼干真甜。老远就听到你们院子里的笑声，腊八粥可是煮好了。张大娘挎着个篮子进了院子。大娘，你来了。大娘，你都好段时间没来我家了。哟，我们安哥这是埋怨起老婆子了。你家现在住这老远，老婆子我走过来都得1壶茶的时间了，何况你婶子现在也离不开人。从篮子里端出1海碗的腊八粥来，尝尝大娘家熬的腊八粥。这粥今年我可是加了很多枣子，可香甜了。在沟子村，腊八粥煮好是会和左邻右舍送上1碗，主家再回上1碗，最后全倒在一锅里，又叫百家粥。那粥熬得很浓，白色的糯米烂乎乎的，各种颜色的豆子也炸开了花。大娘，我家的才刚下锅呢，你家咋就好了？张大娘立马想到宋香琴昨晚的话，娘，这粥反正早晚也得熬，要不你就下半夜熬去吧，这样你孙子一大早上就能喝
喝上了，可以早点沾福气。娘，今天的粥记得熬浓一点，去年的都是豆子，吃的我老有酸水。啊，对了，我喜欢吃甜，记得多放点粗糖。娘，这回的粥你可不要送来送去了，咱们自个家的都不够吃，每年别人回来的粥就没几颗米。还有那桃花家，就他家现在的光景，可回不了什么好粥，千万别去送了，免得浪费了一碗好粥。大娘，可是熬粥累着了。张大娘回过神儿，熬这个粥哪里就能累着了？我就想着这玩意儿难得吃上一顿，今天起早煮了下去，这不又可以省顿饭食。张大娘眼底是化不开的疲惫与无奈，知道肯定又是那宋香琴在作妖了。这张大娘两口子人这么好，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不着五六的儿媳妇了？真是造化弄人呐！桃花，那你们先吃着，我得回家去了，还有好几家要去送呢。大娘，等我家的煮好了，也给你送一碗去。不用不用，你们自个儿留着吃。就这么说定了。张大娘走了没有多久，王豆香家、村长家也来了，还有几家与白氏生前交好的婶子也来送粥了。王桃花看着桌上摆着的5、6碗粥，有些发愁，自家还有一大锅呢，这该吃到什么时候？这些粥里大部分用料都相同，唯有村长家用料好上几分。熬了1个多时辰，粥总算熬烂乎了。王桃花拿出一大碗粗糖倒进锅里，现在那锅腊八粥5颜6色，香甜味一阵又一阵涌来。腊八粥煮好了，村口的茅屋里，王二狗和另外2个村民伸着手围着一个火堆烤着。今年这鸟天气也太冷了呀，可不是吗？这棚子四处漏风，跟剥光衣服有啥两样啊？还是窝在被子里舒坦呢？我说哥几个也太倒霉了，这腊八节大家都在家里吃甜粥，咱们几个还得在这当看门狗。等到空气里四处都飘散着香甜味时，航子、耗子，要不咱们回去喝碗粥，暖和暖和呀？这可不敢呢，要是被村长知道，非得被骂死。瞧你俩那熊样，胆子还没卵子大。村长再厉害，能管住人拉屎放屁，走不走？见另外2人还有些犹豫，王二狗抬脚就往外走去。怕个松球啊！就吃碗粥的时间，能出什么事啊？你们俩要怕，就在这里待着，我得回去暖暖肚子喽。另外2人看王二狗走了，最后互相看了眼，也跟了上去。他们不知道的是，流民正3、5成群的顺着官道走来。到了王梦山家门口，王桃花就看到院里有个略微白胖的妇人正清洗着萝卜。有何说？莲英婶子，你是桃花？妇人有些不敢认，见王桃花点头，这久不见，桃花竟出落得这般标致了，婶子这一下都没认出来了。王桃花有些不好意思，婶子在洗萝卜，我来帮你吧。说着撸起袖子就要帮忙。不用不用，这都快好了，这大冷天的，你个姑娘家的，少沾着冰水。苗明翠听到动静，挺着肚子从屋里出来，婶子，这外面雪刚化，脚下小心点。我哪有那么娇气？生老大的前2天，我还和你有权叔去县里逛了一圈呢。梅婆婆也说我这胎皮实的很，你就放心吧。王桃花把篮子一提，婶子，我家的腊八粥熬好了，拿来给你们舔舔嘴。哎呦，可算吃到你家的粥了，我还以为你睡迷糊了，忘了这事儿呢。好饭不怕晚，那婶子可要好好尝尝我的手艺了。等腾了碗，王桃花就拎着空篮子回去了。明翠，桃花这丫头长得可真好看呢。可不是嘛，你瞧这丫头就是随了白嫂子了，这10里8乡的还真找不出像她这么俊的姑娘，就是命苦了点儿。王桃花的爹前段时间刚死，又和大房几人断了亲，被收回了房子和地。于连英正打算把这粥倒进锅里。哎呦，明翠，你快看，桃花这碗粥可不得了。嫂子，这粥怎么了？难不成那丫头没煮熟？不是，你看这粥里面用料也太全乎了，我瞅着除了豆子、糯米，还有莲子、松子仁呢，还有桂圆。我听有何说过，这东西100文1斤呢。这桃花家不是刚遭了难吗？哪有钱买这些金贵的东西啊？嫂子，你不常回来，是不知道这个丫头有多勤快多聪明。挑着王桃花的几件事儿，简单说了几句。我倒没发现咱们村里还有这般能干的姑娘。这桃花性子也爽利大方，我也喜欢得很。于连英突然琢磨了下，明翠，你说咱们顺哥跟桃花怎么样啊？王承顺是王有和和于连英的大儿子，今年16岁。苗明翠一拍大手，嫂子，你还真别说，顺子为人老实又识字，和桃花还真是般配。我瞅着也般配。眼下年头忙，赶明等过完年，我去和咱爹娘先商量商量看。这丫头早就入了爹娘的法眼，老两口肯定是愿意的，就是不知道顺哥同不同意了。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他不同意，难不成还想娶七仙女？3人各端了一大碗腊八粥，正吃着，突然院外传来脚步声。姑娘，行行好，给点吃食吧。就见门外站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婆子，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衣。大娘，
你是打江对面来的？姑娘，老婆子是打江州来的，老头子实在走不动了，在村口等着，我就进村来讨点吃的。王桃花心里猛地一震，那看守的人怎么没有通知呢？大娘，你等等，去灶房装了一大碗腊八粥，递给了老婆子。大娘，我家日子也过得不如意，帮不了许多。今日巧的是腊八节，这腊八粥还是热乎的。王桃花特意留了个心眼，端的是某个婶子送的一碗，豆子多米少，规规矩矩的。自己那粥里的料太足了，要是传出去了，没得给自己惹麻烦。姑娘，你心善，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说着，颤颤巍巍的走了。大哥，刚才那骡子说他二姨在前面村里讨了一大碗腊八粥，放足了糖，他嬉皮的馋死人了。如果王桃花在这里，会惊讶的说一声，竟然是那3个狗东西。咱们混在这群人里，先去看看，要是有肥一点的人家，夜里去试试手。哎，他娘的，这颠沛流离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就跟只丧家犬似的。自己3人本来在江州南城也管着条街，哥几个白日里调戏下良家娘子，夜里喝喝小酒，逛过青楼，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没想到打起了仗。大哥呀，现在城门也关了，咱们就算有银子也没有用处啊。眼看着天越来越冷了，老三的手还没有完全好，咱们还是得多攒点粮食啊。老二说的有道理，不过老子银子粮食都要，快跟上他们。等王梦山得到消息，村里已经涌来了100来号流民了。这些流民都大部分面色菜黄，衣衫褴褛，拖家带口的上门乞讨。村民们也可怜他们的遭遇，或多或少的给上一些粮食。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接下来的几日，他们睡在村口的庙里，放柴火的草寮里，稻草垛里，更有甚者直接破毯子一裹睡人家门口了。等第2日到了饭点就上门讨饭去。沟子村本就贫困，有些人家餐餐都是数着米下锅的，哪里能再多养一个人？再加上这几日好几家的鸡鸭也频频丢失，村民们叫苦不迭。王有贵家的老宅子现在挤满了10几号人，涂家哥3爸占了其中一间屋子，地上烧着一堆火，旁边还有一滩5颜6色的鸡毛。老大，这村子太抠搜了，几个灰面饼子都他娘的不肯给了。老三呢，知足吧，过江那会儿冻死饿死多少人呢？这村子穷是穷了点，但至少有个容身的地方，风吹不着，雪冻不着，夜里再摸上只鸡吃吃，可比待在城门口舒服多了呀。可是我看村子里的人这几日愈发不待见咱们了，怕他个鸟。老二说的没错，这地方有吃有喝还不错，咱们进来了，想让咱们再出去可没那么容易。涂老大把嘴里的鸡腿骨扔了出去，立马有个流着鼻涕的孩子扑过来，抓起骨头就往嘴里缩。王梦山现在是一个脑袋2个大。村长啊，你可得为我做主啊！我家地里的萝卜一个晚上就被拔了1多半哟，你说吃就吃吧，他还把剩下的踩得稀烂。哎呀，可怜我那一天能下1个蛋的老母鸡哟，不知道被哪个贼人给摸去了，没法活喽。还有我家晒在屋外袄子、鞋子也被人拿走了。王梦山也没法子，现在流民有100多号人了，还大部分是青壮，狗急跳墙，兔急咬人，要是强行赶出去，闹僵起来非得伤人不可。可是留他们在村里迟早是个祸患，日益加深的矛盾终于在这日彻底爆发了。王孟坡家正在吃饭。哎呀，你们家怎么就吃上了呀？也不等等咱们。今日王孟坡家特意提早了半小时吃饭，想不到还是被他们给赶上了。快去把院门关了。王孟坡赶紧让家人关了院门。弟兄们，这老头子还趁人，咱们命不好落了难，厚着脸皮来讨顿饭，他竟然要关门，把咱们当成什么了？对呀，就属他家会作妖。昨天吃了他家个灰面饼子，那老婆子眼皮都要翻到天上去了。还有那个老头最会聒噪了，知乎者也的讲一大堆他娘的狗屁道理。有本事跟当官的说去啊，咱们有家不能回，跟只狗子似的摇尾巴乞怜，老子已经憋了一肚子火了。那5、6个流民被惹火了，竟二话不说踹开篱笆进院子讨要说法。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们怎可不经过主人家的邀请就进院子？这是鸡鸣狗盗之辈才能干出来的事啊！看老棺材瓤子，连老子也敢骂！你再啰嗦一句，信不信老子敲掉你的牙，割了你的舌头，看你还怎么满嘴放酸臭屁！王孟坡被打懵了，儿子媳妇几个也吓得不敢动弹。
流民们干脆把人赶到一边，自个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吃着饭菜，临走还去灶房拿走了半口袋灰面和一兜子黑豆。王孟坡当下吐出一口老血，晕死了过去。王孟山知道这事后又气又怒，带着10来个青壮拿着扁担棍子就把那几个流民给抓了，并通知所有村人明日祠堂集合，要当众惩罚几人。一时间所有流民人心惶惶，都不敢再出来讨要食物了。晚饭后，王山和刘东儿正在桌上下五子棋，王桃花拿着一本书发呆，心里想着今日王孟坡家的事儿。现在天寒地冻的，这些流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遮风挡雨，好歹可以要到食物的地方，怎么会轻易离去呢？可这些流民就是个炸药桶，保不齐哪天就爆炸了。若是有粮食倒是好解决。粮食？突然脑海中闪过一段话，有一次爹带我去那里挖地，我们去了那边一个坡上，这东西好像有一大片呢。对了，我怎么把它给忘了？第二日，王孟山一大早敲响了祠堂的钟，又派人去把所有的流民叫到了祠堂外面的空地上。今天呢，把大家召集在祠堂，是有重要的事跟大家商议。今日这些受难的老乡来村里避难，与大家生了嫌隙，咱们今日就在这里当面锣对面鼓的把事情解决了。村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开心，这些日子来大家夜里都睡得不踏实，生怕被这些流民夜里来个夺财害命。而祠堂外的流民看到村民们兴奋的目光和手里的棍棒柴刀，一时间心中升起了一股绝望之情，有些人竟然还多了一丝恨意。王孟山看下面议论纷纷，脑海里不由得回想起昨夜王桃花来家里跟自己说的话：村长爷爷，流民进村子姿势越来越多，今日已经有了抢砸的苗头了，咱们不能再等了。丫头，不瞒你说呀，我这几日为这事胡子都抽白了。我本想将他们强行驱赶出去，可其中轻壮有80多人，就怕这些人来个鱼死网破，伤及了无辜啊。丫头，你可是有什么好的法子啊？村长爷爷，这自古以来安顿流民，就连官府都十分头痛，多半是就地安置和钱回原籍，但这些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可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能做的。流民之所以留在咱们村子里，无非是为了吃食，可现如今咱们村里的粮食根本就不够吃，若流民不走，怕是很难坚持到开春。我这边好的法子倒没有，不过我曾经在书中看过一种宝石的东西，前阵子在山里找到些，也吃过了，确实可以果腹。后来因为大雪封了山，就把这事给忘了。若能拿来给流民解饥，我想他们是愿意离开的。当真有这东西？王孟山激动得满脸通红，连呼吸都急了几分。这东西叫山药，跟地瓜一样，长在地下，味道比灰面还好上几分。明儿一大早我就去山里寻去。丫头啊，你要是能找到这东西，咱们沟子村就有救了呀。下雪了，山里会有野兽出没，我这就去找大烈，让他明日和你一起去。行，那我先回去了。村长爷爷，那犯事的流民就是个火苗，咱们可不能让他们烧起来。这次老夫绝不会心慈手软。王孟山回过神来，就朝大家压了压手。虎子，你去把昨日闹事的人带上来吧。此刻王桃花正带着王烈朝田边那块坡上走去，不远处果然有一棵红果树，红果树下面是一大片灌木丛，上面覆着厚厚的一层雪。王桃花用木棍子拨开雪，就看到下面那些沤烂干巴的藤条，这里果然有一大片山药。桃花，这藤就是你说的能吃的山药？不是，能吃的就在地下呢。他顺着一根藤找到了根茎处，大力说：顺着这茎往下挖，尽量小心点，别把它挖断了。王烈立马挥起了锄头，约莫半个小时后，一条2指粗1臂长的黄褐色山药终于被挖了出来。桃花，这东西好生奇怪啊，跟根棍子似的，能吃吗？说，我保证能吃，而且很抵饿的。王桃花看那一大片枯萎的藤蔓，心下一片激动。祠堂里，你们几人来我沟子村，我们何曾亏待你们呢？可是你们却恩将仇报，做出这么猪狗不如的事，太让我们失望了。这打人抢东西都是要认罚的，我不服。你们不是官府，不能动用私刑。我大梁律法可是说了，私闯民宅、抢夺财物之犯，主家伤之无罪，若重伤于人，杀之无罪。你说我有没有资格打你？来人，拔了他们的棉衣，给我重重抽30鞭子。啪！一声声鞭子响起，几人刚才的怨恨全化成了鬼哭狼嚎。门外的流民听到这鞭打声，个个都胆战心惊，特别是一些老人和小孩，已经瑟瑟发抖了。等动完刑，几人背部已是鲜血淋漓，皮开肉绽。忘恩负义枉为人，我们沟子村不欢迎你们几个，现在就请离开。铁头，你们几个看着他们，若是不走，再打50鞭子。
别打了，我们走。吉言只好从地上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向村口走去。诸位，我钩子村地处深山，向来与世无争，村民待诸位大多友善慷慨。可这几日，老夫接到村民的哭告，竟然有20几起。咱们都是庄稼人，你们这么做实在让人寒心呐。现在给诸位一个机会，若是谁做了偷鸡摸狗的事情，请自行离去，我们既往不咎。流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没有一个人愿意走出来。若有人愿意站出来指认宵宵，村里将送给他2斤粮食。流民群里闹腾开了，这可是2斤粮食，掺上野菜可以吃上7、8天了。涂家3兄弟顿时心里咯噔一下，见有眼神瞟来，就一个狠辣眼神瞪回去，或者偷偷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对方顿时缩头缩脑，不敢再看过来。我知道，前个晚上我看到他去地里偷萝卜了，半夜那萝卜还吃得喷香呢。你他娘的乱说啥？我可没偷！你再胡说八道，老子揍得你满地找牙！立马2个汉子站在小伙子的身边。我没胡说，他大裢里还有2根没吃完的萝卜，不信你们去翻他大裢看看。这一下那汉子紧张了，刚想跑就被虎子一棍子拦住了。最后一搜，还真有2根萝卜。饶了我吧，我真是饿极了，我这就把萝卜还给你们。竟然是你这厮！你说你饿极了，这几日你来老夫家要食，我可怠慢过你，还不是挤出口粮食给了你？今日竟然还在这里睁眼说瞎话！虎子，你们几个抽他5鞭子，赶出村去！那边在打人，这边举报的年轻小伙子果然拿到了2斤粮食，有了1就有了2，很快又有10来个人被举报了出来。这些被举报出来的人基本是孤家寡人，而举报的人多是家里兄弟姊妹多的。略一思索就明白了，这兄弟多，说了就说了，也不怕这些贼人报复了。可涂家3兄弟依然没人敢举报，于是这10几人连哭带喊的被赶出了村。现在流民还剩下90多人。诸位啊，不要慌张，刚才惩罚都是些忘恩负义之徒，你们都是规规矩矩的，是我们村的朋友。老夫知道你们受战乱所迫，背井离乡很是不容易，咱们都是大梁的子民，有难理应相互扶持。剩下的流民们听了这话，心下一喜，这是答应自个儿留在村子里了。这时流民中走出一个半百的老头。老哥呀，我就是江对面的江州人，说来呢，咱们也就隔着一条江，同饮一碗水呀。这次落了灾，出来逃命也是真的没有办法，你们帮了咱们一手，我们所有人都记得你的恩情。那些不懂事的，你要打就打，要罚就罚，我们保准没有意见。王蒙山赶紧让人把老头扶起来。可不敢呐！老头子接下来要说的话，恐怕要让各位乡亲难受了。实在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是我们村铁石心肠，见死不救，实在是我们沟子村是10里8乡最穷的村子。诸位出去打听打听也就知道了。打入冬之后，粮价飞涨，就我们这村里还有很多村民没钱备粮啊。听他这么一说，流民们顿时又6神无主了。叔，别赶俺们呀，这天寒地冻的真没去处了，咱们不求吃饱肚子，你给咱一碗野菜糊糊就行了。哎呀，这走了个8月，以为找到了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到头来还得走啊！老天爷呀，这是不给咱们活路了呀！求求你们了，别赶我们走，等咱回去了定给你们立长生牌。现在沟子村的村民也是极其矛盾，又是可怜这些逃难的流民，又有无能为力的窘迫，又担心他们洗劫自家，伤害亲人。众位莫要激动，等我把话说完。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满嘴仁义道德，说到底不是还想赶咱们走吗？凭什么他们可以住温暖的屋子，吃饱饭，咱们就得在外面流浪？都是大梁人，不公平啊！咱们遭了难，他们还落井下石，反正都得饿死，咱们也不要客气了。这话就像点了导火索，多少日子来的委屈艰辛一股脑的涌上了这些人的心头。眼看流民越来越激动，上百个村民拿着锄头扁担之类的大吼道：你们想干什么？想打架呀？你们看呐，他们拿家伙想要杀咱们了，咱们跟他们拼了！王蒙山眼看着2拨人就要打起来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突然人群后头传来了金属敲击的声音，就见王桃花背着个篓子，王烈拿着个铁锅和勺子，一边敲一边走了过来。大哥，是他。老三，别说话，小心被那丫头发现。王桃花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转头扫了2眼，涂家3兄弟忙低下了头。
王桃花还真没发现。老夫何时说过不管你们死活了？这大冬天的，谁活命容易啊？若谁再闹下去，就别怪我钩子村以多欺少了。流民们这才冷静了下来，不过眼里仍是愤怒和不甘心。王桃花已经让王烈架起火堆，把锅做好了水。刁婆子看王桃花站在前头，和王烈忙上忙下。呸！一个姑娘家的，成日里跟男人混在一起，真是不知检点。村长爷爷，山药已经挖来了，那片山坡上我估摸着至少有上千斤。好，辛苦你们俩了。王梦山激动不已，那嘴唇都颤抖了起来。我们找到一种吃食，名叫山药，这东西可以填饱肚子。见是一根黄褐色的棍子，上面有些麻点，还有些须须，都很是不信。这东西长得古里古怪的，跟个铁棍子似的，能吃吗？谁知道呢？要是吃坏肚子可不得了。我们村里以前有个人去山里乱摘果子吃，现在坟头草都3尺高了。不会是想拿这东西打发咱们吧？不知道，先看看。王桃花也不管人群里怎么讨论质疑，就直接把山药掰成3节，扔在锅里，盖上锅盖煮了起来。这东西名叫山药，煮了、烤了、炒了都能吃，味道虽然没有地瓜甜，但吃上几节肚子就饱了，而且吃了还能养护脾胃呢。诸位，这山药我们村里的坡上有很多，以前老夫也不知道这东西能吃，还得亏了这丫头从书中学的。她外公是秀才，留下了很多圣贤书，自是知道咱们不清楚的事，能不能吃大家也别急，等上1刻钟自然见分晓。很快锅中就飘起一股香气，哎呀，这还真是粮食的气味呢。流民本就饿了2顿，现在更是被香气勾得肚子呱呱叫。约莫1刻钟后，王桃花用筷子戳了下，山药已经煮好了，我来吃给大家看。就拿几根吹散了热气，剥掉外头棕色的外皮，露出了雪白的一截，咬上一口，又面又糯，还有一丝丝的甜味儿，太好吃了。一根下肚，王桃花觉得5脏6腑都是暖暖的了。现在大家相信山药能吃了吧？有没有谁想尝一尝？我，还有我。王桃花就把山药掰成小段分给几人，他们学着王桃花的样子剥了皮吃了起来。这一口下去，就发觉这东西比那烩面好吃太多了，不禁疯狂地点着头。好吃好吃啊，粉粉面面的还不苦。哎呦，我就剩2颗牙了，这东西我老婆子都能咬得动啊。娘，我还要。最令他们开心的是，山药吃完后肚子竟然真的没有呱呱叫了。看来这山药真是可以活命的东西呀，老天爷保佑，这下咱们有救了。别耽搁了，咱们快去挖吧，我好久没吃饱饭了。诸位莫要激动，这山药就在坡上长着，跑不了的。这大雪天地都冻住了，你们怎么挖呀？我们钩子村愿意带大家去挖山药，也愿意借给大家锄头，不过老夫有个要求，这坡上的山药挖完之后，请诸位离开村子，实在是人多是非多。流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粮食，对于能不能待在村子里倒是也没有很在乎。再说钩子村确实没有几间可以落脚的空屋子，跟露宿外头区别不大。要的，村长你放心，咱们也是讲道理的，只要挖完了山药就走人。好，那你们在这里等会儿，我们进去商一下章程。祠堂里，村长，这山药那么好吃，咱们干嘛不留着自己挖呀？按我说，直接把那些要饭的赶走就是了，一个个忒不要脸了，跟赖皮狗似的，赖着就不走了，就是骨头痒了，欠打。王二狗，他和咱们都一样是庄稼人，遭了难才背井离乡的，谁又比谁高贵？没必要这么诋毁别人。王二狗见王桃花清冷冷的目光看来，瞬间缩了缩脖子。这可是个女阎王，惹不得。前世把王二狗的反应看在眼里，这死鬼竟然被这丫头迷成这样，眼睛一瞪，连话都不敢说了。好啊好，果真是一对狗男女，老娘迟早撕烂他那张骚脸。二狗啊，你给老子闭嘴！这次祸事说来都是你们3个惹出来的，还不滚出来！村长，都是二狗怂恿我们俩的。对，就是他。你们2个鸟人，腿长在你们身上，你们走不走跟老子有何干系啊？好了，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们3个擅离职守，惹下这等祸事，今日就当着祖宗的面给大家一个交代。虎子，去拿鞭子来。青竹鞭子再次闪亮登场。王二狗带头离开，罚15鞭，其余2人各10下鞭子。你们3个人今晚跪在祖宗牌位面前悔过。另外，今年祖恩粮减半，希望大家伙记住这次教训，日后再有这事，直接逐出族去。王二狗这下真成了一只死狗，疼得哭爹喊娘。大家眼皮子都不要那般浅呢，这山药本就是天生地长的，
谁都可以挖。现在谁家粮食都紧张，让你们拿粮，你们愿意吗？山药给了流民，一来解了这眼前的矛盾，二来也算是结了善缘，这流民可是越来越多呀。再说了，既然那个山头有，那其他山头想必也有的。等他们走了，咱们再去寻摸就是了，不许再节外生枝了。等锄头发好后，王桃花和王烈就带着流民浩浩荡荡的朝那坡上走去。涂家三兄弟混在人群里气个半死，本以为能趁着两拨人闹起来浑水摸个鱼，没想到又被那死娘们给搅了。为了不暴露，只能不情不愿的扛着锄头加入了挖山药的队伍。等到了坡上，王桃花先教了众人怎么认山药藤。原来这藤底下就是山药啊，我打柴的时候好像见过呀。叔，这附近的山坡上应该也有，不过这边比较多，沟子村的村民又开心了点，赶明就去挖去。这山药可以长得很长很长的，有的还分根，你们可以尽量挖深一点，不过挖的时候小心点，它很脆，很容易断了。又让王烈示范挖了一下，众人顿时恍然大悟。还有个事儿，若是沾了这山药的粘液，手会痒，大家只需要用火烤一烤，不过记得翻翻面，小心别把手烤焦了呀！大家被这俏皮话顿时逗笑了，刚才还剑拔弩张的气氛也随之散去。一个上午挖下来，多的人家挖到了10几根山药，少的也挖到了4、5根。大家也不回村了，直接捡来了枯柴，在山坡上烤了起来。于是满山都是山药的香味儿。大家饿了这么久，头一次放开肚皮吃了起来。就算饭量极好的青壮年，吃上小臂长的一根儿，也撑得直打嗝了。就这么如火如荼的挖了2天，山坡上的山药被挖个精光，每个流民都收获满满。第3日阳光极好，村口老乡们呐，你们讲究啊，有良心呐！这些日子咱们多有打扰，在这里呢给你们赔个不是了。咱们大部分都是江州人，他日等我们回乡了，欢迎多去走走。一行人朝官道上走去，很快就消失在众人视线中。大哥，咱们就这么走了？别急啊，他们都还看着呢。看到前面那个山窝没有？咱们走慢点，待会儿从那里跳到林子里去躲着。王梦山把人又叫回了祠堂。这次咱们惩治了坏事的流民，传出去呢也算是一个警戒，敢来乱我村子必定严惩不贷。至于奖赏，给举报人的粮食一共26斤，全出自祠堂粮库中，不许每家每户平摊了。沟子村有5亩最好的地是祭田，所产出归村子里共同所有。每年的收成后会卖掉一大半，用来购买1年2次祭祖所用的东西和对祠堂的修缮。对于这一点，大家倒是没有异议。当然，这次咱们村子能够有惊无险，也多亏了桃花找到了山药。桃花有功于村子，就该奖赏。我和族老们已经商议了，决定把康婆子那屋送给桃花当做奖励，大家可是有意见呢？众人自然没有意见。我不同意。就见刁婆子趾高气扬地走了出来。那屋子虽不值钱，可是那地皮不得银子买呀。这死丫头不就动了几下嘴皮子吗？也好意思拿这么重的奖赏，也不怕把自己3两柱的骨头给压折了。我也不同意，她王桃花是村子里的一部分，做点事儿怎么了？咱们白给她住了这么久的屋子，她不得报恩吗？我说这丫头为啥跑上跑下的，原来是打了这主意啊！说几句话还能得所屋子，果真是个会打算盘的。凭什么给她呀？就凭她那张狐妹子的脸吗？村长，你要是敢给她，我就一把火烧了那屋子，咱们一了百了。王梦山看到又是这几根搅屎棍，那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了。那流民来了，怎么没见你们几个上前拦着？2片嘴巴子上下翻2下，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孟山这些年处事颇为公道，人人都看在眼里。今日这事儿并非他一个人的主意，是我们几个老不死的商议的结果。桃花这个丫头不仅是解了流民的困，难道咱们村子里人的粮食就够吃了？后头不也得去扒了山药吗？还是说你家粮食多，可以拿上来分上一些啊？这话虽说得极轻，可却打在了刁婆子的七寸上了。那个七叔啊，我老婆子年纪大了，刚才嘴巴打瓢了，说着玩的。你们几人可是还有意见呢？刚才几人都摇了摇头，开玩笑，这老头子可是个狠人。30年前村里大乱，正是这老头带着村里人逃去的山里，
路上有人追来，这老头拦在最前面，可是一锄头敲死了2人，于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王桃花平白得了间屋子，笑得跟朵喇叭花似的。桃花，这下有人再敢跑你家去，直接拿大扫帚拍飞了他去。现如今流民越来越多，走了这批，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下批，咱们得多做点防备。明日起，所有成年男子带好锄头，去村口挖个壕沟，以阻挡流民进村。另外，从今晚起，咱们村除去老人、妇人和13岁以下的孩子，所有男丁分成10人一组，轮流在村口守夜。啊，这么大冷天还得守夜呀？你们几个要是不愿意不去也行，就出粮食吧，每人20斤。几人立马乖乖地闭上了嘴巴。等出了祠堂，王桃花并没有放下心来，反而是有些心神不宁。他总觉得今日流民里有人一直在盯着自己，于是抽空找到王烈。他烈说：“我想找你借个东西。”桃花啊，你要借什么呀？借我几个夹子吧。丫头，这么大雪天可不敢上山呢。你要是想吃野味，叔那边还有半只风干的山鸡，叔拿给你去打打牙祭。叔，你误会了，不上山。那你这是？我家就住北坡下，离山里近，在家附近放几个夹子也安心点儿。你家那地方是偏了点儿，丫头，那夹子口锋利，你用的时候小心点，别夹到手了。看王桃花在院子4个角布置了铁夹子，王山和刘冬儿都有些诧异。姐，你布那么多铁夹子干嘛？当然是防身了。现在流民越来越多，谁知道夜里会不会有人来咱们家偷东西？一直等到天黑了，3人才小心翼翼地爬了出来。可把老子给憋死了！涂老三急匆匆地往边上走了2步，解开裤带就拉了起来。老三就不会往边上点吗？这尿又骚又臭的。涂老大看着黑漆漆的村子，知道大部分人已经睡着了。大哥，这2天我抽空在村里寻摸了下，最有钱的估计是那个村长家，咱们去把那块肉吞下。不行，那村长家人口多，院墙又高，万一拿不下，咱们几个就脱不了身了。大哥，你说的也对，咱们还是去西家那边吧，他们家也是青砖大瓦住着。昨日我跪在他们家门口逗留了片刻，听到他家婆子说明年要给那10几亩地全都种上稻子，看来这家人在这村子里绝对是有钱的呀。倒是一块肥肉。他家里几口人，除了那个老太婆，那对夫妻3个孩子，2个男的15、16岁，女的10来岁。好人倒是不多，走去他们家。大哥，我想去找那个死娘们儿，咱这手上的伤还没有报仇呢。老三，别乱来，这村子咱们本来就不熟，有黑灯瞎火的，不能分散了。再说那娘们儿住哪里，咱们也不知道啊。老三，咱们先去这家好好打探下消息，再去找那个娘们儿，我保证今晚让你抱得美人归。好，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他们今日要去的就是王有贵家，谁让他家青砖大瓦房那么显眼了？就见院门已经从里面拴上了。王家院墙颇高，要是翻院墙，难免会弄出动静。大哥，那里。涂老三指了指伸出来的树干，有这树，这下进去就容易多了。老三，你们在这里等着，我进去开门。涂老大往上一跃，抓住树干，眨眼功夫就到了院里。院门打开了，2条黑影像泥鳅一般钻入院子。涂老大指了指左边的第1间屋子，比了个1，另外2人点点头，从怀里摸出短刀就走了过去。不料这时右边传来动静，3人立马往树下藏去。就见王大海迷迷瞪瞪地往院墙走去。王大海撒完尿刚提上裤子，脖子后面就传来一阵剧痛，接着人就倒在了涂老二手里。一阵冷风吹来，刘氏缩紧了身子往王有贵怀里钻了钻，不料王有贵根本不理他。刘氏正要发火，就感觉脸上有股热气喷来，借着月光就看到一张黑乎乎的脸凑了过来，正要张口大叫，冰冷的刀子架在了脖子上。不许叫，不然宰了你。好，我不叫，好汉饶命，不要杀我。王有贵也被叫醒了，见脖子上架了刀子，屁都不敢放一个。老二、老三，快找银子。3人就借着窗外微弱的光，在屋子里翻找起来。王有贵夫妻俩急得不行，2人刚呜呜了2声，就被扇了个大巴掌，顿时就老实了。一圈找下来，几人一无所获。老三，把那娘们带过来。好汉饶命呀，好汉饶命呀！只要你饶了我，你想做什么都行。呸，臭娘们儿，别恶心人了！就你这脸，跟老黄瓜丝儿似的，给老子洗脚都不配。刘氏气的鼻孔都撑大了1倍。家里银钱放哪儿了？我没银子。放屁！你家住青砖大瓦房，会没有银子？看来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拿起匕首往王有贵胳膊割了一刀，王有贵疼得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额头上满是汗，呜呜呀呀的叫着。再不说，我可就不割手上了。刀子直接顺着胸膛一路往下，停在了王有贵的裆部。我说，在尿桶下面。
涂老二皱着眉头移开尿桶，下面果然有一块活砖，掀开砖头有一个小小的匣子。这娘们属耗子的吧？挺能藏东西啊！里面是几个碎银饺子和一串铜钱，还有2根银簪子。大哥，咱们费了这么大功夫，就得了这么3瓜俩枣的。把那些东西倒在一块布上，胡乱一裹，塞怀里了。老二，你留在这看着，我和老三去其他几间房子看看，要是他们俩不老实，直接。吓得刘氏把哭声给咽了回去。很快，他们就用同样的法子绑了王大坤和王香香，现在只剩刁婆子屋里了。大哥，这屋子怎么这般臭啊？别说话。等走进床头，就看到一个胖婆子正四仰八叉的呼呼大睡，嘴边全是炸果子的碎屑。哎，老婆子，醒醒！可刁婆子睡得实在是太香了，没半点动静。憨婆子一个，没事儿，醒不了。接着明目张胆的翻箱倒柜。老大，没找到银子，让我把这个死婆子叫起来。涂老三这样抬手扇脸，看见刁婆子手臂上绑了一根红绳子。这是什么东西啊？把绳子一扯，从腋下扯出一个鼓鼓囊囊的钱袋。这老婆子也太能藏了，藏搁着窝下也不嫌埋汰。涂老三这样去拿钱袋，刁婆子眼睛瞬间睁开。你谁呀？干嘛拿我的钱袋？涂老大直接把刀子架在了刁婆子的脖子上。松手，不然老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别杀我，钱你拿走吧。老婆子，算你识相。涂老三哼了一声，扯过钱袋，除了3个1两的银锭子，还有几个银饺子，其余都是铜板。这老婆子吃得这么肥，想不到就这么点货。壮士好汉呐，可怜可怜老婆子，我就剩这么点棺材银子了，给老婆子留点吧，几10文也行。大哥，我见过傻的，没见过这么傻的，竟然跟咱们讨价还价了。别跟他啰嗦了，把手绑着带去堂屋。不一会儿，王有贵家6人全在堂屋碰面了。等涂老大取了刁婆子的钥匙，开了王家的粮仓，就见里面有5、6袋烩面，还各有半袋子白面和精米。瞧瞧瞧瞧，这么多粮食，那老不死的还敢说村里头没粮食，用山药打发咱们，真是老奸巨猾呀，阴险狡诈。大哥，要不然咱们再去一趟那老不死家里，听说他儿子还在县里酒楼当掌柜，家里银钱肯定更多。算了，他们家人多，一下子拿不下，咱们就得耗在这里了。老三，看那鸡圈里还有7、8只鸡，全拧脖子带走。就这样，当着王有贵一家人的面，涂家3兄弟把那半袋子白米和白面扛了出来，接着又把拧断了脖子的鸡用绳子挂成一串。老二、老三，咱们休息片刻就赶紧走。老大，咱们还没那去娘们家呢。老三呢，日子长着呢，那娘们又跑不了，总有报仇的机会。咱们今晚带着粮食，得早点走啊。涂老三顿时有些郁闷了。老大，今晚的村口有人看着，咱们怎么出村子呀？那就要问他们了。王大海醒来后就一直垂着头，听到这话时，眼皮子明显抬了下。涂老大把刀子往王大海的脖子上比划了下，说吧，除了进村的路，还哪里可以出村呢？我不知道。不知道？涂老大眉头一挑，举起刀子就要往王大海大腿插去。走河边，河边有个沟，可以出村。你要是敢骗我，回头我把你大卸8块。不敢，那路是以前涨水时冲出来的水沟，后来被芦苇盖住了，知道的人并不多。好，老子信你一回。涂老三却盯着王香香，满脸淫笑。老大，让咱松快松快吧，这些日子都快憋死我了。你个狗东西，净想着那档子事儿。行，哥哥给你1颗钟，快点。好嘞，弟弟，我这就骑马狂奔去。王香香哪里不知道对方想干什么，拼命的躲闪着，蹬着腿朝王有贵几人呜呜的叫着。可几人就跟缩头乌龟一样，唯有王有贵挣扎着还想过来救人，被涂老二一脚踹翻在地上。臭丫头，再不听老子话，老子直接宰了你！王香香就不敢挣扎了。很快，屋里就传来衣服撕裂的声音和女人压低声音的哭泣声。可还没一杯茶的功夫，涂老三就敞着胸脯从屋里兴冲冲的跑了出来。这就完事儿了？大哥，我找到那娘们儿，她叫王桃花。王桃花就是砍我一刀那娘们儿。说着朝屋里吼道：还不快滚出来！就见王香香披头散发，抓着被扯烂的衣裳，哭哭啼啼从屋子里走了出来。还不快说！她叫王桃花，她比我漂亮，就住在山坡下的屋子里。这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大哥，那丫头就她一个人，带着2个小孩，真是天助我也呀！老三，再折腾一会儿天就该亮了，咱们二哥要不把那丫头办了，我一辈子都不痛快。你忘了自个儿也挠破一层皮了。再说传出去也丢咱们3个人的脸呢。涂老大还在思索要不要去，就见那刁氏几人躁动起来。山大王，那丫头不仅长得好看，她还很有银子。老婆子胡扯什么呀？她一个孤儿，
哪来的银钱呢？你若是骗我，老子马上送你去见阎王。你是不知道这丫头有多能搂钱，她山上摘了那木耳、药材，都卖了好多钱，每天家里都是猪肉汤、白面馒头吃着呢。他还跟县里最有钱的孙家公子勾搭在一起，成日的在县里头吃香的喝辣的。听说孙公子给他买了一匣子的首饰，上次我还看他戴了那么大的一对金镯子呢。妖婆子睁着眼睛瞎扯起来。你带我们走一趟，老二，你在这里看着他们，不老实直接杀了。想不到王大坤极为乐意的点点头。好汉呐，我带你们去，这丫头就是欠教训，随你们使劲折腾。一想到王桃花被人抢了侮辱了，刁婆子嘎嘎的笑了起来，跟个老瓜似的。此刻已是月上中天。好汉，前面那屋子就是王桃花的家了，这破屋子，你确定那丫头有钱？王大坤眼神闪了闪，正想着怎么回话。大哥，管他有没有钱，今天我必须把这个丫头给办了。老三，涂老大叫不动，只能跟了上去。涂老三还是有点脑子的，他怕闹出动静打草惊蛇，于是准备从篱笆进院子。大哥，我先进去，你和这小子在外面等着。老三，小心点，那丫头狡猾得很呢。大哥放心，我怎么可能在同一个坑里摔2次呢？等我的好消息吧。涂老三踩断一根枯树枝，睡梦中的王桃花听到院外有声响，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借着月光看到有个人从篱笆口跨了进来，心下一片紧张。少安，冬儿，快醒醒，有贼人进咱们家了！迷迷糊糊的两人一听有贼，眼睛瞪得溜圆。王桃花拿起门后的扁担，王莎也拿起了烧火钳子，刘冬儿拿起一根洗衣棒。再说涂老三跨进院子后，棉衣挂住了篱笆，于是发狠拽去，立马那几个竹子歪倒向一边。老三，你没事吧？没事，衣服勾了一下。等他得意洋洋的才走了一步，涂老三就感觉自己脚上传来一阵剧痛，就仿佛骨头被生生折断了。这可是猎人用的铁夹子，可以直接贯穿皮肉。大哥，老三怎么了？脚被铁夹夹住了。什么？老三你别动，我马上拉你出来。看来那个贱人设了陷阱了。可奈何涂老三本就单脚站着，涂老大用力一拉，涂老三摔倒在地，只能用手撑去。好了，这下左手也夹住了。哎呀娘啊，疼死了，疼死我了！涂老大怕中招，也不敢进院子，只能生拉硬拽着涂老三出了院子。王大坤想跑又不敢跑，只能躲在门边瑟瑟发抖。王桃花见贼人被夹了，拿起那铁壶，用棒子使劲的敲打，立马哐哐哐的声音传了出去，在这寂静的夜里特别清楚。快来人呀，有贼人进村偷东西了！两个小的也配合着喊了起来。一时间离得近的几家亮起了灯光，特别是王烈已经拿了根棍子朝王桃花家跑来。涂老大赶紧帮涂老三掰开脚上的铁夹子。老三忍住啊！涂老三疼得死去活来，脸都白了。快走快走啊！涂老三也顾不上脚上的伤了，被涂老大搀着跳着脚向王有贵家奔去。哎，你们等等我呀！他被绑着手，天又黑，没跑2步就摔了个狗啃泥。屋里的王桃花听着外面的动静，知道人已经跑了，这才敢打开门。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王桃花看到院外地上有个人撅着屁股趴在地上，贼人敢来姑奶奶家摸东西，我要让你后悔终身！举起扁担就劈头盖脸的打了下去。王大坤被打得像个皮球似的，满地打滚。别打了，别打了，我是王大坤。王大坤那更好，姑奶奶打的就是你，下手更是重了几分。王大坤惨叫连连。你是故意的，我非把你扒皮拆骨喂野狗。你这贼人都成了落水狗了，还敢乱吠，看来是今年的枫叶不够红呀，再吃我2棍。哎呀！再说涂老大两人好不容易跑回了王有贵家，现在村子的灯光越来越多，看来已经闹腾开了。老三，你怎么了呀？涂老三疼得五官乱飞，使劲的吸着冷气，说不出话来了。他娘的，那个娘皮的贼精明，院子里放了夹子。别说了，老二，快拿上东西，我来背老三，咱们走。谁要敢暴露我们的行踪，老子总有一天回来宰了他，不信就试试。王家几人瑟瑟发抖，忙摇头。很快3人就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桃花，出什么事了？大烈说，刚才有3个贼人来我家偷东西，多亏了你那铁夹子，有2个跑了，还剩这个。王大坤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趴在地上哎呦哎呦的叫唤个不停。你这个贼人，连我们沟子村也敢偷，简直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一棍子往他大腿抽去，王大坤立马惨叫一声，连坡后树林里的鸟都惊醒了。王烈朝着屁股又打了几下，这一下王大坤已经叫不出声了，那屎尿流了一地。好了，大烈叔，
别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这时王梦山和几个叔伯匆匆来了。村长爷爷，其余贼人跑了，就剩他了。把他翻过来，看看是流民还是哪个村的泼皮。等人被翻过来，就见他眼睛肿，鼻梁断了，鼻血糊了一脸。这瞅着是王大坤呢。其他人凑过去看了看，还真是王大坤，难不成这贼人就是他？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王大坤忒不像话了吧，带着贼人来祸害村里。王梦山看王大坤已经面如金纸，昏迷不醒，把人带去有贵那里问一问。很快几人来到王有贵家，就看到院门大开，等来到堂屋，就看到被捆着的几人。等给几人松了绑，这日子没法过了。黑心橄榄肠肺的歹人把我的银钱和白米白面还有鸡婆子全卷走了。老天爷呀，你瞎了眼呀！有贵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清楚啊，正困着觉呢，就被人用刀子架脖子上了，然后就被绑了。知道是什么人吗？不知道啊，不过好像是兄弟3个。他们中是不是有个男的，脸瘦瘦的，留着8字胡？对，是有这么个人呢。王桃花心里咯噔一下，难怪那天在祠堂总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村长，那几人我认识，那天我从县里回来，想要抢劫我的就是这几个流民。糟了，他们3人有刀，这黑灯瞎火的，要是跑到其他人家里去，可不得了啊！王梦山赶紧吩咐人沿着村里的路线找去，同时给每家每户提个醒。王有贵，那你家王大坤为什么和歹徒出现在我家？你说他们是不是一伙的？桃花，不是的，大坤是被人绑走的。对了，他人呢？王梦山让人把王大坤抬了进来。刘氏见自个儿子满身是血，以为被害了。哎呦，大坤啊，我的儿啊，你死了娘可怎么活呀？你怎么忍心让娘白发人送你这个黑发人呀？刘氏啊，别哭了，他没有死。说吧，他出现在桃花家门口，是不是给贼人带路去了？王有贵几人顿时支支吾吾，说不出话了。你想过没有，桃花一个姑娘家的，带着2个孩子在家，要是被祸害了，你家大坤岂不是成帮凶了？村长，饶了大坤吧，他也是被迫的，何况他现在也被打成这样了。人在做，天在看呢，伤成这样也怨不得别人。说贼人往哪里跑了？几人不约而同的摇头，这要是说了，哪天被那几个贼人杀了都没地方哭去。这村子这么大，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往哪里跑了。王大海，你肯定知道。老子不知道。你不说我也知道，他们肯定去了后山。他们才没去后山。王大海刚说出口，就赶紧捂紧了嘴巴。快说，他们往哪里跑了？我不知道。大海呀，这可是关系到全村人的安全，你要说不明白，我就开了祠堂。你们这是包庇贼人，别怪我族规处置。别，村长，我说，他们从河边走了。河边那里哪有路啊？莫不是淌河走了？村长，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那条废弃的河沟，前几年扁担和涨水冲出来的沟，平日里因为长满了芦苇，倒没有几个人知道。铁牛，你多带几个人去追，记得拿上锄头、铁耙。这几人看来是有些身手，千万得小心点。这么一通折腾下来，天就亮了。再说涂家3兄弟拼了命的跑着，可黑灯瞎火，对地形又不熟悉，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好不容易到了河边，摸黑找了一圈，果然发现被一大片芦苇密密麻麻挡着的河沟。大哥，要不趟水过去吧？这沟子已经被芦苇堵住了呀。不行，这河虽浅，就怕有水窝子，这乌漆麻黑的看不清路，咱们这一身棉衣要是掉进去了可不得了。这样，咱们从芦苇底下钻过去。大哥，这芦苇割人比刀子还厉害。刚说完，就见远处一条火龙蜿蜒而来。不好，他们追上来了！老二老三，别犹豫了，快走！头老大趴下身子就往芦苇丛里钻去，那锋利的芦苇朝脸上手上割来。闭着眼睛跟在我后头，千万别睁眼。3人就这么在沟里摸黑爬着，约莫1刻钟后，3人终于爬到了河沟的尽头，已是满身污泥。土老大舔了舔嘴唇，一脸腥甜，接着是火辣辣的疼。贼他娘的，总算是出来了，加把劲儿，上了官道咱们就自由了。老大，下次打死我也不爬这破沟了。别啰嗦了，赶紧走，等逃出去给你找大夫看一下。土老大搀着土老三，土老二背着2袋粮食和一串
串鸡向着坡上爬去，渐渐地消失在夜色中。第二日，村口很是热闹，挖土、运土络绎不绝。在100来号人的努力下，才2、3天的功夫，一条宽5米、深2米的壕沟就挖好了。王默山又安排一些人去砍来大树，堵在壕沟的后方，算是第2重防护。听了王桃花的意见，用木头搭了一个5、6米的高台，站在上头，方便观察路上的情况。做完这一切，村里人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接下来的日子，村里的老老少少全就挖山药了。虽然其他山坡上山药不多，但是一波挖下来，多的人家也挖了5、60斤，少的也有1、20斤。大家的眉头总算轻松了几分。王有贵家是唯一没去挖山药的。这刁婆子整日坐在院门口哭诉：那挨千刀的贼人有那么老长的刀子夹在我脖子上，老婆子一口痰就啐了过去。刁婶子，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家里还被抢了？他们是畜生啊，3个打我1个呀，我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婆子也没得法子呀，我这心疼的呀。说着翻着白眼儿，做出一副马上要嗝屁的模样，吓得众人赶紧安慰几句。不料老婆子立马又活了过来，抓住对方的手巴拉巴拉的说了一通。再说刘氏这2天忙得很，王大坤昏迷了1天1夜，才被媒婆子的银针给扎醒了。娘，哎呀，我屁股疼，腿疼，哪里都疼啊！话还没说完，噗噗一连串臭屁震天响，接着一股恶臭就漫了出来。好家伙，那屎尿现在是更搂不住了。香香撒哪去了？这么大个人了，成天就知道疯玩，还不快给老娘滚过来！来了来了！等他不情不愿地走进王大坤的屋子，立马被涌来的一股臭味熏得胃里直翻滚。娘，脏死了！躺在床上的王大坤脸一红，一口气上不来。刘氏赶紧帮他抚着胸口，朝王香香虎着脸：没点眼力见的蠢东西，还不快把你哥衣裳褥子拿去洗了？啥？又要我洗？娘，大哥都这么大了，还让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洗衣裳，传出去也不怕丢人。哎呦，你这死丫头，说的什么混话？你和大坤都是我肠子里爬出来，怕什么？我看你呀，就是懒的。你去不去？不去，今晚就不要吃饭了。娘，你就知道骗着大哥，他连屎尿都搂不住，看他以后怎么孝敬你。王香香捏着那团衣物，赶紧跑去了外头。大坤呐，香香胡说八道，咱不要理他。娘，是我拖累你们了。可心里却恨得要死，恨刁氏，恨王大海，恨王香香，恨所有人。这时刘氏左看看右看看，偷偷的从怀里摸出一个鸡蛋。娘，这鸡蛋。儿啊，你身子受了这老大的罪，得好好补补。来，张嘴，娘喂你吃鸡蛋。王大坤迫不及待的张开嘴，屋外就响起了脚步声。娘，我记得家里还有些花生啊，给我去拿点，我饿得慌。刘氏一慌张，直接把那鸡蛋塞到王大坤嘴里了，又把鸡蛋壳藏进了怀里。娘，你在干嘛呢？没看见吗？你大哥胸口闷，我给你大哥扶扶。王大海突然鼻子耸了耸，诶，这屋里怎么有股鸡蛋味啊？家里鸡婆子都没一个，哪里来的鸡蛋呢？成天惦记着那张嘴，我看你这鼻子呀，鸡屎都闻着香。去，别来烦你大哥，他还病着呢。王大坤却因嘴里堵了个鸡蛋，嚼又不敢嚼，咽又咽不下去，噎得直翻白眼儿。娘，给我库房的钥匙，我要去拿花生。你这小兔崽子，那花生可是你奶留着大年初一供祖宗神仙的，你吃了回头他饶得了你？娘，你放心，那么一大捧花生呢，我就拿几颗过嘴瘾，咱奶绝对发现不了。拿2颗尝尝就好了，可别多拿了啊！还有其他东西不能动，都是有数的。你奶他话还没说完，王大坤再也憋不住了，直接咳了一声，那鸡蛋裹着口水喷了出来，然后一路从床头滚到了地上，又滚到了王大海脚跟前。娘，你竟然给大哥偷偷吃鸡蛋！哎呦，我的小祖宗呀，你别嚷嚷了，让你奶知道可不得了呀！这王大海本就是个火爆脾气，加上这些年刘氏尽偏心王大坤，早就一肚子的火气了，于是推开刘氏，冲向王大坤。你个杂种，凭什么爹娘什么好东西都留给你？明明是你害得家里损失了那么多银子，您还把鸡蛋留给你吃，我掐死你！双手狠命的掐着王大坤的脖子，王大坤顿时就感觉肺里堵了一团棉花，呼吸不过来。大海，快住手！他是你大哥呀！眼看王大坤就要被掐死了，王有贵闻声赶来，一巴掌扇倒了王大海。王大坤就跟只死鱼一样瘫在床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凭什么你们都骗着他？我王大海哪一点不如他了？你们别忘了，他喜欢吐烟，以后咱们老王家传宗接代还得靠我呢，不是这个连屎都搂不住的混蛋。这话一说完，屋里寂静一片。好半晌，刘氏身子一软，坐在地上。哎呦，我的老天爷呀！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派这么一个2个
镊子来折磨我呀，我还不如找棵歪脖子树吊死得了。等刁婆子知道这事儿后，指着刘氏就是一顿破口大骂，说这鸡蛋哪来的？娘，这是我去洗衣裳时在路边草丛里捡的。哦呸！这大冬天的，谁家鸡不关院子里？你个下作的小娼妇，也敢跟老婆子扯谎！接着在刘氏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把，只把刘氏疼得龇牙咧嘴的。我这老婆子，老天拨地，地给你们吃，给你们住，还瞒着我吃上鸡蛋，可怜我呀！一大把年纪了，现在连口白面汤都喝不上了。今天你不把这事说清楚，我就让有贵休了你。自从出了王大坤那事后，刁婆子就对这个儿媳妇越看越不顺眼，这段日子没少刁难刘氏。娘，你不能休了我呀，我给咱王家生了2个带爸的孙子呀。要不是这一点，你还能在我王家吃这么多年的饭。娘，翠凤这些年还是为了这个家和孩子操劳许多的。说着又朝刘翠凤说道，还不快说，鸡蛋哪里来的？是我用1斤烩面找大丫换的。你个败家的短命娘们，你是猪油蒙了心，还是那脑子进了水呀？那烩面现在卖40-50文1斤呢，你拿去换鸡蛋还1个，我的老天爷，你简直要气死我呀！不行，我得找叶大丫算账去。刁婆子风风火火地跑出了院子，王有贵只得跟了上去。叶大丫，你给老娘滚出来！叶大丫拿着烩面饼子慢悠悠地从屋里走出来。刁大娘，你属狗的呀？这大清早的跑我家门口乱喊乱叫什么呀？吵死人了！就你家这破地方，狗都不来。说你是不是用1个鸡蛋换了我家1斤烩面？对呀，刘嫂子找我换的，咋的？咋？刁氏火气上涌，直接冲上去，一把夺过烩面饼子，往地上一扔，用脚使劲地碾了起来。我让你吃，你个不要脸，连我家的便宜也敢占了！这叶大丫最是贪嘴，所以长了一身肥膘，看自己的饼子被抢了，又被碾了，嗷的一声冲上去，蒲扇大的手一拍，刁婆子就被扇倒在地。坑蒙拐骗还打人呢，没天理了！难怪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活该你家断子绝孙呐！都说打人不打脸，但这刁氏刚好反了过来。这叶大丫连生了3个女儿，被她相公婆婆明里来暗里去的嫌弃了10来年，现在听刁婆子这么一说，那是气吞山河呀！你个死老婆子，成天放狗臭屁，老娘打死你！一巴掌一巴掌的扇在她脸上，直到王梦山闻讯赶来，这刁婆子才从屁股下解放出来。后来王梦山做主，叶大丫还了半斤粮食，这事儿才了结了。这日天气好，王桃花拿了些粮食去看媒婆子。因着上次受伤的事儿，王桃花隔3差5也会来这个孤寡老人家坐坐。渐渐的，两人熟人了起来。梅大娘，我来看你了。桃花丫头啊，这大冷天不在家里待着，出来干嘛呀？我一个粗老婆子，脸上又没长花，有什么好看的？王桃花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发现冰凉如铁。再看那盆水，没有一丝热气儿。梅大娘，这大冷的天，你也不烧点热水洗，染了风寒可不得了。无妨无妨，我老婆子身子骨可没那般金贵哟。再说染了风寒，我自个儿也能看。你没听过医不自医吗？不行，这水太冷了，我来帮你洗。也不管媒婆子拦着，卷起袖子就搓洗了起来。媒婆子只能作罢，去了灶房。等王桃花洗完衣裳，媒婆子端来一碗姜汤。丫头啊，手冷了吧？来，进屋喝碗姜汤去寒气。等喝完后，全身暖乎乎的，很是舒服。大娘，你这姜汤煮得真好，是不是有什么祖传方子呀？你大娘我手笨，做不了什么好菜，就这一碗姜汤煮得还算不错。以前你大爷在世的时候啊，每年冬日我早晚都得煮上一碗。说着就望着空落落的院子，有些失神。大娘，我今天给你带来些大米，还有些上次腊八剩下的豆子，给你留着熬粥喝。这里还有一刀我自个做的腊肉，给你挑了点肥的，你把它切了，去蒸屉里蒸软了，也是能吃得动的。媒婆子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王桃花，突然起身朝睡房里走去。等她再出来时，手里就多了一个鸭蛋大小的木盒子。丫头，打开看看，见里面是一对耳坠子，3颗淡紫色的玉珠间穿着一只银蝴蝶呀，这耳坠子可真好看。好看吧？这个是老婆子我及笄时我娘送我的，那时我可宝贝它了。这一晃呀，都过了50多年了。来，丫头，把它戴上看看。啥呀？戴上。等王桃花戴上耳坠子，媒婆子满意的打量着，真好看，跟个仙女似的。王桃花想要摘下来，媒婆子一把拉着她的手，丫头别摘了，这坠子是老婆子送给你的。大娘，那可不行，这东西一看就很贵，况且还是你喜欢的，再贵也是个死物，难不成陪着老婆子去地底下呀？听大娘的，带着她，咱们姑娘家的
的就要趁着颜色好的时候收拾收拾，难不成我这七老八十的老婆子还插红带绿的呀？王桃花得了这么件漂亮的首饰，正开开心心的走在路上，想了想，又把耳坠放回了盒子里。前面转角有个人鬼鬼祟祟的左右看了看，然后飞快的闪进了路边的一户人家，门随即哐当一声被关上了。进院子的人正是人嫌狗厌的王二狗。这狗东西干嘛呢？鬼鬼祟祟的。院子是村里的寡妇柳萍儿家，这柳萍儿相公10年前就病死了，生有个儿子，好像在县里酒楼当伙计。早就听说王二狗有姘头，原来女主角是他呀。不对呀，没记错的话，这王二狗的爹跟柳萍儿的男人好像是堂兄弟吧？我的个乖乖，这王二狗竟然和自己的堂婶子搞到一块儿了。再说这柳萍儿都40好几的人了，可是王二狗满打满算才25、26岁，果然畜生的口味都很重啊。正要离开，突然听到屋子里传来的声音：萍儿，我的心肝小宝贝儿，有没有想我呀？你还说平日里10天半月不来我这边，这憋得慌了就来一趟，你这真当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好，是玉郎的错，这段日子雪下得太大了，咱也不好出门啊。玉郎，我的个娘呀，亏他说得出口，你就知道诓我。我的好萍儿啊，别生气了，我给你带好东西来了。什么好东西呀？可别再是你婆娘用过的胭脂水粉、帕子之类的，老娘不稀罕。这开心的日子，你提那个黄脸婆干啥呀？今天我可是给你抓了一只老母鸡，养了1年多了，正肥着呢。待会儿你把它炖得烂烂的，咱们好好吃上一顿，然后嘿嘿。还算你有点良心。鸡呢？堂屋里用篓子扣着呢，现在时辰还早，要不咱们先快活快活。接着便是窸窸窣窣的解衣服声音。不要脸，大白天就干这事儿。正要抬脚离开，突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王桃花瞅瞅四周没人，等进了院子，王桃花蹑手蹑脚的朝屋子走去，里面正打得火热，床头咯吱咯吱的响。王桃花对着妖精打架并不感兴趣，径直来到堂屋，地上果然有个倒扣的篓子，掀开篓子，一只肥肥的鸡婆子正蔫头巴脑的窝成一团，真是天助我也！忙提了鸡就蹑手蹑脚的往院外走去，路过灶房，看到灶堂里还燃着火，舀起半瓢水泼了上去，立马腾起了一股浓烟，着火啦！着火啦！就飞快的跑得远远的，躲在一个柴火垛后面偷看起来。周边几户人家听到动静，赶紧跑了出来。刘嫂子，你家着火啦！王二狗和柳萍儿就手忙脚乱的从屋里跑了出来。这还有什么不明白？没看到柳萍儿头发凌乱，脖子上全是痕迹，这王二狗更是袒着肚子提着裤头，可见连裤带都还没来得及系上。柳萍儿哎呀一声就捂着脸跑回了屋子。看什么看？刘婶子家有老鼠，叫我来抓老鼠的。说着大摇大摆的走了，这都抓到别人床头了，还不知道抓的什么老鼠。呸，真是不要脸哟，大白天就干这事儿，没羞没臊的。说来按辈分，他们家还是本家呀，那柳氏是二狗堂婶子呢。这柳氏就是个爱作妖的，一个半老婆子，平日里就喜欢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站在门口搔首弄姿的，也不嫌丢人现眼哟。你们看到没？一个老寡妇还用的粉色肚兜呢。你说这柳氏眼光真差，怎么会选王二狗这种破皮呢？不选他，难不成选你啊？柳萍儿和王二狗勾搭的事儿，像一阵风一样传遍了整个村子。前世知道这事儿后，气得心肝脾肺肾都是疼的。这王桃花的事儿还没弄明白呢，又来个柳萍儿，这日子怎么过呀？他有心去找柳氏撕扯一番，不料王二狗一个巴掌呼了过来。你要敢去找萍儿的麻烦，老子就休了你。前世只能捂着脸，恨恨地躲在一旁，呜呜地哭了起来。少安、冬儿，你们看这是什么？哇，姐，是老母鸡。这个小朋友请注意你的措辞，什么叫姐是老母鸡？姐不是老母鸡，姐是顶顶漂亮的花孔雀。花言巧语，油嘴滑舌，男人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活该！谁让你嘴笨？姐，这老母鸡哪里来的呀？捡来的。这鸡还有捡的？可不是，姐运气就是这么好，就在那边的坡上，我打那边走过，它从坡上直接飞到了我怀里，我一路问过去，都说没丢鸡，可不就是捡来的。好了好了，这不重要，咱们大吉大利，今晚吃鸡。说到吃鸡，两个小的都咽了口水。少安，你去院子里挖起土来。冬儿，你去烧水。姐，干嘛要挖土呀？因为姐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鸡，保证好吃的让你们把舌头都吞掉。三人开始忙碌了起来。姐，你一把挖了这么多够吗？够了够了，你加些水下去，把它搅成泥浆，不要太稀了，就可以揉成团的那种。好嘞，这个我在行，以前我和石榴他们用泥巴做过小人呢。等水烧好了，
王桃花拔了鸡毛，开膛破肚，然后把鸡的身上抹上酱油，往肚子里塞了些姜片、大蒜和大枣，然后把脖子塞到翅膀下，双腿折断塞进肚子里，取来几张干荷叶，把鸡包裹得严严实实，往上面裹了厚厚一层黄泥。接下来咱们就要把它放到灶堂里，埋上柴炭灰，慢慢烤熟。姐，这个鸡的做法好奇怪呀，还要裹泥巴。我跟你们说，别看它寒碜，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叫花鸡，名字也好奇怪，是叫花子吃的鸡吗？算是吧，不过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富贵鸡。这鸡还有个故事呢，想听吗？两个小的忙点头。王桃花已经把炭和柴灰都埋在了泥团的上面，然后又在上头架起柴烧了起来。姐先给你们做个好玩的玩意，去取了几根鸡的尾羽，又拿来几枚铜板，用铁丝把铜板穿在一起，然后把鸡毛绑在上面，这叫毽子，漂亮吧？姐，这东西咋玩呢？用脚踢啊！姐给你们先展示展示，可别眨眼哦。等王桃花稍微适应了后，左右脚变换着踢着，有时毽子落到身后，还用脚拐一下，毽子又飞了起来。姐，你好厉害，那毽子飞得那么高，可你每次都能踢中，好玩吧？我跟你说，这个毽子多踢踢，还能锻炼身体呢。王桃花就开始教两个孩子踢毽子。王山安的小短腿儿每次都踢不中，东儿就灵活多了，练了几遍竟然能接上3、4个。就这么玩了个8小时，王桃花就带着他们去验收成果了。一进灶房，那香味儿挡都挡不住，王桃花赶紧用烧火棍把那泥团从灰堆里扒拉了出来，表面有几道裂纹，那香味儿就是从里面钻出来的。叫花鸡烤好了，不过现在还太烫了，得等它凉一凉。话刚说完，院外就传来脚步声。桃花，你又做了啥好吃的？香得我哈喇子都流下来了。看来我这菜做得很成功啊，把那么老远的小馋猫都给吸引了来。王桃花笑盈盈地拉着王豆香的手就进了屋子。豆香姐姐，你今天有口福了，我姐做了叫花鸡呢，听说以前是给皇帝吃的，又叫富贵鸡。别听他瞎吹了，快坐下，咱们开饭。我这运气真好，给你送几根山药来，又赶上了吃好吃的，以后我要多往你家跑了。王桃花就把叫花鸡连泥带碗的端了上来，王豆香立马看傻眼了，看起来像泥疙瘩，这也能吃？屏住呼吸，不要眨眼，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说着，拿着洗衣的棒槌敲了敲，那干干的泥巴碎裂。王桃花揭开荷叶，一只肥嘟嘟的老母鸡出现在眼前。这鸡表皮金黄酥脆，冒着层层油光，一看就肥美无比。别发呆了，鸡冷了就不好吃了。撕下2个大鸡腿，分别给了王山安和冬儿，扯下一只大鸡翅，放到王豆香碗里，尝尝味道怎么样？大家这才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姐，这叫花鸡皮是酥的，里面的肉好嫩呐！王山安吮着手指，我感觉手指都变香了。怎么办？好吃的我都停不下来了。很快，一只5、6斤的老母鸡就被4人吃干抹净了。王豆香后知后觉地醒悟了过来。哎呀，桃花，咱们太败家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敢吃鸡？自己应该早点过来拦住王桃花的，这样鸡就不会被杀了。别心疼了，这鸡白捡的，不吃白不吃。鸡还有白捡的？王桃花把刚才那套话术说了一遍。我知道了，去年咱们村子外打工的来了一条赖皮狗，见鸡就追。听我娘说，好几家的鸡都被那狗撵到后坡了，后来就没找见了。这只鸡肯定是其中一只。就是了，肯定是老天爷看我过得苦，特意送来给我们打牙祭的。不过桃花这吃鸡的事儿可不能说出去，免得有人找你麻烦。咱们今天哪里吃鸡了？咱们吃的是地瓜。对，这地瓜贼香。4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这日，罗氏给王桃花姐弟3个做了一副鞋垫子。豆香，你回去带我跟你娘道个谢，这鞋底子做得很细致，肯定得费她很多功夫吧？我娘就猜到你会这样说。我娘说不碍事儿，反正山药也挖完了，冬日在家也是闲着的，我和我哥也有新的。好，那我留着过年使用。对了，桃花，张大娘病了，你可知道？什么？张大娘病了？什么时候的事呀？前几日就病了。说起来，自从搬了地方后，王桃花就没再去过张大娘家。一来下雪不方便，二来她实在不想看到宋香琴那张晚娘脸。我听我娘说，香琴嫂子大半夜想喝鸡汤，让张大娘起来杀鸡熬汤，这不就受了风寒病倒了。说来这个香琴嫂子真是会折磨人，她是挺能作的，也就张大娘为人慈善宽和，要是宋香琴遇到刁婆子那样的婆婆，够她吃上一打壶的。
是吧是吧，我娘还说我乱嚼舌根呢。王豆香回去后，她打开柜子翻了翻，还剩一盒桃酥，又去装了些白面，一起放在篮子里。姐，我和你一起去干张大娘吧。行，咱们一起去。冬儿，那你在家看着。好，姐，你们去吧。等到了张大娘家门口，还没进去，就听到了一阵老人撕心裂肺的咳嗽。王桃花心头一紧，这明显是支气管发炎了。栓子，我口渴了，你去娘屋里把茶壶拿过来。张大娘屋里立马传来张栓子的声音：这就来。你快点呀，想渴死你儿子呀！对了，你过来时顺便把前日罗婶子来给娘带来的炒花生拿来，就放在门口那柜子里。张栓子端着茶壶和炒花生米，刚出了张大娘的屋子，就看到王桃花姐弟俩。桃花和少安来了，别站着，快屋里坐。张栓子屋里的窗子瞬间推开了一条缝，王桃花也不理会，拉着王少安进了院子，就发现原本热热闹闹的鸡窝，现在就剩一只鸡婆子耸着翅膀，耷拉着脑袋，孤孤单单的窝着。看来宋香琴这段日子没少霍霍呀。张大爷正坐在床头抽着烟杆，空气很是浑浊。王桃花暗暗地皱了皱眉，这咳嗽本就大多是肺喉部的毛病，屋里要保持通风，这乌烟瘴气的哪里利于病人康复呀？桃花儿，你们来了。张大娘半靠在床头，想要坐起来。大娘，你别动，好好躺着，我和少安来看看你，好点了吗？没啥大事儿，就是染了风寒，咳着。你梅大娘给开了几天的药，吃了也好许多了。这大冷天的，害你俩又白跑这趟了。他刚说完，就是一连串的咳嗽。大娘，你等着，我给你倒杯水去。忽然想起了刚才宋香琴让张栓子把茶壶拿过去了，正要去把茶壶问过来。不用了，大娘现在好多了。桃花，你们坐，大娘好几天没见着你们，怪想你们的。大娘，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张大娘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哎呦，我们少安长大了，知道关心人了。你放心，大娘身子骨硬朗着呢，大娘还要看咱们少安娶妻生子呢。把王少安说的脸都红了。大娘，我给你带了点白米，熬点粥喝，对身体好，还有一封桃酥，饿的时候垫吧垫吧。从篮子里把东西拿出来放在桌上。桃花，大娘好好的，不需要这些东西，快拿回去，你们自个儿吃。你瞧瞧，这还叫好好的？大娘，你甭跟我客气，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孙女吗？孙女孝敬奶奶应该的呀。你这丫头说来也是个有后福的，自打那次撞了头后，大娘就发现你越来越机灵了，以后得享福哦。那肯定呀，我可是每年正月初一四方神佛都拜呢，总得保佑保佑我呀。说的两个老人都笑了起来。大娘，你记得要多喝温水，可以适当加一点点盐。然后大爷，王桃花故意生气地看向张大爷，您老以后不能在这屋里抽烟杆了，书里说这烟气对咳嗽不好，而且每天的窗户上得开1指宽，让屋里通通气儿。好好好，我老头子明日就不在屋里抽这东西了。我老婆子这辈子就生养了你栓子哥一个，也没个女儿命，到头来却享受了你这丫头的福了。几人就这么聊着家常，倒也让老人开心了许多。大娘，你好好养着，我就先回去了。去吧去吧，这天寒地冻的，可不许再来。家里粮食还够吃吗？不够我让栓子叔给你装点儿。够吃够吃，你别操心那么多了，好好休息。等姐弟俩刚出了院子门，宋香琴那屋子的门就开了。王桃花拽着王少安躲在一处墙角。娘，我怕过了病气就不进屋子里了。刚才是桃花来了吧？桃花和少安来了，可是有事儿。哎呦，这几日你孙子很是闹人，我想着肯定又是那张嘴馋了。娘，我看桃花提了篮子来，有没有什么小孩子喜欢吃的呀？屋里沉默了片刻。栓子，桃花送来一封桃酥，拿去给香琴吧。桃酥？宋香琴立马眼睛一亮，嘴里已经溢满了口水。娘，还是你留着吃吧。拿去吧，娘不爱吃这东西。谢谢娘。娘，你对你孙子这么好，以后啊，他肯定跟你亲像。张栓子还有些犹豫。宋香琴把笑脸一收，还傻愣着干嘛？娘都让去拿了桃酥了。香琴，咱娘还病着呢，那桃酥咱们就别要了。你以为是我想吃呀？还不是你老张家的种想吃，还不快去！张栓子还是埋着脑袋去了张大娘屋里。王桃花看得火大，
这宋香琴也太不要脸了吧！栓子哥眼里只有媳妇儿，没有爹娘了。我不喜欢他了。那你以后会不会只有媳妇儿，没有姐姐呀？姐，你放心，我一定会娶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娘子，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少安，你在这等我，我去就来。着急忙慌的跑进张家院子。大娘，我忘了跟你说个事了。张栓子正拎着那封桃酥从屋里出来。桃花，你咋又回来了？这个桃酥，你大娘让我放糖污屉子里。栓子哥，我忘了跟大娘说个事，这桃酥里加了薏仁，属于寒凉的食物，那怀了身孕的妇人千万吃不得。就见张栓子屋子的窗子砰的一声关上了。栓子，还不快回来，这花生难不成让我来包呀？好，这就来了。栓子哥，那你记得跟大娘说一声，我走了。张栓子只得又把桃酥送回了张大娘屋子。有天晚上，张大爷没吃饱，就吃了块桃酥。这里头也没有薏仁啊，这丫头想来不是被那点心铺子骗了吧？张大娘也吃了块，眼里闪烁着光。老头子，这桃酥有没有薏仁有什么关系？这是桃花在给咱俩出气呢。就这么一直到了过年前的几天，张大娘的病总算好了，不过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豆香，我记得你家有面条呀，你给我编几个笼子呗。桃花，你要笼子干嘛？养鸡？就咱们村现在的情况，谁家还有蛋孵呀？那张大娘不是病好了吗？我想去给她抓点鱼，熬点汤。桃花，你没发烧啊？这大冬天的，河边都结冰了，谁能抓到鱼？你听我的准没错，你帮我编一个长一点的竹笼子，肚子大点，开口小一些。记忆里沟子村抓鱼纯靠手抓。王桃花说完，王豆香略微想了想，就去拿来竹篾条编了起来。不得不说，这小丫头的手是真灵巧，不到半个时辰就编出了一个篾笼。豆香，你这手艺真是绝子呀！咱们村要是论编东西，除了长水叔，我可是不服输的。这小丫头说得胖还喘上了呢。接下来，王豆香越编越娴熟，快到午饭时，一共编了4个篾笼。我手指头都在发抖，桃花，你得补偿我。除了以身相许，怎么补偿？你说吧。哎呀，桃花，你咋啥话都敢说，羞死人了！王桃花看他那样子，不由得笑了起来。桃花，你看我闷在家里都要发霉了，你抓鱼可得带上我。好，那傍晚时咱们一起去河边，要是抓到鱼，我煮给你吃。等到傍晚，王桃花和王豆香就拿篾笼来到河边。桃花，这扁担河的鱼可精明了，这笼子真行吗？你就放1000个心吧，只要这扁担河有鱼，我就能保证能让你吃到鱼。河心的水流淌速度快，不好抓鱼，于是王桃花直接去了个水泡，这里水流迟缓，水草又多，最适合鱼儿栖息了。捡了几个石头塞进鱼篓子里，然后把半个灰面馍馍撕碎放进篓子里，又在篓子口系了根绳子，就把它沉入水泡子里面。王桃花再把那绳子绑在了旁边的一棵树上。豆香，去下一个水泡子，这就好啦。不然咱们还搬个小闸子在这等鱼儿上钩呀。可是，别可是了，天快黑了，咱们还要放好几个呢。等放完4个篓子，天就黑了。那冷风一个劲儿的往衣服里钻，两人赶紧跑回了家，约定明天早上去取篾笼子。平川县城门紧闭，现如今城外已经积聚了3万余众的流民，依着城墙一带搭建了许多棚屋，以躲避风雪。即使这样，每日也有数十人冻毙。丁汝章站在城头，任由雪花扑来。大人，咱们粮仓里剩下的粮食不足200担了，今日还要施粥吗？这城中百姓也有很多人家断炊了呀。不施这大雪天，城外的百姓可就真熬不住了。一旦闹起来，咱们这城里拢共才1万多百姓，能守得住吗？要是流民进了城，那可是泼天的祸事啊！可大人，咱们的粮食就算熬成薄粥，也支持不了3日了呀。走，去孙家、周家、黄家，这3家都是县里大户，家里囤积的粮食颇多，特别是周家，据说城门关闭之前已经存了上万担粮食。孙家在县里口碑一向不错，这次守城的护院也多半是孙府拨出的，除了留下几十担粮食供应府里用度外，把剩余的800担粮食全部捐了。黄家倒也配合，把府里90%的粮食捐了出来。最不识相的要数周家了，明明库里藏着上万担粮食，结果一个劲儿的哭穷。大人呐，不是周某不帮，这年前我3支运粮的商队全都折在了北路，损失了10几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家里现在也是捉襟见肘啊，下人们喝的也全都是粥。
东海兄啊，前个老夫听说百花楼新出了个花魁娘子，叫毕什么来着？大人，那女子呢叫毕瑶。对，是这个名。听说令公子花了上万两银子为其赎身，古有汉武帝金屋藏娇，今有周公子万金赎人呢，这也算是本县的一桩佳话了呀。周东海脸色铁青。丁大人，前阵子我家婴儿递来消息，府台大人今年就会高迁。你说我这贤婿在知州的位置也做了20来年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缘呢？现在的他早已不把丁县令放在眼里，丁汝章气得七窍生烟，却又动弹不得。州员外有这贤婿助力，将来必定是飞黄腾达呀，富甲一方。不过这城外3万多的流民缺衣少食，这要是闹起来冲进县里，咱们县里这些大户人家又有几家能跑得了啊？这做人呢，还是得广积人善为好啊。周东海听了这话，脸色阴晴不定，最终还是捐了200担粮食。回到县衙后堂，丁汝章一脚踢开一把椅子。人呢？都死哪儿去了？快，本大人上茶。立马有侍女端来了刚沏好的热茶。大人，这周家也太不识抬举了，别人有知州大人这座大山靠着，哪里看得上老夫这小小一县知县呢？大人呢？现如今圣上命小公爷主边关战事和流民安抚之事，小公爷也下了官文，要求长江沿线各州府县每5日汇报县中流民情况。知松的意思是，听说小公爷对囤积居奇、鱼肉百姓的奸商富户最是不耻，县尊，咱们如实把今日捐粮的情况禀报即可，本官这就去写公文。对了，这些年周家做了那么多恶事，暗中安排人去收集一下。是。几人立马匆匆下去。姓周的，你的后山再硬，能硬得过那位爷吗？这就让你和你的宝贝女婿在孝上段日子。有了3家捐的这1500担粮食，熬成粥也够城外百姓吃上月鱼了。次日一大早，两人来到第一个水泡，发现那绳子上都结了冰霜，可见昨夜有多冷。王桃花正要拉绳子，等等，闭上眼睛，神神叨叨地朝四周拜了拜。水神爷爷保佑，龙王爷爷保佑，观音菩萨保佑，让我们今天多抓些鱼。看得王桃花一阵好笑，面笼子拉了上来。豆香，快往桶里装点水，里面有鱼。等把鱼笼子里的鱼倒出来，发现有6、7条手指粗细的小白条，还有2只张牙舞爪的螃蟹。桃花，咱们真抓到鱼了！拜了那么多神佛，总有一个听到了呀。我就说管用吧，走，咱们去下一处。这下两人可是信心十足，结果第2笼只有2条小白条，看来佛神们都去吃早饭了。第3笼甚至是空的，两人都傻眼了。这一下王豆香反而怕王桃花伤心。桃花估计是太冷了，鱼也在家猫冬吧，等开春来，那时天气暖和，用这办法咱们绝对能抓到大鱼。你放心，我才不难过呢，至少咱们没有空手而归呀。最后一个水泡子最大也最深，王桃花刚把面笼拉出水面，那面笼里就疯狂地晃动了起来。桃花动静这么大，里头肯定有许多鱼，倒出来看看就知道了。等倒进桶里，就听啪嗒一声，一条巴掌大的鲫鱼在桶里蹦跶着，溅了凑过来的两人一脸的水。我的天哪，咱们捞到鲫鱼了，还这么大个！桃花，咱们运气也太好了。王桃花也开心的咧嘴直笑，这鲫鱼炖汤可不是最养人的嘛。除去这条鲫鱼，里头还有7、8条小白条和4、5条麦穗鱼，这下可把两人开心坏了。这冬天的鱼最是肥美，这鲫鱼我拿去给张大娘熬碗汤，这些杂鱼咱们拿去煮了，今晚咱们也香香嘴。哎呀，这绝对是最英明的决定。王桃花又拿出面团儿，重新把几个笼子放了下去，咱们明天再来看看。两人开开心心地提着木桶往家走去。王大海正和村里2个玩伴在田埂边溜达，等王桃花路过，王大海3人凑过去看了眼，桶里面是活蹦乱跳的鱼，顿时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老子好久没沾荤腥了，现在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那桶里面有好大一条鲫鱼，做碗鱼汤喝喝倒也不错呀。二蛋，骨头，想不想吃鱼？想是想，不过老大，桃花那娘们死凶死凶的，咱们最好不要去招惹她。咱们3个大老爷们儿号称沟子村3郎，还怕他个娘们儿？老大，我娘说他可是敢动刀子的，爷我还敢动斧头呢。你们俩想想，这么冷的天，喝碗鲜美的鱼汤，那该多舒服呀。虎头和二蛋家里比王大海还不如，要不是这段时间挖了这山药搭着烩面吃，家里早就断炊了。老大，咱们听你的。在王大海的带领下，3人马上跑上前去，拦住了王桃花2人。王大海，干嘛？没听过好狗不挡道吗？你才是狗！你拿了我的鱼，不得还给我？你的鱼？
你们要不要脸？那村头的赖皮狗都没有你们几个龌龊。王豆香，你敢骂我们，老子锤死你！你敢打我试试？我割不扒了你的皮！今天你们必须把鱼给我们，我给你们几个脸了，我的东西也敢动。王桃花这一吼，几人立马就有些怂了。虎头、二蛋，别怕，这娘们儿就剩嗓门大，咱们3个一起上，看着死娘们儿有没有3头6臂。虎头和二蛋互相看了一眼，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于是朝2人走去。豆香，你站我后头，我今天非得把他们揍成猪头。桃花，我跟你一起对付这些赖皮狗。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匆匆跑来。二蛋，你们几个要干嘛？吴莫，是你啊！桃花，他们没有欺负你们吧？他就算有这个胆子，也没这个能力。吴莫，关你屁事呀！要你出来成英雄，快给老子滚开，不然连你一起揍！你们欺负2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跟我打一架呀！吴木高大壮实，3人顿时有些顾虑。我说吴莫，你这么护着这娘们儿，不会跟她勾搭上了吧？看不出来呀，我这堂妹老少通吃啊！王大海，你那张嘴再喷粪，姑奶奶保准把他给撕了！吴木则脸一红。王大海，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咱们都是同村子的，你们这么欺负2个姑娘家，好意思吗？还有虎头、二蛋，你别忘了，那山药是桃花带着大家去找的，你家这些日子能吃上饱饭，都亏了桃花。虎头和二蛋就有些不好意思。大海，吴木说的没错呀，这事儿咱们做的有些不地道，要不咱们走吧？是呀，我想想这鱼也没什么好吃的，净是刺，滚！你们2个没出息的怂蛋！他本还想装一装，就见吴木双手一捏，骨节夸夸作响。看在我死去的二叔份子上，我就不跟你办见识，咱们走。 3人正要转身离去，等等，你们几个泼了脏水，就想这么痛快走人？王桃花抡起那根树棍子，狠狠地朝王大海抽了过去。这死丫头也太用力了吧！王大海，咱们断亲了，以后别没皮没脸的赶着认亲戚，还有下次再来找我麻烦，就不是这棍子打你了。王大海刚想还手，吴木就抓住了他的胳膊，接着一甩，把他甩出老远。滚！你们给老子等着！3人跟只兔子似的飞快溜了。吴莫，今天谢谢你了。下次他们几个再来欺负你，记得告诉我，我帮你揍他们。吴莫，今天我抓了鱼，要不你来我家吃鱼吧？不用，我屋里还有事，我先走了。飞快地跑走了。桃花，这吴木可真怪，平日里跟个木头似的，也不爱跟人说话，想不到挺热心的，可能这就叫面冷心热。走吧，回家吃鱼去。2个小的看到鱼也是兴奋不已。姐，这个鱼好大呀，比我手掌还大一半。这是鲫鱼，熬汤最是补身子，咱们熬好就给张大娘送去。还有2只石螃蟹，可惜这东西一点肉都没有，不好吃。肉没有，咱们就吃它的骨头。啥？吃骨头？王桃花就把鱼提到灶房，和王豆香清理起来。等那些杂鱼去了鳞片和内脏，螃蟹去了腮心等物，王桃花倒了点酱油，切了生姜腌了腌，去米缸里看了看，白面刚好还剩一点底。桃花，你不会因为我来蹭饭跟我客气吧？你要这样，我下次都不敢来了。放心啦，我才不跟你客气，我看就剩这么点了，做个面疙瘩都不够，就刚好拿来裹了鱼炸。啥？你都用白面了，还要用油炸鱼？桃花，你真是太败家了，要是被我娘知道，非得念叨3天3夜。你把婶子说的这么抠搜，回头我可要告状的哈。别，你饶了我的耳朵吧，我保证只吃不说话。等锅热了，王桃花把1罐子油全倒下去了，看得1个、2个、3个都目瞪口呆，心疼不已。王桃花把面粉调成稠状的糊糊，把一条条挂糊的小鱼放进了锅里。不到1分钟，那小鱼就炸得金黄，一股喷香扑鼻而来。王桃花赶紧用罩里捞了出来晾着。姐，可以吃了吗？再等会儿，我复炸一下会更酥。约莫复炸了10个眨眼的功夫，就真炸好了。桃花，你这鱼炸得真漂亮，以前我娘煎鱼都碎的。别光看着呀，吃啊！每人拿了1根小炸鱼，一入口，哇，外酥里嫩，一点腥味都没有。等吃完，满口油香。姐，原来鱼可以这么好吃的呀？这你就不懂了吧？以前咱们家没油，再好吃的东西煮出来能香吗？这个我懂，我娘老说油多不坏菜，礼多人不怪来着。就这样，4个人一边聊着，一边把1盘小炸鱼吃光了。桃花，我现在好想快到明天呀，然后笼子里都是鱼。你明早得多拜拜了，只要能抓到鱼，让我把所有神仙拜一遍都可以。王豆香几个在屋里玩起踢毽子，王桃花开始熬鲫鱼汤了。王桃花把切好的萝卜丝儿放进去，这样汤会更加鲜甜，而且冬天吃萝卜对咳嗽也是有些好处的。这汤熬得好浓啊，张大娘一定喜欢喝。王桃花盛着1碗汤放在篮子里，然后把剩下的汤分给几人喝了。桃花，我发现
鱼汤比肉汤还好喝，又鲜又甜。要不明日抓了鱼，咱们熬汤吧，还不费油。那小杂鱼熬汤可没这么好喝。好了，你们先玩着，趁着汤还热乎，我先给张大娘送去。张大娘正在院子里扫雪，看王桃花来了，忙迎了上去。桃花，这大冷天咋又来了？我身子都好了。大娘不欢迎我呀？那我走。你这丫头现在精怪得很，还打趣我老婆子来了。走，跟大娘进屋去。宋香琴打王桃花进了院子，猫在窗缝使劲地往外瞅去。保准又带了好东西来。虽说上次的桃酥没吃到，可是那2斤白米都留给我熬粥了，加上糖也是香甜可口的很呐。他推了推在一旁剥花生的张栓子，栓子，待会儿你去娘屋里一趟，看看桃花带了什么东西来。我不去，哪有上赶着瞅别人带来的东西啊？那不是哈巴狗子吗？你去不去？张栓子还是摇头。宋香琴直接伸手往栓子胳膊拧去，可张栓子疼得龇牙咧嘴，也没答应。好你个张栓子呀，你丧良心呀！当初我娘不让我嫁给你，我偏嫁了你，这才几年呀，你就这般对我，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一个清白姑娘嫁你这憨货，好衣服没一件，好首饰没一根，还得给你生孩子。哎呀，你别哭了，别哭了，你这怀着孩子呢。给你老张家怀孩子，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现在就这般对我，等孩子生了后，我还不被你张家踩到泥底子里了？好好好，我的姑奶奶呀，我这就去，别再哭了，待会儿肚子又该难受了。垂头丧气的出了屋子。宋香琴一抹眼泪，脸上哪有半点难过之情？老娘还拿不住你。再说王桃花进了张大娘屋里，见张大爷不在家。你大爷被前院地瓜他爷叫去帮忙了。大娘，你这屋里怎么连炉子都不生一个？你这身子刚好，可不能再受寒了。这屋子小，平日没事时都窝床上，倒也不冷。我想着你嫂子屋子宽敞些，眼看还有2个多月就得生了，这冬日里的孩子娇气，就让你哥把炉子搬到他们屋去了。王桃花哪里能不明白？肯定又是那宋香琴作妖了。她把篮子布揭开，把倒盖的碗揭开，那鱼汤散发出淡淡的热气儿。大娘，这是我给你熬的鱼汤，还热乎着，你赶紧喝了。桃花，这天寒地冻的，哪来的鱼呀？突然似想到了什么，紧张地抓着王桃花的手。你这丫头，该不会下河捞的吧？大娘，你放心，不傻，还没下水呢。这是我下笼子抓来的。没下水就好，咱们姑娘家的冬日得少沾冷水，不然容易坏了身子的。好好好，我晓得的。您呀，别老为我们几个操心，快喝汤吧，不然冷了就腥了。张大娘刚要喝，门就被推开了，一股冷风涌了进来。栓子哥，栓子，可是香琴有事儿？没事儿，娘啊，我就是来看看谁来了。可眼神却瞥向了张大娘的碗，又看向了一边的篮子里，毕竟是自己肚子里爬出来的，张大娘哪会不知栓子的心思？这不桃花捞了条鲫鱼，给我熬了鱼汤。桃花，你可比你哥厉害多了，这大冷天也能抓到鱼。娘，那没其他事，我先回房了。这宋香琴果然是个眼皮子浅的。有了这么一查，张大娘浅尝了一口，就把鲫鱼汤放了下来。王桃花自然知道她的心思，这是想留给宋香琴喝了。大娘，这鱼汤咋样呀？好喝，我老婆子活了几十年了，这鱼汤是我喝过最鲜香的鱼汤了。我家桃花呀，手艺越来越好，将来在婆家也能抬得起头了。大娘，你就骗我吧，肯定是鱼汤难喝，不然你怎么不喝了？傻丫头，这汤好喝得很，大娘这就喝。于是端起碗喝了起来。等张栓子回了屋子，宋香琴灵敏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栓子，那死丫头拿什么来了？没什么，就是一碗鲫鱼汤。其他的没有？张栓子点头。鲫鱼汤呢？啊，什么呀？整天跟个木头似的，我都7、8天没吃过一口荤腥了。有鱼汤不得先可着我吗？那是桃花特意熬给咱娘的，咱不好去要吧？你脑袋是被石碾子给碾了呀？咱们家现在谁最重要？当然是咱们儿子了。这鲫鱼汤本就是补身子的，我喝了，说不定你儿子更机灵，以后考个状元不是轻而易举？晴儿，咱娘身子刚好，上次那白米娘也给你熬粥了，这次就让娘喝口吧。你要真想喝鱼汤，明日我去河边瞅瞅，给你抓2条鱼回来熬汤。你个憨货，是要气死老娘吗？半点本事没有，还成日这般给我气受。要不是现在出不了村子，我就收拾东西回宋家村了。张栓子忙又作揖打签的哄了起来，你给我出去，老娘现在看到你就烦。张栓子只得蔫头耷了脑袋出了屋子，正好碰到王桃花和张大娘出来。大娘，那你记得不要太操劳了，多歇歇，等过2日有了鱼，我再给你送汤。
桃花，下次别送了，留着自个儿喝。大娘身子骨好得很。那可不行，就这么说好了，就挎着篮子要走。桃花，再过几日就得过年了，家里记得收拾收拾，把那尘土扫一扫。不过那床铺可不许挪动，可是明白？好，记下了。这沟子村年前都要扫尘，扫尘就是扫去那个陈旧不好的东西，把那些晦气、霉运、穷气扫地出门。至于为什么不能动床，古人认为床是藏气纳财的位置，随便变动床位，这样会影响人的运气。第二日吃过早饭，王桃花和王豆香再次往河边走去。等第一个面笼拉起，里面空空如也，直到最后一个拉起，里面依然什么都没有。桃花，难不成这鱼看出了咱们的把戏，不上当了？王桃花也觉得奇怪呀，这冬日食物少，鱼儿最馋嘴，怎么会忍得住诱惑？书上不是说鱼只有7秒的记忆，难道还能记住之前同伴发生的事儿？突然看到岸边有半个脚印，有人来过这里。我捞的鱼算下来就周边几个人知道，也没其他人。豆香，不是鱼变聪明了，而是有人变聪明了。桃花，你的意思是有人把咱们的鱼给偷走了？你看这个脚印就是那人留下来的。王豆香看了脚印也相信了。被我知道是哪个人偷的，姑奶奶我非拔了他的舌头。那你赶紧去拿钳子，我现在就带你去抓贼。不行啊，就这么点鱼，我一个人都吃不够，干嘛要拿回去和他们分？再说了，连有鸡蛋都不给我吃，以后老子也要学聪明点。于是把桶藏在墙角的柴垛后面，等他进了灶房，随便拿了2个灰面饼子，娘，我去当虎头家，就匆匆地跑出了家门。王桃花2人正往村里赶去，远远就看到王大海拎着个桶，偷偷摸摸地往村口走去。桃花，那鱼果然是这赖皮狗偷走的，咱们的鱼他绝对吃不到，跟上去瞧瞧。沟子村村口边有个矮矮的山坡，上面有座不大的破庙，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留下来的。这地方很是荒芜，所以平日里很少有人会来这里。别说话，咱们绕到后头去看看。这小白条也没什么肉啊，要不烤着吃吧。王大海蹲在岩下，把那些鱼的内脏给解了，又寻来几根棍子，把鱼穿成一串，正要烤鱼。哎呀，忘了柴火了，这天寒地冻的，老子去哪里找去？突然视线落在门口倒下的那扇破门上，真是老天爷都帮着老子呀！把那扇破门拉到庙门口台阶上，对着他开始又踩又踹。桃花，我们现在就出去揭发他，然后把鱼要回来。这么要回来太便宜他了，我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你在这等着，我去就来。蹑手蹑脚地跨进了破庙里，1步2步3步，拿到那几串鱼了。王大海正背对着2人在掰着木板，根本没看到后面发生的事儿。赶紧走！2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后坡下去了。等王大海回了破庙，发现鱼不见了，嘴巴张的都要砸到脚面了。奇怪啊，我一直在庙这边，没看到有人来呀，难不成被老鼠叼走了？可他里里外外找了一圈也没踪影。突然他想到一个传说，说是以前村里有个寡妇日日被婆婆折磨，于是某个夜里穿了嫁衣吊死这破庙的横梁上。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抬头看去，横梁上确实垂着半截绳子，已经被风雨水侵蚀的发白，现在正左右摇晃着，似乎在跟自己招手。娘呀！王大海哭爹喊娘的跑出了破门，没跑几步，脚下一滑，像个球一样滚下了坡。桃花，咱们刚才怎么不好好教训一顿那个赖皮狗？狗打一顿是不会长记性的，我要给他一个更大的教训，让他知道做坏事的下场。快跟我说说，不然我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王桃花只得把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遍。王大海，等着瞧好戏吧。第2日天刚亮不久，王桃花一路来到几个水泡子前，取了笼子，发现每个笼子里都有好几条小白鱼，心里也是欢喜。卸了面笼里的鱼，王桃花直接把每个水泡子边上踏脚的石头下挖空了，用一根小木棍子撑着，只要人一踩上去，棍子一断，人保准滑进那水泡子里。就算第1个失败了，后头还有3个呢，只要他不放弃水里的鱼，就一定会中招。他前脚刚走，王大海后脚就鬼鬼祟祟地出了院门，很快他就跑到了河边。昨天见鬼了，白白丢了那么多条鱼，今天老子就拿去虎头家煮了，看这鱼还能跑到哪里去，就是便宜了虎头。王大海放下木桶，就去拉那笼子的绳子。第1个什么也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他骂骂咧咧的去了第2个，可是脚刚踩到岸边的石头上，整个身子就不由自主的往下倒去，扑通！救命！救命！不停的扑腾着，又惧又慌。很快他就发现那水还不到腰间，赶紧往岸边爬去。
现在他棉衣全湿了，冻得瑟瑟发抖。冷啊，好冷！他赶紧往回走去，可吸了水的棉衣跟山一样压在身上，脚都冻得打颤。好不容易挪到家门口，再也支持不住了，像堵墙一般倒了下去。大海，大海，等家的，快来呀！大海不好了。后来听说王大海发了一夜高烧，病了3、4天才好了。等王桃花看王豆香有些闷闷不乐，豆香，你不会再为那赖皮狗的事儿伤脑袋吧？你放心，他没事了。桃花，我就是有些后怕。你说他要是高烧死了，那咱们……豆香，这事儿你别内疚，这是他自找的。他要不想着做坏事，也不会中招了。而且我只是把少安的痛苦还给他罢了，把去年王少安被王大海推下水的事儿给说了一遍。竟然推少安下水，他怎么这么坏？这次没烧死他，算他运气好。王大海有了这一遭后，整个人就留下阴影。打那之后，再也不去河边了。转眼就到了除夕夜了，可今年的村里却少了往年的热闹和喜庆，整个村里冷冷清清的。刁氏几人坐在饭桌上，有一搭没一搭的吃着饭。今日桌上就一碗炒白菜，一碗腌萝卜，清汤寡水的，半点油腥都没有。王大海拿着筷子戳着碗，里面的灰面面条烂成一团。娘，今天可是除夕呀，家里怎么还是萝卜白菜的？就这东西，咱们家都连着吃10来天了，我现在放个屁都是萝卜味儿。再说了，我这身子刚好，不得吃点好的补补。就大哥躺床上还有鸡蛋吃，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你亲生的。我说你这兔崽子别不知好歹，咱们家有这东西吃就不错了。你春芳婶子几家老早就开始1日1顿烩面糊糊了，要不是挖了些山药凑合着吃，都要吃草了，你还挑3拣4的。这时一阵风吹来，一股股浓浓的肉香飘了过来，一家人都不约而同的咽了咽口水。这是谁家在炖鸡呀？太馋人了！往年除夕咱们家又是鸡又是肘子，还有大肉饺子，再不济也是白面馒头呀。今年就吃这些玩意儿。娘，我也想吃肉。肉，哪来的肉？咱们家现在什么光景你不知道啊？这么大个丫头，成天想着吃肉，害不害臊？来，你现在就去灶房拿刀来割我老婆子的肉来煮了去。王香香被刁婆子骂得狗血淋头，憋着一泡眼泪跑回了屋里。这是摆脸子给老婆子看呐！好，这饭你就不要吃了。这过的啥日子呀？比猪狗都不如。王有贵一个眼神瞪来，王大海只能气呼呼的把碗里的面条一口扒光，然后也满脸不爽的回了自个儿屋子。王大坤一声不吭的吃着饭，刘氏就把王香香没吃完的半碗烩面条倒进了他的碗里。坤儿啊，多吃点，今天这面里还下了荤油的。谢谢娘。眼里却全是嫌弃和无奈。曾几何时，这别人吃剩的东西也轮到自己吃了。老大媳妇，那粮食可得把着点。明日正月初1，咱们家做上一锅烩面馒头，后面咱们也开始喝稀的。还有，若是王蛮子家的来借粮，可不能应了。若是被老婆子发现，非扒了你的皮。娘，你放心，媳妇儿心里清楚着呢，半粒粮食都不往外借。就你做的那些破事儿，老婆子我放心才有鬼呢，个心眼子多的跟个蜂窝子似的。说的刘氏一脸尴尬，刁氏实在是吃不下去了，想着屋里还有零嘴，就把碗一推：“娘，你不吃了呀？”“不吃了。可怜我老婆子活了大半辈子，养了2个儿子，这大过年的连个精米白面都吃不上啊！”这话刺得王有贵脸红了半边，刘氏则嘴角抽了抽。如果他没记错，这烩面条可是捞了3碗了。等刁婆子进了屋子，就赶紧把门给关上了，然后跟只耗子似的钻到床底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2个油纸包，一包是炸了的麻花，上面还撒了些黑芝麻，一包是殷红的猪肉脯子。不得不说，这刁婆子是真能藏东西。上次涂家3兄弟翻遍了屋子，也没找到这东西。正吃着，那门不妨从外头推了开来。娘，明日那个……刁氏也愣住了。刘氏看着刁婆子嘴角的油渣子，嘴巴塞得鼓鼓的，手里还捏着根麻花，咽了口口水。刘氏，你是不是死的呀？这婆婆的屋里怎么跟只8头苍蝇似的就往里头钻？你娘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还不给老婆子我出去！不料那王大海也走了过来。奶，你竟然吃麻花！哎呀，还有猪肉脯子，快给我吃些！刁婆子赶紧把油纸包往身后藏去。就剩这么点儿了，老婆子身子骨不好，吃不下饭，拿来当零嘴的。你这么大小伙子，眼馋老婆子的东西，害不害臊？这王大海也是个不要脸皮的，立马跑过去，做乖讨巧的拉着刁婆子的手摇个不停。奶，前几日我病了那么一场，也没吃点好的，你那肉脯子那么一大包，就给我一片吧，我可是你顶顶喜欢的大孙子呀！刁婆子瘪着嘴，
嗫嚅了好半天，才不情不愿地拿出2根麻花，一片肉脯子。拿去吧，拿去吧，别成日跟你娘一样，眼皮子浅，就知道盘算着老婆子的东西。才这么点儿，咋还挑3拣4的？要不要？要，奶对我真好。王大海立马咬了口麻花，这麻花又酥又香，真好吃。突然，他眼珠子一转，捧着东西得意洋洋地出了屋子。等王大坤和王香香看到王大海手里的零嘴，又是羡慕又是渴望。哟，大哥，这肉脯好吃是好吃，但是肯定比不过海棠阁的韭菜了。可怜小弟，我还从没去过馆子里吃过呢。王大坤眼神暗了暗，心中划过一丝恨意，哼了一声，回了自个儿屋子。而王香香的眼珠子至始至终都盯在王大海手里的果脯和麻花。香香，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这么馋呢？盯着我看了半天了。跟这哈巴狗子一样，真不害臊。想吃找奶要去呗。王香香气得一跺脚，去了自个儿屋里。刁婆子见刘氏还杵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你也想讨吃的啊？没，娘，我看那库里头还有些枣子，我就是来问明日蒸馍馍要不要放些枣子在里头，这样香甜。话还没说完，刁婆子就拿几个鞋子砸了过去。这都什么年景了，还这般胡吃海塞的，这一家迟早给你败光了。去把那枣子拿来我屋里，没得霍霍了。刘氏只把枣子拿去了刁婆子屋里，心里却把刁婆子骂了个遍。再说王桃花几人正围着火炉吃起了火锅，王少安大口大口地嚼着腊肉。阿姐，这样吃饭真有意思，这饭菜一直热乎乎的，全身都暖洋洋的。阿姐，这辣过的猪脸肉太香了，连萝卜都好吃了许多。王桃花放了一把白菜叶子下去，这冬天就得吃火锅，可惜的是咱们家只有白菜萝卜。王桃花就看王少安突然停下了筷子，少安咋了？吃啊！阿姐，去年的除夕夜咱们包的饺子一个都没吃上，瞬间想起了去年的事儿。直到腊月30的中午，王有才才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县里回来，给姐弟俩带来了小半袋白面，还有2两猪肉。等白白胖胖的饺子刚出锅，刁婆子就跟砍了秒钟似的来了，一进门就干嚎了起来。不用说，最后那2碗饺子全被刁婆子端走了，还把王有贵剩下的几个铜板也全要走了。当时王少安端着空碗，眼泪吧嗒吧嗒的掉，王桃花也委屈的红了眼眶，可王有才只会埋着头一个劲的叹气。后来还是张大娘送来了1碗饺子，才算是过了个除夕夜。王桃花给王少安碗里加了块腊猪肉，吃吧，以前的事儿别想了，以后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姐，这都是你的功劳。王少安加了一大块肉给王桃花。窗外的雪静静地落着，这简陋的屋里烧着炉子，暖烘烘的。姐弟几人度过了最难忘的除夕夜。大年初一一大早，王少安就把王桃花叫醒了。少安，你这么早起来干嘛？天还没亮呢，让我再睡一会儿吧。阿姐，你忘了咱们待会儿得去祠堂了，去晚了会被人说嘴的。他这才不情不愿地坐了起来。临出门前，王桃花从枕头下摸出2个小布袋。少安，等会儿姐给你们压岁钱。2个小朋友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压岁钱，开心的手舞足蹈。谢谢姐。姐，新年快乐。因为刘冬儿不是王氏族人，王桃花就让她留在了家里，省得站在祠堂里吹冷风。这大年初一祭祖仪式向来是村里的头等大事，所以今日的祠堂布置得极为隆重。祠堂里头也洒扫得很干净，最前头摆了好几张条桌，上面摆满了祖宗牌位。牌位下头还放了3张八仙桌，最中间的桌上供了一副香烛，也摆了小3牲，分别是一只流了尾羽的公鸡、1刀猪肉和1尾腌鱼。旁边的2张桌子上则是堆满了白胖胖拳头大的馒头，地上则摆了好几个大箩筐，里面装满了灰面。大梁宣景21年，九江府平川县沟子村王氏祭祖起。等等，我还没进去呢。就见刁氏几人气喘吁吁的闯进了祠堂。王梦山被人打断，就有些不喜。既然来了，就赶紧整理整理，快入列吧。王有贵歉意的拱了拱手，本来今日刁婆子是不打算来的，所以一直赖在床上。按他的话说，王梦山落了自家好几次面子，就要给他一次没脸，这可把王有贵急得够呛。好在刘氏来到窗口，悠悠地说了句：“娘，再不去，祭祀分恩可就结束了。听说今年除了粮食，还跟去年一样，每人可以分到1个白面馒头呢。”刁氏听到这话，立马从床上翻了起来，可不能便宜那些穷骨头。一家人这才急匆匆地赶去祠堂。王氏太始祖考王公文渊，追根溯源，源远流长，历时300年，男女老幼齐聚于祠堂，孝心长天可见，虽扎根乡里，代代有光，一心一德，
圣贝酒馔，刚烈柔毛，香柏宝轩，素修石资，果品糕点，今偶愉快，筵席丰满，尊祖之遗训，安好吉祥，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承先启后，千古流芳。老长一篇祭文念完，王桃花都有些昏昏欲睡了。等祭文燃尽，王梦山开始带着众人三跪九叩，一套流程结束，终于到了所有人期待的环节。众人按族里的辈分排列着，王桃花虽然很不情愿，但爷爷那里是没断亲的，所以还是跟着刁婆子几人站在一处。王香香看着王桃花穿的崭新的棉袄，头上还插了根梅花簪子，耳朵上还有好看的耳坠子。奶，你看那个小贱人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想想你别眼热，有些人就跟咱那死了的老子娘一样，净学些狐妹子手段，这穿的戴的还不知道是不是躺哪个男人床上张腿挣来的。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那上面的祖宗们呐可都看着呢。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看是有人得了红眼病吧。老婆子我有房有地，犯得着眼红你个没爹没娘的小杂种。你过得好，就是不知道安不安心了。这逼死儿子，虐待媳妇儿，残害亲人，这一桩桩一件件可都摆着呢。这堂上的祖先要是知道后世子孙成了这模样，保准一道雷把他们给劈死。这话说的王家众人眼里喷火。你个没大没小的畜生，怎么敢这么和你奶奶说话？小畜生叫谁？小畜生叫你。皇家大伯，你什么时候变成畜生了？哎呀，那刁大娘不就是老畜生了吗？果然随根的很。王有贵见自己被王桃花给耍了，气得就要伸手打人。有贵呀，祠堂里打打闹闹的成何体统啊，也不怕扰了祖先的清静。王有贵这才不情不愿地放下了手，开始领祖恩粮了。每人半斤灰面，一个白面馒头。王家的细粮被抢走后，已经有半个月没吃到米面细粮了。这下看到暄腾柔软的白面大馒头，瞬间个个肚子咕咕叫起来。王梦山用干荷叶包了6个馒头递给王有贵，又让人装了3斤灰面。村长，你是不是给错了？去年我家都是9个馒头的，今年怎么才6个？还有灰面也少了1斤半。去年有才家的3个都被你领走了，今年既然断了亲，他们算独一只，何该让他们自己去领？再者，逝者不领，这是规矩。我不同意，这馒头和灰面必须给我家。他们姐弟俩跟我断亲了，又没跟老头子断亲，只要他姓王，这祖宗给的东西必须是我的。姚氏，你不要胡搅蛮缠了，断亲文书还在祠堂里供着呢。刁氏才不管那么多，直接往地上一躺，哭闹了起来。大家快来看看呐，他王梦山刁难我呀，少了馒头也少了灰面，这是要了我老婆子的命啊。村人看刁婆子一大把年纪还这般耍赖，也是无语，纷纷侧目。王桃花才不管他哭闹，直接领了2个馒头和1斤灰面就要走。你给我站住！刁婆子猛地爬起来，冲上去抓住王桃花的衣摆，王桃花往他手上用力一抽，刁婆子松手往后退去，撞上了摆放牌位的长桌，接着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摆着牌位，就跟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下去。所有村民都惊呆了，这大年初一祖宗牌位都倒了，可是很不吉利的呀。滚下一个牌位正砸在刁婆子脑门上，刁婆子惨叫一声，额头上很快起了好大一个包。打扰了各位祖先的清宁，是我等不孝，还请原谅则个。接着和族老村民们七手八脚地捡起了牌位，等到捡起砸中刁婆子的那块牌位时，就见上面写着王公孟喜之灵位，这是王桃花爷爷的牌位，可见是王桃花爷爷也看不惯刁婆子欺负自己的子孙了。刁婆子在得知是自己相公的牌位后，也是吓了一跳，不再吵着要馒头和灰面，一伙人灰溜溜地走了。当天夜里，王家又闹翻了天。刁婆子说是见到了王梦喜要拉她走，于是又哭又闹又喊又叫。原本以为过了年流民就会散去，县城里也会开了城门，可是王梦山派去打探的人带回的消息却让沟子村阴云密布。县城门口已经聚集了3万多的流民，这要都涌入沟子村，骨头渣子都会没了。于是村口守得更严了。这种情况一直到正月底依然没有改观。现在村里10户人家有9户的存粮已经吃完了，村民天天来找王梦山诉苦，可他又不是大罗神仙，这粮食一事也实在是无能为力。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在谁家也没存粮，大家只能勒紧裤腰带苦熬一下。再说这活人哪能被尿给
会憋死是不？再有一旬，那野菜就出来了，也能垫垫肚子。还有，明日咱们去远点的坡上找找山药吧。众人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去了，一时间人心惶惶。王桃花知道这事儿后，再次嘱咐2个小的，自家还有粮食的事儿，在外头千万不要说漏嘴了。日子总算翻到了2月2龙抬头，天气开始暖和起来，荠菜、灰灰菜也相继冒出了脑袋。王桃花打媒婆子那边回来，老远儿就看到王豆香和他哥叽叽喳喳的走了过来。桃花，咱们有好多天没见了。大强哥，桃花，你要不把这只家雀带走吧，在家吵得我脑仁疼。哼，自己脑袋大，成天像个铃铛一样晃荡，哪能不疼？还硬要赖上我，我们桃花才懒得理你。你这丫头，连哥哥都敢说呀！王桃花看王豆香背着篓子，王强又拿着锄头。豆香，你们这是去干嘛呀？王豆香有些不好意思地咬着嘴唇，好半天才开口。桃花，上次咱们不是去挖那山鼠洞，挖出了粮食吗？我带我哥去挖挖看。看来王豆香家也断粮了。桃花，咱们上次去的地方，我保证不带我哥去，我们就在山边看看，你可别生气。王桃花哭笑不得，小丫头，我为什么要生气啊？因为那个挖田鼠洞找粮食是你想出来的呀。你这傻妞，我又不是土地公公，还管着地上大大小小的洞，那地方你们去就是了。桃花，你不生气，太好了。哥，我跟你说，上次我和桃花在那条废了的河沟里，一个洞就挖出了好几斤粮食呢。王大强听了也颇为兴奋，说吧，家里是不是断粮了？断了好多天了，好在我家今年萝卜收成不错，现在就是每天煮萝卜、炒萝卜、萝卜干，我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只兔子了。你看我的脸是不是瘦了许多？这么一看，王豆香还真瘦了，原先是鹅蛋脸，现在快成鸡蛋脸了。豆香，我那还有点粮食，我余点给你。不行不行，我怎么能要你的粮食？我家再难，还有爹娘和哥哥在，你的粮食自个儿留着吃。王桃花就喜欢王豆香这份纯真善良，那小河里可是还要去下笼子。桃花，你是不知道，现在去那河里抓鱼的人比鱼都多，哪里还有鱼呀？也是了，现在河水解冻了，肯定去的人多。那这样，你今天先去挖鼠洞，要是没挖到粮食，记得来找我一下。王桃花继续往前走去，他边走边盘算着，地窖里应该还剩下30来斤大米，20来斤灰面，稍微节省点，应该能吃上2个月。那时城门总开了吧？这天早上，王桃花正在灶房里煮粥，就看到张大娘在自家院子前踟蹰着。大娘，外面冷，快进屋坐。桃花，大娘就是来看看你这屋子雪多不多，要不要让你栓子哥来清一下？大娘，不用了，前2日大烈叔帮我刚清过的，我这边刚煮了点粥，快进来喝碗暖暖身子。不了，你秦嫂子还在家等着我做饭呢。那啥，我先走了，有空去大娘家坐坐。说着逃也似的走了。平日里张大娘挺爽利的一人，今天咋这么奇怪？因惦记着这事儿，王桃花匆匆吃了饭，就准备去趟张大娘家。娘，这碗里全是白菜叶子，连个灰面疙瘩都没有，这让我怎么吃啊？乡亲，你这碗已经是咱家最好的饭食了，爹和娘的碗里只有白菜帮子。好什么好？清汤寡水的猪都不吃。张栓子，我可是怀着身子呀，就吃这些东西，你还要不要你儿子了？湘琴呐，咱们家是一粒粮食都没了，待会儿我去村里找人先借点儿。娘，我记得桃花年前买了那么多粮食，他们家1个大的2个小的能吃多少？你去他们家要点呀？不行，他们2个房子地什么的都没有，那日子多苦，我怎么能向他开口？怎么就不能啊？这些年里里外外咱们帮了他多少？就他爹死了，连装老衣服都是咱爹的，吃他点粮食不是应该的吗？这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咱们帮人又不是图人家报答的。娘，你怎么这么狠心呢？你孙子都要饿死了，还舍不得你这张老脸？不是我那个，张大娘都急得语无伦次了。你不去，我去。栓子，扶我去找王桃花。够了，栓子，把你媳妇拉回去。这么大个人了，这脸皮子还要不要了？回头我就让你娘把那只老母鸡杀了。老头子，那鸡连过年咱们都没舍得杀，那是留给湘琴坐月子的，她这差不多还有个把月就要生了。走一步算一步吧，说不得到时候县里就能去了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宋湘琴被吼，本来还有点不爽，可听到自己有鸡吃，也不再闹腾了。娘，记得多加点水，我要多喝几碗鸡汤，给你孙子好好补补。我记得柜子里还有些枣子，也放点，更香。娘晓得了。
这杀鸡熬汤也得好一会儿，你去屋里歇着吧。哎，好，看来张大娘是来找我准备借粮的，没开口是怕拖累我吧。她回首望去，现在是早饭时间，可烟炉里并没飘出多少烟气儿，看来很多人家都断炊了。等回了家，王桃花从米缸里挖出一大碗烩面，本来还想装上1条腊肉和半斤白米，但想到宋香琴的尿性，自己就是把所有粮食给她，也不会记你的好。就这3斤烩面，说是加上白菜萝卜一起煮糊糊，也够宋香琴吃到生孩子了。最后还是切了指头长的1节腊肉，算是看在孩子的份上吧。王桃花把这些东西放进篮子里，盖上一块布，再次往张大娘家走去。路过王有贵家，就见黄春芳被从院里推了出来，接着哐的一声，门关上了。刘翠兰，亏了老娘平日里还把你当姐妹，如今这才借几斤粮食就翻脸不认人，老娘要是再跟你接手判，我黄字就倒过来写。就听哗啦一声，一盆刷锅水从院墙里泼了出来。哪来的狗佬，在我家院外吠呀？要吃屎去村口排队去。就你家这德行，那粮食吃了也不怕噎死，老的折磨死儿子，小的又是要人又是卖人，这10里8乡谁家做得出这事儿呀？你看这报应不就来了？自个孙子的屁股眼连屎都搂不住，家里银钱首饰也全败光了，就连那盗贼村里这么多人家，偏偏谁家不去，就去你家霍霍。瞧瞧，这老天爷都看着呢。王桃花被黄之芳一番慷慨激昂给震撼了，第一次看这娘们儿顺眼了几分。不得不说，她是真懂打人先打脸的，老王家上不得台面的阿杂事儿全统估了出来。刁婆子和刘氏拿着棒子怒气冲冲地跑了出来，黄春芳见状也不再骂了，跑得比兔子还快。你这不要脸的破落户，竟然敢来我家耍赖皮呀！你也不瞧瞧，就你那贱骨头，就比不比得过狗？瞧见一旁正在看好戏的王桃花，一大早乌鸦就落门旷编，哎，晦气！老大媳妇进院子，关门。今年这大秋风的人忒多，咱们可不能便宜那些白眼狼。说着头也不回的进了院里。桃花，按说你也叫过我几年大伯娘，这剩饭剩菜的本来倒些给你，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过很不凑巧，昨日的剩饭呢，全拿去喂猪了。要的话，下次赶早饭，我绝对给你留着。刘婶子，吃了你家的粮，我怕穿肠烂肚，你还是留给你家那位饿不住屎的宝贝儿子吃吧。也不理会刘氏，径直向前走去。等王桃花来到张家，就看到张大娘抓着那只老母鸡，拿着菜刀正要杀。大娘，桃花，你咋来了？大娘，你先不要杀鸡，你来，我有事找你。张大娘只得放下手里的鸡，往围裙上擦了擦手。啥事儿呀？这般神神秘秘的。进了堂屋，张大爷正愣着神抽着烟杆，这2个老人脸瘦的都塌了下去，眼睛下是掩不住的愁绪。大娘，说来也没啥大事儿，我想着年前你家粮食备的也不多，我那还能挤出点，就给你送点来。把篮子揭开，拿出里头的东西，这是3斤烩面，这里还有小半截腊肉，是上次野猪剩的一点，家里东西也不多了，只能带这些过来。大娘，你别嫌少。老两口看着这2样东西，那是又惊讶又感动。不用不用，桃花，你现在3口人吃饭也是不容易。再说现在这粮食太金贵了，大娘怎么好意思收？大娘，你放心吧，我那边还留了些的，再有半个来月就开春了，野菜长出来了，还怕没东西吃？张大娘嘴唇张了张，最后还是擦了擦眼角。桃花，这次大娘就厚着脸皮收下了。跟你说句实话，咱家已经断粮3、4天了，本来有些萝卜白菜也能凑合着饱个肚子，可是你嫂子怀着孩子，还是得吃些粮食。大娘，我晓得，你也别担心，这流民总有回去的时候，你呀就安安心心的等着抱孙子吧，到时那孩子有你忙的。一句话把张大娘说得眉开眼笑。等王桃花回去后，宋香琴睡醒了，看到桌上的烩面和腊肉，眼睛瞬间就亮了。娘，这烩面和肉哪里来的呀？桃花送来的。我就说那丫头精明的跟只耗子似的，都这时节家里都有烩面和肉。不过这丫头心思太重了，这人都快饿死了才拿来给咱们，这是要咱们记她的恩呢。香琴，你这么说就不对了，现在谁家有粮还会送给别人？桃花对我们已经没话说了。切，娘，你不要被这点小恩小惠给骗了，别人指不定天天在家吃白米饭配大肉块呢。香琴，你记住，他家就是吃山珍海味，也跟咱们没关系。
他姓王，不姓张，他不欠我们家的。你若这般糊涂，这东西我老婆子没脸收，我这就还回去。好了好了，娘，我不说了，可以了吧？这事儿咱们烂在心里，谁都不许去外面提，没得给孩子惹去麻烦呢。若是王桃花家有粮食传出去，大家都得去找王桃花，非得把他愁死。老两口都看向宋香琴，放心，我这人嘴呀，就跟锁头一样紧。哼，防的就是你。既然有了这烩面和腊肉，那鸡咱们就先留着吧。这可不行，爹答应给我杀鸡的。这鸡是我养的，我老婆子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你也别瞪着我，反正迟早也是进了你的肚子的。宋香琴顿时被堵得说不出话来，本来还想掰扯几句，看老两口脸色不好，只能气呼呼地回了自己屋子，给张大娘送了些粮食，那米缸就剩点底了。这已经隔了快1个月没进地窖了，也刚好去看看。扫开雪，挪开草堆，拉起门板上，王桃花就扶着梯子往下走，脚刚落地，一个巴掌大的黑影就从脚面爬了过去。妈呀，什么东西啊？等看清了才发现，那是一只硕大的老鼠。老鼠，不好，我的粮食！王桃花赶紧朝几缸粮食看去，这一看，心拔凉拔凉的。那米缸上盖着的木板已被老鼠啃了一个大洞。再看灰面的也是，掀开盖子一看，10几只溜光水滑的老鼠嗖的窜了起来，在小小的地窖里四处奔跑。王桃花本就不怕这东西，反应过来后赶紧踩了起来，可对方机灵得很，很快不见了踪影。原本大半缸的米都快见底儿了，再看灰面，我的娘耶，也只剩浅浅的一层了。你妹的，死老鼠，破老鼠，才1个月就吃了我几10斤粮食，难怪那么肥一只，敢偷吃姑奶奶的粮食，回头被我抓到，非得把你千刀万剐，扒皮抽筋。等他把米缸搬开，从缸底的地洞里拿出木盒子看了看，首饰银子还在，心下稍微好受一点，叹着气把所有的粮食归拢了，发现大米只剩1斤多点，灰面约莫还有个3、4斤，这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呀，这地方不适合藏粮食了，千万别说老鼠吃过的粮食为啥还要？当然饿急的时候哪里还有的选择呢？回到家，王山两人看王桃花愁眉苦脸，阿姐你怎么了？咱们家所有粮食都在这里了，从今天起咱们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说着把地窖里的事说了一遍。姐，我现在就去把那些该死的长尾耗子给灭了，那地窖底下的泥巴老硬了，你这细胳膊细腿的能挖几米？没事，姐会想出办法来的。姐，你煮粮食太大手大脚了，从今天起让我来管饭好不好？这还是冬儿来家后第一次提要求，他老担心这孩子融入不了这个家。好，我的冬儿最能干了，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小管家婆。第2日，王桃花就被当头一棒打回原形。刘冬儿这个小管家婆把早饭的米粥直接取消了，按她的话说，这白米就剩那么点儿了，一下子全吃完了，后面就该惦记了。还不如隔几天吃上一顿，解解馋就好。于是捧起那碗灰面糊糊，可才吃了2口，就默默地放下了碗。冬儿，咱们能不能把灰面糊糊做成面疙瘩或者饼子，这样至少好吃点？姐，咱们缸里的灰面只剩那么点儿了，如果做成饼子，吃不了几顿的。待会儿我少安出去走走，看看能不能挖到野菜，这样咱们中午就能吃野菜糊糊，又省粮又好吃了。中午还是糊糊啊？在小丫头虎视眈眈下，王桃花只能闭着眼睛把面糊糊给吃完了。果真是应了那句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呀。吃了饭，王桃花挽着篮子正要出门去找王豆香挖野菜，就看到院门口站了7、8个婶子婆子。哎呦，桃花呀，我是你刘婆婆，可还记得？桃花呀，我是春芽婶子，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你那算啥？我男人跟桃花爹可是拜把子兄弟，桃花啊，肯定先应了我。停！各位婶子婆婆，你们来我家到底有什么事？桃花，听说你家有粮食，咱们今儿啊舔着脸来向你借点粮食。老婆子，我也是没得法子哟。你那婶子坐着月子，好几天都没吃1粒米了，这奶下不来。你放心，这粮食我会还的。说话的婆子姓童，跟刁婆子走得挺近的。等那县里能买粮了，我们保证还你。屋里的冬儿和王少安听到这消息，揭开缸盖，里面还有1斤多的大米、4斤的灰面和2条腊肉。少安，咱们赶紧把屋里的粮食藏起来。二姐，屋里就那么小，藏哪里呢？刘冬儿上下左右看了一圈，最后视线落在王少安的棉袄子上。王桃花指着那摇摇欲坠的茅草屋，
大娘，就我家这光景，在村子里都数得上号的，粮食早就吃完了。你们都听谁说的我家有粮食呀？那个，几人眼神闪烁了起来，并不肯说出对方来。丫头呀，你匀点粮食给大娘吧，大娘可怜呀。见王桃花无动于衷，那童婆子眼睛一闪，干脆嗷了一嗓子，膝盖一弯，就给王桃花跪下了。大娘，咱们俩也没什么仇恨啊的，你这是要折我的寿吗？我说了，家里真没有粮食。他心里飞快地思考着怎么把这些人劝回去。咯吱，就见刘冬儿和王山提着个空空的篮子从里面走出来。姐，我和少安去外面挖野菜了。对了，昨日那只老鼠竟然去钻那空米缸，真是笨死了。姐，今日日头好，你记得把缸拿出来洗一洗，不然埋汰死了。米缸里少安是掉过老鼠了。那些村人看两个孩子提着篮子去挖野菜，又听他这么一说，心里顿时嘀咕了起来，这也不像有粮食的样子呀。大娘，婶子们，我家是真没粮食，你们要不信，跟我去屋里看下。果然揭开盖子，两个米缸都是空的。王桃花暗暗地舒了口气，干脆把衣柜也打开了，里面除了几件旧衣服，果然什么也没有。大家这才信了。桃花呀，想是婶子们听差了，今日这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实在是家里困难，我家都半个月粮食没挨嘴了。我就说桃花是个大方心善的，不会诓人，不然上次也不会给我们大家分猪肉了。还有那山药也教着咱们挖。没事儿，婶子们，这年头大家都难，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就不留大家了，我还得去坡上看看，听说那边荠菜长了些出来。是了，耽误了这半晌功夫，咱们也得赶紧去挖点野菜，不然中午只能灌水饱了。王桃花就听到走在最后头的一个婶子跟另一个婶子咬着耳朵说道：我就说吧，大海娘的话不能听嘛，这桃花就算会摘点药草，能卖几个钱，哪能买那么多粮食存着？哎，这下好了，咱们几个向一个没爹没娘的小丫头要粮食，说出去保准让人家笑话一顿。这还不得都怪刘氏乱嚼舌根，咱们以后可得远着他。原来是刘氏在散播的谣言，看来这是没有吃够苦头呀。没过几分钟，王山和刘冬儿就回来了。姐，你知道粮食藏哪儿了吗？王桃花瞥了眼她鼓鼓的衣服下摆，保准是被你的衣服吃进了肚子里呗。姐，你好聪明，这都能猜到。拍拍自己的棉衣，二姐想的主意，把粮食全都灌进了棉衣里。王桃花赞赏地朝刘冬儿看去，冬儿，你这法子妙得很，不愧是我家的小管家，倒把个小丫头夸得眉开眼笑。等家里一切收拾妥当，王桃花就拎着篮子去找了王豆香挖荠菜。豆香，你们前几日去挖鼠洞怎么样啊？桃花，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和哥沿着那条沟一路挖，后来我爹娘也来挖，你猜我家挖了多少粮食？王桃花想着，上次一个山鼠洞都有3斤来粮食，20斤。桃花，你也真敢想，要是有20斤粮食，我做梦都能笑醒。不对呀，上次咱们一个洞都那么多。桃花，那山鼠过冬也得吃啊，我们忙了这3、4天，拢共就挖了5斤粮食不到。你是不知道，有些洞里1颗粮食都没有，估计这山鼠也有的是懒鬼的吧。王桃花顿时把挖鼠洞的计划给打消了。就这些粮食，我娘都笑开了花，掺上萝卜白菜，省着点够我们家吃上10来天了。这不，天不亮，我爹和我哥去地里坡上找田鼠洞了。王桃花心里明白，现在青黄不接，有得粮食的机会，谁又舍得放下？对了，桃花，我们家打了2只老大的山鼠了，等山鼠熏好了，给你拿1只来。见王豆香家的粮食危机暂时解了，王桃花的心里也轻松了几分。现在轮到自己努力了，可没成想，过2日王豆香家挖鼠粮的事儿，全村都传开了。坡上、田埂上、河边，到处都是村民扛着锄头挖呀、刨啊，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半个时辰后，2人挖了半篮子的荠菜，就挽着手往家走去。路过叶大丫家门口时，王桃花瞥见叶大丫正在院子里挑拣野菜。好些日子没见，胖女人竟然瘦了一大圈，看来也是缺粮闹的。豆香，你说这顿顿野菜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呀？天天一肚子的野菜，感觉自己都要变成一只兔子了。我看呐，现在整个村里就刁大娘家有粮食了。听到粮食2字，叶大丫果然竖起了耳朵。那当然，你看呐，他们一家6口人，打过年起我都没见过他们出来挖过1次野菜。就上次大家都去挖山药了，他家也没人去。王桃花故意压低声音，我昨个还看到王大海拿着个灰面饼子吃得香喷喷，看到我就赶紧塞嘴里了。就我跟他家的关系，饿死我也不去他家借粮食。叶大丫心里已是波涛翻滚。王桃花故意朝四周看了看，你不知道刁大娘最是会攒东西。你还记得上次那歹人来村里吗？当时歹人只拿走了100米白
面。那天库房没关门，我看到里头还有好几大袋子灰面呢。这么多粮食？那可不是，可惜不是咱们的，不然让你娘掺上的荠菜贴了饼子，肯定能香掉舌头。两人走后，院子里的叶大丫难受的抓心挠肺，这刘翠兰太不是东西了。昨天老娘去找她借粮食，她还哭穷。正要走，突然眼珠子一转，往另一个方向跑了去。今日刁婆子嘴馋，特意挖了一大勺子猪油去了灶房。老大家的，老婆子我今日胃口不好，你给我烙2张猪油饼。刘氏看着雪白的猪油直吞口水，这个死老婆子，别以为我不知道，半夜常常起来偷吃猪油。娘，我这就给你烙。心想着等他走了，扣下一半猪油，留着自个烙2个饼子给大坤大海吃。不料刁婆子插着手，虎视眈眈的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娘啊，这灶房里油烟重，你要不去屋里等着，等好了媳妇儿给你端过去。刘氏，你一撅屁股，老娘都知道你要拉什么屎，是不是想打这勺子猪油的主意？娘，那媳妇儿哪敢呀？媳妇儿就看你今日穿了这件细面的袄子，怕被油烟染了味道。别叽叽叨叨了，你现在就当着我老婆子的面烙吧。刘氏的表情瞬间支离破碎，我这就烙去。虽是灰面，可是掺了猪油，也立马变得油光光的，软绵绵的。王大海吸着鼻子走出屋门，娘，咱家这是炖肉了。这时节哪来的肉啊？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娘，你骗人！我这鼻子可比那狗都灵上3分，你绝对做肉了。你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想藏起来给大哥吃？这可不行，我也是你儿子，你这一碗水可得端平了。你胡扯什么呢？这是你奶，胃口不好，娘在烙猪油饼给你奶吃，想吃那你奶去。好一招祸水东引，果然下一秒刁婆子就被王大海缠上了。这王大海虽没什么脑子，但成日里跟附近村子的泼皮无赖混在一起，最会察言观色，卖乖讨好。哎，我哥都那样了，以后这王家不得靠我呀？我要身体不好，怎么给你生重孙子？奶，我都好久没吃荤腥了，全身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你让我吃个猪油饼子吧，求你了！只把个刁婆子吵得头昏眼花。我的个小祖宗呀，别叽叽呱呱的，跟3月蛤蟆似的。老大媳妇，多做张饼子吧。奶，这全村就属你最好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这可把屋里的王大坤和王香香气得嘴都歪了。很快午饭就烧好了，除了刁婆子和王大海，其余人面前都是一碗灰面疙瘩汤，桌上有一碗腌萝卜条，还有一碟霉豆子。王大海拿起那张烙得香喷喷的猪油饼，大口大口的嚼着，把王香香馋得直咽口水。王大坤云淡风轻的吃着碗里的面疙瘩，其实心里抓挠的难受。奶，这灰面难吃的要死，想不到加了猪油这么香软。那可不是，猪油可是个好东西，多香啊！奶，咱们明日还吃猪油饼吧，这次给大哥也烙上一张吧。这猪油饼子也堵不住你的嘴，不吃就给我放下。好，我不说了。又故意嘀咕道，也是啊，大哥几两银子的席面都吃了那么多，咋会在乎这灰面饼子？这没脑子的蠢货，什么时候说话也会夹枪带棒了。刁婆子听了这话，面色更是一冷，斜着眼看王大坤，里头全是嫌弃、鄙夷和愤怒。王大坤手中的筷子顿时重如千斤。我吃好了，放下筷子就匆匆逃回自个儿屋子里了。大海，那是你亲哥，以后那事儿别老挂在嘴上了。他自个儿做了那丢人现眼的事儿，还怕人说了？他霍霍了老娘那么多银子，换成其他人家，老早就被赶出了家门。咱们家还能让他上桌，已经是老婆子我菩萨心肠了。这下王有贵、刘氏两人是一句帮的话都不敢说。屋里的王大坤捏紧了拳头，几人正吃着，突然院门被敲得砰砰响。谁呀？敲这么急干嘛？这门一开，呼啦啦的涌进了一堆人。你们横插竖眼的跑我家干啥？还有没有王法了？刁大娘，你别生气啊，我们就是来向你借点粮食。说啥混话呢？我家自个都是吃了上顿没得下顿的，哪来的粮食借？刁大娘，你这是没粮食还是不肯借呀？黄春芳说着嗅了嗅，这猪油香味够浓的呀。刁氏赶紧把想没吃完的猪油饼子藏起来。我的天爷呀，我家大半个月连面糊糊都没得吃了，你家还能吃上面疙瘩？你们瞧，还有猪油饼子呢。刁大娘，看来你家余粮很多呀，还说没粮呢，这是不肯借咱们呗，真是铁石心肠，有点银钱就看不起人哟。姓黄的，我不是让你不许进我家门吗？给我滚出去！再说我家有没有粮食跟你有什么关系？难不成青天白日的你还想抢了去？刁大娘，你这话就说的难听了啊，咱们都是一个村子的，这有困难搭把手，不是也显得咱们乡亲吗？再说你这家大业大，向来也是个大方的。你也别给老婆子戴高帽子了，别说我们家没粮食，就算有，这都什么时候了，
了，我老婆子敢借吗？一个个破落户，拿什么还？我家还要吃饭呢，你们别跟个讨饭的花子似的，赖着不走。这话直接惹火了众人，可毕竟有求于人，还是咬着牙软了下来。刁大娘，咱们这也是被逼得没法子，才厚着脸皮来找你。这粮食咱们也不白借，等有了我双倍还你。刘氏听到双倍还是有些心动。娘，刁婆子虎着脸看他，顿时就不敢说话了。刁大娘，你发发善心吧，咱们大人不吃粮食能熬，孩子肠啊胃啊的弱，不能一直吃野菜。你借我几斤粮食吧，要不我向你买也行。刁大娘，我求你了，卖点粮食给我吧。刁婆子暗暗地盘算起来，库里头还有3-4袋灰面，差不多200来斤，黑豆也有40-50斤。现在野菜也出来了，从明日开始灰面菜糊糊吃吃，拿出一些卖倒是没问题。要说咱们也是一个村子的，老婆子我也是个心善大度的，这样1斤灰面50文，要不要？啥？1斤灰面50文？刁大娘，你真敢开这个口？往年的灰面2文1斤都没人买，你这是掉钱眼子里了吧？你也知道那是往年，年前那粮食可就涨到40文了，这过了1个月卖50文，都是我看在同村的份子上。老婆子我话就撂这儿了，你们爱要不要？想着家里大半个月没沾粮食味了，还是有人妥协了。刁大娘，我要2斤，这是100文，您老收好。这才是个聪明人呐！告诉你们，我家粮食也不多，要买的赶紧，要是卖光了，可别又挤兑我。有了第一个，接下来的人那就被带动了起来。刁大娘，我那个银钱没那么多，我这里有个银镯子，你看能买几斤？刁婆子掂了掂，这溜子也就1000左右。算了，我吃了亏，老大媳妇给他2斤半粮食吧。刁大娘，我这银镯子还是我的陪嫁呢，我娘说快3000了。我说1000就1000，你要是不换，回家拿银钱去。我换。然后含着泪拿着2斤粮食走了。很快院子里的人就只剩黄春芳和叶大丫没买了。刁大娘，我要2斤，那个我要5斤。你们2个我不卖。刁大娘，还生我俩的气呢。哎呀，我这张臭嘴呀，就是把不住门，其实内里也没啥坏心思，你就当我是放屁好了。您老啊，还得多多体谅下。是呀，大娘，在咱们心里呀，你是这村里最有福气的人了。你看呀，有那么多田，又住着青砖大瓦房，就跟那员外府的老夫人一样，着实让人羡慕呀。要买粮食也行，你们俩60文1斤。什么60文？凭什么卖他们50文，我们俩要60文？太不讲道理了。就凭那粮食是咱家的，我老婆子想卖多钱就卖多钱，一句话要不要？不要我可就涨到70文了。刁大娘，你也太不讲情面了，咱们都是一个村子的，走路都能碰到腿，保准哪天你就求到我跟头来，还是不要太过分了。老娘我还就过分了，破落户一个，就那5-6亩的营生，我求得到你吗？这粮食老娘还不买了，你自个留着烂在家里吧。说着气呼呼的走了。叶大丫见状也走了，主要是他没那么多钱呀，拿来个篮子，把那一堆银钱全扫了进去，然后喜滋滋的准备回屋里数去。那2个娘们儿要是再来，就按60文1斤卖，可是听清楚了？哎，娘，我明白的。你要是敢瞒着我乱来，我就让有贵休了你。王有贵家有粮食卖，像一阵风传遍了村子，众人都激动不已。王有贵家的灰面卖50文1斤，又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众人对这件事儿是又气又恨，欲让其亡，必先让其狂。看着吧，这家人迟早要遭来祸事。夜沉如水，2个人影偷偷地走在村子的路上。当家的，等等我！懒人屎尿多，就你这婆娘，每次干点事磨磨唧唧的。等到了王有贵家，王有金和黄春芳从篓子里拿出2个陶罐子，就往那院门院墙一路泼去。一股冷风吹来，顿时熏得2人胃里一阵翻滚。走，去他家菜园子。要说这王有贵伺候庄稼还是有些能力的，这里头现在还剩下些萝卜和白菜，个头都比较大。当家的，咱们这算偷吗？偷啥偷啊？那老婆子骂了你不得赔偿点东西，还愣着干嘛？快动手啊！我这就来。夫妻俩趁着月色，把地里大的萝卜和白菜全拔了。第2日，天才刚蒙蒙亮，老大媳妇儿还不赶紧起来烧水做饭，跟头懒驴似的，越来越懒了。哎，这就起来。刘氏不情不愿地从暖和的被窝里爬起来。刁婆子见院里有了动静，又缩在被窝里睡起了回笼觉。娘，不好了！刁婆子好不容易睡着，正梦到吃烤鸡呢。刘氏，你大清早的叫魂啊，是死了爹还是死了娘呀？话刚说出口，意识到自个儿也是他娘。老婆子，我说话有口无心的，菩
菩萨神仙，莫怪莫怪。等刁婆子慢悠悠的出了门，就看到其他人都醒了，不约而同的捂着个鼻子。你们这一个个的做这副鬼样子干嘛？话还没说完，那浓烈的恶臭冲进了鼻腔，刁婆子打了个重重的喷嚏，离得最近的王香香头发上、脸上顿时落满了刁婆子的口水鼻涕。这刁婆子本就从来不刷牙，加上昨晚进这些腌萝卜、干梅豆酝酿了一晚上，那味道可想而知。我的娘啊，奶这嘴巴比那粪还臭！娘，不知道哪个造粪的畜生泼到咱们院墙上全是黄粪汤子。刁是气的，飞快的走到院门前一推，噗，一个装粪肥的篮子就罩在了头上。不快把这东西给老娘扯掉！王有贵赶紧上前摘掉篮子，就见刁婆子头发乱糟糟的，上面落满了粪土灰。是哪个挨千刀的？有本事来找老婆子我呀！下三滥的，该来我家闹，我咒他不得好死，绝子绝孙！这刁婆子足足骂了半个来小时，才气羞羞的进了屋子。王大海一盆水泼了过来，脏脏物就溅了王香香一鞋子。二哥，你能不能看着点泼水？我这鞋都没穿几次呢，就被你弄脏了。脏了就洗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说的倒轻巧，这大冬天的洗鞋子多冷呀！香香，你别嫌二哥说话直，我瞅着全村的丫头，就数你最懒了，再不改改，将来可是嫁不出去的。娘，你看二哥咒我嫁不出去。刘氏白了王香香一眼，这么臭，你们俩还有心情斗嘴？别看了，快干活，不然早饭不要吃了。王香香看自家娘偏袒王大海，一跺脚跑回了屋里。娘，我去解个手。呀，去吧去吧，这一个两个都不是干活的主，都是些讨债鬼。王大坤来到王香香门口，敲了下门。香香，我是你大哥，能进来吗？王大坤推门进去，就看到王香香正趴在床头哭得梨花带雨。香香别哭了，哭花了脸可就不好看了。大哥，明明是二哥做错了，咱娘就知道偏心他。你二哥就那样，仗着娘疼，向来无法无天，我都被他气到好几次了。大哥，他连你都敢欺负呀？看来整个家里就我们俩最不受待见了。说到这儿，王香香又哭了起来，那眼泪不要钱的往下掉。好了，香香，咱不哭了，以后你和大哥混，咱们一起教训老二。大哥，那我要做什么呢？你就帮我看着他，他做什么你告诉我就行。好。刘氏去菜园子里拔菜，看萝卜白菜全没了，回去跟刁婆子一说，那老婆子气得晕了过去。平川县半月前捐来的1500担粮食已经告罄，这可把丁汝章愁的头发都白了。大人，属下在流民里发现了这是何物啊？赵大明剥去外面的皮，露出里面白生生的肉。大人，这东西叫做山药，是几个流民从山坡上挖来的，说不仅可以填饱肚子，味道比灰面还要好，他们都吃了快2个月了。好，快给本大人瞧瞧。等丁汝章仔细打量后，也不讲究，直接往嘴里咬了一口。这东西果然有粮食味儿啊！快把这事儿去打听清楚，属下这就去。等赵大明再次回来，就把这事儿摸得清清楚楚。太好了，看来咱们平川县是长这个东西的，这附近多的是山坡。赵大明，你赶紧带上那些流民去这附近转转，要是发现了此物，赶紧来回禀本官。赵大明立马带着人在这附近几十里的山坡田野里认真寻找了起来，都还真发现有几个大山坡上到处都是这个东西。接下来县衙组织青壮流民去挖山药，很快数万斤山药运回了县衙，把它切碎和灰面一起熬粥，大大的解了平川县无粮之危。丁汝章忙把这事儿写了公文，连同几节山药和藤一起给小公爷寄了去。等骆子玉看到沟子村王姓妇人中从书中识的此物几个字时，不由得眼皮一跳。扫墓，那个王桃花哪里人来着？爷，是平川县的。废话，我问的是具体哪个村，好像叫什么沟子村。果然是他。爷，你是说这山药是这个女侠发现的？十之八九吧。看来你的这个女侠颇有些能力啊。你安排些人去附近山坡田野找找有没有这个东西，若是有，也可为咱们省下不少粮食了。是，属下这就去办。这日，王桃花正在院里挑着野菜，王豆香飞快地跑来。桃花，我娘说香芹嫂子要生了，不是还有个把月吗？张大爷和栓子哥去挖鼠粮了，张大娘去地里挖野菜了，香芹嫂子想去拿柜子上的花生，就摔了一跤，当时肚子就发作了，好在被路过的人看到了。走，咱们去看看。虽然
然那宋香琴自己不喜欢，但还是希望他们母子俩平安。等两人刚走到张大娘家门口，就听到一阵又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喊声。桃花，生孩子这么痛啊？那我以后不生了。你这话要是被婶子听到，你这耳朵保准被拧下来。两人刚要进院子，就被来帮忙的罗桂花给拦住了。这妇人生孩子，你们两个姑娘家的来干嘛？这可不吉利，快一边耍去！两人只能在院门口张望起来。约莫1刻钟后，屋里传来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生了！等帮忙的人陆续出来，王桃花就想进去看看孩子，可刚走到堂屋，就听里面传来宋香琴的哭声。我不信，我娘给我求的签，说我这胎一定是小子，怎么会是个丫头？你这死丫头跑这么快干嘛？抢了我儿子的道了。在这平川县这带，是流传着古怪的传说，说这女人生孩子时，地府的阎王会让一男一女2个孩子同时起跑，谁跑赢了，谁就投胎转世。香琴，咱们家不论是姑娘还是小子，我和你爹还有栓子都喜欢。再说咱们日子长着呢，先开花后结果也没什么不好的。当初你白嫂子不就是先生了桃花后生的少安吗？可宋香琴想到那撕裂般的痛楚，哭得更大声了。好孩子别哭，这坐月子要是哭多了，以后迎风眼睛就得疼了。老天爷呀，你是瞎了眼吗？我要的是小子。香琴，娘不是说了吗？这姑娘咱也喜欢得很。来，你瞧瞧，这孩子眉眼多周正，脸蛋多俊呢，以后长大保准跟桃花一样漂亮。桃花，娘，你眼里只有桃花，这小丫头骗子，以后要像那个牙尖嘴利、伤风败俗的死丫头，我现在就把她扔尿桶里溺了。香琴，你咋能有这想法？再说桃花可是个好孩子，就你那吃的喝的，她哪次少了你？可不许再乱说，没得让人听到笑话。你帮着外人说话，你就是嫌弃我生了个姑娘。哎呀，老天爷呀，我的命咋这么苦啊！得，又扯到了这茬。豆香，今日我不去看孩子了，省得他又闹腾起来。那我也不去，咱们下次再来看孩子吧。两人刚走到半路，就听到苗明翠也生了，这次依然是个带把的小子。要是被宋香琴知道苗明翠生了个小子，非得气吐血不可。等宋香琴知道苗明翠生了个带把的，气得把床头一碗浓香的鸡汤摔了个粉碎。就是苗明翠这个贱人抢了我的儿子。苗明翠，你这般恶毒，不得好死！我的儿子呀，你跑错地方了。说着又哭闹了起来，喊着张栓子要把孩子拿去王家换了。你们不肯去，我去，我要抢回我儿子。看着宋香琴这般疯魔，老两口一脸颓丧和苦闷，最后还是张栓子吼了几句，宋香琴才算消停了下来。转眼就到了张家和王家给新生孩子洗三的日子，一个在未时，一个在申时，刚好错开了。洗三的用意，一是洗涤污秽，消灾免难；二是祈祥求福，图个吉利。王桃花穿戴整齐，把准备好的礼物拿了出来。两家的礼物一样，2尺月牙白的细棉布。王桃花摸了摸，还算柔软，拿来给小孩子做件小衣裳还是不错。这礼物说来在沟子村也算是重礼了。等来到张家，发现院子里已经来了10来个人。张大娘早在里头候着，跟众人打着招呼。好孩子啊，你也来了。大娘恭喜了。就见堂屋的桌子上燃着香烛，地上摆了个澡盆子，里面已经放好了温水。胡婆婆从随身的搭链里拿出3张红纸，这3张红符是供过碧霞元君、琼霄娘娘、云霄娘娘等13位神像，你把它分别放在堂屋供桌上、香琴枕头下，最后1张埋在院子里。张大娘神色认真地收下了3张红符，赶紧唤张栓子去办。洗三仪式正式开始了。盆头一响，黄金万两，主家喜迎贵客添福喽！一圈下来，这洗三总算完了。接着众人去了宋香琴屋里庆生，张大娘把小丫头放在她身边，她翻了个白眼儿，嫌弃地撇开脸。这边众人就笑脸盈盈的拿出带来的东西，往桃花看去，多是张帕子、半包花生、2个鸡蛋之类的。现在封村2个多月了，大家能拿出这些东西来也算不容易了。可宋香琴脸色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黑了，得，这是不满意了。张大娘自是知道自个儿媳妇的心思，我老婆子替这小丫头谢过大家了，大家这也忙活半天了，赶紧家去歇着吧。等那城门开了，老婆子我去买上些果子韭菜，定来吃个痛快。
众人也明白张大娘的用意，于是纷纷告辞。最后屋里就只剩王桃花了。张大娘满脸笑容的把那丫头抱来，桃花，你来看看这个小丫头，她好可爱呀，长得也漂亮。大娘，这小丫头长大后绝对是百家球呀。是呀，你看这眉眼细细的，倒跟你小时候呀有几分相似。长得好看有啥用啊，还不是个丫头片子，以后啊也得便宜了人家去。嫂子，这姑娘呀都是爹娘的小棉袄，等以后你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好处了。女儿福，我嫁来这5、6年了，咱爹娘也没享我什么福呀。这姑娘呀都是给人白养的。嫂子，都说儿子好，但就说咱们村里这儿子不顾老人的还少吗？儿女都一样，就看咱们父母如何教养了。没想到这句话像点燃了炮仗，宋香琴嗖的一下坐直了身子。你是说我爹娘没教养我好来？啥？这人是什么脑回路呀？桃花，你嫂子累了，咱们屋外说话去。王桃花看宋香琴脸黑的跟锅底儿似的，也是一刻都不想待了。嫂子，这2指细布留给孩子做件小衣裳吧。说着放在床头。那宋香琴脸色总算好了些，忙把布拿过来，又是摸又是捏。桃花，你嫂子就那性子，别挂心上。张大娘，你想啥呢？这嫂子刚生了孩子，忙糊涂了也是正常。桃花，我要是有你这么个懂事的孙女，老婆子做梦都能笑醒。大娘，现在可不就有了吗？这孩子你好好养着，以后肯定是个贴心的。对了，叫啥名字呀？说到这个，张大娘就来气。沟子村这边小孩出生后，大名晚上几年取没啥关系，可是这小名却是一出生就会取上个顺口吉利的。于是张大娘问了宋香琴好几次了，这丫头片子的小名还讲究什么呀？花呀草啊南瓜地瓜随便叫一个不就成了，白白浪费心思。桃花，你是识字儿的，要不你给大娘个主意啊？我呀，这不太好吧？回头嫂子要是知道了，非得生气了。没事儿，我不跟她说就行了。王桃花被张大娘期盼的眼神看得头皮发麻，只得认真的想了起来。这小丫头长得这么灵动，要不小名就叫灵儿吧？灵儿，这个小名好听，就是叫大名都成。以后我们灵儿呀，也要像桃花姑姑一样聪明好看呢。小丫头噗噗的吐着口水泡泡，似乎在回应这事儿，逗得两人笑了起来。王桃花刚走出院门，张大娘就拐进了屋子。很快屋里就传来宋香琴的声音：娘，把那丫头抱走吧，我得躺上一会儿了，这每日晚上都不睡，净折磨老娘了，也不知道是来报仇的还是报恩的。还有，你看看这些人送的是什么东西，谁家庆生的送2个鸡蛋，鞋垫子的，抠抠搜搜的，一张老脸都不要了。香琴，咱们村封了这么久，现在家家都困难，能拿出这些东西来已经是很难得了，可别往外说嘴。娘，就说去岁那秦婶子儿媳妇生孩子，你可是抓了只鸡去吧？你看她送什么？小半袋子花生，这人就知道占人便宜。咱们2家以后别来往了。你秦婶子家日子过得多苦，你又不是不知道，就这点花生，估计都是牙缝里省出来的。我才不稀罕。这么看来，就那死丫头还有点良心，算咱们家这么多年没有白帮她。我瞅着这细布不值2尺，紧一紧呢，刚好给我拿来做件谢衣。香琴，这是桃花拿来给灵儿做小衣裳的。她个小丫头片子穿那么好干嘛？回头我从旧衣服里拿件改改就好了，穿着还舒服。张大娘顿时沉默了。这时传来小灵儿的哭声：娘，快把她抱来，吵死了。好在张大娘老两口和栓子对这孩子好，不然这孩子摊上这么个娘，以后有的罪受。等去了苗明翠那边送庆生礼，就发现整个院子黑压压的全是人。等到天盆大多也是1文2文的往里扔。轮到于连英了，直接扔了一个半钱的银饺子，顿时震惊了众人。都说王家2妯娌处得跟亲姐妹一样，看来还真不错。等一套喜散流程结束，大部分人送了庆生礼走了。丫头，你来了。婶子，恭喜你喜得贵子。本来还说生个跟你一样漂亮的丫头，结果又是小子，这下哥俩非得把这家闹腾开了。王桃花抿着嘴笑着，还真是造化弄人。小儿子的生个女儿，小女儿的偏偏生了个儿子。要是把这孩子跟宋香琴换一下，婶子是个有福气的，以后哥俩一起孝敬你。就看到那个胖乎乎的小子正甜甜的睡着，这小子真可爱，文文静静。那你可猜错了，这小子也不知道像谁，这脾气犟得很。你瞧瞧，我这边头发都被他薅了好几根了，这小家伙最是会闹腾人了。虽是这般说，苗明翠脸上多了一丝柔情。等送了细棉布，两人客套了几句，王桃花也就回家去了。
黄元修押着10万担粮食，日夜兼程，终于在2月初赶到了九江对岸的江州。大人，搜遍所有渡口，才找到3、5艘船呢，其余全随流民去往了九江。这好办，你拿着本官的印信去趟九江府，让姜昆山2天之内把船全收罗了，下过来运粮。卑职这就去办。眼看黄安就要下去，黄元修忙叫住了他。你此次去，且说咱们运的是30万担粮食，而且要大张旗鼓的把这件事散播出去。大人，这是为何呀？咱们这10万担粮食说多也不多，这1州3县分一分，也就够城中百姓和流民混个半饱。小公也早就派人去调查清楚了，这州府里的大户商家至少囤积了粮食40万担。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城中那些贪官商家积存的粮食给骗出来，要不然咱们这些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呐。黄安跟了黄元修10来年，略微一下想就明白了其中关节。大人，咱们把30万担粮食赈灾的消息一放，他们怕粮食砸在手里，必然降价出售粮食。可是后头他们会不会来找大人您麻烦呢？我听说九江府好几个官员认了京城里的大人物做了干爹呀。老夫说有30万赈灾粮，又没说都运来九江府啊，找得上老夫吗？再者，小公爷已经向圣上请了旨意，准许本大人对九江贪赃枉法的官员和鱼肉百姓的商家进行严惩。他们现在躲老夫还来不及呢，老夫要让他们这些蛀虫剥一层皮。没一日，朝廷30万担赈灾粮已经到了江州的消息，就如长了翅膀似的传到了九江城里。知府姜昆山把州里所有属官都召集在了府台衙门，在座的这些官员自家都有粮食铺子，或者与粮商勾结在一起，年前私下去两湖地区花高价买来大量粮食。现如今九江城中精米已经涨到200文一斤，白面150文，这1个月的时间，这些官员可是赚到盆满钵满。现在这黄阎王来了，怕了吧？晚了，请老夫好好看看你们这人头还能在那腔子待上几天。九江知州是个50来岁的半老头子，名唤涂文松。快回府。最开心的要数平头百姓和流民了，他们熬了这么久，苦了这么久，朝廷的粮食终于来了。几乎一夜之间，全城的粮价疯狂降了一半。可是各个铺子里并没有等到疯狂买粮食的场景，反而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江对岸的黄元修正看着小公爷送来的密信，一旁的黄安稍微瞥了眼，就看到杀鸡儆猴，接下来就是几个人名。看来九江府有人要倒霉了呀。这天晚上，知州府一个下人拿着密信，骑着快马朝平川县飞奔而去。父君，这女婿来信怎么说呀？朝廷赈灾粮食下来了，说是有30万担呢，分到这平川，少说也有5、6万担呢。到就到呗，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咱们也管不着，反正这铺子还不照开。无知，咱库里的1万多担粮食咋办呢？那可都是老夫花高价买来的呀，难道全烂在库里吗？哎呀，那咱们怎么办呢？周东海略微思索了一番，为今之计，趁着那消息还没有传到平川县，咱们赶紧降价卖了。那咱不是亏死了吗？周东海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心疼地闭上了眼睛。很快，周家7个粮铺堆满了粮食，插牌上也改了价格。百姓们一看，比昨日低了1半的价格，顿时又是纳闷又是惊喜。众人正要去铺子里抢购，就听一个衙役敲着响锣大喊：喜报喜报啊！朝廷赈灾粮食下来了，合计30万担呢。很快，城外的流民也听到这消息，是又是哭又是笑。随着九江渡口上的船只越来越多，九江府包括各县有存粮的官宦商贾欲哭无泪。现在灰面已从原来80文一斤降到了10文一斤了，可是买的人依然不多。知州府后院，涂文松接连摔碎了好几个上好的青花茶盏了。这些刁民，老夫已经把价格降得这么低了，捡还嫌贵，难不成要本老爷白送给他们不成吗？老爷动这么大干活干嘛？小心伤了身子，奴家可是会心疼的。此人正是周东海的大闺女周婴儿，现在是这涂文松的九姨娘。好婴儿啊，咱们库里可是藏着价值20万两银子的粮食啊，这都是哥老爷的肉啊。老爷，听说那渡口已经摆满了船，要去对岸运粮，奴家真希望那江上卷起一道浪，把那船全给卷走了。没了船，看那姓黄的怎么运粮，这样老爷就不会烦心了。哎呀，老夫怎么就没想到呢？你可真是老夫的宝贝儿啊，帮了老夫大忙了。狠狠地在周婴儿脸上亲了好几口。老爷，这大白天的
让下人看到了，告去夫人那边，奴家又得挨罚了。那黄脸婆，她敢？老夫的心肝宝贝儿，谁都动不得的。很快，庄围中娇喘吁吁，春光无限。是夜，冷月如钩，九江渡口已停满上百艘大大小小的船只，几个人影从树丛里闪了出来。马爷，看船的大头兵已经被咱们的人给灌醉了，现在睡得正香着呢。好，老六，回去也给你记头功。侯老六一挥手，几人从腰间解下皮带子，拔掉腮部，顿时一股刺鼻的气味窜了出来。那7、8人把皮带子里的东西朝10几条船撒去。够了，今日风大，只要这10几条船烧起来，这上百条船就一个都跑不了。快点火，等做完了这趟，咱们去群芳阁找姑娘松快松快，日后那良田美妾可就等着咱们了。可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只因10几个兵丁手拿长矛从黑暗中冲了出来。你们这些杂种可知爷是谁吗？敢拿长矛指着爷，是不是不想活了？马大眼大喝一声，可这些兵丁连眼皮子都没眨一下。你是谁呀？说来听听。赵金，你不是喝醉了吗？马大眼狠劲一出，唰的一下就从腰间拔出一把剔骨刀，兵丁们瞬间操起了长矛。也知道你有点手脚功夫，不过今日你们插翅也别想逃。说着拍了拍掌，就见几10个弓箭手跑来，拉着弓瞄准几人。黄大人早就猜到你们这群跳梁小丑会来烧船，拖延粮食进城，所以呢，我就将计就计，陪你们演了一场戏。你们若是现在放下手中的刀，咱们呢就让你少受点苦头；若是冥顽不灵，就让你们尝尝这穿心剑的厉害。侯老六第一个把匕首刀子给扔了，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大人饶命啊！我都是被这马大眼给胁迫的，我不做他就要杀我全家呀！你这狗杂种，敢反水，老子今天非撕了你！说着，一把抓起猴子，正要动手，咻咻咻，几根羽箭射在了他跟前，吓得他连连后退。其余几人见状，纷纷扔了刀子。马大眼呢，连运粮船都敢烧，原是犯了大罪。我劝你老老实实跟我们走，不然有你最受的。马大眼脸颊上的肉跳了跳，看着地上插着的羽箭，最后不甘地扔下了刀子。等众人走到一段河堤时，马大眼突然撞开两侧的官兵，从河堤上滚了下去。快放箭！数十支羽箭射下，这河堤上是茂密的芦苇群，连绵10来里，又是黑灯瞎火的。马大眼往里头一钻，瞬间不见了人影。既然让这个鸟人跑了，下次再碰到他，非剁了他双脚。第2日，当涂文松从美人怀中醒来，得知烧船的几人被抓时，还不等他收拾细软逃命，黄安就派人把他的院子给围了个严严实实。奉黄大人命，图知州官商勾结，鱼肉百姓，且派贼人夜烧粮船，阻碍圣上救济灾民之人心，限屠府所有人不得出府，等待大人发落。听闻知州府被封，这下全城都震动了。那些本还犹豫不决的商户被吓破了胆子，于是粮价半天之内恢复到了最初的价格。一时间，九江城里城外欢声一片。等周东海得知知州府被困的消息，直接一头栽倒在了地上。第2日，周东海醒来，赶紧命管家带上火油去粮仓，准备一把火把粮食给烧了，来个毁尸灭迹。可惜被早就埋伏好的衙役抓个正着，周家也如同知州府一样被困在了自个院中。直到第3日，王元修带着10万担粮食进城时，各大小官员粮商才发现自个上当了。可是为时已晚，手里的粮食早已清空，亏得那叫一个剜心抽肠。大人，人员、银两、粮食全部核算清楚了。说，这次九江一府3县违法乱纪官员、商户合计31人，查抄银两和371万6842两3钱，粮食和42万担。看呐，一个小小的州府竟然出了这么多蛀虫，外头流民饿死了多少？他们家里粮食都生没了吧？大人，那这些东西咱们该怎么处理啊？小公爷已经向圣上请了旨，银两分3份，1份送往北边充作军饷，1份留下来安抚流民，还有1份送去京师。至于粮食，一半送去给小公爷，另一半留下来分给这30万流民吧。日子一天天过去，前方捷报频频传来。到2月上旬，小公爷已收复边关8成，把胡人赶出了大梁。等到钩子村得到这消息，还是在3天之后。听到流民回籍，县城恢复进出，关了2个月的钩子村村民全都喜极而泣。
唯有刁婆子几人脸色僵硬，怨愤不已。要命喽！这城门早不开晚不开，偏偏这时候开，还不断了老娘的财路吗？王村长还是颇有些能耐的。要知道，这次咱们县下的22个村子，有多半都被流民侵扰了，全赖村民们协力才保住家园呢。听说那山药也是贵县带着流民去挖的，也算是活民无数了，功德一件。你放心，县太爷都记着呢，稍后必有嘉奖。老夫不敢鞠躬，那山药是本村王有才的闺女王桃花书中所学呀。那姑娘不但能攀上小公爷，还能从书中找到山药，可不一般呢。王村长过谦了，那我们这就告辞了。赵捕头啊，他日我村子收拾妥当，欢迎来喝杯薄酒啊，必定必定。赵大明正要上马，突然想到个事儿。王村长，黄大人要求严查流民期间囤积粮食、哄抬粮价的奸商，你们村子可有这类人呢？王梦山心中一震，正犹豫着要不要把刁婆子几人的事说出来。有啊，官爷，咱们村子可不就有一个奸商吗？哎呦喂，这人都快饿死了，他家烩面还要卖我60文一斤哟！官老爷，你得要为大家做主啊！王梦山有些不喜地看向黄振芳。赵捕头，别听那个夫人胡说，那家人也不是商家之流，只不过是家中存粮较多，拿出来卖了些。王村长，此次县令大人特意交代，无论商户与否，若是粮价超过5倍来卖，均要入案。这人既然不念同村之情，这般抬价，我看也不是良善的。请村长带我们走一趟吧，咱们回去也好交差。这下王梦山也无法了，王桃花肯定不能错过这场好戏，忙拉上王豆香也跟了去。刁婆子正在屋里数着今日卖粮得来的铜板，床上除去那堆铜钱和一些碎银饺子，还有几件簪环。刁婆子爱不释手，是摸了又摸，亲了又亲。可惜了，要是再封上个把月，这银钱保准多上1倍。想不到平日里2文钱的东西，被老婆子我赚了这么多。哎呦，我真是厉害呀！院外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谁呀？看到是一伙身穿缁衣、腰挎长刀的衙役，顿时大惊失色。娘啊！刘氏，你这嘴是装了个喇叭呀？刁婆子藏好钱匣子，骂骂咧咧的从屋里出来，看到院里站了7、8个衙役，顿时双腿也抖了起来。而王有贵几人也吓得大气不敢出，乖乖的站在一边。这里可是王有贵家，主事出来一下。王有贵看向刁婆子，对方埋着头不吭声。官爷，我是王有贵，你们来咱家是有什么事吗？赵大明并不理他，而是看向跟着鸡婆子一般缩在角落的老婆子。你就是王刁氏？正是老婆子。有人告你高价卖粮，可有此事啊？没有，我老婆子最是守法，不做这亏心事儿。哪没有？你2斤粮食就收了我100文，天爷呀，那钱还是我东拼西凑的呢。还有我的陪嫁银簪子半两多重，你说簪子样式老，就给了我5斤烩面，你这心可太黑了呀！还有我把家里棉衣抵给他，才得了半斤粮食，他骂我是破落户、穷色样。眼看爆料的人越来越多，你这个蠢妇还说自己没有高价卖粮。老话都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刁婆子被众人一激，立马把心里的那份害怕给忘记了。老娘活了几10年了，就没见过你们这般没脸没皮的。当初求老娘的时候，恨不得跪下来舔我的鞋子，现在狗脸不长毛，翻脸不认人了。我跟你说没门儿，这买卖咱们可是你情我愿的，你们就是告上衙门，老婆子我也不怵。你这老婆子倒是挺蛮横啊！本捕头今天还就通知你，县令大人有令，流民期间商家若是为一己之私，哄抬粮价，鱼肉百姓，务必严惩。念你们是乡邻买卖，你把多出的银两还给人家，这事儿也就了了。什么？还钱？这是老婆子我辛辛苦苦赚的，是给了粮食的，凭什么还给他们？难不成你们这些当官的可以胡作非为，欺压百姓吗？说着往地上盘腿一坐，拍着地大声嚎着。见着刁婆子越说越不像话，王梦山劝道：刁氏啊，可不得乱说，几位官爷是奉了县令大人的令来的。我呸！我看那县令也不是啥好人。你个老婆子胡搅蛮缠，敢违抗县尊大人的令，兄弟们拿铁链绑回去。赵大明哐一声从腰间拔出刀，刁氏顿时吓呆了，忙爬起来跑到王有贵后头。有贵，那狗官要来抓我了，你快来护着娘啊！诸位官爷，我娘向来糊涂，
说话没有遮拦，还请高抬贵手啊！官爷呀，乡里婆子说话粗鄙，还请见谅啊！我这就叫他家去把银钱拿出来退了。看在村长的面子上，本捕头给你家一个机会，快去拿银钱退人吧，不然你和这婆子一起抓走。娘啊，去把银子拿来吧。刁婆子只能呜呜的哭着，去屋里拿来了钱匣子。拿回银钱的众人欣喜若狂。等刁婆子看着空空如也的钱匣子，心里恍若插进了一把刀子，两眼一翻就倒了下去。这样看来，刁大娘挺倒霉的，白白送了这么多粮食。做人吧，还是不能太贪心。咱们村本就穷，2文钱的粮食，你涨个几文10几文，大家保准念你的恩。可你让人家倾家荡产去买粮食，这就不厚道了，可不是趁人之危嘛。桃花，你说的有道理，这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王有贵家已经烂到根子了，王桃花才不会觉得他们可怜，不落井下石已经算他良善了。等刁婆子醒来，已是日落黄昏，想到那白花花的银子没了，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啊！来人！等刘氏看到刁婆子左边的脸耸了下来，嘴角往上斜，不停的抖着，也是怕了。有贵呀，快去看看，咱娘恐怕不好了。娘啊娘！王有贵带着哭腔跑进了刁婆子屋里。我还没去洗，哭什么？娘，你哪里不舒服啊？刁婆子抖着手指指着自己的嘴，娘，这不会是中风了吧？娘，你等着，儿子现在就去请梅大娘来。这梅婆子也是郁闷，这1个月去了这王家有5、6趟了，这把完脉又查看了下病症，就和王有贵出去了。你娘是小中风，我看不好，你去县里请大夫吧。有贵呀，老婆子孤寡一人，也没田没地的，就靠村里看病挣点嚼口，这好几次的诊费和药钱，你今天得结一下了吧？王有贵顿时尴尬的张了张嘴，这事整的，梅大娘你放心，这钱咱们家记着呢，只是现如今家里没有1文银子，我家也难啊。这银钱嘛，说来也不多，拢共也就100来文钱，我可以不收。哎呦呦，梅大娘你可真是活菩萨哟，我就说咱们村里最心善就得数你呀。老婆子话还没说完，钱可以不要，那就拿袋粮食来抵吧。刘氏脸上的笑容瞬间破裂，最后王有贵只得乖乖的扛了一袋灰面去了梅婆子家。翌日，王有贵用牛车把刁婆子送去县里的医馆看病，这一通下来花了8两多银，才把病给治好了。没钱就把王桃花还回来的2亩地又添了2亩旱地卖了，才堵了这个窟窿。阔别2个月，再进平川县城，感觉一切既新鲜又陌生。虽然现在东西南北的商路刚通，很多铺子里的货物还没有补齐，但并不妨碍百姓们逛街的热情。毕竟这2个月来缺衣少食，又锁在家里头的日子太难熬了。周叔，桃花啊，好久不见喽！年前存下的粮食，这次封城也想不大吧？别说了，临了被那老鼠偷了家，差点就饿肚皮了。像你这般聪慧，想不到也拐了脚。叔这个年过得惨呐，本来备好了200斤粮食回去，一家10几口也算是够了。可是架不住这城门一关，就是2个多月呀。后来也是一顿野菜，一顿糊糊熬过来的。米婶子都说咱自个儿卖粮，还差点饿死，说出去没得被人笑死啊。好在咱们总算熬到头了，这大难不死，咱们必有后福，你说是不？丫头啊，你说的在理，看看今天要点什么粮食啊？周叔，大米给我来50斤，白面50斤，灰面来个30斤，还得麻烦你帮我送家里去。丫头，你买这么多吃得完吗？现在粮食不紧张啊？叔，不瞒你说，我现在馋着白米白面都快馋疯了。再说有了锁城这么一遭，我家又没地，总得多备点粮食以防万一，你说是不？考虑的周到，行，大叔这就给你装上。现在有黄大人坐镇九江，这粮价总算是稳了，这时候买也不亏。周大年一边量着米，一边笑盈盈地说道：你看你这米雪白晶亮，都是好粮食啊，这可是周家存粮，可惜呢这家人心肝黑呀，跟那些当官的合谋高价卖粮，鱼肉百姓，这不被一锅端了。王大花心里咯噔一下，哪个周家？不就是石狮子胡同那家吗？这周家好几代家业了，这下全都玩完了。男的全流放北边苦寒之地，女的呢全都卖去教坊司了。竟然是他们家，抓得好！他们家做了那么多坏事，活该！一想到周胖子在那苦寒之地砸石头啃荒地，心里超级爽。说你这边有没有卖黄豆？黄豆？你说的可是硬豆？
这东西通常都是喂驴马的呀，咱铺子没有。你要是要的话，叔有个老友是卖这个马料的，待会儿呢我去帮你问问。平日这东西贱得很，好像1文钱可以买上2斤。王桃花听了心下一喜，这黄豆可是个宝，竟然拿来喂马驴，真是暴殄天物呀。说那麻烦你了，有的话你先给我买个几十斤。丫头，你要这么多硬豆干啥呀？难不成你要养牛驴？山人自有妙用，说你就等着瞧吧。王桃花打算开启做豆腐的计划。王桃花又去了趟杂货铺子，零零散散买了一大通，干脆把东西送去了粮铺，让周大年一起送回去，反正他有马车也方便。王桃花一身轻快的在街上逛着，路过当铺，王桃花摸了摸怀里的东西，走了进去，再出来，脸上挂满了笑容。从周家顺来的4、5个金银克子，搭上一根金簪子，总共换了40两银子，加上之前剩下的银子，约莫有57两银子了。他打算建所新宅子，正想着，前方闹哄哄的一片，就看到一个年轻的汉子正被一个半老头子拽着，两人手里还拉扯着个羊皮尖垫子。大爷，你再不松手，别怪我不客气了。快来人呐！这后生无法无天呐，拿了老汉的羊皮垫尖子，还想打我呀？我说这位小哥，你跟个老头子闹什么？这万一有个3长2短，不得被他们家人给赖上了呀？真不要脸面呐，连老人都欺负，真是世风日下。这羊皮尖垫子真的是我的，你们怎么就不信我呢？那老头眼珠子滴溜溜的转着，脸上全是得意之情。就这副跟着耗子似的面相，一看就有问题。方贵想着家里还有事儿，就用力把羊皮尖垫子拽了回来，急冲冲的就要走。那老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抱住他的腿，躺在地上。你不能走，你必须还我羊皮尖垫子。老头子命苦啊，就剩这么件值钱东西了，想不到还要被你昧了去，你个丧良心的！大爷，你不要眼睁说瞎话好吧？刚刚明明是你摔倒了，我扶你起来，你就拽走了我的羊皮尖垫子，说是自个儿的，你咋这般不讲理呢？你怎么颠倒黑白呢？这羊皮尖垫子是平日里我打柴火用的，不然我这把老骨头早就被那柴火给压折了。众人听了这话，更是一边倒的指责汉子。王桃花却看着那羊皮尖垫子，若有所思。方贵现在是有嘴说不清了，想强行掰开老人的手，对方就哎呦哎呦的叫嚷着：哎呀，打人了！我这胸口啊，一抽一抽的疼啊！这位小哥，这大爷说这羊皮是拿来砍柴垫肩的，你这拿来干嘛用的？我是南城码头扛包袱的，这羊皮尖垫子是我平日里扛东西用的。今日我给一个路过的粮食行商扛了好几10袋面粉，赚了几10文钱，想着来这边摊子给我娘买点零嘴，就碰上这么个不讲理的大爷。你才不讲理呢！你坑蒙拐骗，欺负我这个老头子。小哥，既然你们2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为何不去衙门找关老爷判案呀？去衙门没听过吗？8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头子我可不敢去，没他丢了羊皮还得被扒一层皮呢。那既然不去衙门，本姑娘倒有一计，可以证明这羊皮尖垫子是谁的，敢不敢让我试一试？哪儿来的黄毛丫头多管闲事啊？老头我知道了，你肯定跟这个小子是一伙的吧？你管我是哪里来的，反正不是你肚子里生出来的。众人顿时笑了起来。咋样，敢不敢让我试一试？你放心，这么多人看着呢，我绝对公平公正。我方贵同意。老头还在那嘀嘀咕咕，犹豫不决。我说大爷，人家小姑娘有主意，就让她试试呗。这老头不敢试，不会刚才说的都是骗人的吧？还真有可能。你看那小哥可一点都不含糊。试试就试试，老头我要看看你怎么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羊皮尖垫子给我吧。方贵忙把羊皮递了过去。你们俩放心，我定会让羊皮尖垫子物归原主。王桃花去路边的摊子上借来一根支棚子的棍子。诸位，既然这羊皮尖垫子迷糊了，认不清主人了，本姑娘就好好收拾他一顿，保准打完了他就是清醒了。围观的人轰的一声议论开来，王桃花也不理会众人的议论，把羊皮尖垫子平铺在地上，拿起棍子就狠狠打了几下。这几棍子打下来，众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诸位，刚才羊皮尖垫子已经认错了，他说他的主人是这位小哥。你这个臭丫头，我看你俩就是一伙的，装模作样的瞎搞一通，就想占了老头子的羊皮。老头子打死你个不要脸的！刚要挥拳，就被方贵抓着手腕，动弹不得。疼啊，手要断了，快松开！方贵用力一甩，老头子就踉踉跄跄的往后退了几步。并不是本姑娘偏袒这位小哥，大家请看，从地上捡起羊皮，就见青石板上多了一层白白的粉末。这不是面粉吗？对的，
这些都是面粉，是我打羊皮煎垫子时从上面掉下来的。这位小哥说过，自己今日扛了几十袋面粉，那羊皮里沾了些面粉是很正常的。可这位大爷说，羊皮是用来搭肩膀扛柴火的，里面却不见一星半点的叶子树枝，可见羊皮不是他的。所有人都明白了，纷纷向王桃花投去赞赏的目光。那老头子又气又慌，趁人不备，把人一推就跑了出去。跑得还真快。那还你羊皮，下次记得收好了。我也没想到这个老头子这么坏，这次谢谢姑娘了。姑娘，要不我请你吃包子吧？不用了，只是举手之劳而已。还有，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拜拜了。说着和人群一起散了。这姑娘心真好。王桃花做了这么件好事，顿时觉得自己多了几分英雄气概，走路都带了几分侠气之风。等他正走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就发觉后头有人跟着，他加快速度走去，后头也跟了上来。很快自己的去路被人给拦住了。老大、老二，就是这个臭娘们坏了爹的好事儿，去替爹好好修理她。就见是刚才那老头，旁边还站着2个20来岁的男人。爹，我看这娘们长得挺水灵的，要不然给我当婆娘吧。老二，我都没有娶媳妇呢，哪轮得上你啊？这娘们必须归我先。凭什么归你啊？我先看上的，就凭我是你大哥。好了好了，别吵了，抓回去当你们2个的媳妇儿，单天归老大，双天归老二。你们3个要不要脸？这坏事做尽，还敢拿老娘的主意？死娘们，敢坏我爹的好事儿，还敢骂人，待会儿让你尝尝我们哥俩的厉害。说着，阮二撸起袖子就要上前抓人，双拳难敌4手，不能硬碰硬，于是故意装着害怕，不停地往后退去。不要过来，我认错了还不行，求你们放了我吧。那阮老大看着这娇滴滴的姑娘，那是哈喇子流了一地。姑娘啊，既然做错事了，不得补偿哥2个？放心，只要你跟了咱哥俩，保准啥事儿不让你做，到时候你给咱生10个8个带把的。10个8个，你怎么不去头母猪啊？阮家兄弟刚凑上前来，王大花抬头，嗖的从怀里拔出那匕首就划去。哎呀！阮老大手背被划了一大块口子，阮老二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想去摸王桃花的脸蛋，食指直接被割了下来，血顿时喷涌了出来。阮老二瘫坐在地上了，捂着手指哭爹喊娘。阮老大也捂着手背，心有余悸。老二，阮老头吓得赶紧跑了过来，还想娶我做婆娘吗？我告诉你们，我爹我哥都是猎户，我打小给那野猪开膛破肚就跟玩似的，还怕你们2个牲口？阮家3人听了这话，都跟见了鬼似的，大气都不敢出。以后别来惹姑奶奶，不然就不只是断根手指了，下次可能就是……说着往脖子上比划了一下，就昂首阔步地走了。刚出巷子，王桃花就飞快地跑入人群，现在2只手飞快地抖了起来，一颗心更是扑通扑通的要跳出嗓子眼儿了。到家不久，周大年就把粮食送来了，同时搬下了1袋子黄豆。丫头啊，那黄豆前段时间粮荒，我朋友拿来吃了部分，剩下的不多，给我匀了1袋子，约莫有50斤的样子，可够啊？够了，说多少银钱我给你。这东西也不值几个钱，甭给了。那可不行，怎么能老占你便宜？最终王桃花坚持给了银钱。王桃花盛出2斤豆子泡在水里。姐，你泡黄豆是打算做你说的那个豆腐吗？姐这次要做的是豆腐脑。豆腐脑比那豆腐更好吃吗？那是当然，我跟你说，豆腐脑又白又嫩又鲜，等做出来你就知道了。吃过午饭，王桃花拎上1封点心，去了趟王梦山家。村长爷爷找你有个事儿。啥事儿啊？王梦山现在看着王桃花是越看越喜欢，心里猛地想起老大媳妇儿前段日子提的那事儿，想着待会儿探探这丫头的口风。是这样的，村长爷爷，我想着重新起几间屋子。你那屋子是该起新的了，你这边打算搭几间茅草屋，那木料啥的我家还存了几根，你先呢拿去用，不够我让你叔去山里砍几根。村长爷爷，这次我不想搭茅草屋了，我想起青砖大瓦房。啥？青砖瓦房？丫头啊，这青砖瓦房可不是儿戏啊，少说得30-50两银子。你放心，这银子我已经备好了。这一下王梦山心里只剩震撼。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人呢，你这个丫头是个有主意的。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起房子？村长爷爷，我想着现在离播种还有个把月，大家都有空，这几日就动土开工吧。好，康婆子那屋子既然村里面已经给你了，老夫明日就让人去把地契给你换了，省得日后起了屋子有人来找麻烦。那太好了，谢过村长爷爷了，倒是办地契和打点的银钱我来出。
这倒不急，丫头，你洗房子打算叫哪些人呢？我已经想好了，就让长水叔帮我建房子，其他人就他安排了，我信他。长水为人处事还算不错。两人又聊了些细节，王桃花就准备起身告辞了。丫头，爷爷问你句话。村长爷爷，你说。你过了年也14了，你爹娘又不在，你这终身大事可要上心呢。老夫对这个10里8乡的后生倒是也认识一二，若是有看上的，老夫可以添做长辈，帮你长长眼。王桃花被这话问得有些囧了。村长爷爷，我暂时不考虑这事儿呢。一来我弟妹还小，需要我抚养；二来为人子女，我想为我爹守孝3年。至于以后的事儿，就等3年后再说吧。长水叔在家吗？是桃花丫头来了。吴木正在后院补篱笆，听到王桃花来了，扔下手里的竹棍子就跑到前头。木头哥，桃花你来了。站在那里就有些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了。还傻站着干啥？去烧壶热水来呀。好，我这就去。木头大哥，不用麻烦了，我就跟长水叔说件事就走。不麻烦。等两人坐下，王桃花开门见山。长水叔，我要起座青砖瓦房，你来帮我吧。啥？丫头，你莫不是来寻叔开心的吧？叔，我没开玩笑，你上次不是说将来我要起房子得叫你吗？我这不就上赶着来了。这是真的呀。哎呀，丫头你好本事啊，小小年纪都能起青砖大瓦房了。哎，这要说出去非得跌碎了大家伙的下巴呀。这不运气好，在山里采了点好药，卖了些银钱，就想着弟弟妹妹长大了，起个屋子大家住的也宽敞些。丫头想得周全，这屋子可是大事儿，马虎不得。怎么盖你可想好了？王桃花有些不好意思地掏出那张图纸，说：“你帮我按这个键吧。”吴长水看到纸上的图画，也有些忍俊不禁，不过很快就认真看起了图纸。这院子的布置倒是也清楚，屋子也不算多，承建起来不复杂。这灶房里头你画了2个门，是啥意思啊？我打算把灶房建大点，然后隔出一间来当做洗浴的屋子，这样就不需要抬水去屋里洗了。这点子好，离灶房近，加个水之类的也方便。又解释了几个地方，吴长水就把这图纸摸得清清楚楚。你这院子要是盖好了，可是咱们村的头一份啊，不得羡慕死人呢。没事，羡慕的话我大方点，把图纸给他们，让他们自个盖去。这丫头够损的，咱们村里面有几家能盖得起青砖大瓦房啊？站在一旁的吴木怔怔的，心里有些患得患失。本来他为王桃花终于可以住上好屋子感到开心，可他这么有本事，自个儿与他越来越远了。说，你帮我看看，起这屋子大概需要多少银钱？这木头山里多的是，费点人力也就砍了，不花钱。关键是这砖瓦费些银钱，所以才没人盖得起呀。屋子加上院墙的砖头，怎么也得几万块砖，这估摸一下就要20来两银子。瓦的话呢，咱们这边烧的人少，有些贵，算下来也得10两银子，加上底墙用的石条也要3、4两，还有这些石桌、果树之类的，有个1、2两银子倒是够了。再有就是人工这块了，拢共得40多两银子。好，叔，我晓得了，那这事儿就托付给你了。丫头，你想什么时候开始建房啊？越快越好。这样，我去查下黄历，选个好日子，咱们就动土开工了。等王桃花出了吴长水的院子，刚到家，王有权就把地契送了过来。听说你要起大宅子，恭喜了。我爹说你这个地方周围都是荒地，也不值什么钱，就把它一起划给你了，到时候好种些菜之类的。王桃花看到地契上面的果然多了100来个平方，这下院子可不就够大了，心里自然开心极了。村长爷爷想得太周全了，改日我得好好谢谢他。对了，叔，这办地契打点的银钱我得给你。那个甭给了，统共也没花几个银子，就当叔给你的贺礼了。说着飞也似的走了，这人情先欠下吧，等苗苗翠给孩子办满月酒再还吧。下晌，吴长水就来找王桃花。桃花啊，我查了下黄历，后日动土是好日子。那就后日吧，然后这片空地你也帮我包进来，已经过了地契了。这下妥了，我还瞅这个院子小了点，按照你那个图纸稍微窄不了点。王桃花当下去屋里拿了40两银子交给吴长水，说这是40两银子，是材料钱，你先拿着，若是缺了你再跟我说，这起房子的事我也不懂，就全靠你了。丫头，你就不怕叔吃了你的银钱呢？怕的话我就不会去找你了。你放心，叔绝对给你起个漂漂亮亮的屋子。对了，叔，这起房子得请人，每日工钱怎么给呢？
现在春耕未到，人多势闲，城里扛活差不多1天10文左右，管一顿烩面饼子饭。我家灶房小，做那么多人的饭也不方便，这样我每日出13文，不包饭可行？哎呀，丫头，这太行了！这烩面饼子这几个钱呢？我这条件一出，叔估计这要帮工的人都要排到村口了。其实你就是不包饭，咱们村里也得上赶着来呀。毕竟这活计比扛包袱要清醒些，还不要出村。都是村里人，多一文我也付不起，咱们起宅子也图个乐呵。至于叔的话，我每日付你30文工钱，木头哥按出工钱算，可行？不需要这么多，叔给别人起房子，顶天也就是20文1天。他们是他们，我是我，这工钱是你该拿的，别跟我客气，不然我可生气了。那叔就免着脸硬了，咱们多攒几个钱，给我家木头娶媳妇儿。一席话说到一旁的吴木脸红得像烧了起来，说那我这房子你可得给我看紧了，至于用多少人用谁你来定，就是有几家人他们要是来你给我推了，把王有贵、黄春芳、叶大丫和王二狗几人的名字报了一遍。叔晓得了，要说这几家人，平日里叔也不爱搭理他们。王桃花要起青砖大瓦房的消息跟风一般吹遍了村子，瞬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快吴长水家被堵得严严实实，真是门槛都要给踏坏了。奶，不好了，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一个姑娘家的，成日里大呼小叫的，以后哪个人家该要你？奶，那个小贱人要起屋子了。起就起呗，就他那3两重的骨头，这辈子也就配住几个茅草屋子，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奶，哪里是茅草屋呀？他要起青砖大瓦房，吴大叔已经去量地了，比咱们家足足大了1溜呢。啥？青砖大瓦房？这个臭丫头，就他那短命样也配住青砖瓦房？他也不怕夜里那横梁砸下来砸死他？看刁婆子这么生气，王香香继续拱火。奶，他那宅子故意建那么大，这是在跟咱们打擂台呢，要给咱们没脸。你想啊，他跟咱们断了亲，田呐屋子都没了，现在来这么一出，不就是想让外人知道咱们家有养无猪，把个宝贝当土咖了给扔了吗？还有建那么大的宅子，不就想压咱们家一头吗？呸！就他也配跟咱们比？狗肉包子上不得台面，老娘见到他非气死他不可。奶，我还听说他住13文1天，请人办公呢，有点银钱烧得慌，哪天付不出银钱，看他怎么哭。等到吃晚饭时，王家几人都食不知味，腹中怒火燃烧，还想压咱们家一头，我这就去拧了他的胳膊，叫他显摆。去什么去？他跟咱家有什么关系？奶，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老大，明天你去找吴长水，你可是懂泥瓦活的，我就不信他不要。这丫头不是有钱吗？咱们先赚点钱花花，等过几日我去找下葛仙姑，那丫头不是神气吗？我就让她家宅不宁。这葛仙姑可是10里8村最有名的神婆，听说法术高强，可以驱使小鬼呢。宋香琴正拿着上次王桃花送的那块细布剪裁着，听张栓子说了王桃花起宅子请人的事儿，冷笑着把那布扔到了一边。青儿怎么不剪了？我就说那丫头是个没良心的吧，你瞅瞅这才多久啊，就能起青砖大瓦房了，那银子还不是老早就把着了，来送庆生礼才带着这么一块布来，真是忘恩负义的东西。青儿，桃花不是那样的人，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咱们掏心掏肺的对他，保不准别人还当个笑话，天天顶着一张狐妹子脸，难不成你也被他迷住了？张栓子见他越说越难听了，起身就要出去。张栓子，你给我记住，这份活计你必须去，这是他欠咱们家的，你听到没有？张栓子早就逃之夭夭了。第2日吃了早饭，王有贵几人就火急火燎的去找吴长水。有贵，你们几个我自然知道是好手，可是我这边人已经满了，不好意思啊。长水，这银子又不是你出，你把咱们几个加进去也没啥关系吧？那可不行，既然桃花把这事交给我了，那我就得担着责任。你们回去吧。你个鸟人，老子来找你是给你面子，你还真拿自己是盘菜呢，敢在老子面前拿瞧了？放开我爹！身材高大的吴木拿着把斧头就从屋里出来，王二狗有些怂，赶紧打哈哈。咱们都是一个村子的人，别为了这事儿伤和气啊！既然人满了，咱们就先回去吧。午后也没事，王桃花就把那石磨里里外外的洗了一遍，准备做豆腐。冬儿，我磨磨，你往这孔里下1勺豆子，1勺水。少安，你去拿个木桶放在这溜槽下，然后帮我把柜子里的那块纱布拿去洗一洗。王桃花吩咐完，几人就动起手来。
随着磨盘有节奏的旋转，乳白色的浆水混合着白沫沫，慢慢的流进了木桶里。当2斤豆子磨完，已是2刻钟之后。接下来是10分重要的滤渣，那纱布展开来有3尺来长宽。王桃花让王少安和刘冬儿站在灶台的两头，把纱布拉直，下头正对着铁锅。少安、冬儿，我要下浆水了，你们俩可得拉住啊！你尽管倒吧，我保准拉好。随着第一瓢黄豆浆水倒入，纱布中心瞬间往下坠成一个漏斗状，如是一番波折，那半桶的浆水全部都过了一遍，留下了一大碗豆渣。这豆渣别倒，可以做好吃的，这烂乎乎的东西也能吃啊！大姐的本事你还怀疑呀？真是不长记性。王少安立马疯狂点头，锅里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豆香味儿，表面还多了一层淡淡的黄色的油皮。姐，这个就是豆腐脑吗？还是豆浆呢？不过味道也很香浓，你们俩尝尝。去拿来2个碗，又去橱柜里拿出2块粗糖，舀了一勺滚烫的豆浆冲入碗里，喝吧，小心烫啊！浅浅的喝了一口，眼睛瞬间睁大了。哇，这豆浆好香好甜呀，比糖水还好喝，喝了全身还暖烘烘的。我跟你们说，这豆浆很养人的，咱们以后每天喝1杯，保准皮肤白白嫩嫩的。等2个小的喝完，王桃花开始点豆花了。等再次揭开锅盖，小半锅白嫩嫩的豆腐脑就呈现在眼前，上面汪着些淡黄的豆腐水。大功告成，冬儿，拿那个铁勺子给我。他斜着挖了一勺，那洁白如雪的豆腐脑就颤颤巍巍的在勺子上晃动，果真是吹弹可破呀！姐，这个豆腐脑太嫩了，我根本不用嚼呀，就滑进肚子里了。是呀，姐，豆腐脑又香又软又甜，太好吃了。3人连吃了3碗，才歇下了嘴。王桃花看豆腐脑还有一大半，就把它装了几碗，又撒上了些粗糖末，准备送去给张大娘几家尝尝。一路送去，大家都对这豆腐脑赞不绝口。桃花，这就是你用的硬邦邦的黄豆做出来的吃食，好吃吧？我打算去县里卖这个吃食，行不？太行了，这东西又香又嫩，保准抢破头。那就借你吉言了，以后你想吃尽管来我家。桃花，我可当真了，到时你可不能嫌弃我哟。没羞没臊的，桃花，你可不能总是依着他，不然呢，他这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没事没事，婶子，到时吃了我的东西，他可逃不了，我可得安排事给他做的。奴婢但听桃花小姐吩咐。等他去了张大娘家，就看到张大娘埋着头在院子里浆洗尿布，仔细一看，都是些旧衣服改的。娘，这丫头片子又拉了，埋汰死了，快来把她抱走，一天天的净折腾人呢。接着又是一阵婴儿的啼哭响起。来了来了！张大娘赶紧起身往围裙上擦了擦手，头都没抬就急匆匆的进了屋子。王桃花看着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张大娘，心里有些不好受。等张大娘抱着孩子从屋里出来，一眼就看到院外的王桃花。桃花，你什么时候来的？快进来！刚来呢，这样喊人，可不你就出来了。说着快步走过去，准备逗逗小灵儿。就看到这孩子精神并不太好，脸色有些发黄，还能闻到一股酸酸的气味。再去摸摸肚子，果然鼓鼓的，跟个皮球似的。大娘，我瞅着小灵儿有些不大得劲儿啊。你也看出来了，这2天我也感觉她精气神有些恹恹的，平日跟她说话可会乐呵了。还得去找梅大娘看看，放心点儿。你栓子哥砍柴马上就要回来了。王桃花点点头，把篮子里的那碗豆腐脑端了出来。大娘，这是我新做的吃食，拿来你和大爷尝尝。屋里的宋香琴瞬间竖起了耳朵。丫头，这东西一看就好吃，你这小脑袋竟会鼓捣。谁叫我管不住这张嘴呢？你瞅瞅，我感觉自己腰上都胖了一圈。你这丫头又胡说了，哪里胖了？全身都没2两肉。再说胖点多好，你瞅瞅那观音娘娘身边的金童玉女多有福气。王桃花想着她还要去找媒婆子，打了声招呼就先走了。张大娘和张栓子前脚刚走，还在坐月子的宋香琴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去灶房把锅里温着的豆腐脑吃了个精光。等张大娘皱着眉头回来，就来到宋香琴屋里。香琴，梅大娘说了，这灵儿没啥问题，就是有些积食了，你别她一哭就喂奶，小孩子肠胃娇气，容易撑着，然后记得多给她揉揉肚子。小的了，这小丫头片子，多吃点也能积食，果真是个没福气的。可不许乱说，咱们灵儿谁见了不说生的好，保准是个有福气的，以后说
不得穿金戴银。一个乡下丫头能蹦跶到哪里去？以后安安生生的嫁个泥腿子，隔三差五能回来看看我，也不枉我生她一场了。把张大娘气得一个倒仰，这还是一个当娘说的话吗？有心说几句，想到小玲还睡着，只能暗暗吞了口气，出了屋子。张大娘来到灶屋，准备摘菜做晚饭，就看到那碗豆腐脑已经吃光了，勺子还随手扔在一边，不由得叹了口气。次日是新宅子起地基，恭喜恭喜啊！王大花几人一一回礼。这起地基和上梁在古代起宅子中极为重要的环节，有道地基不稳，家宅不宁，所以今日要拜地神。今日吉时良辰，在此动土，宅子俊兴，人口平安，万事大吉。让姐弟三人跪下，磕了3个响头，一串炮仗噼里啪啦的响了起来。随着青烟散去，20来人开始热火朝天的挖了起来。午饭后就先去地窖那边又拿了根金簪子，等进了当铺，再出来怀里就多了35两银子。这根簪子比之前的要重些，所以当得略多。他先往铁铺走去，路过牛三的铺子，就见牛三正扯着一个学徒的耳朵骂着。那学徒明显耳朵被扯得极痛，却又不能反抗，只能弓着身子求饶。王大花这才要走，就见牛三直勾勾的看来，不由得翻了个白眼，往他家斜对面的铁铺子走去。竟然是那个死丫头！一想起王少安和自己给出去的银钱，牛三脑门青筋直跳，又眼睁睁的看着王桃花进了自己死对头的铺子。姑娘，你要买些什么呀？咱家锄头、柴刀、铲子、菜刀、剪子应有尽有，保证价好货好。掌柜的，我不买这些东西，我要你帮我打一个铁桶，大概1尺左右，两边要有把手，然后要有盖子，可以打吗？可以，这铁桶倒是不是很复杂，不过那铁皮要打薄，做下来得3日功夫。好，那3日后我来拿东西，一共多少银钱？这样，你给半两银子吧。以后我家的东西都从你家买。王桃花原以为至少要1两银子呢，这么看来，这老板是真实在。姑娘你放心，我堂记打铁铺打我爷姐就开了，向来价格实惠，童叟无欺。王桃花付了银钱，刚转身就看到对面牛三伸长脖子看来，姑奶奶就不去你家买，气死你！正要抬脚离去，突然他想起一个事儿，记得有次王世安看到自己的匕首，姐，你这匕首真锋利，比我见过的那些都锋利。你又说大话了吧？这匕首又不是菜刀，你去哪里见？还好多，我真见过，就在那牛三的铁铺子里，院子后头有个地窖，有次黑虎追我，我没地方躲，就躲进了地窖里，看到地窖的木箱子里有10来把这种匕首，现在想想肯定没这么简单。姑娘，可是还有想买的？掌柜的，有个事儿我想打听下。姑娘你说。掌柜的，我家是猎户，我哥常年上山打猎，也没趁手的家伙，我想给他打一把匕首，也好在山里防身。话刚说完，唐大龙脸色紧张。丫头，这东西咱们可不能打，要吃牢饭的。这是为啥？我朝律法，出去官府军营，民间不许藏刀剑弓弩匕首，若是家中所藏刀剑超过5把，要坐牢；若是超过20把，是造反论罪，要砍头的。咱家这个铁铺子更是官府严管的，就像是菜刀，斧头一次也不能出售5把以上，若是查到了，要吃官司的。不对呀，我记得上次我还买了一把小刀子呀。唐大龙走到桌前，拿起把中指长的小刀子。你买的是这种果刀吧？王大花点点头。这果刀是单铁打的，不耐用，也没有开槽，是专门用来切割果子之类的，倒不是违禁之物。想了想又补充道，这民间若是有刀剑匕首，多半是私下里偷偷打制的，要去衙门里记当的。王桃花总算恍然大悟，这牛三做尽了坏事，要那般欺负少安，这下老娘总算可以好好报仇了。王桃花跟唐大龙告了谢，就往衙门方向走去。王桃花正准备上前击鼓，突然想起当初牛三跟那几个衙役打招呼，明显是相熟的。这牛三在那街上也算个地痞，做了那么多坏事都能安然无恙，必与那县衙里的人有关系，看来得想个妥当的法子。这丁汝章正在后衙的花园里和冯师爷下着棋，就听见赵大明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大人，属下要事禀报，身为衙役扳手，怎可如此急急躁躁，有失体统？大人，属下这一心急就忘了规矩，下次再也不会了。说吧，什么事？赵大明忙把信件递了过去。刚才守门的兄弟说2个小孩把这信送来的，我已经问过那2个小孩了，是一个女子所为，不过用帕子蒙着脸，2个孩子并不知道长相。丁汝章才看了一眼，就惊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南城牛记铁铺后院的地窖里私藏刀具若干，
大人可速速前去查证。县衙中人多眼杂，小心走漏了风声。丁汝章把信给了冯师爷。大人，无论此事真假与否，都需要你亲自走上一趟，不然容易落人口舌呀。赵捕头，你现在去点上一队人马，本大人要亲自去会会这个胆大包天的逆贼。为了不走漏风声，丁汝章两人并未告知众人去南城哪里，赵大明等人也不敢多问。最后从牛三铺子里查出14把开了刃的匕首，还有3把大刀。牛氏夫妇被关进了县衙大牢，等候发落。丁汝章把牛氏铺子查抄了，让各家爹娘领回了学徒，并用查抄的银两给予了补偿。这牛三本就是这条街的无赖，这下被抓了，百姓们欢天喜地。牛马市集在南城最里头，王桃花还没进去，就听到那里头牛马羊等动物此起彼伏的叫嚷声，因怕牲口跑出来，那市集的入口还摆了几排木栅栏。王桃花看得眼花缭乱。姑娘要挑什么牲口啊？我敢说，我张来福卖的牲口保准是这市集里头最好的。来来，你要看什么牲口？我带你去看看。掌柜的，我想买头牛，先看看吧。很快他就把王桃花带到了牛栏，那里头有7、8头高大健壮的牛。王桃花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有些犯难了。张来福看在眼里，看来今天要好好赚上一笔了。姑娘，我这些呀都是好牛，看上哪一头了？你跟我说，我给你算便宜点。看了一圈，就看到一头黑牛，一身牛毛溜光水滑，那牛角也比别的弯。掌柜的，要不看看这头吧？张来福看他选了那头牛，开心的都要冒泡泡了。姑娘，你这眼光可真好啊！就这头牛啊，可是这篮子里最好的了。你这是一下子就把我镇栏之宝给挑走了呀！那头大黑牛被上了鼻绳拉了出来，张来福拍拍黑牛的身子。姑娘，你瞧瞧这腱子肉多扎实啊！又掰开牛嘴，这牙口多齐啊！还行吧。掌柜的，这牛多少银钱？你放心，这牛才2岁多点，刚好是卖力气的好时候。原本呢是要卖上15两的，看在牛有缘的份子上，说给你捡这个。说着伸出一只巴掌，5两银子。姑娘，你可真会开玩笑，捡这么多输不得亏死啊！给你捡5000银子。掌柜的，你先忙吧，我再去别家看看。说罢做事要走。你别急啊，这做买卖不就讲个你来我往吗？咱们遇到也是缘分，这个价格嘛我也再让让，14两可不能再少了呀。王桃花对这些花言巧语可熟悉得很。12两银子，若是卖，我立马就牵走。张来福的笑容僵硬了。那算了，麻烦你了，掌柜的，我再看看。王桃花战术性的往外走去，等着瞧，保准叫住我。果然，出门的那一刻，那张来福才不迭声的喊道：好好好，卖你了。小样，拿捏。你这是要割书的肉啊，这价讲的也太狠了。这牛就12两银子卖你了，就当咱们交个朋友吧。姑娘，你等会儿，我去拿契纸过来。王桃花见他去拿东西，就无所事事的逛了起来。姑娘，王桃花就见那栅栏后头站着的人。方贵，你怎么在这里啊？我恰好给主顾送草料过来，想不到在这里能够碰上姑娘。姑娘来这边是买牲口，买了一头牛。那掌柜的去拿契纸了。你选了哪头牛啊？方便指给我看看吗？王桃花不疑有他，指了过去，就那头黑色的，上了鼻绳的。方贵认真的打量了几遍。那头牛这掌柜卖你多少银钱呢？12两。果然是个奸商。咋？这牛不好？你仔细看那牛，是不是走路有些怪？王桃花还真发现了，那牛站着时，右边身子有些往下倾，走起来牛肩处有些颠簸，还真有些不正常。他这是怎么了？右边那个蹄子应该是以前拐过了，没及时治，落下了病根。这头牛犁田拉重物一时半会儿没事，但久了就使不上力气了。就这种牛，顶多卖个7、8两银子。什么？原来闹了一圈，小丑竟是自己呀！奸商，我这就跟他说不买了。突然远处传来脚步声，方贵赶紧说道：姑娘，你若是信得过我，你就选最里面那头毛发棕红色的牛。说着赶紧走开。姑娘啊，这牛契已经拿来了，你这边画了个押，按了个手印就行了，我送一份去县里登记就行了。掌柜的，这头牛真是栏里面最好的。那可不是，何该姑娘长得这么漂亮，这眼光也胜人一筹啊。见王桃花就那么定定的看来，也没下一步动作。姑娘你放心，我这铺子里卖出去的牛啊，都个顶个的好，要是有问题，你尽管回来找我。出了这个门，我老张可就不认了。这牛马会闹腾，缺个腿呀，断个脚啥的，那是你自己没管好。张掌柜，我要换一头牛。啥？换牛？
姑娘，你这牛就是这里最好的了，你还要换呢？怎么不可以换吗？张掌柜，我可是把镇蓝之宝都还给你了，你应该高兴呀。难不成这牛不好？可以换，可以换。姑娘看好哪一头牛，跟我说些就行。我这不是替姑娘可惜吗？王大花装模作样的往牛栏里左看右看了一会儿，我要那头，红色多好看，红红火火。啊，那头啊！张来福立马一张脸皱成了苦瓜。姑娘啊，那头牛才1岁半，要是地里干活的话，还得养个1年半载的，不划算呢。要不你再挑过一头？王大花当作没听见，朝着那牛招了招手。那牛竟然慢哒慢哒的小跑了过来，侧着脑袋，用湿漉漉的眼睛看着自己。王大花摸了摸他的头，对方竟然吐出粉红的舌头舔了起来。唉，不挑了，就这头吧，嫩就嫩点儿，反正我家也没什么田要耕，你看他多喜欢我。张来福心疼的在滴血，这头牛虽然才1岁多，可是它是正宗的川西红毛牛，还是母牛，再养上半年，至少可以卖上15两银子。牛啊，你一身红毛，以后我就叫你小红吧。你这么乖巧懂事，咱大哥、二哥、三哥、四哥、5个、6个、7个一定会喜欢你的。王大花早就瞥到了这掌柜脸上的悔意，他就是要搬出7个葫芦娃来压压这个市侩的妖精。姑娘，你家哥哥倒是挺多的呀。行吧，这牛你拉走吧。行，那咱们血牛气吧。王大花换了押，按了手印，就掏出12两银子给了张来福。看到白花花的银子，张来福脸上总算多了一抹笑。掌柜的，你家有牛车卖吗？有，我家牛车是个顶个的结实，用的木头都是好桦木。两人就来到了存放牛车马车的空地，这里放了10来辆崭新的牛车。王大花看了一圈，选中了一辆中规中矩的牛车。掌柜的，我都在你这边买了牛，你这牛车不得便宜点？你看这里，这根木板都裂了一条缝，说不得跑上几次就得换木板了，又得费功夫。一通话下来，张来福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最后王大花只花了1两2钱银子，就买到一架崭新的牛车。他之前可打听过，这牛车少说得卖1两3、4钱银子。张来福肉痛地看着那牛那车离自己远去，摸了把脸。这一天天的，生意太难做了。王大花拉着牛还没走上几步，就看到那方贵在街头蹲着。姑娘，你可真听我的买了这个牛啊？你不怕买错了？你看起来还好，不像个坏人。姑娘，你放心好了，这头牛12两银子，只赚不亏。你不是扛包袱吗？咋还会相牛？方贵挠挠后脑勺。那个啥，我祖上以前是马上会这相牛马之术，不过到我这里就只剩下一点皮毛了。说的有些不好意思。王桃花笑道：今天谢谢你帮我的忙，不然我吃大亏了。不客气不客气，你那天也帮了我了。姑娘，我看你拉着牛车也不坐车上，是不会拉牛车吗？要不我教你。太好了，我还正愁着找谁学呢，那得辛苦你了。接下来方贵把王桃花带到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教了起来。半个时辰后，王桃花就基本掌握了驾牛车了。姑娘，你可是真聪明啊，这么快就学会了。当年我可是学了大半天呢。主要是小红性子好，我一拉绳子它就走，稍微用点力它就停下了。小红牛被夸了，侧过脑袋哞了一声，仿佛很是高兴。这牛是川西红毛牛，很通人性的。方贵，今日多谢你了，要不改日我请你吃饭吧。不用，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姑娘，我还有事，就先走了。说着飞奔而去。王桃花新鲜劲儿上来了，就自个驾着牛车去了一趟济世堂。石头哥，好久不见了。是桃花来了，今天来买些什么？我要10斤寒水石。这寒水石性寒，多食可是伤身体的，你要这么多干嘛呀？石头哥，我自有用处，你放心吧，我保准不是拿去做坏事。这点我倒是信你。再说这寒水石能做什么坏事啊？给王桃花称了10斤寒水石。石头哥，你再给我包点那个养养粉呗。你这丫头怎么净这些稀奇古怪东西啊？哎呀，你可不知道，上次我从县里回去遇到几个泼皮无赖，得亏有这养养粉。说着把涂家3兄弟的事儿简单说了几句。你这胆子可真大。行，我再给你配一些。你这姑娘家来往县城，还是要点东西防身呢。这次给她配了全都大一包。桃花，现在医馆里药材急缺，价格也涨了些，你要是家里有草药，记得拿过来，就是那寻常的家用草药也是收的。王大花心里寻思着，倒可以去山上多走几趟，赚上些银钱。又问了些药材的价格，立马点头。过几日我会来县里，到时给你送下来。等王桃花回了村，自是又风光了一回。这1个月之内，又是盖屋子，
又是买牛车，还是个没爹没娘的丫头干的，这下可真是半夜敲钟，一鸣惊人了。最为郁闷的仍然是刁婆子几人在家里骂骂咧咧。王山正围着那头牛转呢。姐，小红好高呀，比我高1个头呢。姐，小红好乖呀，刁大娘那头大青牛就很坏，以前我给它喂草，它老是用头把我叮倒。姐，她一直瞅着我，好像在跟我说话呢。我也觉得小红特别有灵气，所以咱们要把她当成一家人，可不能随意打她骂她。我不打她骂她，以后我还要带她去散步，割最嫩的草给她吃。以后这牛就交给你们俩了。咔嚓，一个茶杯摔得粉碎。李康平，你有种再说一句。爹，你别生气了，就算我去了钱家，难道就不是你儿子了？李东荣气得脑袋嗡嗡响，随手又拿起一个杯子砸过去。爹，你这是做什么呀？李东荣指着李康平骂道：你入赘他们钱家，咱们李家可就断了香火了。我就说这婚事，那姓钱的怎么答应的这么痛快？原来打的这算盘，真是老匹夫。爹，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啊。儿子空有满腹才学，但总是少了那么点运道。有了钱教育的帮助，儿子今春下场举事必定中秀才。再说我这也不能叫做入赘，一没过族谱，二来衙门户籍也没有改，就是住到他们家去了而已。换1万步来说，这钱教育还能活几年呢？到时候再回来不就行了？李康平下场2次均败北，现在对秀才的功名渴望到了极点。平儿，快给你爹赔不是啊！爹，这是儿子唯一的机会，错过可就没了。儿子要是考不上秀才，将来还怎么光宗耀祖？逆子，你这是猪油蒙了心，你连祖宗都不要了，还光要哪门子门楣？老爷，你别急呀，这事儿咱们还没定下来呢。康平只是跟咱们商量先。这事儿没得商量，像我老李家在这10里8乡也是数得着的人家，没缺他吃穿用度。这个孽障竟然想要入赘，你让我李家脸往哪儿搁去啊？见李康平冷着脸一声不吭，那气又冲了上来。当初把那沟子村的婚事退了，不就想着咱们能大大方方的娶妻吗？他既然这般让人不省心，我看以后现学也不要去了，回家把那铺子接了，安心学做生意吧。总归账簿是看得懂的。爹，你这是要逼死孩儿吗？那你就去死好了。好了，我的天爷呀，你们爷俩闹成这般做啥？谁说咱们平儿一定要入赘了？夫人可是有什么好法子？现如今咱们有求于他钱家，自然是百般刁难，那咱们就想着让他家来求着咱们娶。你的意思是，若是那钱如儿失了身子，不就由着咱们家搓圆捏扁？李康平眼神闪闪，舔了舔嘴角，心里蠢蠢欲动。夫人呐，那教育再怎么说也是9品学官，要是找平儿的麻烦咋办呢？放心，这钱万山最是迂腐好面子，出了这事儿保准不敢声张。可这钱如儿守得紧，平日里多碰都不让，儿子也没有法子得手啊。明日我去找下花婆子，她手里有一味药最是好用。父子俩同时吃惊地看了眼对方。王桃花一路去了小溪那边，发现到处是一丛丛又肥又绿的酵头，想着待会儿采完药一定拔些回去炒鸡蛋，接着便开始四处找起了草药。王桃花埋着头一寸一寸地找过去，总算找到了几株黄芪。这干黄芪上次卖15文1斤呢。他掂了掂，这几根足有小20斤了，按1斤出6两来算，小200文就到手了。可接下来就没那么幸运了，直到走到了猴头菇那地方，也没找到什么像样的药草了。王桃花颇有些奇怪，就见这四周很是凌乱，留下了许多脚印，大槐树下还有一堆熄灭的篝火。正打算原路返回，就听到不远处传来脚步声，有人来了，也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先躲起来再说。王桃花见其他地方也不好躲，抱着树干飞快地爬了上去。很快树丛里钻出个人影，那人人高马大，胡子拉碴，衣服已经被树枝刮得破破烂烂，左手手臂还缠着厚厚一圈布带，右手则提着只兔子。马大眼脑海里瞬间浮现了当日原主被欺辱的场景，一股害怕涌上了心头，这是原主本能的恐惧。那个姓黄的狗官真不是人，竟然派人追到了平川县，看来老子得沿着山下的官道去雍州避一避了。那姓涂的狗之州真是个软蛋，忒没用了，老子才跟他享了几天的福，他就被砍头了，害得老子成了这丧家犬。抱怨了一大堆，王桃花已经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半刻钟了，心里是又怕又急，难不成今日要在这树上过夜？那马大眼突然打了一连串哈欠。昨晚被那几只狼崽子吵得不安生，老子得补个觉去。说罢，树心里传来一阵声响，这马大眼倒是个会找地方的，藏在树洞里，风吹不到，雨淋不了，还很安全。
得，趁现在赶紧跑！王桃花刚要挪动身子，那马大眼就倏的一下睁开眼睛，王桃花吓得赶紧缩回了脑袋。又过了一会儿，那呼噜声更大了，王桃花这才顺着树干往下滑去。刚落地，王桃花一个转身，差点吓死在原地。那马大眼哪里还在树洞里睡觉啊？他正像座铁塔似的杵在那里，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你装睡！马大眼摸着下巴，满眼银光的把王桃花扫了个遍。老子行走江湖30多年了，要是被你这个小家巧给骗了，老子坟头草早就10丈高了。老天爷待老子不薄啊，送来这么个水灵的小娘们儿，刚好老子憋了10来天了，正好松快松快。马大眼，你别过来！你认得本大爷？大爷，你个死人头，你就是一个畜生！我说咋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这个小丫头片子，不过没死好啊，咱们这次刚好把洞房补上。马大爷，你好歹也是混江湖的，你这般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也不怕害臊，就不怕别人笑你？我马大爷谁敢笑啊？再说了，这地方我就是把你给要了，再把你给宰了，谁他娘的又知道啊？怎么办？难不成真要委身给这人渣？太恶心人了，可我确实打不过他。他突然想到怀中的药粉，他故意害怕的把双手抱在胸前，偷偷的摸出药粉，用大拇指抠破了纸。你说的是真的？我要和你那样了，你就放我走？那当然了，快把衣服脱了。眼睛中却闪过一丝杀意。王桃花摸了摸手心，已全是粉末。见马大眼已凑到身前，手一扬，那粉末全洒马大眼的脸上了，顿时把他的眼睛给迷住了。接着拔腿就跑。哎呀，你个贱人，敢使诈！老子非活剥了你！马大眼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追了上去。接着一个猛扑就把王桃花压在身下。男人粗重的鼻息让他有些恍神，脑海里迅速划过同样的场景。不，3个月前我已死过一次了，这一次我要活着！放开我，这个畜生！他使出全力用脚踢踹着，马大眼却越发兴奋。跑不了了吧？敬酒不吃吃罚酒，看老子怎么收拾你！说着胡乱去扯王桃花的衣服，慌乱之间，王桃花摸到了腰间的匕首，直接朝马大眼的心口刺去。一声利刃入刀的声响，马大眼的眼睛瞬间睁大，就扑倒在了王桃花身上。王桃花赶紧从他身下爬了出来，他看着双手沾满鲜血，身子不由得瑟瑟发抖。杀人了！王桃花跟傻了似的反复念叨着。过了良久，一丝凉风吹来，王桃花总算清醒了过来。马大眼，你杀了原来的王桃花和王有才，今日又想杀我，你死了也是罪有应得，咱们几人的恩怨今天清干净了。王桃花走过去，背起篓子，顺手把那只野兔子给拎上了，末了又去那树洞里看了看，在角落里有个包袱，拿起来颇有些沉重，也顾不上打开看，一股脑的塞进篓子里，就急匆匆的往山下走去。很快附近就有狼仰天长啸，一声接着一声。从山里回来后，王桃花连晚饭都没吃，和2个小的交代了几句，就窝进了被窝里。哪料睡到夜里，王桃花突然说起了梦话，汗更是一层层的往下流，连枕头都入湿了。哎呀，姐发烧了，少安，快去倒盆温水，快拿帕子来。刘冬儿唤了好几声，王桃花都没醒来，吓得眼眶都红了。姐，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呀！等温水打来后，刘冬儿赶紧浸湿帕子敷在王桃花的额头上，接下来不停地换水，可王桃花还是烧得火热。少安，怎么办呢？姐的额头更烫了。二姐，你在这看着姐，我现在就去找梅婆婆来。借着月光，跌跌撞撞地跑在村里的路上。梅大娘，梅大娘，谁呀？梅大娘，我姐发高烧说胡话了，你快去瞧瞧。孩子，你别急，大娘拿了1箱子就去。等到了王桃花家，媒婆子看了她那模样，也是吓了一跳，赶紧从箱子最底层拿出一粒紫雪丹喂了下去，又喂了1碗温水，那烧总算没再往上升。接着就是施针、推拿、擦拭。等王桃花睁开眼，已是天亮，就见王世安趴在床头睡着了。冬儿，把这碗药给你姐喂一下，过一会儿应该就能醒了。好，辛苦梅大娘了。门开了，姐，你醒了，你可吓死我们了。王世安也醒了，也是抓着她的手又哭又笑。姐就受了点风寒，不要紧的，快别哭了。媒婆子进来，
手指搭在王桃花的手腕上，少退了，那里还有些虚空，不过没啥大事了。好了，我有些乏了，就先回去了。梅大娘，又麻烦你了，改天我做好吃的去谢你。冬儿，帮我送梅大娘回家。不用，我老婆子腿脚好着呢。可还是被刘冬儿搀着回去了。下午阳光晴好，就来到院子里散散步。姐，你怎么出来了？梅大娘说你身体还没好，要多休息。刘冬儿刚挖了野菜回来。放心吧，姐现在头不晕脑不疼，老待屋子里反而闷得难受，多活动活动，身体啊还恢复得快。好吧，那你就在院子里走走，其他地方可不要去。王桃花突然想起昨日的篓子。冬儿，我昨天的篓子呢？昨天都忘了把东西腾出来了，在门后头呢。姐，我这就去给你拿来。不用，咱们进去说话。让王山把门关了，把篓子里的兔子拎出来。王桃花闻了闻，好在现在天气还凉，倒是没坏。姐，你又打到兔子了？算是吧，咱们晚上吃红烧兔肉。把几根黄芪拿出来，剩下的就是那个包袱了。有些颤颤巍巍的解开包袱，就见是一堆金银珠宝，顿时三人都看呆了。姐，好多银子！王桃花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了，他拿几个银元宝掂了掂，足有5、6两重。少安，冬儿，这些银钱是姐从山里捡来的，咱们千万不能说出去，免得遭人眼红，惹来祸事。姐，我们记下了。王桃花拿起那小瓶子看了下，软金伞。我去，这武侠里的东西还真有呀！这包金银少说值3、400两银子。王桃花拿出2锭银元宝和碎银子，其余的当下就藏去了地窖，免得夜长梦多。又在家待了一天，王桃花打算去王豆香家一趟。路过柳萍儿家，柳萍儿正坐在院门口的一把椅子上。自从上次他和王二狗的奸情败露了，后来他儿子王大宝回来，带着几个朋友去王二狗家大闹了一场，最后王二狗赔了1两银子，这事儿才算了了。有了这次教训，王二狗再也不敢去找柳萍儿。至于村里其他男人见了他都绕路走。哟，这不是桃花吗？这是哪儿去呀？柳婆婆晒太阳呢，没去哪儿，就瞎逛逛。这死丫头竟然叫我婆婆，我呸！真是个没眼力劲儿的。可他家死鬼辈分大，还就得这么叫，他也不好发作。听说你这丫头要盖青砖大瓦房，可真是厉害呀！跟咱说说，这银钱都是怎么赚的，也让我沾沾那个财气。这银子呀，是我去山里挖草药赚的。这是啥仙草呀？能卖这么多银钱？长啥样子？仔细跟咱说说。可接下来王桃花就光笑不说话。咋？你还怕我去挖呀？放心，我还没那般眼皮子浅。我这人心善，想着你没爹没娘的也不容易，就寻思着大宝在城里多少认识些人，以后你再挖了好药材，可以让他给你去卖，兴许也能多卖上几分银钱呢。柳婆婆，那就不需要麻烦大宝叔了，毕竟端茶递水也挺忙的，我还有事就先走了。看王桃花不给自己脸面，柳萍儿往地上啐了口。不识抬举的东西。再说王桃花来到王豆香家，豆香，你想不想赚钱呢？当然想。桃花，我跟你说，我娘现在都快愁死了。这过了年，我哥都18了，还没有讨媳妇呢。相看了很多家姑娘，可我家没啥田地，都不愿意把姑娘嫁过来。这年头讲究嫁汉，穿衣吃饭，田地是农家人生存的根本。你听我说，前日我去县城，那一馆现在药材紧缺，这时节其他药材也没怎么长出来，可那车前草、蒲公英，咱们村可到处都是。我问过了，都卖1文钱1斤呢。你去挖了来，这几日咱们拿去卖了，也能小赚一笔。我娘说这些东西家家户户都有，没人要。此一时彼一时，咱们这就是赚个先机，过上几日说不得就不要了。你叫上婶子一起挖。做豆腐脑确实是没时间，可王豆香却认为这是王桃花故意把机会让给了自己，心里更是感激了。王豆香和罗桂花开始在村里村外挖起了车前草、蒲公英，看到的人都笑他们娘俩傻，这东西走几步就是，谁要呀？别到时白白浪费了力气。可等他们家真卖银钱后，却后悔的哭天抢地，再挖去卖。一馆药铺已经不收了。
桃花啊，你快去看看，房子那边出事了。在路上，吴长水把这事儿说了一遍。原来刚才大家正要开工，那葛仙姑就和刁婆子几人走了过来。这葛仙姑是10里外葛家村的神婆，供奉的是三霄娘娘，据说驱鬼除妖的法术十分高明，在这10里8乡很是有几分名气。葛仙姑一来啊，就说咱们那宅子地下藏了一只100年的妖精，若是见了宅子会激怒他，轻则动土之人，断了阳寿，重则家破人亡啊。说不急，让我先去看看。来到新宅子这边，围了里外好几层的人，估摸着小半个村子的人都来了。葛仙姑，这臭丫头就是王桃花。葛仙姑绕着王桃花转了一圈，就啧啧了2声，果然是个戾气极重的丫头。又掐指算了算，竟是天煞孤星的命格，稀罕稀罕呐！哎呀，仙姑呀，你说的太准了，这丫头可不是会克人嘛，我那可怜的儿子和儿媳妇都被她给克了。这位婆婆，如果我是天煞孤星，那你绝对是个扫把星。你这死丫头，一点规矩都不懂，牙尖嘴利的，你见这宅子害得村里都要遭殃了，你看你跟大家伙怎么交代？随着刁婆子的话落下，周围的婶子婆婆们果真都议论了起来。刁大娘，造谣可是要吃官司的，这地方康大娘住了几10年都没事，你眼睛瞎呀？是呀，这地方又没那老坟墓碑的，怎么会有鬼怪住着？可是葛仙姑都说有呀，你说会不会是山里跑下来的？毕竟这地方靠那山太近了，有什么山精野怪也说不定啊。那葛仙姑把众人的议论听在耳里，得意的笑了一声，然后抽出腰间的拂尘一甩，她就跟唱大戏似的，又跳又喊了一盏茶功夫，掏出3张黄符，在指尖抖了抖，往地基上空一扔，黄符竟然凭空烧了起来。这一下可把众人吓了一跳，大气都不敢出。与此同时，一队衙役进了村子，直奔王梦山家去。听说是县太爷要奖赏王桃花山药之功时，这地方妖气极重，我这黄符都压不住呀，请烛火来。刁婆子跟早就猜到似的，拿出一小节蜡烛点了起来。尔等有什么话就在这纸上写出来吧，待我看完再议。把那黄纸往火上转了一圈，纸上竟然出现了2行字。天爷呀，那纸上有字了，可不敢说话，这是葛仙姑的绝活，烧纸传信。听说呀，那些鬼怪大白天不敢出来，就写了字跟仙姑说话呢。这葛仙姑可真是神人呀！此乃我修炼之地，不可动土，否则动者家破人亡，全村必遭祸事。这话一出，在场的人都动容了。桃花，这下可咋办呢？咱们要不……长水说，这世间哪有那么多鬼鬼怪怪、妖妖魔魔的？就他那几手法术，都是些障眼法而已。王桃花跨了出去，趁葛仙姑不注意，把他腰间放符纸的牛皮带子扯了下来。大胆，连本仙姑的法器你也敢动，就不怕折了阳寿吗？你这妖婆子装神弄鬼，今天我就让你现出原形。把里头的符纸拿出来，用手抖了抖，随意一扔，符纸竟然全都烧了起来。这桃花什么时候会法术了？秀兰婶子，这可不是法术，这就是个把戏。这黄符纸上沾有火石粉，只要在空气中快速抖动，生了热便会燃起火来。那葛仙姑见自己的法术被揭穿了，脸色黑沉了下来。桃花，那烧纸传信也是假的？当然是假的，用白醋在纸上写字，用火烤后就能显现字迹。很多江湖人士都喜欢用这招装神弄鬼，骗人钱财。不信你们去闻闻那张黄纸。葛仙姑哪里敢让人闻呢？因为王桃花说的都是真的。死丫头，你冒犯我葛仙姑，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现在就把你做的恶事告知地府，让阎王来拘你的魂魄。说着，从布袋里又拿出一张半透明的棉纸，一边念咒比划，一边折成长条形，然后放在手心，用那蜡烛一点。就见那符纸带着最后一丝火花直直的飞了上去，最后消失在空中，直接看傻了众人，刚才的怀疑全忘得一干二净。这法术了不得呀！你能向阎王告状，我就向菩萨许愿，可否借张纸来用下呀？死丫头，我的法器岂是你这种天煞孤星能碰的？那我就不碰呗，省得脏了我的手。王大花突然看向葛仙姑脚下，哎呀，那钱袋是谁的？我的。
王桃花趁机一把拽过了他手里布袋，快还我袋子！想过去抢，吴木突然跳了出来，挡在葛仙姑前头。谢谢木头哥。王桃花也不客气，直接拿出一张刚才的纸，3两下折成长条形，也放在手心，用火一点，起，那纸条也飞了起来。现在众人脑袋都晕乎了，这葛仙姑会的，王桃花可都会呀。葛仙姑已经急得满头是汗了，正想着怎么脱身，就看到一队衙役朝自己走了过来，立马吓得跟筛子似的抖了起来。桃花姑娘，我们又见面了。是赵捕头来了，有失远迎。刚才的事儿我们几个也看到了，这老婆子装神弄鬼，造谣生事，最是令人可恨了，看来得押回去关上几天。官爷，别抓我，别抓我！我承认这些都是假的。今天这事儿，我也是受人所托呀。说受谁所托？是刁三妹，她给了我2两银子，让我来坏了这丫头建宅子，然后让我说她是妖孽，把她赶出村子。刁婆子正要偷偷溜走，官爷饶命啊！我没有给她银子，我不认识她。刁三妹，怎么说咱们也是几十年的好姐妹了，你敢说不认识我？你别打马虎眼，那银子还在我怀里放着。从怀里翻出一个钱袋，赵大明倒出来，果然有2两银子。刁婆子就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了。这下所有人都清楚了，纷纷对2人指指点点骂了起来。最终葛仙姑被2个衙役绑了，这刁婆子伙同他人造谣生事，自然也要被带走。那闻讯而来的王有贵眼巴巴的看着王桃花，希望他能开口救人。王桃花弹着手指头当作没看到。最终王有贵只能陪着刁婆子一起去了县衙。据说县令理清事情后，直接下令葛三姑关押3个月，刁婆子则是打20板子。老大呀，娘这把身子骨要是打了20板子了，明个儿就得去见你爹了。王有贵只能跪下向县太爷请求。这丁汝章最后看在刁婆子年纪的份上，就让王有贵代打了15板子，刁婆子还是打了5板子。今日我等是来送县太爷的奖赏的。桃花姑娘找到了山药来救济流民，也算是功德一件。县尊大人感念你的功劳，特奖赏纹银50两。让人端上一个托盘，扯开红绸布，5个白花花的10两银子亮瞎了众人的眼睛。赵捕头还请带民女谢过县尊大人。等几人要走时，王桃花偷偷塞了1两碎银子给赵大明。赵捕头，这大老远来一趟辛苦了，还让你看了一场笑话，我这边也没准备好茶水，这点银子还请收下，和几位大哥去喝杯茶水。赵大明推拒了几番，还是收下了。没几日，县里就传出了钱教育的千金和李康平定亲的消息。和远之相比啊，咱们远远不如啊，这是为何呀？为了秀才这个功名啊，远之是连猪食都愿意吃啊。昨日王桃花已从铁铺把铁桶铁勺子都取回来了。姐，豆腐脑咱们卖多少钱一碗呢？咱们就卖5文一碗。姐，那肉包子才2文一个，有人会买吗？二姐，你放心，这豆腐脑可是只有咱们家有，又那么好吃，肯定有人买。冬儿的话倒提醒了姐，咱们这县里能吃得起5文钱一碗的豆腐脑的人还是有数的，所以咱们要选个好地方卖。你想到哪里卖吗？咱们去县学门口卖。这平川县学在附近几个县里颇为出名，粗粗算去也有600-700号人，加上年轻人消费观念强，那县学门口绝对是摆摊的好去处。下晌，王桃花去找了一趟王梦山村长爷爷，我想问问咱们村里有没有谁家要卖田啊？你要买田？咱们庄稼人自己有田心里踏实。再说我那豆腐生意也要用到许多硬豆，自己种些也可以省些银钱。你这打算是好的。现在卖田的有3家人，一块是王有土家的4亩水田，一块是胡大铁家的2亩水田2亩旱地，最后一块是王有贵家的2亩旱地，价格倒是不贵。看来王有贵家是真的山穷水尽了，前段日子刚卖了4亩地，现在又要卖2亩，也不知道自个儿爷爷地下有知，会不会气得跳出土来。村长爷爷，那王有贵家的哪怕1半价格我也不要，免得抓不到狐狸还惹得一身骚。是这个理儿。村长爷爷，这水田旱田都怎么卖呢？今年遇了那个流民之难，田价并不景气，现如今水田卖5两银子1亩，旱地2两1亩。村长爷爷，我如果把这几亩田都买了，能否再少上一点？这2家都是急卖，早跟老夫交代过底了，你若是不单买，可以每亩少上1000银子，若是再少了，可能就需要你亲自去谈了呀。村长爷爷，那就按这个价吧。那咱们村还有荒地吗？丫头，咱们村的情况你是知晓的，哪有荒地啊？沟子村哪怕河边的犄角旮旯也被人种上了粮食，我家后头的荒坡可以买吗？丫头，这荒坡可是种不了粮食啊，而且离山近，经常有野兽出来糟蹋粮食，你可要想清楚了呀。村长爷爷，这坡我不拿来种粮食，我打算买些果树来种，以后吃果子就方便了。
王梦山颇为诧异的看去，好半晌才点头。这荒坡倒是不值钱，就你宅子后头那坡不大，上头又有些杂木，这样卖你2两银子吧。王桃花大吃一惊，那么大块坡有好几亩呢，就只要2两银子，真是太值了，您真是太大方了。明日我就让你叔去县里把那地契给办了。好，这是40两银子，多出的留给叔去打点。打点怎么要这么多呀？尊长爷爷，这几次都辛苦叔了，多的就当我是请叔喝杯茶水了，您千万别推，不然我倒不好意思了。王梦山很是满意的点点头。啥？丫头，你买了8亩地？刚好这边不是县太爷奖赏了几10两银子嘛，留着也是留着，还不如买点地，种点粮食也是心安。哎呦，是这个理，是这个理，这过日子可不就图个温饱吗？想到自家就是没有田地，相公和小子才常年在外头奔波。婶子，我来呢是有个事跟你商量，我那粮食也种不太来，就打算把2亩旱地拿来种黄豆，剩下的6亩水田，想着拿4亩水田给你家种，每年出去交税，收成的话咱们对半分，可好？啥？给我们种？王桃花见母女俩反应这么大，难道是对租子不满意？咋？可是那租子收太高了，那我再降点。不是啊，桃花呀，婶子是太欢喜了，婶子呀，都好多年没摸过地了，听到这事儿心里有些慌张。桃花，婶子谢谢你，你能给咱们种地呀，婶子已经感激不尽了，不能再占你便宜。这样，那收成我们只要3成。婶子，你就甭跟我客气了，不说我和豆香情同姐妹，就是你的为人，我也是信得过的。说好了对半分就对半分。罗桂花还是觉得不合适，这要是传出去，会被人家说自家欺负人家小姑娘的。王桃花也猜到了她的担心，婶子，这眼皮子浅的人，你就是拿1成也有人说的，所以咱们呀，不要去管那些碎嘴的人，自个把日子过好才是正理。娘，我觉得桃花说的很有道理。瞧婶子糊涂的，竟然还没你这小丫头活得明白。好，那婶子就舔着脸应下了。你放心，这地呀，婶子保准帮你种好，过2日我就捎信让你叔回来耕地。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还剩2亩地，王桃花决定留给张大娘家。等她刚到门口，里头就传来宋香琴撕心裂肺的哭声：“你这个挨千刀的，为这么个便宜货来打老娘，你不得好死！”接着就是椅子哐当倒地的声音，然后是婴儿细弱的啼哭声。娘，你别拦着我，这娘们就是欠收拾，这一天天的净瞎折腾，你看把这孩子带成什么样了？栓子可不能打，香琴这还坐着月子呢。王桃花心头一紧，张栓子这么老实的男人，今天也家暴了，这宋香琴是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呀？张栓子，你要感动老娘一下，我就去投河，让你们老张家吃官司砍脑袋。好啊，你真敢打我，你不是疼着死丫头吗？老娘今天开始不喂她奶了，饿不死她。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老娘跟你拼了！接着就是各种抓挠撕咬的声音。第3记耳光响起，屋里顿时安静了下来。砰！屋门被从里面用力推开，你们一家人都欺负我，我不活了，我这就去跳河，如了你们家的愿。就见宋香琴哭哭啼啼的从屋里跑了出来，张栓子拿着只鞋从屋里跑了出来，脸上被挠了好几个口子。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去追人呐！这闹出人命可咋整哟？张栓子气得一拳砸在门上，最后还是朝着宋香琴的方向追去。张大娘这才看到王桃花站在门口。桃花啊，快去看看灵儿！王桃花也顾不上问了，赶紧进了屋子，就看到地上床上有一大滩呕吐物，再看小灵儿脸涨得通红，哭声小得跟只小猫似的，那肚子鼓得像个球一般，嘴里还不停地往外溢着奶。大娘，灵儿这是咋了？我也不知道呀。不能再拖了，走，咱们现在就去县里看病。王桃花赶着牛车，很快到了济世堂。吴文山摸了摸肚子，又用牙板看了下舌苔，赶紧把小灵儿带进内堂施针。经过1个多时辰的折腾，这小灵儿总算不再啼哭，沉沉的睡去了。吴大夫，这孩子是怎么了？这孩子喂奶过甚，脾胃则不能克化，机停中脘，又感染了风寒，故腹痛膨胀。若是再拖延个1、2天，大罗金仙来了都救不了啊！张大娘腿一软就要跌倒，还好王桃花及时扶住了。这位老夫人不必忧心，孩子已经退烧了，腹中恶气也排得差不多了，
开几副药回去养上一旬也就无碍了。不过千万要注意保暖，喂乳要节制1、2，还有孩子不足1月，尽量不要责打。责打？我家没有打过这孩子呀。吴大夫见对方一脸疑惑，就掀开灵儿后背的衣服，就见那后背有些淤青，看那痕迹，明显是大人掐的。张大娘的眼泪立马扑簌簌的掉了下来。王桃花看着那白白嫩嫩的小丫头被折腾成这样，恨不得抽死她。这虎毒还不食子呢，这宋香琴是疯了吧？王桃花驾着牛，张大娘抱着灵儿直抹眼泪。桃花，今儿让你看笑话了，你嫂子她不懂事儿呀。大娘，你说啥呢？这谁家事儿能保证事事顺心？希望经了这次教训，她能改了去。不过上次灵儿积食了，梅大娘不是交代了吗？怎么这次这般严重？作孽呀！你嫂子夜里嫌起床喂奶冷，就让灵儿夜里含着睡觉。白日里灵儿一哭也是喂奶。那日我去地里挖点野菜，回来就看到孩子扔在摇椅里，小被子也没盖。你嫂子她自个儿倒是呼呼大睡，这不就染了风寒？这些年因着咱们家穷，香琴又是你栓子哥自个儿求的，我们2个老的对她做的事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想不到这却报应到这孩子身上了，大娘这心里不是滋味啊！大娘一味的忍让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咱们为人心善是好的，却不能一直心软，不然会害了自个和身边的人。丫头，你说的大娘都懂。这次回去我就把灵儿抱来养，你嫂子呀，让她自个儿反思去。再说那宋香琴那日跑出去后，只嚷着要跳河，可磨蹭了半天也没动静。张栓子干脆不管他，自个儿回了家。这宋香琴又羞又气，就躲回了娘家。后来张大娘去了一趟宋家，也不知道跟宋香琴爹娘说了什么。第2日，宋香琴就被哥嫂送了过来。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宋香琴还真老老实实的，没再作妖。这日天刚蒙蒙亮，王桃花和2个小的合力把那桶豆腐脑给抬上了牛车，又往上放了一张小木桌、2个木桶、碗筷之类的。等3人坐上，整个牛车满满当当。王桃花一拉牛绳，小红打了个粗重的响鼻，就慢悠悠的往前走去。半个时辰后，他们就进了县城，然后直奔县学。这山门外早就摆满各类吃食摊子，多是包子、馒头、汤饼、油酥、馄饨，买的人还是很多。卖豆腐脑喽，祖传秘方，100年传承的好味道，保证你吃了念念不忘哟。卖豆腐脑了，好吃的豆腐脑你绝对没吃过。最后3姐弟叫卖成了街上的一道风景。姑娘，豆腐脑这是啥东西啊？王桃花揭开锅盖，一股热气儿带着清甜香瞬间散开。大家请看，这可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一种吃食，十分可口。听说前朝时还给宫里的娘娘吃过呢，最是美容养颜的好东西。姑娘，这豆腐脑看起来倒不错呀，怎么卖的？5文钱一碗。5文钱？这也忒贵了吧？你瞧这刘记烧饼，塞满肉才3文钱一个，还有那头的大肉包子才2文呢。你这东西凭啥卖这么贵啊？这位公子有所不知，不说这豆腐脑在咱们大梁朝只有我家能吃得到，就是其中用了10几种珍贵的材料熬制而成，也值这个价了。刘冬儿和王山目瞪口呆的看着口若悬河在扯谎的王桃花，说完看那小胖子还有些犹豫。王桃花干脆捞起一个碗，舀了一勺，又撒了点糖。公子，你是第一个来我摊子的贵客，我请你尝尝。小胖子看这么个水灵灵俏生生的姑娘朝自己递来一碗豆腐脑，顿时有些手足无措。佐藤兄，既然人家姑娘都发话了，还不赶紧尝尝，我们还等着呢。于是小胖子在众人的虎视眈眈中吃了起来，一入口鲜甜软嫩，他还来不及嚼2口，那豆腐脑就化成一汪热流从舌尖划过，涌进了胃里。咋样，好吃吗？太好吃了，这豆腐脑十分的鲜甜可口。姑娘，我还要1碗。摸出10文钱，刚才这1碗算我的。这小胖子挺上道的呀，说好的那1碗是我请的。拿过空碗，又舀了满满1碗豆腐脑。这次小胖子拿着勺子慢慢的品尝了起来。姑娘，给我来1碗，我也来1碗尝尝。最后这伙人平均每人都吃了2碗豆腐脑。有了这么一波活广告，王桃花的摊子就被围得里3层外3层，把周围摊子给眼红的跟只兔子似的。不到半个时辰，那一桶豆腐脑就卖了个精光。姑娘，这豆腐脑还有吗？王桃花正在收摊子了。公子抱歉，今日豆腐脑已经卖完了，想吃明日来哈。姑娘，要不我先把银钱给你，明日你帮我留1份吧。
公子，你就不怕我把银钱昧了去？姑娘自不会是那种人，那就这般说好了，明日我来拿豆腐脑。把银钱放在了桌子上，那你总得留个名字吧？夏衍之。王桃花只能把名字记在心里。一个眉眼弯弯的姑娘直接往地上啐了口，这人名唤杨杏儿，在王桃花斜对面卖糊饼。呸！见个男人就笑，也不知道是来卖吃食的还是来卖笑的。等到老子娘来了，见一大半糊饼都没卖出去，今日怎么还剩这么多饼子？那个死丫头是不是皮痒了，又偷懒了？娘，我哪敢呀！你是不知道，今日这街上来了个小骚蹄子，又抛媚眼又娇滴滴的喊人，谁还来咱们摊子？那你明日也穿上件颜色鲜艳点的衣服，我就不信那些公子少爷不来咱们这边买饼。行，那娘给我30文，要钱干啥呀？你要我好好收拾，我不得买个脂粉涂涂。那妇人不情不愿的从钱袋里摸出10来文钱，就这些了，你这丫头也是没用的，在这里摆了大半年的摊子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都没捞到。杨杏儿才懒得听他娘胡扯八扯的，他拿着铜板往街上走去。王桃花3人从去城里到回来不到2个时辰，王少安抱来那钱匣子往下一倒，那铜子就哗啦啦的落了下来，滚了一桌子。天爷呀，咱们一上午就赚了这么多银钱呢！姐，快数数吧。于是3人抓起一把数了起来。我这边是272文，我是307文，加上我这边的561文。天哪，咱们一上午就赚了1两多银子。王桃花看2个小的一副傻呆呆的模样，不禁好笑。哪有这么多，还要去掉成本呢？大概赚了1两银子吧。以前我和爹卖上1个月的艺都没有200文呢。王桃花分别数出20文钱，给了刘冬儿和王少安。这些钱是你们的零用钱，你们自个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姐，这我可不要，我在家里有的吃有的喝，要钱干嘛？王少安也不要，给你们就拿着。虽说是为自家做事，可是辛苦一天了，还不得犒赏一下自己？再说自个手里有点钱也活泛一些。以后呀，姐每天给你们20文零用钱。2个小的见拒绝不了，也就收下了。下晌，赶着牛车就往村外走去。王桃花因是顺着路走，就先去了李家庄。远远的就看到一座占地足有半亩的青砖大瓦房，这是谁家的宅子呀？这般气派。进了村，找个婆婆问了路，就朝那李夫子的学堂走去。透过矮墙，可见里面有间极宽敞的屋子，略略数了数，里头有20-30个孩子。王桃花拉着门环敲了敲，请问李夫子在吗？学堂之地，何人在此喧哗？先生莫怪，实在有事叨扰，还望海涵。请问先生可是李万斗夫子？姑娘找在下何事啊？李夫子，我想送家弟来贵学堂读书。李万斗听到是来求学，那下巴微微抬起，眼里颇为自傲。姑娘，我李万斗自开学堂3年来，已经出过5个童生了，所以要进我这学堂，还得让令弟来一趟。本夫子需要亲自考教一番，有道朽木不可雕也。若是孩子无这读书的天赋，早日弃了也是一种福分。这意思就是要择优录取呗。明日便带家弟前来拜见夫子，家弟自幼喜读书，也粗粗认了些字。哦，家中可是有人读书？我外祖也曾考中秀才，不过早已仙逝，家弟所认识的字都赖家母所教。李万斗听了这话，很是满意，收个有根底的学子，那可好教太多了。这万一又考个童生秀才出来，自己脸上也有光。再说这孩子的外祖也是秀才，既然跑来找自己举业，传出去也是美谈一桩。看来仆役一块，只待本夫子细细雕琢。姑娘，你家住何方啊？沟子村。听闻你们村中有个名唤王桃花的女子，私德败坏，与他人定亲之后，竟与泼皮无赖行了苟且之事，且在城中水性杨花，卖弄俊俏。你可认识此人呢？我去，这是哪个大嘴巴瞎传的？贝姐知道，非抽死他不可。作为一个教人的夫子，竟然这般短视，也学那长舌妇听闻乡间的闲言碎语，这样的人人品肯定不咋地。姑娘，本夫子问你话呢。李夫子，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因为我就是你口中的王桃花。李万斗也没想到本尊在此，顿时有些尴尬。既然你就是王桃花，那本夫子有几句良言要与你说。这女子讲究真敬自爱，你怎么能做出那等下作之事呢？然后呢？你已失德，如今不在家忏悔思过，还敢出来见人，唉，果真是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啊！听闻李夫子才高8斗，经史子集无一不通，小女子倒有一事想要请教。古语有言，使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吧，本夫子还要去授课。古人云，道
道听而图说，德之气也。请问何解？此句出自《论语·阳货》一篇，意思就是把听到的传闻就到处传播，这是道德所唾弃的。可是明白了，先生解的可真是妙极了。可为何对于小女子之事却是如此道听途说？殊不知人云亦云，识人牙慧，不仅有失先生风范，还缺德。李万斗自从中了秀才后，在这十里八乡那是被人高高抬起，哪里受过这等羞辱？混账！你这个女子仗着自己10几个字，就在这里卖弄口才，讽刺使者，毫无女子3从4德之贤良柔顺，如此家风，令弟必然无二，恕本夫子教不了。我呸！揉你个大头鬼，顺你个死脑袋！你说我无德，你身为教书先生，又有多少贤良？圣人还说呢，泛爱众而亲仁，你就因为听人闲言碎语，就排斥我和我弟弟，哪来爱众，哪来亲人？李万斗被这话堵得哑口无言，他想反驳，可王桃花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理有据，自己还真没话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快离开本夫子的学堂，免得脏了我的地。李夫子，我看你也别教书了，这乱曲解孔圣人的话，不是在误人子弟吗？泼妇，你胡言乱语什么？本夫子16就中了秀才，这平川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那4书5经，本夫子倒背如流也不在话下。你一介女子又知道什么？拽什么呀？不就是一个吊车尾的秀才吗？有什么好张狂的？我外祖还是头名秀才呢。李万斗16岁中秀才不假，可是当时取秀才才86人，他刚好第84名。李夫子，请认真听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孔夫子并不是歧视女性，他说的女子和小人是一种泛指，指的是那些卑鄙无耻阴暗狡诈之人。连这个都不知，真是锦绣空包驴马骨。哼，你如此无才无德，我才不会让我弟来你这边学习，免得被教坏了。滚，给本夫子滚！走就走，就这点涵养气度，难怪考了10几年也是个秀才。我看呐，也差不多到头了。李万斗身子一晃，一口老血吐了出来。名字还万斗，我看这才情连半斗都没有，还敢出来受学？呸！真是厚颜无耻！李万斗又一口老血吐出来。等他驾着牛车刚到村口，就见那大宅子前一个丫鬟搀着个妇人从马车走下来，两人顿时对上眼了。王桃花心里立马浮起一个模糊的人影，李康平的亲娘柳月香。王桃花，你来李家庄干嘛呀？这位夫人，我去哪里跟你有何关系？这李家庄又不是你家的，我还得跟你说一声。姑娘，我劝你好自为之，我儿已经和县里前教育家的千金定亲了，你不要再痴心妄想，死缠烂打我儿了，不然别怪我李家不客气了。你放心，你眼里的宝贝疙瘩，在本姑娘眼里连个屁都不是，满口污言秽语，果然是个粗鄙不堪的丫头。我虽粗鄙，但我心不黑，哪像你家吃人饭净做那畜生事，背信弃义，龌龊不堪。隔你这几步，我恶心的想吐。死丫头，老娘撕烂你这张嘴！柳氏立马张牙舞爪，就想上来挠人。王大花一拉牛绳子，小牛哞的一声就往前走去，堪堪把柳氏撞到了一边。哎呀！走了，小红，咱们不能跟畜生多说话，埋汰。柳氏见人走了，气得柳眉倒竖，咬牙切齿。回了沟子村，他就去寻王梦山，简单把两人的事说了下。这左夫子早些年也听说教学不严，人浮于事，原以为是传言，想不到是真的。至于李万斗这些年还是教出了些成绩，可是作为夫子言语这般不堪，恐怕私德不佳，哪怕有才也是不能去的。可咱们村这附近就这么2所学堂啊。村长爷爷，你再帮忙想想还有没有漏掉的。王梦山又搜肠刮肚了片刻，我记得那个夏家村子好像有个家塾来着。这家塾又叫专管，通常是村子里1家或数家富户单独或联手创办的。我明日就去看看。丫头，那夏家村的家塾设在夏员外家，他们家祖上可是当过官的，听说请的是举人老爷授课，他们本族人都收的极少啊，咱们外人更是难呢。村长爷爷，反正都到这地步了，我去试试又怕什么？王桃花3人刚赶着牛车到村口，有个老婆子就飞快地跑了过来。桃花，等一下，等一下，丁大娘，你可是有事？桃花呀，你们这是要去县里？哎呦喂，那太巧了，老婆子刚好也要去趟县里，你捎大娘一趟吧。
还不待王桃花说话，就攀着牛车上的栏杆往车里挤。丁大娘，咱这牛车太挤了，实在坐不下人了。挤挤没事儿，这不还显得咱们乡亲。那小丫头，你脚往里收拾点。哎，没长脑子呢，把那篮子抱在怀里，不就多了点位置？最后还真被他挤上来了。王桃花明显听到车子咯吱一声。丁大娘，这坐起来太憋屈了，县里也不算太远，要不还是你自个儿。哎呦，桃花，我常跟大家伙说，这村里呀，就属你这丫头最是好心了，肯定不能赶我个老婆子下车吧？得，他还先发制人了。丫头，你就可怜可怜我这把老骨头吧。这牛车才走了2刻钟，丁婆子就按耐不住了。桃花呀，听说你去县里卖吃食了，可是这桶里的东西，你这丫头是个厉害的，又是建青砖大瓦房，又是买牛买车，现在又做着吃食生意，以后那媒婆呀，保准踏破你家门槛哟。大娘说笑了，赚点辛苦钱，够养活我们姐弟3人就好了。大娘是越瞅你越是欢喜哟。那个，我娘家有个侄子，生得高高壮壮，力气也大，家里还有10来亩好地呢。丫头，要不哪天丁大娘叫来跟你见见面？丁大娘，你说的是那个总爱流鼻涕的大哥哥吗？我见过他，去年他来你家做客，还跟我们玩，他不害臊，跟16比谁尿尿远，输了还要打我们。少安，别乱说，姐，我才没乱说呢，我还看他抱着自己的脚趾头啃呢，大家都说他是憨子。丁婆子被揭穿了，脸上一红，小孩子家家别学婆娘嘴，天宝只是心智还没开罢了。这时丁婆子肚子咕咕叫了2声，大娘这出门的早，现在这肚子空空落落的。见姐弟3个不约而同的闭着嘴巴，丁婆子就有些气恼了，坐着半天，那香味一股一股的往鼻子里钻，让老婆子我瞅瞅做的啥好吃食啊！说着就去掀那盖子，刘冬儿赶紧一把拍开了他的手。丁大娘，这路上都是灰，要是落进了桶里，咱们还怎么卖？老婆子就是想看看那吃食是什么。桃花都没说话呢，你个捡来的臭丫头，倒是把自己当根葱了。丁大娘，我叫你一声大娘是跟你客气，冬儿是我亲妹妹，有我在，没有人可以说她。咱们牛车载不了你这尊大佛下去，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长辈哟？果然是有娘生没娘教的小畜生，你算哪门子狗屁长辈？下去！王桃花直接拉停了牛车，就跳下去拉扯丁婆子，可那婆子抓着栏杆不松手，我就不下去，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有本事你就把老婆子的手给砍了呀！王桃花也不客气，抢过他怀里的包袱。这下丁婆子急了，赶紧爬下车，死丫头，快把包袱还给我！里头可是有10几双新做的鞋垫子，今日打算拿去县里卖的。王桃花扯开包袱，拿出一对鞋垫子。丁大娘，这牛车你坐了也快1半的路了，看在同村的份子上，我吃亏点，这鞋垫子就当是路费了。说着把剩下的扔给丁婆子，头也不回的跳上牛车往前赶去。天爷呀，他连老婆子也抢，不得好死哟！冬儿，那老婆子的话你就当他放屁，别放在心上。姐，你担心啥呢？有你和少安，我啥都不惦记。二姐，等我长大了，我来保护你。姐，少安，有你们真好。姐弟3人才刚到街口，就发现一大群人已经等在昨天摆摊的地方了。来了，姑娘，你可真是让咱好等啊！不好意思啊，今日路上有点事耽搁了，我现在就给你们打豆腐脑。王桃花正忙着，就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抬头一看，斜对面糊饼摊子上，那个穿着嫩黄色袄裙的姑娘正恶狠狠地朝自己看来。我又不认识那姑娘，为啥对方这般不善？杨杏儿看王桃花那边人挤人，自个儿这边连个问的人都没有，气得直跺脚。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走来，杨杏儿赶紧把领子扯开了些，摆出一个最甜的笑脸。夏公子，好几日都没见你来买糊饼了，是奴家做的糊饼不好吃了吗？夏衍之脑海里瞬间涌过一阵冷气，全身一个机灵。杏儿姑娘，那个我今日肝火旺，就不吃糊饼了，改日再来买饼。正要离去，杨杏儿身子一闪，挡在了他前头。夏公子，奴家家中有去岁新摘的忍冬，最是下火调肝，要不明日我给你泡上一壶吧。不用麻烦姑娘了，赶紧从袖子里摸出3文钱。杏儿姑娘，你还是给我一个糊饼吧。哎，这就给你挑个焦脆的。杨杏儿立马露出笑脸，接过铜板后，就从篮子里夹出一个烙得2面金黄的糊饼。夏公子，你一定要好好尝尝哦，今日这饼可是奴家亲自做的呢。夏衍之胡乱点头，接过饼后逃也似的走了。不就是皮子白点，身段好点吗？
得意什么呀？本姑娘只是不屑跟你争，不然你一个客人都拉不到。可马上她脸上的笑容就僵硬了，就见王桃花笑容满面的把一碗豆腐脑递到了夏衍之手中，夏衍之随手把那糊饼给了旁边一个同伴吃。姑娘，你这豆腐脑清爽甘甜，软嫩柔滑，果真好吃啊。夏公子，好吃你就多吃点。行，那你再给我来一碗吧。抬头就看到王桃花姣好的面容，瞬间有些愣神。夏公子，你的豆腐脑。夏衍之3下5除2就把豆腐脑喝完，然后摸出15文钱。姑娘，明日给我留2碗，就急匆匆的走了。今日的豆腐脑卖的比昨日还快了1刻钟。王桃花姐弟正欢喜的收拾着，妹子，你这生意好呀，这才大半个时辰就卖完了，真让人羡慕。哪像咱们几个呀，可是一大早就来了，这冷风吹了半天，拢共也没卖几文钱呢。大家伙说是不是呀？这2天因为王桃花的豆腐脑多多少少影响了周边的摊子，于是几个卖吃食的婶子叔伯都略带不满的跟呛起来。看吧，你这是惹众怒了，我要是你就赶紧夹着尾巴走人，不然以后有你的罪受。姐，别急，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他自是知道这事如果不好好处理，这些人说不得真联合起来排挤自己。这位姑娘，我与你并不相识，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处处针对我，但今天大家既然提起这事了，我想说的是，我一没怂恿客人不买你的，二来我也没做与各位相同的吃食，我怎么就天理不容了？部分摊主听了也有些不好意思，你买卖不好，别人买卖好就得让别人离开，也不是这个理呀。还有，我想问问，我没来之前，这街上的买卖又是谁最好？众人都看向杨杏儿，都看我干嘛？我现在的生意也被这狐狸精给搅和了。我姐才不是狐狸精，你脸白嘴又尖，你才像个狐狸精。死小子，指谁呢？信不信我把你指头给掰掉？你试试看。王桃花走出摊子，给大家行了个礼。各位叔伯婶子，大家都在这街上摆摊子也是一种缘分，但我王桃花敢对天发誓，绝对没有说要霸占这街上的吃食生意。这书院里好几百号人，我要真存了这心思，我为何每日只做这1桶豆腐脑？何况我这吃食图的是个味道，极刻画，还是要与包子饼这些搭配着吃才能饱腹。所以咱们的吃食并不冲突，再有任何新吃食出来后，大家都会图个新鲜。我想你们各位卖吃食的都是知晓的。顿时大部分摊主点头，也有摊主就想起自己刚摆摊那会儿，那生意也是火爆异常，顿时更是说不出话了。这丫头就算走了，能保准没有其他人来啊？这做生意啊，还是得看自己，怎么把味道做好了才是关键哟。总不能拉不出屎还怪上茅坑吧？这话说的平日几个味道糟糕的摊主脸色很是难看，却又反驳不了。瞧瞧我通透多可爱的老头呀，大爷给你点个赞。这么一来，大部分摊主也就散开了。你们咋就走了呢？有他在，还要不要做生意了？姑娘把我赶走了，你最开心吧？我今天也把话撂在这里了，若是你再来招惹我，我保准让你肠子都悔青。你能把我咋的呀？我跟你说，不要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跟本姑娘指手画脚。夏家村虽然没有李家村大，因为村子里上3代出了大官，到这一代也出了好几个举人，也算是平川县的名门望族了。其中那2个当官的就出在夏伯远家。这位小哥，我是带我弟弟来求学的，还请通报一下贵府老爷。姑娘，你这是找错地方了吧？这是夏员外家，你要求学得去找学堂啊。小哥，听闻夏府私塾有良师授课，小女子这才厚着脸皮前来求学的。姑娘，你是夏家旁系？王桃花摇头。那你可是与我们老爷有亲有故？王桃花又摇了摇头。那我劝你还是回去吧，咱们这夏家私塾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里头全都是府里的少爷，还有族内最会读书的10几个人，你这无亲无故的怎么进去啊？能不能进，那不得夏老爷做主。小哥，还请你行个方便，从袖子里摸出1钱碎银子塞在手中。那我进去通报一下，不过咱们老爷会不会让你进门，我可不敢保证。有了小哥了。再说夏伯远这人平生最是痴迷于诗词歌赋，今日春光正好，于是和乔夫子在花园里吟诗作对。点点淡色映新妆，怎么样？融合静意，但是词呢太过陈旧了，你也别老说我，你来一句绿枝拂春衣，小燕池子飞。哎呀，妙啊妙啊，缘故的诗才果然是高于我呀。可乔夫子却自个摇了摇头，这句子有些轻浮了。老爷，有人找。
说是来求学的。被打断思路的夏伯远立马眉头一皱：夏琪，老爷不是说了吗？做事的时候别来烦我。去。哦，是，小的这就走。小的祝老爷才如那个水涌，想到一手好诗。等夏七走到回廊，才舒了口气。王桃花见门开了，小哥，夏员外如何说？姑娘，咱老爷现在有事，没空见你呢。王桃花有些失望，可想到自己有求于人，倒不好咄咄逼人。那麻烦小哥了，我明日再来。正要下台阶，就听夏七嘟囔了句：这姑娘来的也真是不凑巧，正巧碰到老爷今日做不出诗，那柳树啊就是棵木头，还能写出朵花来，想想脑袋都疼啊。小哥，麻烦你再帮我通报一次呗，这次你家老爷保准让我进去。你这姑娘好生无礼，我说了我家老爷今天没空，要是我打扰了他兴致，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小哥，再走一趟吧，拜托了。又从怀里摸出1两银子，夏伯远和乔夫子又搜肠刮肚的吟诵了好几句，都不满意。听得门洞处传来一句碧玉妆成一树高。2个半老头子同时转头，眼里全是兴奋惊喜。谁在那边？快出来！夏七只得慢慢吞吞地走了出来。老爷，夏琪，刚才那句诗是你做的？夏伯远十分怀疑，这夏七有几斤几两，自己还是知道的。是门口的姑娘做的。什么姑娘啊？老爷，有个姑娘带着她弟弟求学，想进咱们夏家私塾举业，竟然是为了这事儿。夏家私塾声名远扬，常年有人来求学。夏伯远对这事儿并不稀奇。他还说有话快说，吞吞吐吐成何体统啊？他说若想知道下句，请让他进府一叙。夏伯远2人相视一眼，这姑娘有点意思呀。很快王桃花2人就被请进了府里。两位先生好。丫头啊，你叫我俩先生，可是知道谁是乔夫子，谁是夏员外啊？王桃花还没说话。姐，我知道。你知道？来说来听听，老夫我看你猜得准否？王桃花也有些疑惑，这小家伙什么时候见过夏伯远了？那手背上有墨点的是夏员外。夏伯远下意识的就看向自己的手。嘿，没有墨点子呀，敬德，你着相了。夏伯远这才反应过来，好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子。谢员外夸奖。夏伯远点头，倒是个懂礼的，心下满意了几分。丫头，刚才那句诗可是你做的？随口一说，先生见笑了。老夫苦想大半天，还没这个丫头随口一句，这人比人呐，真是气死人呐！丫头，那你下一句是？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夏伯远念了好几遍，又看看那柳树，不由得抚掌笑道：好句呀，好句呀，浑然天成，不见雕饰，老夫当服一大白呀。丫头，老夫观你2人就有几分书卷气，你又能吟得如此佳句，可是出自书香门家呀。小女外祖父曾是秀才，小女母亲也酷爱读书，所以从小就教授我和家弟读书习字。原来如此。古人云，书有药也，善读之可以医于，诚然也呀。你家外祖父是何人呢？外祖白慧放山，字本初，已于几年前仙逝了。哎呀，老夫记起来了，想不到你外祖竟与老夫是同窗啊！那是你外祖年纪轻轻就老成持重，最喜欢读书之人，当年还是头名秀才呀。有这么一重关系，进你家读书不得开个后门？夏伯远自是看到了王桃花的暗示。丫头，你这次来找老夫是想让这小子进我夏家私塾？正是，还请夏员外给家弟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夏家私塾向来非夏家子弟和亲眷子弟不收，你可知道啊？知道，但也有例外不是？小女子知道，2年前夏家就收了一个外村子弟。好，老夫看在与你外祖父同窗的份上，许你进我夏家私塾读书。谢过夏员外，乔夫子。丫头，我只答应你进我私塾学习，可没有说这乔夫子教授我。这老头子脾气大得很，我可做不了主啊。虽说乔夫子是夏家请的西席，他可是本朝大儒宋谦先生的嫡传弟子，他的师兄弟可谓个个位高权重。当初为了请他来自己府里授课，可是颇费了诸多周折。即使这样，夏府也没人入得了他的眼，并不授课收徒，只是日常私下里指点府中子弟1、2而已。求先生收下小子，学子必定勤学苦读，不负先生所望。罢了，你我如此相见，也算是缘分。你若真想投在我门下，需经住老夫的考教。小子呀，你可要想清楚，乔夫子这条件肯定是不简单呐。纵有艰难，我亦无悔。小子说得好，要是这老头子不收你，可不许哭鼻子。我才不会哭呢，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你且听题。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和解。孔夫子说，君子吃不求饱，住不求安，做事灵敏，言谈谨慎，积极要求上进，就算好学了。答得还算工整。那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王山安很快又解答了出来，就这般，《论语》《孟子》里问了5、6题，王山安全回答了出来。你未经启蒙，4书5经能解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尚可了。今日老夫不再考教，你且回去把这《论语》学而篇倒背出来，明日此时来找我。这老头不会有病吧？这普通人一晚上背400、500个字都难了，他还要倒背？夫子，我一定认真背诵。我现在可还不是你夫子，待背会了再说吧。等王桃花两人出了夏家，夏伯远不解地问道：缘故啊，你让那小儿倒背有何说法呀？这小儿以墨点猜人，可见聪慧，7岁至龄能解4书，可见文根深厚。现在就看他心性如何。你这个老鬼呀，这哪里是在选学生啊，这就是在选徒弟呀。若是才品皆宜，选徒弟又何不可呀？夏伯远手一抖，拔下一根胡须：你这个老鬼也太偏心了呀！我这几个孙儿求到你门下，你愣是看都不看一眼，反而看上了一个黄口小儿，气死我了！我还是做我的事去吧。带着满腹心事，王桃花两人回到了家。王山安跟打了鸡血一样，找到那篇文章，开始一遍又一遍的倒着读。王桃花见他读得那么认真，也就随他了，自个忙去。吃完饭，王山安又捧起了书，摇头晃脑的又读又背。夜里倒是趁王桃花两人睡着了，偷偷爬起来，跑到灶房点了油灯读了起来。第二天，王山安顶着一双熊猫眼，兴奋地跑到两人面前：大姐、二姐，那篇文章我能倒背了。王桃花摸摸他的被窝，又看他那副样子，你这家伙感情一晚上都没睡呀？我睡了1个时辰的，这次就算了，下次再这样我就加法伺候。张大娘最近感觉身子很不爽利，稍微站上一会儿就头昏眼花。香琴，我和爹去地里看看，你记得把过了的粥给娘送去。哎，你去吧，我在家会照顾好娘和灵儿的。张栓子听了这话，心里很是熨帖，扛着锄头走了。宋香琴脸上的笑意立马不见了，把灵儿随便往摇篮里一扔：小丫头片子，你要敢给老娘哭，老娘非掐死你不可，可记住了。小灵儿倒也没闹腾，兀自吐着口水泡泡玩着。宋香琴从衣服箱子最底下拿出一个纸包，塞进了怀里，她就来到了灶房，把锅里的粥端了起来，很自然的往里吐了口唾沫。老娘让你吃个够！左右看了看，怀里摸出纸包，打开后里头是一些淡黄色的粉末，他飞快地用小指头的指甲尖挖了一星点出来，撒进粥里。吃吧吃吧，再吃个10天半月，你就该吃纸钱了。大嫂送来的这东西真管用呀。事情还得从前几日说起。宋香琴娘和嫂子来送月子礼，宋香琴就把自个被打的事趁机添油加醋说了一通，气得他娘在张家大闹一通。隔天就让他嫂子送来这包东西。香琴呐，这东西你可得收好了，娘说一次不能加太多，不然呐立马会没了命的。嫂子，这谋害婆母要是被人发现了，可得杀头啊。就说撑死胆大的，吓死胆小的，咱们一点一点放，有谁能发现呢？这老婆子一把年纪了，得个病死了不是常事儿，可我这心里慌得很呢。那老婆子平日对我也还算不错，呸，那都是装出来的，正好能纵着他儿子把你打成这副模样，你还想不想当家做主了？那老婆子活着还有你的好日子过。这么一激，他就想到那日张栓子的无情，张婆子的埋怨，当即就把那包药粉握在了手心。娘，吃粥了。等王桃花和刘冬儿赶着牛车到了地方，就看到杨杏儿依旧打扮的花枝招展，正跟一个5大3粗的汉子攀谈着什么。两人凑得很近，杨杏儿那鼓鼓的胸脯都快凑到那汉子脸上了。锤哥，就那2个娘们欺负我，你一定给我做主，不然以后我可不理你了。我的心肝小宝贝儿，锤哥保证帮你把那个娘们赶出这条街，让锤哥香一个。这街上到处都是人呢，人家还是清白姑娘家，没得让人说嘴。锤哥，以后咱们有的是机会。那媚眼如丝、直撩拨的大汉心猿意马。杨杏儿见大汉走了，瞬间没了笑脸。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什么阿糟玩意儿？正要掀开盖子给客人们打豆腐脑时，就见一个尖嘴猴腮的男人和一个膀大腰圆的妇人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二话不说就拿起那叠碗筷朝地上砸去。你个黑心肝烂肠肚的，昨日我娘吃了你的豆腐脑，上吐下泻，到现在还昏迷不醒，老命都快没了，你丧良心哟！
死丫头，年纪不大，一肚子坏水。王桃花瞥向杨杏儿，对方正抱着手，幸灾乐祸的笑着呢。那男人见王桃花面不改色，就想上前掀翻那半桶豆腐脑。王桃花直接拎起铁勺子往手上重重敲去，放开你的爪子，我给你脸了！死丫头，你的东西吃坏了人，还敢打人，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今天我非抓你去见官不可！快来人呐！出人命了！这黑心摊子吃坏人了呀！他这一喊，附近的人全涌了过来。咱们就当着大家伙的面，当面锣对面鼓的说个清楚，不然这苍蝇、老鼠、狗子的每天都来打打秋风，占占便宜，我这买卖可没法做了。说就说，老娘怕你不成？我看你这丫头怎么把黑的说成白的？如果我没记错，你们俩没来买过豆腐脑吧？我也没见过，是我娘昨个自己早上来买的，想不到吃了没多久就出了这事儿。我的娘呀，你可受老大罪了！你本来身体硬朗的能走2里地，现在饿屎都使不出力呀！我可怜的娘哟！众人听了这话，笑出了声。这妇人真是粗鄙！这位大娘，你胡说！这豆腐脑是我家祖传秘方，吃了上百年了，材料干净的很。我家每天卖200来碗都没事，怎么就偏生你家有事？小丫头骗子！你喊谁大娘呢？一点眼力劲儿也没有，还敢出来做买卖？呸！白长一双招子！反正我娘就是吃了你家豆腐脑出事的，我娘还躺在床上。要不你们自个儿去看看。大娘，你这么说来，我倒真有点印象，有个老婆婆，脸蛋圆乎乎的，拄着个拐杖是不？啊，对，那人就是我娘呀！大家瞧瞧，她都承认我娘来买豆腐脑了。你耳朵有问题吧？我只是说过看到这么个大娘，可没说她在咱们家买过豆腐脑。一句大娘，把李大妞气得七窍生烟。那么多人买豆腐脑，说不定你忘了呢。你硬说是在我们摊子吃坏了肚子，请问婆婆是在哪个医馆看的？我倒要去问问看。我们家穷，可看不起医馆，就路边的游方郎中看的。穷，看不起大夫。请问我家豆腐脑多少钱一份？2文。见大家诧异的看了，郑老五忙说道：记错了，是3文钱。不好意思，我家豆腐脑5文一份，你们连价钱都不知道，还敢说来我家买了豆腐脑？我家银钱都是我娘把着的，她多少钱买的，我俩咋知道？郑老五很是满意自家婆娘的机灵。就是，又不是我买的，我怎么会知道多少钱？你们确定亲眼看到你们娘吃了豆腐脑？那可不是。哎呦喂，我要知道这豆腐脑能吃坏人，昨日我就该把它给倒了。那豆腐脑是什么颜色？这郑老五立马看向李大妞。李大妞哪里知道，今儿早上才刚接到的活呢。杨杏儿看了看周围，偷偷指了一个白色衣裳的人。白色的？我说我娘买了就买了，还能骗你不成？大花早就把2人的小动作看在眼里。那是什么样子？杨杏儿虽见过豆腐脑，可这个怎么描述啊？只能摆摆手，反正就是白色的一块，有巴掌这么大。你确定？你这死丫头，问这么多干嘛呀？咋还想推卸责任呢？这么多人看着呢，你狡辩不了。你诬赖我的吃食吃坏人，我不得问清楚？就算官府问罪，也得讲究人证物证俱在。现在他已经很断定这夫妇俩是来碰瓷儿的。我再来问你，这位大娘，你家住在哪里？婆婆多大年纪？我家住在南城补了巷子，婆婆今年60有6。你问这些干嘛？还想找人报复咱们呀？王桃花也不说话，揭开锅盖，用勺子往2个碗里各打了1勺子豆腐脑。你说昨日是婆婆自个来打了2碗豆腐脑回去，这现学离南城最近也得走上2刻钟吧？咱们就来走上一走。朝人群问道：哪个小哥能出来帮个忙？姑娘，我最喜欢帮忙了。夏衍之把迈出去的脚收了回来，心里颇有些遗憾。我姓杜，叫肚子疼。杜小哥，你能帮我端着2碗豆腐脑慢慢的往山门走去，再慢慢走回来吗？姑娘客气了，我这就去。众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姑娘葫芦里卖了什么药呢？姑娘，我走好了。诸位请看。众人凑过去一看，那碗中的豆腐脑早就因为晃荡的4分5裂，碎成一小块一小块。刚才杜小哥走得多慢，他都碎裂了，哪来完整的？先不说婆婆要走上2刻钟，还是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就南城补了巷子那路坑坑洼洼，能保证豆腐脑完整？你若可以，我就认了这事儿。郑老五夫妇俩顿时脸色如墨，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了。他可真是聪明啊！一来你不知价格，二来你都没见过豆腐脑，就满口胡说八道，可见你是扯谎。说谁派你们来的？夫妇俩看向人群里，可杨杏儿早就逃出去了。那个是我们误会了，姑娘莫怪，咱们这就走，家里老娘还等着看着病呢。你一句误会了，可是搅得我生意都没法子做，你们说怎么办吧？难不成我还得赔你钱？小心爷让你走不出
出这条街。朗朗乾坤，你们竟敢敲诈恐吓百姓，还有没有王法？你们俩抬头看看，前面就是县学，这里头的学子哪个不是饱读诗书，富有韬略之才，将来都是要为官做宰的人，你们也敢当着他们的面欺负人，真是目无王法，胆大妄为。一番话说的周围的学子热血沸腾，路遇不平，慷慨相助，可不就是君子之风？你们俩不能就这般走了，必须要向他们道歉赔偿。世风日下呀，人心不古，正是需要咱们扫除奸恶，匡扶正义。咱们把他们抓去县衙吧。姑娘，是我们夫妇猪油蒙了心，做了这丑事，还请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吧。是啊，姑娘，我上有80老母，下有3岁小儿，还请手下留情，我们必定记你的恩情，回家给你立个长生牌。长生牌就不需要了，你们俩今日误了我的买卖，又砸了我的碗筷，赔钱吧。多少银钱？我这一桶豆腐脑可是能卖1两多银子的，加上碗筷，还有我们摊子的名誉费、姐妹的惊吓费，你就赔2两银子吧。啥？2两银子？你怎么不去抢啊？对不起，我脸皮薄，可不像你们这般坑蒙拐骗。你若不赔，咱们这就去官府走上一趟。最后在学子们的虎视眈眈下，李大妞一脸肉疼的从怀里摸出2块碎银子赔了。小女子多谢各位小哥仗义相助，今日我请大家吃碗豆腐脑，还请不要嫌弃，望各位他日金榜题名，一展抱负。一桶豆腐脑很快就见底了。王桃花把最后一份打给了夏衍之。夏公子，多谢你今日仗义出言。桃花姑娘不必客气，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反而是桃花姑娘临危不乱，心思缜密，颇为让在下佩服。都是些小伎俩，上不了什么大雅之堂的。对面的杨杏儿见今日王桃花不但没有身败名裂，反而受到那么多学子夸赞，早就记得3佛出世，5佛升天，这下又见忠义之人和对方眉来眼去，有说有笑，更是渡海翻滚。王桃花，你咋这般不要脸？勾三搭四，水性杨花，咱们这条街是卖吃食，不是卖笑。王桃花可不客气，提起身旁的一桶水就泼了过去。哎呀！杨杏儿顿时被浇得透心凉，吱哇乱叫。我就是让你看看泼人脏水有什么样的后果。我告诉你，你再敢使坏，姑奶奶见你一次泼你一次，不信你就试试看。杨杏儿气得胸脯都要炸了，看着王桃花那张白嫩的脸蛋，就想冲过去挠烂。桃花才不给他这个机会，抡起那铁勺子就是一顿猛敲。午后，姐弟俩就来到夏家宅邸前，夏伯元2人早就在花园中等着。何时备会了？夫子，小子愿意一试。那就备吧。是。王山开始大声的背诵，一时间清脆孩童嗓音在花园里散开。再看夏伯远翻着本《论语》，颇为惊讶地说道：“这小子还真是一字未漏，一字未错的背下来了呀！这倒是花了不少心思吧？”不敢瞒夫子，我昨日回去后就开始背，后来又背了1宿，才算背会的。上家比洛清那小子倒是快上了半日。这求学向来艰苦，这倒背只是其中的微末，寒窗苦读，夜不能寐，时指苍苍，你怕吗？若有夫子教导，小子不怕。我娘跟我说过，古人读书头悬梁，锥刺股，方能学成。他们能做到的，我也一定可以做到。说完，那腰杆挺得笔直，小小的脸蛋上满是坚毅。小子，你愿意拜我门下，跟老夫潜心学习吗？一旁的夏伯远羡慕嫉妒的眼珠子都要掉了。王山，太棒了，真给姐长脸。王山很有眼力的跪下，徒儿拜见师父。起来吧，待你师兄回来后再行拜师礼吧。接着乔夫子就把王山带去了自己的书房，院里只留下王桃花和夏伯远。丫头，你那咏柳诗想到后面的句子了吗？王桃花有些诧异的看去。昨日你那诗句一出啊，害得老夫整夜未眠，老夫想了不下1800句都凑不齐全呢。那可是4名狂客贺季真的代表作呀，哪有那般好接的？丫头，要不我跟你做笔买卖？什么买卖？你把下句说给我听，我给你100两银子咋样？银子就不要了，免得污了这诗的雅致。莫若这般，我弟在你府中读书，请你下员外照顾一二。这简单，我给他配个院子，按我孙儿那般伺候可以吧？那倒不必，这自古来由俭入奢难，我弟还小，经不住诱惑，我可不想让他变成顽固。你只要不让别人欺负他就行。读书人还是要简雅自居，方能磨砺心智。瞧瞧人家这份心气儿，
自家那几个不成器的家伙，是不是我对他们太好了？地狱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2月春风似剪刀。夏老头就跟木头一样呆住了，嘴里细细的咀嚼着每一个字。哎呀，妙啊妙啊！此诗一出，冠绝古今永柳之作呀！丫头好情思，好才气呀！说你是个京城学士家的小姐都不为过呀。1个时辰后，王山总算蹦蹦跳跳的跑了过来。王山像只小鸟一样兴奋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王桃花都含着笑认真的听着。王山突然低下头，咬着唇：“姐，说吧，什么事？”师傅说明日开始让我住进夏府，早晨和大家一起去私塾读书习字，下晌跟着他读书。王桃花心里一颤，这几个月的相处下来，她早把王山当成自己的亲弟弟了，这冷不丁要分开住，倒真有些不舍了。姐，我有些舍不得你们，我不在家，你们要是被人欺负怎么办？少安，你放心去吧，姐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啊，来一个打一个，来一双打一双。姐，我要好好读书，早点考中功名，就没人敢欺负你了。少安，每个人存在这个世界都有自己的意义，读书只是其中的一条路，你还小，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包袱，明白不？姐，我记住了。不过你放心，师傅说1月有5日休沐，我就可以回来了。就这般，姐弟俩一边聊着，一边往家里走去。再说王有贵家现在是一团糟糕，王大坤兄妹3人在家那真是大气都不敢喘，生怕触了霉头。香香啊，把桌子收拾出来，去地里叫你爹他们回来吃饭。王香香瘪着嘴，放下手里的扫帚，我现在就去叫。我保证以后好好伺候你。曾几何时，王桃花也是这般跪在刁婆子面前哭诉，她王香香在一旁添油加醋的看好戏。在王有贵和刘氏的安抚下，这饭桌上才恢复了平静。奶爹，有个事儿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回县里做事。大坤啊，你去县里头干嘛呀？前几日我有个朋友托人带话来，给我在酒楼里找了一份活计，吃住在店里，每月有200文月钱，我想去试试。听到钱，所有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真有200文？这我还能骗你不成啊？好，那你去，记得每月给我带银钱回来，少1文就别怪老婆子我不客气。奶，我要去县里找活。去什么去啊？斗大字不识一个，能干啥呀？没得给老子惹祸，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在家里种地。爹，这都到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偏心老大？你别忘了，咱们家里混的这份子可都是他王大坤惹的祸。只要我还是你爹，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种地去。在王有贵心里，2个儿子，一个去外头挣银子，一个在屋里守着田地，进可攻，退可守，最是稳妥的事儿。王大海愤怒地盯着王大坤，迟早有一天，我要让全家人都得看我的眼色。王大坤不以为意，3、5下喝完碗里的面糊糊，王香香眨了下眼睛，就回屋里去了。娘，大哥有件衣裳的领子破了，我去给他缝补一下。去吧去吧。王大坤屋里，香香，我这就去县里了，你放心，等大哥挣了银子，给你买好看的衣服和首饰。大哥，这个家里只有你对香香好了。王大坤忍着嫌弃，摸了摸他的脑袋。傻瓜，你可是我亲妹妹，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香香，最近你二哥去哪里了呀？没去哪儿啊，除了在家里，就天天跟着爹去地里挖地，其他地方都没去。有好几次我去茅房，看到二哥上竹架上头的隔间，他说抓耗子，我也想上去看看，他就把我赶走了。看来咱们家耗子挺多呀。午后，除了刁婆子，其他人都赶去地里干活了。爹，我有些闹肚子，去趟茅房先。去吧，早点过来。呸！爹还总说我爱偷懒，我看咱们家最大的赖头就是他，一说干活跟只老鼠似的，贼精。嘟囔什么呢？还不快走！王大海几人只能不情不愿地往田里走去。等王大坤见大家都走了，就拐弯去了柴房，有2层，下头是家里那头猪，上面1层主要是堆了些箩筐、篾席、粮斗之类的杂物。王大坤弓着身子开始翻找，等一圈找下来，毫无收获。这死小子把钱藏在哪儿了？突然他看到墙角有了个缺了口的破夜壶，那把手上的灰相较其他地方少了许多，里头塞了一团破衣烂衫，扒开来里头有只臭袜子。王大坤也不嫌脏，把袜子拿起来，里头果然沉甸甸的，倒出来后是一串铜钱，还有2个碎银饺子，全部加起来估摸着有1两多银钱。这老二也是长脑子了呀，竟然把钱藏到这夜壶里。
好弟弟，你这每天变花样的给大哥上眼药，这银钱就当补偿大哥了。不得不说，王大坤是王家心思最多的人。他算准了王大海有钱，前几次家里遭了难，王大海屋里可是半文钱都没找到。可他没记错的话，光去年他就去找了死鬼二叔5、6次，用刁婆子的名义把他的工钱骗走。年前粮价高涨的时候，还偷偷拿了家里的粮食去卖过。他一直没揭发出来，可不就等着这天来个一锅端。等来到地里，王大海阴阳怪气地说道：大哥，你这屁股还没好吧？这拉个屎的功夫我都挖好一行地了。还得是咱亲兄弟啊，这么关心大哥的身体。放心，大哥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这不从茅房出来时瞧见了一只大老鼠，就追着去打了起来。哎呦，难怪最近夜里总是能听到猪圈那边传来动静，想来呀，都是这该死的畜生闹的。回头我得去买包耗子药毒死他。明明偷懒还说打老鼠，满口胡话，鬼都不信，也就爹娘信。再说刁婆子独自一人待在屋里，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她从被褥子底下翻出一块布，揭开后里头是一个巴掌长的稻草人，前头写着王桃花3个字，后头则是他的生辰八字，现在上面扎了密密麻麻的针。就是你夺走了咱们老王家的运道，你娘斗不过我，你爹也斗不过我，现在轮到你了，我扎死你！没过2日，王有贵家的猪卖了半两多银子。第2日，王大坤也如愿回了县里，可是每个月200文的银钱，他又该去哪里找寻呢？客官，你要吃点什么？小二来只烧鸡，再来碗炙羊肉，烧2个下酒菜，烫一壶酒来。小二唱着菜名进了灶房，等烧鸡上桌，他直接抓住鸡狼吞虎咽了起来，把小二都给看呆了。突然有个刀疤脸的汉子端着个酒壶就走了过来。这位兄台，看你气宇轩昂，一表人才，必定是做大买卖的吧？你谁呀？快走开，别影响小爷吃饭。王大坤说着把那烧鸡护得严实。哎呀，小哥别介意啊，同是江湖人，相识就是一场缘分，咱们认识一下。我姓田，做南来北往的山货买卖。王大坤不理他，自顾自地吃着鸡。掌柜的，今天这桌酒菜记我账上。这下王大坤来劲儿了。哎呀，田大哥，你太仗义了，来，小弟敬你一杯。就这般你来我往的喝了几个回合，2人就熟络了起来。王兄，我刚来这平川县，也不太熟，有笔山货买卖，想找个好去处，可否帮忙引荐几个铺子？这小事一桩，咱们平川县大大小小的富户商铺，我都知一二，保证能给你牵条好线。哎呀，好好好，王兄，我一看你就是个做大事的，走，哥带你去百花楼舒坦舒坦，听说那里的小娘们儿个个温柔似水，花样多得很。那百花楼我可不去，难不成王兄家里婆娘管得紧？兄弟，你听我的，这娘们儿就是欠收拾啊，打一顿保准不敢再嚼舌头了。王大坤看了看周围，大哥，实不相瞒，我不走水路。田汉愣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其中的意思。兄弟牛啊，玩的这般实性。行，今个大哥舍命陪君子，也去那格子里长长见识。不过说好了，我不留宿，我还是比较喜欢楼子里面的花娘。话虽这么说着，眼里却闪过浓浓的厌弃。大哥，阁中滋味你不懂啊。2人就1步3晃地朝海棠阁走去。殊不知，王大坤前脚从周家泥塘里拔出来，后脚又上了贼船。这日他从县里卖豆腐脑回来，就带上刚买来的酥饼去了新宅子那边，发现那墙已经建到了半人高。丫头，你来了，咱们已经开始垒墙了，估摸着再有个8月就能完工了。这么快？不是需要2个多月吗？还得亏老天爷照顾，这些日子日头不错，那泥水干得也快。再说这么多人干活，每日这几百银子费下去，总得有些影子。叔，你们该休息也得休息，别把身体给累坏了。不会不会，有这么的高工钱拿着，大家每天嘴都要咧到耳根子上去了。那银钱还够不？要不我再拿点给你。够的够的，那稍晚的老邱头跟我相熟，我给你砍了砍价，省了些银子，还能用上半旬。叔，找你做事，我简直是捡到宝了。对了，这里是些酥饼，你给大家分分，歇歇手吧。桃花给大家带酥饼来了，还热乎着呢，大家歇歇手，来吃酥饼啊！一时间，这些汉子都飞快地跑了过来。等吴长水发完烧饼，王桃花就见很多人并没吃，而是小心地藏在了口袋里。他跟吴长水打了个招呼，就往张大娘家走去。也不知道小灵儿长大了些没有。等到了张家，发现院子里静悄悄的，那院子里落叶满地也没人扫，木桶锄头随意的扔在一边，尿布也是皱巴巴的挂在竹竿上。奇怪了，张大娘那般爽利干净的一个人，这
不像他的风格呀。正想着，就听到灶房里哎呦一声，就见宋香琴背对着自己，双手捏着耳朵。哎呀呀，涮子这猪脑袋把火加那么多，这粥烫死人了。等他把粥从锅里端出来后，安利往粥里头吐了口唾沫，就见宋香琴又鬼鬼祟祟的从怀里拿出包什么东西，接着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王桃花还在想他在干什么，就见他拿了把勺子把粥搅了搅，眼看对方要回头了，王桃花赶紧往后退了几步。大娘，大娘！正端着粥从灶房里出来的宋香琴身子一个哆嗦，眼睛跟毒蛇一般看向王桃花。嫂子，大娘在家呀？是桃花来了呀，娘在屋里呢。嫂子，大娘这大白天待在屋里干嘛？难不成又病了？是呀，身子有些不爽利，这才几天不见，咋又病了？我得赶紧去看看。路过宋香琴时，突然好奇地问道：嫂子，你这端着什么呢？娘胃口不好，早上我给熬了点粥，这不一直热在锅里。嫂子，你这粥倒是熬得烂乎，大娘肯定喜欢。宋香琴看王桃花不以作假，心里松了口气。等王桃花进了屋子，就看到张大娘瘦得可怕，才几天功夫没见，那眼眶往下陷，两个眼睛仿佛是挂在那的，颧骨高高的耸了起来，嘴唇更是一点血色都没有。桃花来了！王桃花赶紧握住她的双手，凉得跟冰似的。大娘，你病得这般重，怎么也不跟我说下？梅大娘来看过吗？来了，就说娘身子骨弱，需要好好养着。大娘，我得带你去县里看看，咱们现在就走。不行！见王桃花看来，忙解释说，那个我的意思是，娘身子骨这么弱，现在天气还凉，哪经得起路上奔波？我已经跟你栓子哥说了，明日就去买只老母鸡来，给娘好好补补。桃花，不用费那个银钱了，大娘能吃能喝能睡，没啥毛病，就是感觉身子有些乏，这人老了都这样的。王桃花定定地看着宋香琴，联想着刚才种种，心里断定她有事儿。你看我这记性，娘啊，该喝粥了。张大娘使劲地撑起床要坐起来，王桃花赶紧去扶她。娘，今日这粥熬得香浓，你可一定要多喝点儿。香琴呐，这几日辛苦你了。娘，说啥胡话呢？这是儿媳妇该做的，我来为你喝粥，小心烫着。说是没有以往的种种，任谁看了都会觉得这儿媳妇是个心善孝顺的。嫂子，我好像听到小灵儿在哭呢，你去看看吧。香琴，你快去看看吧，灵儿还小，一个待在屋里小心吓到了。宋香琴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把碗交给了王桃花。桃花，那你帮我看着，一定让娘把粥全吃了啊！她这身子骨弱，得多吃点儿。嫂子，你就放心去吧。这边刚走，张大娘就笑道：丫头，你嫂子这段时间还算老实，你瞧瞧，还会给大娘熬粥了。哎，大娘也想通了，只要她能踏踏实实跟你栓子哥过日子，我就是马上死了也是愿意的。大娘，你说啥胡话呢？你还要看着小灵儿嫁人呢。来，我来喂你吃粥。切！王桃花故意打了个喷嚏，手一抖，碗就摔在了地上，粥洒了一地。哎呀，大娘，瞧我这笨手笨脚的！王桃花赶紧去拾捡那碎碗，不管那宋香琴在粥里做了什么手脚，光是那口水她就受不了。桃花小心点儿，别被割了手。等桃花把碎碗拾起，去灶房拿扫帚打扫，就看到那灶台上还有星星点点的粉末。王桃花用指尖摸了摸，闻了闻，立马脑袋有点晕乎。宋香琴这个贱人，她怎么敢？宋香琴听到动静就从屋里窜了出来。桃花，你这是……嫂子，都怪我笨手笨脚的，那碗粥被我打翻了，我寻思再给大娘熬上一碗。你出去吧，我自会给娘熬粥的。等王桃花去了张大娘屋里，宋香琴拿起那菜刀往砧板上一剁，死丫头，净会给老娘整事儿，天天来看着老婆子，上赶着送葬啊！王桃花把带来的酥饼拿出来，大娘，嫂子重新熬粥，你先吃个酥饼垫吧垫吧。大娘也不太饿，丫头陪大娘聊会儿天儿吧。两人聊了几句，王桃花眼睛眨了眨，大娘，你这身子是打哪天开始不爽利的呀？打你嫂子娘家人回去那天起，都快1旬了。本来想着只是感染了风寒，哪想躺了这么久。这人老啊，身子就是不中用。那婶子这段时间一直给你熬粥吗？喝了7、8日了。怎么了，丫头？张大娘的病就是宋香琴害的，可若是直接拆穿她，自己也没证据，张栓他们未必相信。宋香琴正在灶房里淘米，
王桃花走了进来，嫂子，大娘有事唤你。好，我这就去。宋香琴暗暗撇了撇嘴，心里恨得牙痒痒。老娘再忍你10天半月，等你入土了，老娘可就松快了。张大娘有些复杂的看着宋香琴，香琴呐，这几日他们爷俩挖地也辛苦了，晚间你粥多煮些，再煮几个鸡子，咱们也吃顿好的。宋香琴脸上立马笑开了花。好嘞，娘，媳妇儿现在就去淘米泡上，晚上煮起来也烂乎些。见人走了，王桃花又嘱咐了句：大娘，你千万记住我的话，我没来之前那粥别喝。乖孩子，大娘晓得。出了张家门，转身去找了媒婆子。梅大娘，你说有没有一种药可以让人身体慢慢的虚弱呀？丫头，咱们可不许做那害人性命的事儿。大娘，你向哪里去了呢？我就是前几日去县里，听到有个儿媳妇给婆婆下毒，半年后那婆婆才死了，我这才问问。媒婆子摸着她的头想了想，这种药我倒没听过，不过你大爷倒跟我说过这个事儿。那年你大爷去靖州给知府家的妇人瞧病，那妇人吓红半月不止，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可是请了无数的名医，各种药啊也是成日的灌，那病都没好。后来求到你大爷这边，你大爷发现这妇人其实没病，只是那屋里的熏香加了红头麝香，连那每日安睡的床枕都被人撒了藏红花的花粉。王桃花听得咂舌，丫头啊，咱们本本分分做人，别去打听那些阿杂事，没得扰了心情。好的，大娘，看来这宋香琴给大娘下的就是慢性毒药了，这个歹毒的女人。等归巢的鸟掠过天边，田里的众人也收拾好农具，陆陆续续的归家了。当王桃花来到张家时，张大爷和张栓已经坐在了桌前，宋香琴正开心的张罗着饭桌。桃花，你咋又来了？哎呀，今天还煮了鸡蛋呢。这丫头真是个比老鼠还精的，一有好吃的就来了。想到这里，那摆碗筷的声音都重了几分。丫头可是吃了没吃？坐下来吃点，今日家里熬了米粥。大爷，我吃过了，这不家里还有些点心，给大娘送点来，平日好垫垫肚子。大爷，你们赶紧吃吧。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感觉张大娘的脸色似乎好了一丢丢。两人没聊一小会儿，宋香琴就端着一碗热乎乎的粥过来了。娘，喝粥了，你今天中午都没吃。嫂子，这粥太烫了，先凉一凉吧。你懂什么？烫点好，吃了身子暖和。王桃花嘴角一扬，从随身带来的篮子里掏出一块花布。嫂子，我这有块料子，我看颜色特别适合你，送你做件春上吧。宋香琴本就是个眼皮子浅的，立马把那花布接了过来。这花色真好看，还是细棉的。这生了灵儿后啊，我这腰身大了一圈，以前的衣裳都小了，我正愁着开春穿什么。桃花，嫂子谢谢你了，这花布我就收下了。嫂子客气了，这料子颜色衬得你脸白，我这皮子当姑娘那会儿也是白净的，那十里八乡谁见了不夸上一句，也就是这几年暗了些。大姐，你也真敢说。嫂子，这料子赶紧拿回屋里去吧，免得弄脏了。宋香琴这下哪里还顾得上张大娘喝不喝粥啊，喜滋滋的抱着布往屋里走去。王桃花见人走了，赶紧端着那粥出了屋子，偷偷撒上了点上次马大眼那包袱里拿来的软筋散。栓子哥，大娘说今日不想喝粥，想吃点面汤，这碗粥最浓，大娘说让给嫂子喝。行，那我这就叫香琴做去。不忙，大娘说现在不太饿，你们吃完再做好了。那行。张栓子就随手把那碗粥放宋香琴的位置上了。桃花，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大娘，我说如果嫂子做了那害你的事儿，你还会原谅她吗？王桃花直勾勾地看着张大娘，若是她点头，这事儿自己就不再管了。桃花，你是说我这病是你嫂子？王桃花点点头。宋香琴把那料子放好，就出来吃饭了。栓子，今天的粥熬得好吧？你看，又烂乎又香浓。宋香琴吃得香甜。屋里，桃花，你把他们叫过来吧。不一会儿，三人就进了屋子。张大爷见枕边人眼泪连连。老婆子，你这是怎么了？张大娘摇了摇头。香琴，你嫁进我家有7、8年了，我对你怎么样？娘带儿媳自然是好的，你认就好。我这做婆婆的也不算亏心，可你又是怎么待我的？娘，你说啥呢？我可一直把你当亲娘呀。香琴，今天这屋子里也没其他人，咱们婆媳今天就把话给挑明了。我这病和你有没有关系？你若认了，你还是我薛秋娘的儿媳妇儿。宋香琴惊出一身冷汗，下药谋害婆母，这事儿可是杀头的罪，难不成自己暴露了？娘，你说啥胡话呢？你的病跟我有什么关系？
桃花，大娘累了，你替大娘说吧。那精气神似乎瞬间被抽走了。张大爷，栓子哥，宋香琴他给大娘下药，大娘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差。张大爷和张栓大惊失色地看向宋香琴，死丫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敢做这种事？天天跟着苍蝇一样往我家凑，就知道挑拨碎嘴，搅得我们张家不得安宁，难怪是个没人要的贱货。你给我闭嘴！你说你每日里熬的粥，你都给我放了什么？娘，到底谁是你儿媳妇呀？你宁愿听着贱人满嘴喷粪，也不信我。你要是不满意我，就直接跟我说了，我宋香琴立马腾了你张家儿媳的位置。何苦这般冤枉我，戳我的肺管子？我还不如找个歪脖子树吊死得了。接着嚎啕大哭起来，张栓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只能看向自家娘。老婆子，桃花，这事儿不会弄错了吧？大爷，这事是我今日亲眼看到的，他给张大娘的那碗粥里吐了口水，还下了药。你们不信可以去屋里搜搜，那药肯定还在。我没有，你血口喷人，你不得好死！王桃花，你就是根搅屎棍，非得把我家搅散了，你存着什么心思？突然又看了看站在一边的张栓子，好啊好啊，到今天我总算明白了，难怪你这老婆子对这丫头这么好，不会早就存了心思让她王桃花做你家儿媳吧？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呀！香琴，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和桃花清清白白啊！哼，清白？我看呐，早就去那草垛里滚去了吧？可真会勾搭人啊！不然哪有那银钱去起新宅子？也不知道在那县里跟多少老爷做了那下作的事。王桃花直接上前一巴掌扇去。放你娘的狗臭屁！自个做了这坏事还去攀扯别人，真不知廉耻！张大娘对你跟亲生姑娘一样，也能下得了手，真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长的。还不待宋香琴大作，王桃花漫不经心地说道：哦，你不承认没关系，忘了跟你说了，大娘那碗粥没喝，我让栓子哥给了你。你是不是感觉手脚有些发麻，有些使不上力气了？这话说完，宋香琴变了脸色，难怪自个脑袋有些晕乎乎的，她赶紧去抠喉咙，哇哇的吐了起来。到这里，是个傻子都明白，张栓气得直接一脚把宋香琴踢翻了。你个贱人，真给娘粥里下药了？我是下药了，他不是还没死吗？你就要杀我吗？这老婆子平日里装出一副宽厚的样子，心里还不知道在怎么骂我。她活着，我在这个家什么都不是，一大把年纪了，还把手伸到儿媳妇屋里，我就没见过这样的婆婆。张大娘的眼泪流个不停，张栓气得浑身发抖，她不知道自己的枕边人会是这般恶毒。老子锤死你！说着扑过去，拳打脚踢了起来。宋香琴想跑，可是手脚发软，于是被打得嗷嗷直叫，满地打滚。张大爷赶紧把人拉开。栓子，够了，再打得出人命了，你别拉我，打死他，我给他赔命去。宋香琴从地上爬了起来，噗的一声吐出2颗活着血的牙齿。张栓子，你个没用的东西，大婆娘还算个男人吗？我能这么做都是你逼的，我还告诉你，你是个没种的，那小灵儿也不是你的种。你说什么？你这个贱人，背着我偷人，我打死你！这一下张栓更是目眦欲裂，直接拿过那门栓就狠狠地敲了下去。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就你的3两招的把式，辈子也别想有孩子。其余几人都是心头一震，张大娘更是气得背过气去。哎呀，作孽呀，作孽呀！栓子啊，别打了，明日把他宋家人叫来，带他走吧。爹，让他就这么走了，太便宜他了。我要把他抓去衙门。听到去衙门，宋香琴才怕了，忙爬起来抱住他的脚。栓子，我一个清白姑娘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你不能这般狠心呐！刚才是我气你的，灵儿是你姑娘。张栓一把扇开他，痛苦地抓着头发，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一夜，张家几人彻夜无眠。宋香琴则被关在了柴房里，瑟瑟发抖。第二日，等张栓把宋家人叫来，看到宋香琴身上的伤，又听到张家要把她给休了，就想闹上一通。张栓直接拿出了那包药粉，顿时宋家人面如土色，哑口无言。这个贱人我已经休了，从此咱们2家再无瓜葛，还有我娘这病也是你们家害的，赔30两银子补身子，明日把银子拿来，不然我就告到县衙里去。最后宋家人回村里卖了大半的地，才凑够了30两银子。张栓当面把那药给烧了，宋家人这才舒了口气。不过这么一来，宋香琴在娘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哪怕他娘再疼他，最终还是被他哥10两银子卖去给一个打死了3个老婆的屠夫做了续弦。后来听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宋香琴被那喝醉酒的屠夫打了一顿，然后扒光衣服扔在了柴房。夜里
宋香琴冻得又喊又叫，可愣是没一个人出来帮她。等第二天发现时，人已经冻死了。至于小灵儿，即使宋香琴那般说了，张家依然待她如宝，只能说张家两老确实是心善之人。现在最头疼的是小灵儿喝奶怎么办？王桃花直接让张栓去牛马市集买了一头刚下崽不久的母羊，把那羊奶煮沸了，凉温了，给小灵儿喂去。想不到这孩子并不挑嘴，喝得津津有味，也算解了张家的难题。日子就这般晃晃悠悠地过着，转眼就到了3月份。王桃花的豆腐脑已经步入正轨，除了学院里的人会来吃，街上其他居民也闻声而来，所以每日不到2刻钟就卖得精光。这日卖豆腐脑回来的早，王桃花和刘冬儿就去地里挖野菜，两人一路沿着田埂挖去，倒也挖了许多荠菜，个个又肥又绿，嫩得能掐出水来。1年之计在于春，村里人都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播种做着准备。等王桃花两人路过王有贵家的田时，刘氏拢了拢鬓边的头发，杵着锄头故意喊道：“桃花，来挖野菜了。”王桃花十分佩服刘氏的脸皮，两家闹到现在，用拉屎都要离3米远来形容都不为过，还来搭理自己。当家的，咱们家这10亩水田，今年全种上稻子吧，今年自个家多留些谷子，好好吃上几顿白米饭。哎，说来自家有田就是好，这县里再怎么闹腾，总有碗饭吃是不？王香香盯着王桃花又白又嫩的脸蛋，再摸摸自己的脸颊，心里十分不好受。娘，咱们家这水田每年能打不少粮食吧？难怪某些人往些年老来咱们家打秋风借粮食。哎，说那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干嘛呀？咱们以前总归一家人是不？就这10亩地，除了祠堂和沿的那几亩水田呢，就属咱们家的田最好了，每亩能打3担半的粮食。刘氏一脸得意，那下巴抬得高高的。王桃花哪能听不出母女俩的炫耀，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恰好这时王豆香在另一块地挥手道：“桃花，这儿呢，你是来看你家的地吗？”你家的地？刘氏和王香香几人当时大吃一惊。冬儿，你说咱们家新买的那6亩水田都靠河沿，这每亩啊应该能上4担吧？姐，村长爷爷说咱们那几块地可是村里最肥的了，往些年能打4担3斗呢。那今年咱们收的粮食都不卖，天天吃大米饭。一时间王有贵几人嫉妒的咬牙切齿。走吧，冬儿，咱们家还有几亩旱地，也去看看。什么？还有旱地？刘氏几人想死的心都有了。说来，今年咱们这宅子起的真是时候，到时也放得下那么多粮食。往年的粮食啊，还没到家门口就被那些没脸没皮的抢走了，难怪吃了那心肝都长黑了。姐，谁再敢抢咱们家的粮食，我保准拿大棍子轰他出去。冬儿，你可真是姐的好妹子，这野狗嘛，就得打痛了才长记性。这时王豆香已经跑了过来。桃花，你挖了这么多野菜呀？一路挖过来的，要不匀一点给你？不用不用，我早上刚挖了点。告诉你个好事儿，我娘今日去县里买了好多菜，有那么肥的一只鸡，还有1刀3指厚肥嘎嘎的肉呢。记得明天中午来我家吃饭。那感情好，我决定明早空着肚子，中午好好吃上一顿了。记得多煮些饭哦。回家路过河边，想着这野菜带回去洗也麻烦，于是两人便蹲在河边洗了起来。正洗着，突然一个黑色的东西在石头上慢慢的爬过。姐，咋了？看到什么东西了？是鱼吗？王桃花捡起那颗螺蛳，朝刘冬儿晃了晃。姐捡到一颗螺蛳。姐，这是十字虫，不能吃的。以前我娘养了鸭子的时候，经常让我捞去喂鸭子。王桃花又看了几眼，没错呀，就是螺蛳。冬儿，这可不是虫子，这是贝类，里面的肉很好吃的。姐，这东西看着就吓人，硬邦邦的，肯定不好吃。这清明螺蛳赛肥鹅呢，虽然现在刚到3月，但这个时候的螺蛳已经开始追肥，味道很是鲜美的。跟你说了也不懂。来，咱们别洗野菜了，开始捡螺蛳，记得捡像刚才那颗这么大的，小的不要。正捡得开心，突然一块石头砸了下来。水花溅了王桃花一脸，抬头就看到是王金凤站在河堤上。哎呀，不好意思呀，桃花，我们没看到你在河里。我看你是眼瞎了吧？你凶什么凶？我都跟你道过歉了。那你下来，我溅你一脸水，我给你道歉。你不要太张狂了。突然看到王桃花桶里的螺蛳，不禁捂嘴笑道：哎呦，这不是食死虫吗？这东西又腥又硬，连狗都不吃。我们村的大能人也要吃这东西呀，
是不是起那宅子花光了银钱呢？我就说嘛，打肿脸充胖子，迟早得摔死。不得不说，这王金凤跟那娘的死出一样令人讨厌。我吃什么关你屁事？你家是住在海边吗？管这么宽，你是一天不恶心人就浑身不自在吗？狗掀门帘子全靠一张嘴。泼妇，你就是泼妇一个。你再说一遍，你就是个泼妇。我娘说你惯会勾三搭四，水性杨花，你那宅子就是用身子换来的。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了王金凤的腿上。哎呀，你敢用石头砸我？不好意思啊，有只野狗在我面前乱叫，我就拿石头砸它，没想到砸中了你。王金凤气得眼眶都红了，推了推身边的男子。三哥，你发什么呆呀？王桃花欺负我，你还不赶紧给我报仇？那少年就是王金凤的三哥王三壮。这黄振芳能在沟子村这么盛气凌人的，除了有个蛮横的相公，还生了3个带把的，个个壮实的跟只小牛犊似的，一般人丁少的人家还真不敢得罪他家。桃花，快上来给我妹道歉，不然你想咋地？不然我就扒光你的衣服，嘿嘿。王桃花顿时觉得一阵恶心，这死小子也就是15、16岁吧，怎么满口污言秽语？不许欺负我姐！这小乞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哥，你一起教训他们。王三壮从河堤上一跃而下，就朝王桃花走了过去。冬儿，你去那边等着。姐，我要保护你。姐的本事你还不知道？你在旁边，我反而不好施展。怎么样，想好了吗？快给我妹道歉。姑奶奶，我才不会给个丑的跟癞蛤蟆一样的人道歉。哥，给我打他，把他脸给我打肿，我看他还敢不敢嘲笑我。王三壮看着那张白皙的脸蛋儿，有些不舍得了，他色眯眯地搓着手。要不让我亲2口，这事儿咱们算了。三哥，你不能这样，他是我的仇人。别吵，说不定以后还会成为你三嫂呢。王桃花眨眨眼睛，勾勾手指头，想亲我呀？好呀，你过来。王三壮还真傻乎乎地走了过去。三哥，别被他骗了。别吵，这可是哥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把眼睛闭上。干嘛闭眼睛？我让你闭上就闭上，还要不要亲？哈哈，好，我这就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咧着嘴笑，一副呆瓜的傻样子。王桃花嘴角翘起，突然抬脚一踹，扑通，水花四溅，王三壮摔进了河里。你敢戏弄我，老子打死你！一块巨大的石头砸下，在王三壮脚边溅起巨大的水花。王三壮顿时傻眼了，因为王桃花又拿了块石头对准自己。来啊，有种朝老子头上砸！有种你就别跑！王三壮梗着脖子，老子要跑开，我就是个孬种。这可是你说的，我先砸断你2只脚，让你每天只能像这王八一样爬着，然后再砸断2只手，让你吃饭屙屎都做不了。说着，把石头高高举起，往大腿边砸去，立马巨大的水花在王三壮腿边炸开，砸偏了，再来。眼看王桃花捡起一块更大的石头就要砸下来，王三壮怂了。等等，你别砸，我认错了。哦，那你还敢不敢欺负我们姐弟几个了？不敢了。发个誓，就说我王三壮，若是再欺负王桃花姐弟3人，就是圈里的猪，看门的狗，是全村最大的傻子，以后娶个癞蛤蟆当婆娘。这也太狠毒了呀！你要不欺负我们，那发誓有什么关系？快点，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好吧，我发。王三壮就在王桃花虎视眈眈下发了誓，你可以滚了。王三壮手忙脚乱地爬了起来，往回走去。